灵域南荒州合欢宗一处大殿内，你是说你拥有生出玄品灵根子嗣的天赋？一袭青衣的柳如烟双手环抱胸前，双峰傲立挺拔，绝美的容颜闪过一丝异色。看着面前这个新入门的弟子，心中半信半疑。他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天赋。对方神神秘秘的来找他，柳如烟还以为这小子是得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机缘，结果没想到是生孩子。要不是一具玄品灵根的子嗣，柳如烟都怀疑对方是来戏耍自己的。宗主，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相信我。叶晨一脸正色道。他将提前编好的说辞当面讲了出来，尽可能合情合理，毕竟这可是关乎着他的小命。面前的这位可是化神期的恐怖存在，一道威压就能灭杀他。听完叶晨的解释，柳如烟看他的眼神变得愈发怪异。你说的这些话我也不是不相信，可为什么要求女弟子都要是貌美如花，腰细腿长？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不然的话……柳如烟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道寒光。要是让他发现叶晨是在耍他的话，绝对会让他死得很惨。合欢宗可是最擅长折磨男人了。嗨嗨，叶晨摸了摸鼻子，感受到柳如烟流露出的杀意，急忙解释道：宗主，你想啊，上古传承的血脉，家族后裔一出生就是天人之资，天赋绝佳，长相又貌美的女弟子，无疑能将这些优势都传承下去。宗主，你也想让宗门变得而更加辉煌吧？嘴上这么说，叶晨心里只觉得样貌丑陋的女弟子下不去嘴罢了。要是柳如烟给他安排一个丑八怪的话，多少也会影响发挥。漂亮的女弟子无疑更加赏心悦目。你这么说倒是也有几分道理。柳如烟冷静下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可仍旧对叶晨说的话心存疑虑。真有人能保证生下的子嗣都身具灵根，那不是可以量产修行者了？柳如烟有些心动了。合欢宗原本是南荒州的顶尖势力之一，数千年来宗门强者日渐凋零，年轻一代的弟子青黄不接，一直没有天赋绝佳的天骄出现，宗门日渐衰败，沦落成了三流势力。如今还被死对头天魔宗压制，隔三差五爆发冲突，用不了多久，合欢宗甚至有可能会被天魔宗夷为平地，他这个角色宗主都会沦为别人的玩物。柳如烟自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如果叶晨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他无疑能够为宗门培育出更多身具灵根的弟子，从而改变宗门衰败的现象。合欢宗现在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女弟子，事实又何妨呢？柳如烟秀眉轻挑，清冷的目光落在叶晨身上，淡淡的说道：本座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叶晨眼前一亮。柳如烟样貌极美，身材妖娆火辣，挺拔的双峰尤为吸睛，看着又纯又玉，一颦一笑都仿佛在勾魂。而且她是宗主，修为又高，生出来的孩子天赋一定好，说不定会是地品甚至天品灵根。本座说的是给你安排一个女弟子。柳如烟脸色一黑，咬牙切齿地说道：再敢乱看，小心本座挖了你的眼睛。这小子居然还敢打他的主意，多谢宗主信任。宗主放心，10个月后弟子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叶晨连忙挪开目光，信誓旦旦地说道：10个月？柳如烟愣了一下，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还能一发入魂？这个秘密只有你知我知，不许再告诉宗门里的任何人，哪怕是副宗主问起，你也不能透露一个字。柳如烟板着脸，神情严肃地看着面前的叶晨交代道：一旦播种成功，叶晨无疑会成为香饽饽，遭到各方势力的觊觎，哪怕是宗门内那些想要将他取而代之的人，也必然会盯上叶晨。他的小师妹，也就是现在的副宗主，就一直想要联合几位长老将他取代。柳如烟必须要将消息隐瞒住，把叶晨控制在手里，将来为他创造更多身具灵根的弟子，这将成为他以后的心腹班底，就能牢牢掌控整个宗门。宗主放心，弟子明白。叶晨回应道。他自然清楚怀璧其罪的道理，知道秘密的人越少，他就越安全。去吧。柳如烟满意的挥了挥手，心中多了一丝期待，将叶晨的秘密视为他掌控权力、压制外敌的杀手锏。大殿外，叶晨抬头看着渐渐昏暗的天色，心情不由得激动起来。自从激活了多子多福系统，他还没有找过女子尝试过，这次可要争气点啊！这不仅是关乎着宗门未来，也同样关乎着他的生死。叶晨穿越到这方世界时还只是一个婴儿，幸运的是被江叶城叶家的家主收养，当亲儿子养着，从小锦衣玉食直到长大。可惜好景不长，叶浩天的妻子与玄天圣地的少宗主偷情，两人联手将叶浩天暗害。不
不仅将叶家的产业霸占，甚至还想斩草除根，连同叶家族人一起灭口。叶晨是在忠心家仆的舍命保护下，才得以逃出升天。他的妹妹叶青儿被玄天圣地的人掳走，其余的叶家族人几乎都死了。叶晨想要搭救妹妹叶青儿，可他修为太弱，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何况玄天圣地乃是南荒州最强的5大势力之一，宗门内有合体期强者坐镇，不是他这样的蝼蚁能够轻易撼动的。为求庇护，只能拜入合欢宗。叶晨原本想努力修炼，将来好杀上玄天圣地报仇雪恨，救回妹妹叶青儿。可惜他只是黄品灵根，天赋极差，一番苦修还只是炼气期的修为。灵域的境界等级分别为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化神期、炼虚期、合体期、大成期、渡劫期、大地境。如今宗门实力日渐衰落，别说是报仇救人了，过不了几年连庇护他都困难。为了变强，叶晨选择将自身的秘密告诉宗主柳如烟，以此来换取配偶和修炼资源。如果光靠他自身的魅力去勾搭配偶还是太慢了，才会想到将自己上交宗门，让宗门给他分配女弟子，只要他不断播种诞生子嗣，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系统奖励。这样叶晨哪怕不依靠修炼，也可以提升实力。叶晨回到居住的庭院时，发现房间的门是开着的，有人来过。他顿时心生警觉，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目光往里看去，稍有不对，他撒腿就跑，活命要紧。好香的气味，一缕香气迎面飘洒而来，是女子独有的香味。这时叶晨也看清了一个身穿红色纱裙的女子正坐在床榻边上，那张清冷的脸庞在烛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诱人，凹凸有致的身材呼之欲出，看一眼令人深陷其中。房间里的布局也发生了改变，多了许多红色帷幔交织，增添了几分喜庆。在桌上摆放着2根大红蜡烛、酒壶、酒杯，这是柳如烟安排的女弟子。洞房花烛，动作这么迅速的吗？叶晨有些惊讶，自己才刚从柳如烟那里回来，对方就已经给他安排好双修的女弟子了，就连房间都帮忙布置好了，而且跳过了拜堂成亲的环节，直接就到了入洞房这一步了。看得出来柳如烟也很着急。叶晨放下心来，只要不是追杀就好，一个女弟子他还把握得住。他迈步走进房间，目光在这名女弟子的身上打量着，几乎和他先前要求的一致，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腿长腰细3-6D，绝对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美女。柳如烟没有糊弄他。不仅如此，这名女弟子身具玄品灵根，筑基初期境界，修为比叶晨还要高，这在合欢宗已经是一名内门弟子了。林清雪看到叶晨回来，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脸色唰的一下红透了，娇羞的低下头，手指紧紧抓着身下的床单，心跳像是在打鼓一样。虽然很害怕，但他却没有任何抗拒，更没有逃跑。柳如烟派人许诺了他诸多条件，连同家族也得到了丰厚的好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他伺候好叶晨。为了自己，也为了家族，林清雪根本无法拒绝这样的条件，哪怕为此献出自己的身体，也是值得的。当他看到叶晨那张帅气英俊的脸庞时，心里反倒松了口气，突然觉得也没那么难以接受。身为合欢宗弟子，他将来修为遇到瓶颈，也是要找顶炉双修的，还不如趁现在是处子之身献出自己，还能换取丰厚报酬。林清雪羞红着脸，眼看叶晨迟迟未动，忍不住抬起头来，水灵灵的眼睛看向叶晨，娇声细语道：叶师兄，要我帮你脱吗？叶晨脑子一猛，浑身燥热起来，来不及过多欣赏，几个箭步扑了上去。人家女孩子都这么主动了，他还犹豫什么？什么交杯酒，什么先谈感情，睡了再说，便宜不占王八蛋。师兄，我明天还要练剑。林清雪闭上双眼，满脸通红地说道，娇滴滴的声音在叶晨的耳边荡漾。叶晨仿佛是恶魔低语，摧毁了仅存的理智。啊！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1个时辰之后，林清雪的眼角挂着泪痕，蜷缩在角落里沉沉睡去。叶晨似有所觉，突然坐起身来，咔嚓，丹田中发出一道轻微的响声。下一秒，叶晨周身气息暴涨，炼气11层，突破了。来不及多想，丹田中的灵力仍在冲击屏障。咔嚓，周身的气息比之前更加凶猛，炼气12层。叶晨心中大喜过望，没想到困扰了许久的境界竟然水到渠成般突破了，而且还是连破2个小境界，这无疑是让他看到了希望。这还没有生出子嗣，就已经触发各类奖励，要是有孩子了，那奖励该有多丰厚啊！叮！
检测到宿主即将诞生子嗣，是否消耗1万枚灵石提升子嗣资质概率。提升后，100%的概率为选品灵根，50%的概率为地品灵根，10%的概率为天品灵根，1%的概率为神品灵根，1/1000的概率为上古极品灵根。灵根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黄品灵根、玄品灵根、地品灵根、天品灵根、神品灵根、上古极品灵根。修行者拥有的灵根等级越高，对于灵气的感应越敏锐，修行速度越快，决定着未来成就的高低。叶晨自身就是黄品灵根，花费同样的时间精力，别人都修炼到筑基期了，而他还只是炼气期，这便是差距。不消耗灵石的情况下，子嗣资质100%为选品灵根，不会有其他灵根的概率。叶晨看着眼前出现的虚幻面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消耗灵石。只要出现一个地品灵根的子嗣，这1万灵石都花得值得，何况还有机会搏一搏传说中的上古极品灵根。叮，消耗1万枚灵石成功，子嗣概率得到提升。下一秒，叶晨就感应到储物界中的1万枚灵石凭空消失。他也不心疼，反正是从柳如烟那边薅来的灵石，本就为了提升子嗣资质做准备。只要10个月后林清雪生出来的子嗣拥有地品灵根，甚至是更高等级的灵根，那他在宗门里的地位就会水涨船高。到时候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宗门也会源源不断地给他供应灵石去培养子嗣，想要多少女弟子就能有多少女弟子，可能他不要都不行，柳如烟还会硬塞给他。睡在身旁的林清雪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看了叶晨一眼，疲惫地问道：叶师兄，你在做什么呢？不睡觉吗？他转过身来，睡眼朦胧地看向叶晨，娇艳欲滴的脸庞充满了疑惑。被子下雪白的肌肤一览无遗。叶晨低头看了一眼，刚熄灭的火焰再次蠢蠢欲动。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会不会来个双胞胎呢？叶师兄，你……来不及开口就被堵住了。直至天亮，叶晨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收获满满，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的，都是我的。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极品筑基丹。叮，恭喜宿主获得猛男体魄、金刚之身、不灭圣魂，大幅提升宿主的身体素质。睡梦中的奖励兑现。时过晌午，叶晨只听耳边有人在呼唤自己，这才醒了过来。叶师兄，宗主派人来，让你过去一趟。林清雪坐在床边，面色绯红地摇晃着叶晨的手臂。宗主找我。叶晨揉了揉惺忪的眼睛，脑子还有些昏沉沉的，一时没反应过来。柳如烟找自己做什么？难道是想问问自己的进度？可是昨夜才刚入洞房，要生出子嗣也要10个月的时间，哪有这么快就出结果的？总不至于怀疑自己的能力吧？叶晨刚从床上站起身来，一旁的林清雪就像是一个贤惠的妻子，为他穿戴衣服。闻着弥漫在鼻尖的香气，叶晨的内心又是一阵火热，真是一个尤物啊！等晚上回来再好好疼他吧。似乎感受到了叶晨炙热的目光，林清雪娇羞地低下头，不敢言语。叶晨洗漱之后，简单吃过一些饭菜，就匆匆去找柳如烟了。刚要走出庭院时，就发现院门外守着2名弟子，一问才知道是昨晚柳如烟派来保护他的。说是保护，实则也是一种监禁，更多的是不想被宗门里的其他人发现秘密。尽管这样做这会引来各方势力的好奇，但是也总好过叶晨被人掳走要强得多。对此叶晨也不在乎，从他想好将秘密告诉柳如烟的那一刻，就做好了这样的打算。现在的他实力太弱了，宗门外还有许多仇家想要杀他，能够得到宗门庇护，他也是求之不得。很快叶晨就来到了柳如烟居住的大殿。弟子拜见宗主。叶晨恭敬道：你昨晚挺辛苦啊，睡到现在才醒来。柳如烟穿着一袭雪白长裙走了过来，挺拔的双峰一颤一颤的，目光落在叶晨身上，神色怪异地说道：一夜奋战，这小子有点本事啊。闻言，叶晨尴尬地抹了抹鼻子，是挺辛苦的，一切为了宗门。柳如烟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什么为了宗门？爽的还不是他？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别给我说这些虚的。本座问你，事情办得如何了？柳如烟更加关心子嗣的问题。既然是这小子的天赋，总该值得事情办没办成吧。虽然有些心急了，柳如烟也没有办法，这可是关乎到他能否坐稳合欢宗的宗主之位，能否守住合欢宗不被外敌势力吞并，他不容许有任何的差错。宗主放心，一切顺利。叶晨看向柳如烟，一脸正色道：
他操劳了一整晚了，肯定一发入魂啊。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这才放下心来。本座会再给你安排资质不错的女弟子，希望你不要辜负本座对你的期望。柳如烟冷不丁地说道。他既然选择了相信叶晨的天赋，就打算多尝试几个。毕竟10个月生一胎，时间太长了，自然希望能多一些收获。当然，柳如烟也担心叶晨是欺骗他，没有选择直接梭哈，免得被叶晨白嫖了整个宗门的女弟子。女弟子，叶晨心头一喜，立刻激动道：“多谢宗主，宗主放心，弟子绝不会让你白忙一场的。”虽然柳如烟没说具体安排几个女弟子，至少10个月后，她又能多出好几个子嗣。叶晨也没耽搁，从柳如烟那里又要了些零食作为经费，他就匆忙赶回了居住的院落。刚走进庭院，就发现隔壁原本空置的厢房已经被打扫出来，布置得十分喜庆，就连身体不适的林清雪此刻都在帮忙。叶晨已经知道这是柳如烟的安排，并没有感到惊讶，径直走进了厢房里。一名清纯动人的女弟子正娇羞地坐在床沿，身上穿着红色的薄纱露肩长裙，雪白的肌肤在眼前晃动，增添了几分魅惑。房间里飘散着香味，令人感到浑身酥麻。叶师兄，林清雪看到叶晨回来了，顿时有些手足无措，立刻往屋外走去。清雪，叶晨喊了一声。林清雪没有回应，红着脸，脚步更快了。走出房间的时候，还贴心的帮忙关上了房门。见状，叶晨失笑的摇了摇头，回头看向坐在床边明艳动人的女弟子，正想问问对方要不要先吃点东西。他一天了都只吃了1顿饭。叶师兄，我会伺候好你的。陆梦瑶红着脸，妩媚动人地看向叶晨，娇滴滴地说道。说话间，她自顾自地拉开了身上的长裙丝带，主动的样子与她清纯的模样格格不入。叶晨话到嘴边，再也说不出来了。肚子饿了，那就吃啊。叶晨二话不说就快步上前。陆梦瑶伸手拉住叶晨，顺势勾搭到了床上。正要动手时，却见叶晨停了下来。师兄，你怎么了？陆梦瑶疑惑道。难道是自己不够诱人？她可以特地穿了若隐若现的红色薄纱裙，叶晨没理由能忍得住啊。叶晨却是站起身来，笑眯眯地看着他。我喜欢侧方位停车。陆梦瑶啊，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听到脑海中闪过的提示音，叶晨心中了然，果然如此，这无疑是给了他极大的动力。隔壁厢房里，林清雪听着隔壁传来的动静，脸色红彤彤的，在床边坐立不安。明明今晚不用他现身伺候叶晨了，可偏偏心里还不踏实。经过昨晚的亲密接触，林清雪的心里反倒喜欢上和叶晨待在一起的感觉了，那种滋味销魂蚀骨，让人痴迷。林清雪本想用修炼来麻痹自己对叶晨的想念，刚运转心法，丹田中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响声，咔嚓！下一秒，周身灵力涌动，气息变得更为强劲，犹如一道暴风骤然吹过。筑基中期，居然突破了！林清雪不可思议地张大嘴巴，脑子里一阵空白。她前不久才刚筑基成功，以她的天赋，少说也要苦修数年时间才有可能突破筑基中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林清雪努力回想着近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突然怔住。难道是因为叶师兄？想起昨夜的疯狂，林清雪的脸色便一阵潮红，娇羞不已。她猜测自己境界突破，或许是和叶晨上床有关。可她在交合的时候，并没有施展合欢宗的双修秘法，怎么还能吸取修为呢？林清雪想不明白，抬头看向隔壁房间的墙面，脸色红润的嘟囔道：“看来只有在陆师妹的身上找答案了。”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床头上，叶晨从温柔乡中醒来，身旁已经不见了陆梦瑶的身影。回想起昨晚的疯狂，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好在叶晨之前获得了猛男体魄，拥有不灭圣魂，身体素质比以前好多了，不然非得因为耕田过多累死不可。结果一早，陆梦瑶还能活蹦乱跳的离开，这姑娘身体也挺好啊。叶晨刚起身，就感觉到丹田中爆发出一股汹涌澎湃的灵力。不好，他想起了昨夜疯狂时获得的系统奖励，叠加起来都有7、8年的修为了。他已经是炼气12层的境界，距离筑基期只有1道屏障。叶晨当即从储物戒里拿出先前获得的一枚极品筑基丹，放入口中吞下，借助着药力开始筑基，炼化灵力。一处大殿内，柳如烟看着心腹传递回来的情报，绝美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这小子疯了吧？这么拼命的吗？也不怕把陆梦瑶给弄死啊？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柳如烟不禁怀疑自己一晚只安排一个女弟子给叶晨是不是太少了。当他看到纸条上剩余的内容时，顿时变了脸色。林清雪，内门弟子，选品灵根，筑基初期修为，今日境界突破筑基中期。陆梦瑶，内门弟子，选品灵根，筑基初期修为，今日境界突破筑基中期。看似平常的2条信息，却让柳如烟震惊不已。如果只是其中一名女弟子在和叶晨同房后突破境界，或许只是一个巧合。可2个女弟子都在同房后相继突破境界，这就说明有必然的关联了。难道说只要和这小子同房就能修为大涨？柳如烟秀眉微皱，小声嘀咕道，心里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她在化神期巅峰停滞许多年了，始终无法再进一步，如果是巧合的话，不就便宜那小子了？柳如烟的心里还在犹豫，并未脑子一热就做出冲动的事情。这小子身上的秘密还真不少啊。先前叶晨只说他能保证生出具备灵根的子嗣，没说还有其他的好处。柳如烟打算多尝试几个女弟子，以后再做决定。就在这时，一名女弟子匆匆跑了进来。宗主，副宗主带着几位长老说有急事要见您。话音落下，殿门外就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柳如烟脸色一沉，抬头看向殿门，就见一名身穿青色露肩长裙，扭着水蛇腰的狐媚女子走了进来。她的身后还跟着5位胡子发白的老者，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都充满了压迫感。见状，柳如烟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这帮人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自己还没有说要见他们，就直接闯进来了，完全不把他这个宗主放在眼里。不过这种事情也发生了不止一次，柳如烟还是选择了忍让。他现在翻脸的筹码太少了，不敢轻易撕破脸面。师姐，实在是这件事情耽误不得，你别怪我们不懂规矩。副宗主江玉燕面色平静地说道，嘴上说着歉意，心里却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向柳如烟的时候，更没有对宗主的一丝敬意，只想着有一天能够取而代之。什么事？柳如烟早就看穿了江玉燕的小心思，此时也懒得和他计较，微微皱眉问道。来的这几位都是合欢宗的太上长老，平日里都在闭关，轻易不会出面，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师姐，玄天圣地的少宗主派人过来，让我们交出一个名叫叶晨的弟子。师妹，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叶晨应该就是师姐前段时间刚收的弟子吧？江玉燕一脸玩味地看着柳如烟说道，似乎在等着看笑话，同时将一枚带有玄天仙宗印记的玉简递了过去。玄天圣地，叶晨。柳如烟脸色微变，眉头紧锁。玄天圣地是南荒州5大圣地之一，强者如云。合欢宗在鼎盛时与之齐名，如今宗门衰败了，根本得罪不起玄天圣地。他接过玉简，注入一丝灵力，片刻后，柳如烟顿时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叶晨竟然得罪了玄天圣地的少宗主，正在被对方追杀。一时间，柳如烟陷入了为难。如果只是一名普通弟子，为了不得罪玄天圣地，交出去也无所谓。可如今叶晨向他自曝了秘密天赋，一旦播种成功，那么将彻底改变合欢宗的处境，甚至能够让合欢宗再度辉煌。要是把叶晨交出去的话，合欢宗的将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但是不交出去，得罪了玄天圣地，合欢宗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要完蛋了。这小子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了玄天圣地呢？虽然叶晨有可能是骗他的，可柳如烟还是想要赌一把，哪怕为此事得罪玄天圣地。何况他要是把野叶晨交出去送死，无疑也会寒了弟子们的心，以后他这个宗主的威信必然一落千丈。到时候江玉燕必然会找机会将他取而代之，也不会有人再支持他了。柳如烟的心里有了决断，清冷的目光看向江玉燕，一脸硬气道，玄天圣地做事未免也太过霸道了吧。叶晨如今已经是我合欢宗的弟子，他们一句话就想把人带走，太不把我们合欢宗当回事了。就算合欢宗势力大不如前，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他故意将矛盾转变为合欢宗与玄天圣地之间的较量。听他这么说，在场的几位太上长老都纷纷变了脸色，浑浊的眼眸中闪烁着金光，周身气势暴涨，透着怒气。随意拿捏合欢宗，不就等于是在打他们这些长老的脸吗？他们只是老了，不是死了，如何甘愿受辱？江玉燕脸色一沉，她原本想借此事来打压柳如烟，没想到她竟然想要为了一个弟子硬刚玄天圣地。师姐，你疯了吗？要是惹怒了玄天圣地，我们合欢宗就完了。一个弟子而已，交出去又如何呢？江玉燕急忙劝说道。他可不想跟着一起得罪玄天圣地，那分明就是在找死。
一心只想着把叶晨交出去，向玄天圣地示好。一个弟子而已，在师妹眼中，宗门弟子的性命就这么卑贱吗？柳如烟冷哼一声：“我不是这个意思。”江玉燕脸色骤变，急忙否认道：“这个话要是传出去，必然会寒了弟子们的心，以后谁还愿意追随他这个副宗主？都要担心会不会被他当作弃子丢出去。”他本来是想看柳如烟的笑话，顺便坑对方一把，结果却被反将了一军。几位太上长老此时也都冷静下来，目光看向柳如烟。据说这个叶晨只是黄品灵根的弟子，宗主为何这样在意他呢？其中一名长老开口问道。他觉得柳如烟似乎对这个叫叶晨的弟子格外重视，维护宗门的尊严是没错，但为此得罪势力强大的玄天圣地显然也不明智。如果宗门因此覆灭的话，便是得不偿失了。在长老们心里，一个黄品灵根的弟子并不值得赌上宗门的未来。柳如烟看了眼前这几位长老一眼，一脸认真地说道：“宗门日渐衰败，又有外敌环伺，早已危如累卵，随时可能分崩离析。若是在这个时候寒了弟子们的心，谁还愿意为宗门卖命？这么做只会将合欢宗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几位长老沉默了。柳如烟说的话的确有几分道理，一个黄品灵根的弟子不算什么，可要是100个、1000个弟子都离开的话，宗门就如同滚雪球般彻底崩塌。可是得罪了玄天圣地，合欢宗一样会覆灭，大不了就偷偷把人交出去，别走漏了风声不就行了？江玉燕阴沉着脸开口说道。她担心会因为此事而得罪玄天圣地，导致宗门遭受灭顶之灾，到时候她这个副宗主也活不成了。她可不想死。几位太上长老面露难色，交与不交对宗门都十分不利。柳如烟也看出了他们的纠结，沉吟片刻后，目光看向为首性子沉稳的老者，开口道：“大长老，可否一步说几句话？”“好。”为首老者疑惑地看了柳如烟一眼，点点头答应道。他也正为难，想听听柳如烟有什么想说的。“大长老这边请。”柳如烟领着他往偏殿走去，留下江玉燕和几位太上长老在原地。又想搞什么鬼？江玉燕脸色铁青地看着走进偏殿的柳如烟和大长老，心里很不爽。什么话是他这个副宗主不能听的？同时他也担心会生出什么变故，毕竟他还想着借此机会打压柳如烟的威信，将来好取而代之。偏殿内，柳如烟不放心地布下一层结界，隔绝了声音。大长老疑惑地皱了下眉头：“宗主，你想说什么？”他感觉事情不简单，不然柳如烟不至于还专门布下结界。柳如烟这时看向他，神色凝重道：“大长老，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将会关乎到合欢宗未来的兴衰，还请大长老能够保证守口如瓶，不对任何人提起。”大长老迟疑地点了点头：“老夫答应你。”他的心里愈发好奇，柳如烟要和他说的事情怎么神神秘秘的，还与宗门兴衰有关。见对方答应，柳如烟此刻也没有再隐瞒，将叶晨身上的秘密天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个秘密他原本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但是现在为了扛住玄天圣地的压力，只能告诉太上长老之首的大长老，以此来换取对方的支持，这样才能保住叶晨这个人才。但这个秘密他绝不会让副宗主江玉燕以及其他人知道。“你说什么？身具灵根的子嗣？”大长老激动到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眼神狂热地盯着面前的柳如烟。他很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哪怕只是最普通的黄品灵根，在凡人之中也是百里挑一的存在，更高品阶的灵根就更是难得了。倘若真能有源源不断身具灵根的新弟子出现，足以保证合欢宗兴盛不衰。一旦出现天赋绝佳的弟子，就能彻底改变合欢宗，甚至有希望重回巅峰，成为南荒州的圣地之一。这个叫叶晨的弟子，他说的话可信吗？大长老渐渐冷静下来，仍然心存疑虑。这种天赋听起来匪夷所思，很难让人信服。“我相信他。”柳如烟神情坚定道。他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信叶晨了。同时他也将那张情报纸条递了过去。大长老好奇接过，低头看完，猛然瞪大了眼睛，震惊地倒吸一口凉气。这是真的？一夜双修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也清楚柳如烟不会拿这种事情来骗他。一边是玄天圣地的针对，一边则是有望让宗门重回巅峰的希望。大长老犹豫地皱了下眉头，但是很快就下定了决心。玄天圣地虽然实力强横，但我们这些老东西还没死绝，还能扛得住，大不了鱼死网破，和他们拼了。他选择相信叶晨一次。
没有人能够拒绝让宗门重回巅峰的诱惑，何况是曾经见证过宗门兴盛的太上长老，内心更加迫切地想要重振宗门。合欢宗尽管势力衰败，中层弟子青黄不接，但仍有几个老不死的顶尖战力还活着。只要他们表态拼死的决心，哪怕是玄天圣地也会忌惮。虽然玄天圣地势力庞大，强者如云，可也没人愿意为了报复一个炼气期的弟子，就拿几个顶尖强者来拼命。多谢大长老。柳如烟松了口气，有了对方的支持，就算副宗主江玉燕反对也无济于事。经此一事，他还能将几位太上长老都拉拢过来支持他，一举两得。不必谢我，希望这个名叫叶辰的弟子不是在说谎，否则的话，老夫定让他魂飞魄散。大长老沉声说道，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厉色。大长老放心，我稍后再派一名女弟子前去试一试，便知是巧合，还是与叶辰双修真能突破瓶颈。柳如烟立刻回答道，她的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一个是巧合，两个是巧合，第三个女弟子也一样突破境界的话，就肯定不是巧合了。也好，老夫等你的消息。大长老点点头道，同意了这个安排。两人当即便达成了一致。大殿里，几位太上长老和副宗主江玉燕都等急了，不停张望着不远处的偏殿，心中对柳如烟和大长老之间的谈话充满了好奇。江玉燕愈发感到不安，说不出来的急躁。这时偏殿的房门打开，众人的目光顿时看了过去。大长老。江玉燕急忙看向迎面走来的大长老，试图从他口中得到一些信息。大长老此时也朝他看来，态度强硬地说道，告诉玄天圣地的人，合欢宗没有叫叶辰的弟子，他们找错地方了。如果想拿这个借口来刁难合欢宗的话，我们这些老骨头还没死呢，随时奉陪。江玉燕懵了，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大长老，想不明白对方怎么就改口了呢？先前来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的要逼迫柳如烟交出叶辰的，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吧？到底发生什么？大长老，我们真的要与玄天圣地为敌吗？江玉燕急切道，你只管按照老夫的话去回他们就是了，别的就不要多问了。大长老冷淡地说道，抬头看了一眼在场的几位太上长老，回去吧。他转身大步往外走去，头也没回。几位太上长老没有任何犹豫，都跟着一起离开。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可他们都对大长老马首是瞻，听从他的决定。大长老、二长老，你们别走啊！江玉燕都懵了，没想到几位太上长老全都倒戈了。眼看几人离开，大殿里就剩下他和柳如烟两个人，瞬间安静的可怕。柳如烟，你到底和大长老说了什么？他怎么会做出这么冲动的决定？江玉燕回过头来，瞪着柳如烟质问道，认为是对方给大长老灌了迷魂汤。柳如烟也是你教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合欢宗的宗主，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柳如烟冷哼一声回对了过去，丝毫不惯着他。现在没有几位太上长老在场撑腰，柳如烟可不怕他。你，江玉燕被气得半死，可是碍于身份和实力，他也不敢和柳如烟叫板。哼，你给我等着瞧，得罪了玄天圣地，你会后悔的。江玉燕放下狠话，气呼呼地转身离去。他势必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柳如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抬头看着江玉燕离去的身影，眼眸中闪过一丝寒光。小师妹的野心越来越大了，看来得加快速度了。小院的厢房里，咔嚓，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响声，四周的灵气开始疯狂涌入叶辰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般，肆意地吞噬着灵气。此刻他整个人的气息也在疯狂暴涨。筑基初期，我突破了！叶辰睁开双眼，欣喜地大喊道。他在炼气期可是停滞了很长时间，结果仅仅是2个晚上的双修，他就成功筑基了。这无疑是让叶辰看到了报仇的希望。按照这样的修炼速度，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以去玄天圣地救出妹妹叶青儿。咿呀，房门推开，林清雪和陆梦瑶听到动静跑了进来，看到叶辰平安无事，他们2个这才放下心来，紧张的神情缓和了许多。柳如烟可是亲自交代他们要伺候好叶辰，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但凡叶辰掉个头发，柳如烟都可能会要了他们的性命。咦，叶师兄你突破筑基期了！林清雪和陆梦瑶此时都注意到了叶辰的修为暴涨，忍不住惊呼道，炼气期要想突破到筑基期可没那么容易，他们当初可是千辛万苦才突破那道屏障。叶辰昨日才突破到炼气12层，转眼间就突破了筑基期，属实有些不可思议。是啊，
先前体内灵力翻涌，我便顺势筑基。叶晨笑着说道，并未过多解释。林清雪此刻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眸中泛起亮光。或许他昨晚的猜想是真的，只要和叶晨双修，就可以提升修为。身旁的陆梦瑶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也在京城突破到了筑基中期。难道宗主让他们来伺候叶晨的用意，其实是想给他们提升修为的机会？叶师兄，你一定饿了吧？我去准备吃的。林清雪看着叶晨贴心的说道，笑盈盈的往外走去，心里想着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叶师兄，我去帮忙。陆梦瑶刚经历过昨晚的疯狂，饶是她性格爽朗，此时独自面对叶晨也羞红了脸，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房间。昨夜毕竟是她的第一次，何况叶晨昨天晚上在床上的许多招式都是她不曾听闻过的，回想起来那些动作，心里都感觉十分羞耻。没想到叶师兄竟然是这种人，还害羞呢，昨晚可不是这样的。叶晨看着陆梦瑶离去的背影，失笑地摇了摇头，这妮子昨晚可是够主动的了。等她穿好衣服洗漱以后，林清雪和陆梦瑶就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走了进来，摆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这些也都是柳如烟的安排，保证叶晨的饮食起居，免得身体亏空了。酒足饭饱之后，叶晨抬起头便迎上了林清雪水汪汪的眼睛，犹如深邃的湖泊，渐渐荡起了涟漪。这小妮子是春心荡漾了。想起昨晚陪伴陆梦瑶而冷落了对方，叶晨此刻便想要好好补偿一番，不能顾此失彼了。清雪、梦瑶，师兄有几个新招式，想和你们两个探讨一下。叶晨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两个说道。什么招式？陆梦瑶先是一愣，看到一旁眉目含情的林清雪时，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招式啊，这回他还疼着呢。叶师兄，我就先不学了，昨晚学的那些招式我再消化一下，你和林姐姐谈吧，我出去走走。陆梦瑶连忙摆手，红着脸站起身往屋外逃去。她可吃不消了，再折腾就真要命了。同时也想给叶晨和林清雪留出独处的空间，还能让林清雪帮忙消耗一下火力。房间里，叶晨笑呵呵地看向红透脸颊的林清雪，那我们两个去床上聊聊人生。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林清雪一脸害羞的点点头，轻声答应道，她此时还有些娇羞，脸红的像是熟透的苹果。林清雪并不像陆梦瑶那么开放，面对叶晨的时候总会面红耳赤，内心既渴望又羞涩。走。叶晨迫不及待道，牵住林清雪白皙嫩滑的小手，朝着一旁的床榻走去。他可是有太多人生想要探讨了，从人类的起源开始。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庭院外，本想着修炼的陆梦瑶似有所觉，突然间羞红了脸颊，有些不知所措。任他主动奔放，此刻也感到害羞了。他连忙快步离开了庭院，害怕自己会忍不住。这熟悉的动静实在是太诱人了。这会是叶晨和林清雪独处的时刻，他只能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陆梦瑶红着脸喃喃自语道，看来林姐姐昨晚也没睡啊。想想还觉得愧疚，是自己影响到她了。他刚走出院门，迎面就遇到一个气质文雅的女弟子走了过来，身上穿着红绸金丝绣花裙，生得亭亭玉立，身姿曼妙，清秀的脸蛋，超凡脱俗的气质，好似天仙一般。陆梦瑶看着眼前这个样貌，身材都不输自己的女弟子，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同时也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苏念婉，她是宗主柳如烟的亲传弟子，地品灵根，天赋极佳，年纪轻轻便已经是筑基巅峰修为，被宗门寄予厚望的天骄之一。陆梦瑶、林清雪、苏念婉虽然同为柳如烟门下弟子，但是相比之下，苏念婉的地位要更高一些。苏师姐，你怎么来了？陆梦瑶好奇地打招呼问道。苏念婉停下脚步，看了陆梦瑶一眼，抿了抿唇道，宗主让我来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白皙的脸颊上闪过了一缕红晕。宗主，陆梦瑶瞬间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心里感到惊讶。宗主竟然连亲传弟子都送来暖床了，看来叶师兄的身份很不简单啊，要不然一个黄品灵根的弟子，怎么可能会有地品灵根的亲传弟子和他双修呢？这足以看出柳如烟对叶晨的重视。叶师兄在里面吗？苏念婉脸色泛红，咬着嘴唇，有些羞涩地问道。回想起先前柳如烟对他的交代，就不自觉地红了脸。他拜入合欢宗，还从未与男子双修过，至今仍是处子之身，面对男欢女爱的事情，难免会害羞。在。陆梦瑶回头张望一眼，迟疑地解释道，叶师兄在房间里，但是现在不太方便。不方便？为时？
苏念婉正要追问，突然间就怔住了，目光立即看向庭院的方向，似乎明白了什么，脸色骤然泛红，害羞的手足无措，欲言又止。他顿时就明白陆梦瑶说的不方便是什么意思了，这回确实不太方便，他总不能进去观战吧？那我在这等等吧。苏念婉尴尬地说道。他是奉命前来双修，虽然迟早要面对这种事情，可此刻还是会乱了心神。陆梦瑶看出了苏念婉的窘迫，迟疑地开口提议道：苏师姐，不如你先去厢房里等着吧，趁着这个时间稍微布置一下新房，今晚你就可以和叶师兄洞房花烛了。他昨天也经历过同样的安排，现在已经能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经验了。洞房，苏念婉的脸色更红了，娇艳欲滴，楚楚动人。他稍作迟疑，便点了点头。那就有劳陆师妹了。在陆梦瑶的带领下，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庭院中。走着走着，苏念婉的脸颊就红了起来，眨眼间都红到耳根了，心里暗道不妙，偷偷看了前面带路的陆梦瑶一眼，见她神色如常，也就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感觉好害羞啊。这里的墙壁是不是要再加固一下呢？很快他们就走进了一个空置的房间里，动手布置了起来。相邻的房间里渐渐陷入了一片沉寂。师兄，院子里好像来人了。林清雪疲惫地蜷缩在角落，声音软弱无力地说道。她的听觉很敏锐，或许是精神高度紧绷，只是细微的脚步声也能察觉到。一想到自己刚才的放纵，林清雪的心中就感觉一阵羞耻，这也太丢脸了吧，之后还怎么见人啊？应该是宗主安排的弟子吧。叶晨也早就察觉到了外人的出现，但是并未在意。现在能够进出这个院子的只有柳如烟给他安排的女弟子，其他人根本进不来，迟早都是他的女人，有什么好顾忌的？宗主听到这话，林清雪的心里顿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柳如烟又给叶晨安排女人了，一天送一个，这也太频繁了吧。林清雪的心里有些吃醋，照这样下去，以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姐妹来跟她一起分享叶晨，想要独处都困难了。想到这，林清雪情不自禁地抱紧了叶晨，依偎在他的胸膛上，仔细感受着心跳。温热的触感让两人的心中都荡起了丝丝涟漪。叶晨刚刚冷却下去的情绪再次躁动起来，像是熄灭的火苗泼上了燃油，再次升腾起熊熊烈火。师兄，要注意身体啊！林清雪察觉到不妙，脸色通红地提醒道。娇滴滴的声音在叶晨的耳边徘徊，就好似猫爪在心头挠痒痒一样，刺激着躁动的内心。放心，我的身体好得很。叶晨一脸自信地说道。下一秒，他的理智就被升腾起的火焰彻底淹没。叮！恭喜宿主获得仙品法器明月镜，注入一缕灵力触发，可抵挡化神7强者的全力一击。法器等级分为凡品、宝品、灵品、仙品、神品、地品，其中仙品法器已经是绝大多数修行者拥有的极限了。神品和地品的神兵利器都只存在于传说中，哪怕是柳如烟以及合欢宗的太上长老手中都没有一件。仙品法器足以让南荒州的无数强者都为之疯狂。叶晨看着一闪而过的奖励提示，情绪更加激动。车技好啊，车技得学，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奖励。有了仙品法器明月镜，叶晨无疑就能多了一个保命手段。先前都只是得到修为上的奖励，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件仙品法器，虽然概率低了一点，但是叶晨坚信多劳多得的道理，数量上去了，概率自然也能跟着提高了。这无疑激发了叶晨的斗志。庭院的厢房里，在经过陆梦瑶和几名婢女的忙碌下，又一个婚房布置出来了。然而隔壁房间里的战况依旧激烈，陆梦瑶和苏念婉相互对视一眼，两人的脸色一片通红，尴尬的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苏念婉欲言又止，率先开口道：今晚的洞房可能是用不上了，叶晨的精力全都花在林清雪的身上，晚上可能都已经累坏了，还怎么入洞房？他觉得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应该晚一天再过来。应该不会吧，叶师兄的身体挺棒的。陆梦瑶红着脸帮忙解释道。听到他这么说，苏念婉的脸色更加红润了，脑海里不由得浮想联翩。一个时辰后，天色渐晚，庭院中的动静渐渐停歇，林清雪眼角带着泪痕沉沉睡去。房门打开，叶晨扶墙走了出来，脸色微微发白，浑身都被汗水浸湿了。真是个小妖精啊！叶晨叹息一声，好在有猛男体魄支撑着他的身体，否则早就累垮了。虽然精疲力竭，可叶晨还是乐在其中。
这不仅仅是肉体与灵魂上的欢愉，同时也让叶晨获得了不少好处。除了先前得到的仙品防御法器以外，还有叠加了数年的修为奖励。此时他隐约感觉自己的境界又到了瓶颈期，即将迎来突破。他从未修炼得这么快过。李少阳、张淑玉，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叶家的血债，我会让你们血偿的。叶晨脸色发狠地喃喃自语道，眸中闪过一缕寒光。李少阳便是玄天圣地的少宗主，一个仗着宗主老爹肆意妄为的纨绔子弟。他在游历叶城的时候，看上了叶家家主叶昊天的娇妻张淑玉。张淑玉本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得知了李少阳的身份以后，就主动投怀送抱。两人不仅勾搭到了一起，还害死了叶昊天以及叶家族人，彻底霸占了叶家的产业。李少阳自然瞧不上叶家的家产，只是当做送给张淑玉这个小情人的礼物，便让手下供奉大开杀戒。叶晨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夜的血雨腥风，叶家族人惨遭屠戮。每当他想起族人惨死，妹妹叶青儿被抓走的场景，心中便怒火滔天，杀气四溢，恨不得将害死叶家满门的那对狗男女给碎尸万段。以前他没天赋，修为弱，愤怒也无济于事，但现在他拥有了多子多福系统，拥有子嗣就能获得丰厚奖励，每次播种也能提升修为，这无疑是给了叶晨报仇的希望。只要他足够勤劳的耕耘，用不了多久就拥有手刃仇人的实力了。李少阳，金丹初期修为，身边跟随的供奉都是元婴境界，只要突破元婴，我就可以去找他们报仇，就出气儿了。叶晨的心里早已有了计划。这时陆梦瑶从香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扶墙而走的叶晨，立刻就快步走了过来，上下打量着他，神色关心道，师兄你还好吧？叶晨摆了摆手，我没事，缓缓就好了。他只是刚被掏空了身体，休息一会就能恢复精力。猛男体魄能够让叶晨得到快速恢复，真的吗？陆梦瑶半信半疑。要知道叶晨才刚从房间里出来，整个人都要扶墙走了，这是一会就能恢复过来的。当然，叶晨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几个音调，怀疑谁呢？男人不可以说不行。见叶晨一脸认真的模样，陆梦瑶迟疑的点了点头，想起叶晨频繁研究新招式，心里就对他说的话信以为真了。叶师兄的身体真好啊！师兄，宗主又送来了一位女弟子，她叫苏念婉，就在旁边的屋子里。师兄你今晚就睡在苏师姐的房里吧。陆梦瑶抬头看向叶晨，开口说道。虽然她的心里也有双修的想法，可毕竟是苏念婉的洞房花烛夜，陆梦瑶也不会去横插一脚。苏念婉，叶晨挑了挑眉，转头看了一眼隔壁的房间，收回目光回应道，我知道了。心里暗道，柳如烟还真是大方啊，这么好的宗主打着灯笼都难找。同时也庆幸自己先前获得了猛男体魄，否则身体早就被掏空了。师兄，你一定饿了吧？我先去给你准备吃的。陆梦瑶贴心地说道。看叶晨疲惫又虚弱的样子，肯定也已经饥肠辘辘。好，叶晨的心里暖洋洋的。等陆梦瑶离开后，他回头看了一样床榻上睡得正香的林清雪，贴心的顺手关上了房门。今晚恐怕是醒不过来，一觉都得睡到隔天去了，就让他好好睡个觉吧。叶晨缓了缓，身体便恢复了些许力气，转身走向了隔壁的房间。相信柳如烟精挑细选出来的女弟子，身材样貌应该都是一流的，对方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敷衍，况且合欢宗最不缺的就是女弟子了。这时叶晨的心里也对这个叫做苏念婉的女弟子充满了好奇，这次送来的会是什么性格的女弟子呢？热情奔放，还是清纯娇羞，又或者是制服诱惑？几步之后，叶晨站在了房间门口，透过洞开着的房门，一眼就看到了此刻正坐在床榻上一身红装的苏念婉。妖娆的身材搭配着红绸金丝绣花裙，浑身上下都透着诱惑。宽松的齐胸长裙，白皙的肌肤分外迷人，那张绝美的脸庞白里透红，粉嫩粉嫩的，仿佛能掐出水来。清纯文雅的气质中夹杂着一缕妩媚，又纯又欲的样子，一颦一笑都好似勾人心魄。那是不同于林清雪和陆梦瑶的美，论身材和样貌也都不输前者。叶晨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鬼使神差地走进了房间。苏念婉还有些紧张，听到屋外走廊上的脚步声，心里便知道是叶晨来了。当他感受到一束火热的目光时，情不自禁地抬头看去，四目相对，苏念婉的心中小鹿乱撞，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叶晨英俊帅气的样子也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对叶晨有了初步的印象。这位叶师兄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
和这样的俊美男子双修也不吃亏。想到今夜将发生的事情，苏念婉顿时娇羞地低下头去，手指缠绕着不知所措。叶师兄刚和林师妹共赴云雨，想必今夜是没精力入洞房了吧？这般想着，苏念婉的心里竟感到一丝失落。先前隔壁房间里传出来的高昂叫声，早已令他心猿意马，对双修合欢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叶师兄，宗主让我来伺候你的。苏念婉轻咬着嘴馋，红着脸率先开口解释道，向叶晨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叶晨一步一步走上前去，站在床榻前，低头看着面前害羞的苏念婉，坏笑着挑了挑眉，忍不住调侃道：“那宗主有没有告诉你要怎么伺候我啊？”没有。苏念婉的脸颊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宗主只说让我一切都听叶师兄的安排，都听我的，意思就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叶晨继续挑逗道，目光在他身上打量着，身子凑近了一些，伸出手指勾起苏念婉的下巴，将那张迷人的脸蛋看得更仔细一些。是，师兄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苏念婉身体轻颤，感受到指尖的温度，脸颊阵阵发烫，却没有躲开。明亮的眼眸情不自禁地看向近在咫尺的叶晨，心中荡起了丝丝涟漪，气氛越来越暧昧。凝视数秒，苏念婉浑身燥热难耐，眼神渐渐迷离，身子也不由得瘫软下来。师兄要我。丝丝热气吹拂到叶晨的脸上，好似恶魔低语，令人血脉喷张。叶晨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哪里拒绝得了这样的诱惑。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坐在面前，3、6D的傲人身材，红绸金丝齐胸长裙的诱惑，哪怕是前一刻才从隔壁房间结束战斗的叶晨，此时也再次热血沸腾。师兄会好好疼爱你的。叶晨不再犹豫，当即就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势必要征服眼前的苏念婉。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尚存一丝理智的叶晨，战斗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系统提示，心中有些惊讶。之前耕耘的时候，每次触发都只是1年修为奖励，然而这次却是翻倍了，这是为什么呢？叶晨不由得看向苏念婉，难道是因为这次双修的对象灵根不同？苏念婉也是筑基期的境界，她不同于林清雪和陆梦瑶的地方就在于她是地品灵根，这在合欢宗也是极为少见的天骄了。叶晨先前感应到她的灵根品阶时，也是十分震惊，没有想过柳如烟会这么大方，舍得将地品灵根的弟子也送过来和他双修，这么好的提升机会，叶晨自然不会放过。庭院里，陆梦瑶正领着几名侍女端着饭菜从外面走了进来，还没靠近屋子，突然间停下了脚步，脸色唰的一下就红润起来。他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再继续往前走，免得打扰了叶晨的好事。师兄不是刚和林姐姐练习完，怎么还有精力陪苏师姐？这是不要命了吗？陆梦瑶红着脸小声嘀咕道，心里还有些担心叶晨的身体会吃不消，他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了。陆梦瑶犹豫了一下，便朝身后的侍女挥了挥手道，都出去吧。他知道叶晨这会肯定是没时间吃饭了，等他和苏念婉练完昆字诀，估计就是深夜，甚至有可能是隔天清晨，这些饭菜早就凉透了。侍女们都十分懂事地端着饭菜离开。陆梦瑶原本想回房间躲清静，可是一番云雨过后的林清雪还睡在她那里，此时也只好扭头去了林清雪的房间。哪怕是关上房门，陆梦瑶也依旧躲不了清静，她浑身燥热难耐，恨不得加入战斗。师兄的身体应该不会累垮吧？1个时辰之后，叶晨倚靠在床榻上，微微喘着粗气，心神有了一丝疲惫。经过一番调教的苏念婉此时蜷缩在旁边，早已沉沉睡去，他已经累坏了。叮！恭喜宿主一发入魂，是否消耗5万枚灵石，提升子嗣资质概率？提升后，100%的概率为地品灵根，20%的概率为天品灵根，4%的概率为神品灵根，2/1000%的概率为上古极品灵根。叶晨眼前一亮，看到触发的系统提示，顿时精神起来。这一次需要消耗的灵石数量更多，但是子嗣获得高阶灵根的概率也大幅提升了，相比之前提升了1倍，并且这次提升以后，他跟苏念婉诞下的子嗣100%是地品灵根，这就已经很逆天了，相当于他们随便一生就是一个宗门天骄。如果量产的话，足以打造出一个圣地势力，更别说还有更高几率诞下天品灵根或是神品灵根的子嗣。是，消耗灵石。叶晨毫不犹豫地选择消耗灵石，提升子嗣的灵根几率。叮！扣除5万枚灵石成功。
恭喜宿主提升子嗣灵根，资质成功。下一秒，叶晨储物戒里薅来没多久的灵石全部消失无踪，但他此刻一点也不心疼，反而充满了期待，盼望着他与苏念婉的这个子嗣早点出生。要知道，柳如烟当初对叶晨的期望，也仅仅只是能够生出拥有灵根的子嗣就满足了。现在保底都是地品灵根的子嗣了，如果让柳如烟知道与叶晨双修过后的女弟子能够诞下地品灵根的子嗣，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给叶晨安排上成百上千个女弟子，到时候就不是一夜10次了，是一天都在轮班倒地耕耘了，怕是要比生产队的驴都忙。睡梦中的苏念婉听到动静，悠悠醒了过来，睁开朦胧的眼睛看向身旁的叶晨，嘴里轻声嘟囔道：“师兄，你在和谁说话呢？什么灵石啊？”这个房间里就只有他和叶晨2个人，苏念婉隐约听到了一些声音，心里不免感觉到奇怪，难道师兄是在自言自语？没有谁，你听错了吧？叶晨随口搪塞道，这事他可没办法解释。低头看去，目光落在苏念婉清纯可人的脸蛋上，才熄灭了没多久的火苗再次被浇上了燃油，瞬间升腾起炽热的火焰，浑身的血液都随之躁动起来。师兄！苏念婉瞬间红透了脸颊。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一道冰冷的提示音闪过，这无疑是印证了叶晨先前的猜想，越是高阶灵根的女子获得的奖励就越高。他之前和林清雪还有陆梦瑶在一起的时候，从未一次性获得过2年修为奖励，只有和苏念婉一起时才有这样的收获。要是和天品灵根甚至是神品灵根的女子双修，那双修一次自己不得突破1个小境界了。这个发现让叶晨欣喜万分，他之前还在担心等境界高了之后，1年1年的修为提升还是太慢了。现在看来，只要有合适双修的女弟子，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叶晨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宗主柳如烟，不知道她是什么品阶的灵根呢？一夜没开数度，临近厢房里的陆梦瑶彻底无眠了，哪怕中间还隔着一个房间了，还是能听得清清楚楚，那种回荡在耳边的感觉，就好似睡在她身旁一样，甚至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陆梦瑶哪里还有心思睡觉？本想打坐修炼，又因为浑身燥热而作罢，担心自己会走火入魔。师兄他疯了吗？不要命了？陆梦瑶震惊道，这是比昨天晚上和他双修的时候还要疯狂啊！在这期间，叶晨几乎没怎么休息过，身体能吃得消吗？这会他都担心叶晨的身体会累垮。直到天明时分，庭院里消停下来，陆梦瑶才得以松口气，沉沉睡去，进入了梦乡。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瓶天元丹，强化化神期以下修为。叮！恭喜宿主获得生生不息丸，3秒内让身体恢复到巅峰状态。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分身符，幻化出1道宿主分身，拥有宿主1半修为，可用精神意念操控。叶晨早已精疲力竭，聆听着一道道奖励提示，他只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累点就累点吧，只要能够提升实力就可以了。这次他不只是获得了修为奖励，同时还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丹药符箓，这让叶晨兴奋不已。别人修行想尽办法才能炼制出来的丹药，他只要努力耕耘就可以轻松得到了。以后不管缺什么东西，法器也好，符箓也罢，找个女弟子就能解决。叶晨在欣喜的思绪中缓缓闭上双眼，睡了过去。一处精致典雅的大殿里，柳如烟身穿一袭粉色长裙，在来回踱步，脸上的神色有些急躁。她一早就在等着负责监视小院的心腹传递情报，可是等了许久都没能等来任何消息，这让她感到烦闷。为什么今天的情报会这么晚？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她迫切地想要知道昨天晚上叶晨和苏念婉双修的结果，同时也想要印证自己的猜想是不是对的。大长老那边也同样在等着他的消息，这一次的双修可是关系到了他的宗主之位，乃至整个宗门的利益。柳如烟自然无法保持冷静。正当他准备派人前去秘密小院一探究竟的时候，一名弟子才匆匆送来了一封密信。总算来了。柳如烟当即挥退了众人，大殿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静悄悄的一片。呼啦！他打开密信，认真看了起来。下一秒，柳如烟猛然瞪大了眼睛，娇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信中的内容让他感到震惊。林清雪筑基中期修为，昨日与叶晨双修过后，今日清晨时分修为突破筑基巅峰。苏念婉筑基巅峰修为，昨夜与叶晨双修过后，今日清晨时分修为突破金丹期。
这竟然是真的！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啊！柳如烟看着密信上的内容，欣喜若狂。一切和他猜想的一样，只要和叶晨双修过后，就能提升修为，突破境界。这次总不会是巧合了。他知道自己这次赌对了，没有将叶晨交给玄天圣地处置是对的，哪怕为此得罪玄天圣地也是值得的。只要有叶晨在手里，合欢宗很快就能再次强大起来。柳如烟激动之余，甚至都想要亲自去找叶晨尝试一下了。谁不想变得更强呢？他也同样遭遇了瓶颈，做梦都想境界能够更上一层楼。如今有一个机会在眼前，柳如烟渐渐心动了，希望这小子不是在唬人。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密信，心念一动，当即燃烧起来，密信化作灰飞消散。柳如烟一手掐诀，用灵力幻化出一只传音飞鹤，将先前密信里的内容简单说了一遍，便让它飞了出去。殿门外突然一名弟子前来禀报：宗主，叶晨在殿外求见。柳如烟神色一怔，想也没想就开口道：让他进来吧。此时他还没忘记先前萌生的那个想法，如果和这小子双修的话，真的能突破境界屏障吗？他困在化神期数十年，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突破到炼虚期，这几乎都成为了他的心魔。如果他能突破到炼虚期的话，就能够坐稳宗主之位，让合欢宗再多出一位炼虚期强者，甚至还能摆脱死对头天魔宗的压制。这些全都是柳如烟的执念，为达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陪一个弟子双修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这个念头萌生出的瞬间，就占据了柳如烟全部的思绪。合欢宗群峰环绕，仙雾渺渺，在后山的一处洞府里，一名胡子花白的老者正盘膝修炼，周身有浑厚的灵力缭绕，每一次呼吸都间隔了很长时间。静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丝动静，就像是一具尸体。这时一只灵力幻化成的飞鹤出现在洞府中，修炼中的老者似有所觉，睁开双眼，眸中隐约有雷霆闪烁的光芒。他抬手一抓，便将悬浮在上方的飞鹤抓入手中。捏碎的瞬间，耳边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亲传弟子林清雪，双修后修为从筑基中期突破到了筑基巅峰。内门弟子苏念婉，一夜双修后从筑基巅峰突破金丹境界。白胡子老者瞳孔一缩，周身的灵力不受控制的爆发，整个洞府都在震颤。这是真的？他相信柳如烟不会和他开这种玩笑。又是两个弟子在和叶晨双修过后修为大涨。回过神来的瞬间，老者收敛灵力，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天佑我合欢宗，竟有如此逆天的弟子，好，真是太好了。此刻他的心情的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刻去见见这个名叫叶晨的弟子，竟然有如此异于常人的天赋。昨日柳如烟和他说的时候，只当是巧合，现在看来全都是真的。这对于合欢宗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机缘。只要叶晨用心耕耘，短时间内就能让合欢宗的整体实力都提升一个层次。此刻老者下定决心，哪怕是硬刚玄天圣地，也必须要保下这个弟子，绝对不能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叶晨就是合欢宗的未来。一处精致典雅的大殿里，弟子叶晨拜见宗主。叶晨走进大殿，朝着前方的柳如烟恭敬行礼道，目光瞟了一眼风姿卓绝的身影，心里暗道真大。你怎么有时间来找本座？说吧，什么事情？柳如烟诧异地看着面前的叶晨说道。先前密信中交代了叶晨昨日接连和林清雪还有苏念婉双修，深夜也没有丝毫停歇，直到清晨才结束战斗，这才使得林清雪和苏念婉今天都起晚了，突破境界的时间也推迟了一些。这么累了，难道不应该再休息吗？柳如烟此刻也不禁打量起叶晨的身板，这小子的身体这么强悍吗？一点也没有亏空的迹象，简直不可思议。年轻就是好啊！禀报宗主，弟子想找宗主再要一些灵石。叶晨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灵石？柳如烟神色一怔，回过神来，不悦地皱起了眉头，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晨。你小子到底要那么多灵石做什么？本座不是才刚给了你5万枚灵石，怎么又用光了？以你的修为，根本吸收不了那么多的灵力才对。这2天他就陆续给了叶晨7万枚灵石。要知道，一个内门弟子每个月能领到的灵石也不过数十枚。叶晨消耗灵石的速度让柳如烟都感到不可思议，他都在怀疑叶晨是不是拿着灵石在外面包养小情人了。宗主明鉴啊，弟子要灵石全都是为了我们的计划，绝对没有藏私。10个月后，宗主自会明白的。叶晨信誓旦旦地说道。他没有过多解释身上的秘密，但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对方灵石是用在了双修生子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依靠双修就能提升修为，根本不需要用灵石修炼。柳如烟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没有看到子嗣的成果，但是已经从3个女弟子身上看到了双修的好处，他对叶晨的天赋也多了几分信任，要不然他也不会萌生出和叶晨双修来突破境界的念头了。好吧，这些灵石你拿去，不够的话再来找本座吧。柳如烟也并未吝啬，抬手丢出一个储物袋，里面装有10万枚灵石。这对于柳如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是为了宗门的未来，只要10个月后女弟子诞下身具灵根的子嗣，那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多谢宗主。叶晨接过装满灵石的储物袋，笑呵呵地感激道：有了灵石之后，和女弟子一发入魂时，也能大大提高子嗣获得高阶灵根的概率。突然，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你的修为筑基巅峰！她的声音拔高了几个音调，在安静的大殿里显得十分突兀，挺拔的双峰都在颤动。柳如烟先前还没察觉，此时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要知道，叶晨昨天才成功筑基，相隔1天，他就连破2个境界，达到筑基巅峰了，这让柳如烟感到不可思议。叶晨提升的速度比双修的女弟子还要快，而他仅仅只是一个黄品灵根的弟子，资质可以说是最差的，修为提升的速度却堪比极品灵根的修炼天才了。柳如烟瞬间想到，叶晨也能够从双修中获得益处，不只是女弟子能够快速提升修为，叶晨也同样可以，甚至提升的修为更多。这小子果然有秘密，多谢宗主关心，弟子只是恰巧突破了2个境界。叶晨不卑不亢地解释道，仿佛他是经过一番努力厚积薄发的结果。但柳如烟知道他修为的提升有多容易，上床双修就提升修为了，这有什么难的？可能唯一的难度就是看身体能不能吃得消了。多劳多得，干得多得到的自然就多。柳如烟审视地看着叶晨，不禁产生了好奇，这小子在床上到底有多厉害？按照密信上的内容，这小子似乎能折腾一整天，不会把人玩死吧？可以肯定，这小子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宗主若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弟子就先告退了。叶晨行礼道，心里闪过一丝疑惑，他感觉柳如烟看自己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好像被一个女妖精给盯上了一样，有种毛骨悚然、汗毛竖起的不安，似乎下一秒就会被对方给一口吃掉。你去吧，双修要紧，但也要注意身体。柳如烟神色平静道，看似在关心叶晨的身体，让他别累坏了，然而心里却在做着天人交战。要不要和这小子双修一次试试呢？该怎么样张口？自己可是宗主啊！大殿外，叶晨在走回小院的路上，心里都感到十分疑惑，脑海里全都是柳如烟盯着他的眼神，那种感觉就像是要被吃掉一样。宗主该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吧？难道是想掠夺天赋不成？这时，叶晨突然打了个冷战，浑身汗毛竖起，脊背阵阵发寒，就像是被一匹狼给盯上了。这种感觉十分强烈，比柳如烟之前盯上他的感觉还要冰凉。叶晨不动声色地继续往前走，心里却已经警觉起来。他确定自己被人盯上了，但还不清楚对方的身份。柳如烟的人？这不可能，他本身就居住在被监视的小院，柳如烟没必要再派人暗中盯着他，何况还是在宗门内。除了柳如烟以外，就只剩下宗门里的其他势力了。叶晨记得柳如烟之前提到过，要防备着副宗主江玉燕，那个女人一直都在觊觎宗主之位，在宗门里拉帮结派，和柳如烟分庭抗礼，想必就是她的人了。想到这，叶晨反而放下心来，没那么紧张了。只要不是玄天圣地和张家派来的人，叶晨就不用担心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宗门内的明争暗斗，最终的目的也只是得到叶晨，绝不会让他有事。叶晨一路走回到居住的小院，暗中盯着他的人也没有出现。庭院的大门关闭，不远处的拐角，江玉燕收回目光，脸上闪过一丝好奇，这小子的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要不然的话，柳如烟和大长老怎么可能会为了保他，宁愿得罪玄天圣地？江玉燕小声嘀咕道，心中充满了疑惑。先前柳如烟力保叶晨的态度就让他起了疑心，想不明白一个黄品灵根的弟子为何能让身为宗主的柳如烟如此上心。要知道合欢宗内外门的弟子加起来有数千人，柳如烟可不会对每个弟子都这么关心，更别说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别院，门外还有心腹弟子保护，甚至送来了3个女弟子作伴，这其中肯定有秘密。江玉燕动了心思，想要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她能够借着叶晨身上的秘密大做文章，从而扳倒柳如烟，成为合欢宗的宗主。
他对宗主之位可是朝思暮想了许多年。庭院里，林清雪和陆梦瑶都在院中修炼，看到叶晨回来了，立刻热情地围了上去。师兄，你回来了，累了吧？坐下歇息一会，要不要吃点东西？两人都体贴入微，对叶晨的身体很是关心，生怕他累着。接连几次的尝试，林清雪和陆梦瑶的心里都确定了一点，只要和叶晨双修，修为就能够暴涨。这无疑是让他们两个都看到了变强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对叶晨的身体格外上心，这次才能在床上多双修几次，躺着就把境界突破了。不用，我还不饿。叶晨摆了摆手，他先前是吃过早点才出门的，目光在四周打量一圈，脸上闪过一丝疑惑。念婉呢？他回房间里休息了。叶晨开口询问道。他记得出门前，苏念婉先一步起来，在庭院中修炼，修为突破到了金丹境界。难道是昨夜折腾得太累了，身体吃不消，修为突破以后又回房间休息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在2年修为奖励的诱惑下，叶晨可是一夜10次战至天明。苏念婉到后来几乎都没声音了。没在房间，苏姐姐回去收拾行李了，晚点就会搬过来。林清雪摇了摇头，开口解释道。他们3个被柳如烟安排来伺候叶晨，那么以后就都是他的人了，肯定是要居住在一起的。林清雪和陆梦瑶都已经将行李从原先居住的弟子别院搬到了这个小院。苏念婉昨天来的匆忙，在和叶晨双休1夜之后，也开始了搬家。这样啊，叶晨恍然地点了点头，没有放在心上。他也不用担心苏念婉会跑了，对方都把初夜给他了，没必要在事后逃跑。你们2个的修为提升得很快啊。叶晨看着面前的林清雪和陆梦瑶，一脸惊讶道。这时他才发现2人的境界都突破了。初次见面的时候，林清雪和陆梦瑶都还只是筑基初期，现在一个筑基中期，一个更是达到了筑基巅峰，这变化也太大了。之前在床上的时候，他只顾着埋头苦干，丝毫没注意到他们2个的境界变化。这回他自己突破到了筑基巅峰，才一眼分辨出来，这是多亏了师兄的功劳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提升的这么快。林清雪和陆梦瑶红着脸，娇羞地看着面前的叶晨，不好意思地说道：要是没有叶晨的努力耕耘，他们2个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就突破境界的。他们心里都很感激叶晨，只是有些话不好说出口。我的功劳？叶晨先是一愣，看着满脸娇羞的2人，心里顿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也没有想到双修的时候，不只是他自己能获得系统奖励，双修的女弟子也能获得修为提升，这倒是一举两得啊。叶晨猛地想起之前柳如烟看他的暧昧眼神，立刻就猜到了对方当时心里的想法。好，柳如烟这是想睡他，对方一定是知道了双修可以提升修为这件事情，所以萌生了和他双修的念头。叶晨回来的路上就觉得柳如烟在图谋不轨，这会得知了对方的目的，心里反倒是松了口气。如果只是缠他身子的话，双修也不是不可以，不就是多睡一个女人吗？他的身体完全吃得消。现在的叶晨可是来者不拒，这样他也可以获得奖励。地品灵根的苏念婉就给叶晨带来了双倍奖励，他倒是很好奇柳如烟的天赋，双修1次能得到什么奖励？说不定干1夜能直接让他突破连升几个境界。下次再去见柳如烟的话，倒是可以问问他的想法了。互帮互助，何乐而不为呢？合欢宗一处弟子别院里，苏念婉收拾好了行李，最后留恋地看了一眼居住了许多年的屋子，转身往外走去。同住一个别院的几名亲传弟子都来送他，在这里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搬去别处住呢？一名年长些的女弟子不舍得说道，还想挽留一下。念婉，你走了之后就没人陪我练剑了。另外一名长相貌美的女弟子依依不舍道。念婉姐，我会想你的。一个年纪偏小的女弟子拉着苏念婉的袖子说道。他们都舍不得苏念婉搬走，只是宗主柳如烟的命令谁也不敢违背，同时也不明白柳如烟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要暗中培养苏念婉？以她的修行资质，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我虽然搬走了，但人还在宗门里，放心吧，我会时常回来看望大家的。苏念婉看着面前的几个好姐妹，笑着说道。她虽然也舍不得大家，可心里也期待和叶晨住在一起。经过昨晚的深入交流，苏念婉现在满脑子都是叶晨的影子，心里想的也全都是他，完全被叶晨给征服了。特别是当他一早醒来，境界突破金丹境的瞬间，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喜，这种感觉也让他十分痴迷。原来双修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情。苏念婉此时收拾好行李，恨不得立刻回到小院，扑进叶晨的怀抱里，
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念婉姐，你要常回来找我吗？苏念婉朝着几名女弟子挥手道别，转身离开了别院。走出没多远，她就察觉到了异样，身后似乎有人在跟着她，是舍不得她离开的好姐妹。苏念婉疑惑地回头看去，副宗主，您怎么在这里？苏念婉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江玉燕，脸上闪过一丝诧异。对方居住的小院根本不在这个地方，有很长一段距离。江玉燕此时也没有遮掩，径直走到苏念婉的面前，神色平静地看着她。本座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副宗主找弟子，有什么事情吗？苏念婉感到奇怪，自己和江玉燕很少有交集，对方怎么会突然来找自己呢？毕竟他是宗主柳如烟的亲传弟子，和副宗主江玉燕的势力一直都不对付。听说柳宗主让你和那个叫叶晨的弟子住在一起，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江玉燕直勾勾地盯着苏念婉问道，想要从他这里得到答案。弟子不知。苏念婉摇了摇头，他就算知道也不可能告诉江玉燕。在他前往叶晨的小院之前，柳如烟就已经交代过他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特别是江玉燕。柳如烟最想防范的人就是副宗主江玉燕。苏念婉身为亲传弟子，自然不会傻乎乎地透露消息。你当真不知？江玉燕的脸色沉了下来，阴沉沉地盯着他。弟子不敢欺瞒副宗主。苏念婉一脸认真地回答道。那个小院里都有什么人？这几日都发生过什么事情？江玉燕仍不死心，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弟子不能说。苏念婉再次摇头，这个秘密他说什么也不能告诉江玉燕。见状，江玉燕面色铁青地看着苏念婉，恨不得将他一口吃掉。对方是一点都不给他这个副宗主面子，这让江玉燕很恼火。突然他察觉到了不对劲。金丹初期，本座记得你数月之前才突破到筑基巅峰，这么快就突破金丹境了？江玉燕惊讶地打量起面前的苏念婉，心里感到不可思议。这修炼速度比他当初突破金丹境界还要快不少。要知道他是天品灵根，修行天赋比地品灵根的苏念婉还要高，可修为提升的速度却不如对方，这无疑说明了许多问题。江玉燕联想到柳如烟进来的种种行径，心里更加笃定那个小院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说不定是柳如烟用来对付他的手段呢。他必须要知道这个秘密。好，连你也敢瞒本座？真以为本座不敢拿你怎么样吗？江玉燕冷哼一声，突然发难，一把掐住苏念婉的脖子，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下一秒，江玉燕便抓着苏念婉迅速离去，身影很快消失不见。小院里，叶晨迟迟没有等到苏念婉回来，心里不禁升起一丝不安。收拾行李怎么可能要这么长时间呢？可是在宗门里，总不至于遇到什么危险吧？念婉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叶晨焦躁地嘟囔道。师兄你别担心，苏姐姐或许是舍不得住在一起的师姐妹，所以耽搁的久一些，她应该很快就回来了。一旁的林清雪开口安慰道。之前她和陆梦瑶回去收拾行李的时候，也是和住在同一个别院的好姐妹道别了挺长一段时间，此时就以为苏念婉也是一样。听到她这么说，叶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认同了这个解释。或许是这样吧，只是他的心里仍旧感到不安，却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林清雪看出了叶晨的担忧，凑上前拉着他的手臂，一边摇晃一边安抚，身体离得太近，3、6地在叶晨的手臂上来回摩擦。师兄，你就放心吧，苏姐姐会回来的。叶晨感受着柔软的触感，脑子一空，身体不由得燥热起来，内心得到了片刻的宁静。他转头看向近在咫尺的林清雪，眼神中闪烁着欲望的光芒，仿佛是一匹凶狠的恶狼，要将他这只小绵羊给一口吃掉。迎上叶晨炙热的目光，林清雪小脸一红，瞬间意识到了不妥，身子连忙往后退了一些。师兄，这回天色还早着呢。一个眼神他就知道叶晨心里的想法了。昨天他可是被叶晨折腾惨了，昏睡了半天时间才醒过来，这会走路都隐隐疼痛，不敢早有疯狂的念头了。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啊。叶晨直勾勾地看着他说道。林清雪的脸色更加红润了，仿佛要滴出血来。他也是无意的，只怪太大了，凑近就会不小心蹭到。叶晨却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师兄，我去叫一下苏姐姐，让她早点回来。林清雪急忙说道，满脸通红的起身往庭院外走去。她是真不敢再继续折腾了，不然非得死在床上不可，好歹也要歇息2天再做啊。这丫头把火勾起来了，自己人跑了。叶晨看着林清雪逃跑的身影，满脸苦笑的嘟囔道，这让他怎么办？见林清雪是跑了，叶晨只好将目光投向了坐在另一边的陆梦瑶。
梦瑶，你昨天好像清闲了一天了，今天就让师兄好好疼爱你吧。叶晨笑眯眯地说道。这时候就发现了身边女人多的好处了，当一个不行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师兄，陆梦瑶没有拒绝，满脸娇羞地点了点头。她昨天可是听了一整晚的墙角，早就欲火焚身憋坏了。现在叶晨主动邀请，她自然十分乐意，甚至跃跃欲试，立刻就站起身来。放心，师兄这次会怜香惜玉的。叶晨满口答应，一把抱起身材妖娆的陆梦瑶，大步朝着不远处的房间走去。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一柄仙品武器飞羽剑。叮！恭喜宿主获得斩仙符，注入灵力触发，威力媲美炼虚7强者全力一击。叶晨神色一怔，差点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斩仙符？叶晨奇怪的不是这道符箓的名字，而是注释的威力，媲美炼虚7的全力一击，那是足以秒杀化神期以下的任何修行者了。要知道，宗主柳如烟也只是化神期巅峰修为，当初但凡有这张斩仙符在手的话，叶家也不至于会惨遭灭门了。什么玄天圣地少宗主，什么元婴境界的供奉，足以将他们通通秒杀。叶晨回过神来，神色欣喜地笑出声来，情绪更加激动。这可真是好东西啊！有了这张斩仙符，无疑是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要是有机会遇上玄天圣地的少宗主，叶晨都有信心能够杀了对方报仇雪恨。他也没有想到和玄品灵根的陆梦瑶一起双修，竟然也能得到如此丰厚的奖励。叶晨立刻意识到，每次都是有一定几率可以获得高阶奖励，天赋越高的双修对象，触发高阶奖励的概率越高。想到这里，叶晨顿时萌生出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用数量换取质量。师兄，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好东西啊？陆梦瑶听到叶晨的嘀咕，好奇地问道。他抬头看了看，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也没见叶晨手里有拿什么东西，难道是自己幻听了？他刚才也没睡着啊。此时他的思绪很乱。叶晨低头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了一缕笑容。来不及解释了。陆梦瑶，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道隐身符，持续1个时辰。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寻人子母骨，锁定目标气息后释放子骨，可通过母骨追踪方位。1个时辰以后，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寂。叶晨倚靠在床榻上，抬手擦了一把汗，只觉得口干舌燥，有点想喝凉水，大口猛灌。回想起先前一闪而过的奖励提示，心中不免有些失落，暗道太过可惜了，还是差一点啊。虽然也再次获得了符箓、蛊虫，但都无法和之前得到的斩仙符相比，也再没有得到斩仙符这样的攻击性符箓。身旁的陆梦瑶已经疲惫的睡去，叶晨也累得不行了。这会就算再继续耕耘，也很难得到斩仙符这样的好东西。看来还是要找高阶灵根的对象双修，这样爆率才会更高。叶晨喃喃自语道，第一时间想到了柳如烟，她的爆率应该挺高的。不过自己一个普通弟子，想要睡宗主，多少有点不切实际了。柳如烟可是化神期的强者，用强的肯定是不行的，对方强上他还差不多，只能退而求其次，争取和地品灵根的苏念婉多深入交流了。苏念婉的爆率也不低，每次一发入魂都能带来双倍奖励。叶晨坚信，只要自己努力耕耘，就一定会有收获。师兄，不好了，苏姐姐出事了！外面传来了林清雪急切的呼喊声，声音中透着焦急。叶晨心头一沉，立刻意识到不对劲，迅速起身穿上衣服，就飞快地跑出房间，一边走一边将身上的衣服穿戴整齐，抬头看向迎面跑来的林清雪，开口询问道：出什么事情了？念婉呢？苏姐姐不见了。林清雪停下脚步，看着面前的叶晨，满脸焦急，喘着粗气解释道：同个院子的师姐们说，苏姐姐几个时辰之前就离开了，他们似乎听到了外面有打斗的动静，但是出去查看的时候并未见到什么人，苏姐姐可能是被什么人给掳走了。听到她这么说，叶晨神情凝重地皱起了眉头，顿时回想起先前自己被人跟踪的情况，心里立刻意识到他们是被人盯上了。会是什么人干的呢？宗门的太上长老、副宗主江玉燕，还是玄天圣地的强者？叶晨目前还不能确定宗门长老究竟是敌是友，唯一能够信任的就只有宗主柳如烟。苏念婉就是柳如烟派来和他双修的，所以不可能掳走苏念婉。宗门的几位太上长老想见苏念婉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就算是宗主柳如烟也不敢阻拦。这是在合欢宗内门，
玄天圣地的势力再厉害，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掳走一个亲传弟子。宗门内别的弟子更没有对付苏念婉的本事，唯一有嫌疑的就是副宗主江玉燕了。难道是他干的？叶晨嘀咕了一句。对方是柳如烟的死对头，想要探查小院的秘密，不论是跟踪他还是掳走苏念婉，似乎都能解释得清了。江玉燕完全有这样的嫌疑。师兄，你说的是谁啊？谁会掳走苏姐姐呢？这可是在宗门里，她又是宗主的亲传弟子，谁敢这么干？林清雪满脸疑惑地看着面前的叶晨，开口询问道。以苏念婉金丹期的境界，哪怕是内门中也没几个弟子是他的对手了。他可是年轻一代里的翘楚。叶晨抬头看了林清雪一眼，淡淡的说道：江玉燕，副宗主。林清雪还疑惑这个名字这么耳熟，瞬间想起对方的身份，忍不住惊呼出声，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叶晨。这不可能吧？副宗主为什么要掳走苏姐姐呢？苏姐姐又没有得罪过他。林清雪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对于他们这些内门弟子而言，不论是宗主还是副宗主，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不是他们能够非议得罪的存在。以那些强者的手段，弹指间便能取走他们的性命。叶晨见林清雪似乎还不明白其中的关联，便耐着性子解释道：江玉燕这么做，自然是想要从念婉口中得到关于这个小院里的秘密。换句话说，他是想要知道宗主做这一切的目的。林清雪恍然大悟，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明显是宗主与副宗主之间的争斗，无辜的苏念婉被卷入其中，他的心里不由得更加着急。师兄，那我们该怎么办？把这件事情告诉宗主，让宗主去找副宗主要人，把苏姐姐救出来。叶晨摇了摇头，可以告诉宗主这件事情，但还得我们自己去找江玉燕才行。就算宗主出面了，江玉燕也可以否认做过这件事情，谁也拿他没办法。虽然柳如烟和江玉燕之间的关系势如水火，暗地里互相争斗，但至少在明面上双方都还和和睦睦。叶晨不确定柳如烟会不会为了苏念婉选择和江玉燕彻底撕破脸皮，也有可能会为了宗门利益选择牺牲苏念婉，但叶晨绝对不能袖手旁观，那毕竟是他的女人。不过这些都还只是叶晨的猜测，他只是先做好最坏的打算。他快步走向苏念婉的房间。师兄，你要做什么？在林清雪疑惑的目光中，叶晨从储物戒中取出了寻人子母骨，释放出子骨识别苏念婉沾染在衣服上的气味，锁定气息之后，子骨就飞快地朝着屋外飞去。与此同时，叶晨手中装有母骨的盒子也发出了轻微的颤动。走，跟上去看看，就知道是谁掳走了念婉。叶晨开口道。两人快步往屋外追去。林清雪的心里还有些不安。师兄，如果真是副宗主怎么办？那可是化神期强者。闻言，叶晨头也没回。副宗主又怎么样？敢动我叶晨的女人，老天爷也不给面子。林清雪心头一颤，看向叶晨的目光多了几分迷恋，心里暖洋洋的。做师兄的女人真好。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一处别院外围。隔着一段距离，叶晨就看到放出的子骨已经飞入了庭院中，可以确定苏念婉此时就在这个庭院中。前面就是副宗主的别院，真的是他掳走了苏姐姐。林清雪看清楚以后，顿时惊讶道：他先前还觉得叶晨的猜测过于大胆，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去通知宗主吧。叶晨看着面前的林清雪说道。好。等等，师兄，那你呢？林清雪刚要离开，突然又停了下来，一脸担心地看向叶晨，怕他孤身犯险。那可是副宗主化神期的强者，叶晨现在再厉害，也只是筑基巅峰修为，弹指间就被秒杀了。他不希望叶晨去冒险。叶晨看出了林清雪的担忧，笑着摇了摇头。放心吧，我不会去送死的，我就在这里盯着。你赶快去吧。听到叶晨这么说，林清雪这才放下心来。师兄，你等我。说完，他便起身离开。眼见林清雪已经走远，叶晨收敛起笑容，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符，注入灵力，符箓顿时化作一缕光芒，将他笼罩其中，抹去气息，身体开始一点点地消失不见。隐身符果然是好东西啊。叶晨很清楚，就算柳如烟亲自出面，江玉燕也肯定不会承认是他掳走了苏念婉，哪怕撕破脸皮也没用，甚至还有可能会被倒打一耙，说他们联手诬陷。叶晨必须先一步找到苏念婉，这样才能配合柳如烟兴师问罪。况且苏念婉已经被江玉燕掳走几个时辰了，在这段时间里，对方要是问不出想要的秘密，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苏念婉的性命岌岌可危，留给叶晨救人的时间并不多。
谁也不知道江玉燕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至少有一点，她是绝不会老老实实把人交出来的。叶晨立刻朝着不远处的庭院走去，轻松就翻进了别院中。现在根本不会有人看到他的身影，完全可以来去自如。通过手中母骨的感应，叶晨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厢房。在确定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他才推门而入。咿呀，房门打开。此时被封住修为捆绑着坐在角落里的苏念婉，看着凭空打开的房门，眼中闪过一丝惊恐。门外一个人影都没有，房门怎么就打开了？大白天该不会有鬼吧？下一秒，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啊！苏念婉浑身一颤，吓得脸色发白，拼命挣扎起来。别怕，是我。叶晨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前一刻还在挣扎的苏念婉瞬间愣住，他扭头看着身旁的空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是自己的错觉吗？叶师兄，是你吗？是我，我来救你出去。得到肯定的回应，苏念婉这才放下心来，心中无比感动。他没有想到叶晨会为了他冒险潜入副宗主的别院来救人。哗啦！叶晨解开苏念婉身上束缚住的绳子，拉起他一起往外走去。此时苏念婉虽然看不见叶晨，但是能够感觉到他就在自己身边，手中的温热触感也让他感到安心。两人刚走到屋外，一道身影从天而降，拦在了面前。本座让你走了吗？江玉燕冷冷地看着逃出来的苏念婉，心中闪过一丝疑惑。对方被自己封住修为，绳子捆绑，怎么还能逃出来？副宗主。苏念婉看到来人，瞬间僵在原地，吓得脸色发白。完了，凭他和叶晨的实力，根本无法从对方手中逃出去。化神期的压迫感太强烈了。副宗主，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求你放我走吧。我真的只是搬去新的别院，什么秘密也没有。苏念婉急忙解释道，恳求对方能放他一马。此时他心里最担心就是身旁隐身的叶晨会被发现，那样他们两个都必死无疑。江玉燕一脸冷笑地看着他说道，你要是不想说，本座也不勉强，但是你想走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副宗主掳走亲传弟子，这传出去，本座以后还怎么在宗门立足？从他掳走苏念婉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杀人灭口的打算，绝不会让这件事情传扬出去。这对于江玉燕的名声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要是让别的弟子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无疑会遭到宗门的惩治，甚至有可能会因此被逐出宗门。江玉燕自然不会心慈手软，不管苏念婉最后说与不说，他都会痛下杀手。闻言，苏念婉心头一颤，意识到对方动了杀心，惊恐的后退两步，似乎直到此刻他才真正看清江玉燕的真面目。可惜为时已晚，他现在想跑也跑不掉了。我是宗主的亲传弟子，杀了我，宗主不会放过你的。苏念婉试图挣扎。呵呵，江玉燕冷笑一声，只要本座不承认的话，谁知道是本座杀了你呢？他自信先前出手掳走苏念婉的时候，没有让任何人看见，此时看向苏念婉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般。苏念婉浑身冰凉，契机被锁定的瞬间，内心满是绝望。他还有许多舍不得的人没能来不及好好道别，就要这么死了吗？他此刻甚至不敢大声呼救，担心隐身的叶晨会因此出手，平白送了性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见上叶晨一面，知道对方的心意，苏念婉就心满意足了。尽管他和叶晨之间只交流了一个晚上，却已经像是多年的夫妻一般感情深厚。苏念婉微微闭上双眼，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他这样做也是想让叶晨别救自己，赶紧离开。既然你死也不肯说出这个秘密，那本座就送你上路。可惜了你的天赋。江玉燕冷冷地说道，眼眸中没有一丝情感。一个地品灵根的弟子十分难得，就这样杀了对宗门也是重大的损失，可他必须要这么做。江玉燕抬手一挥，便是一道灵力隔空射去。突然空气中展出一道剑气，砰，一道轰鸣声响起，灵力被一剑斩碎，荡然无存。是谁？江玉燕脸色一沉，警惕地看向苏念婉身旁的空气。他虽然是随手一击，但刚才那一剑的威力也不弱。最重要的是，他竟然都没有察觉到还有其他人在场。下一秒，一抹剑光出现在他眼前。找死！江玉燕轻轻一拍，身前的空气中荡漾起一道波纹，叶晨的身影倒飞出去，摔落在不远处的地上，手中的仙品灵剑也掉落一旁，隐身符的效果直接被击碎。原来是你！江玉燕的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他没有想到潜入别院的人居然会是叶晨。
虽然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正式见面，但是在此之前，江玉燕就已经跟踪过叶晨，知道他就是秘密的根源。师兄，你怎么样？别管我，你快走吧。苏念婉急忙扑了过去，声音带着一丝哭腔说道。他没有想到叶晨会出手救他，心中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担忧。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叶晨根本不可能是江玉燕的对手。此刻现身，无疑是找死。咳，叶晨伸手擦拭掉嘴角的鲜血，受了不轻的伤势，脸上露出一抹自嘲。还是太弱了。他原本想借助隐身符来偷袭江玉燕，结果差点被对方一招秒杀了。刚才那一瞬间，叶晨都感觉自己要死了。好在江玉燕也没有全力出手，才给了他喘息的机会。这时候他也意识到了自己与江玉燕之间的悬殊差距，依靠偷袭也不可能击败对方。叶晨看着面前的苏念婉，摆了摆手道：放心，我没事，我怎么会丢下你自己跑了呢？听到叶晨这么说，苏念婉哭得更伤心了，心里满满的全是感动。师兄，苏念婉心里暗暗发誓，这次要是能活着离开，要用余生来报答叶晨对她的感情。我还想去找你呢，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说说吧，你和柳如烟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你要是如实说了，说不定我会考虑放了你们两个。江玉燕饶有兴致地看着叶晨，并没有急着出手，而是好奇地问道。他抓苏念婉回来的目的，就是想从他口中打探到秘密。现在叶晨这个正主就在眼前，倒是让江玉燕觉得很惊喜，想要从他口中问出答案。叶晨强撑着伤势站了起来，轻蔑地看了江玉燕一眼，张口吐出一口血沫道：你也配？他打心眼里瞧不起江玉燕，一个宗门副宗主居然还干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江玉燕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周身杀气四溢，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叶晨，仿佛要将他撕碎。自己好歹也是宗门副宗主，结果一个个弟子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太不给面子了吧。小子，你找死！江玉燕咬牙说道，对叶晨动了杀心。找死的人是你！叶晨面无惧色地看着他说道，随后便从储物戒中拿出了斩仙符。这是叶晨的保命手段，能发挥出媲美炼虚期的全力一击。他原本是想留着等以后杀上玄天圣地报仇的时候用的，现在为了保命也只能先用掉了。此刻他没有丝毫犹豫，注入一丝灵力，催动斩仙符。这是什么？江玉燕微微皱眉，盯着叶晨手中的斩仙符，心里隐隐感到不安。他从斩仙符上感受到了威胁，这道符箓有可能会杀了他。一个筑基期的弟子手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高阶符箓？眼看叶晨已经催动符箓，他也来不及多想。小子，你疯了！江玉燕急眼了，这小子怎么一言不合就直接动手了呢？一点商榷的余地都没有。他急忙凝结灵力护盾抵挡，打算先扛住这一击，再和叶晨算账。今天非杀了这小子不可。江玉燕心中对叶晨的恨意达到了顶峰。下一秒，斩仙符爆发出恐怖的灵力，无数飞剑从中钻了出来，盘旋在上空，散发出森冷的寒光。强大的剑气令人不寒而栗，犹如一座剑阵将别院笼罩。万千飞剑锁定了江玉燕的气息，随后便无情落下。给我挡住！江玉燕心头一惊，感受到了恐惧，拼命地催动灵力在抵挡，甚至祭出了自己的本命法宝，抵挡住万千剑气。轰轰轰！刹那间，一道道灵光轰鸣。不！江玉燕瞳孔一缩，感受到了无尽的恐惧。她的本命法宝被击碎，身前的灵力护罩轰然崩塌，无数飞剑穿透了她的身体，抹杀了她的元神。一具千疮百孔、鲜血淋漓的身躯倒在地上，一个化神七强者就此陨落。飞剑散去，剑阵不见踪影。庭院中再次恢复了宁静。苏念婉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仿佛在做梦一般，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副宗主他就这么死了？他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化神期的江玉燕就这么被一道符箓给秒杀了，简直不可思议。叶晨也有些惊讶，哪怕他事先知道了斩仙符的威力，但是在释放的瞬间还是觉得很震撼。这就是炼虚期的威力吗？这一刻，叶晨对实力充满了渴望。这时，虚空中接连几道身影赶了过来。柳如烟出现在庭院中，看到叶晨没事时，不禁长松了一口气。当他看到江玉燕的尸体时，瞬间懵了，正在原地不知所措。他以为自己看错了，甚至怀疑江玉燕是在装死。同为化神期的江玉燕，放眼整个宗门，有谁能杀得了她？江玉燕，
这怎么可能呢？下一秒，几位太上长老也都出现在众人眼前。怎么回事？刚才是谁在出手？炼虚期的强者？难道是玄天圣地的人？等等，江玉燕怎么死了？他们都是被斩仙符爆发出来的威力给惊动了，相当于炼虚期的全力一击，这么大的动静也根本瞒不住他们。骤然看到地上江玉燕的尸体，几位太上长老也都变了脸色。这是谁干的？脾气火爆的二长老瞬间阴沉着脸喝问道：副宗主死在了宗门里，这无疑是在挑衅合欢宗，也是在打他们的脸。一瞬间，几位太上长老的目光就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柳如烟。此刻庭院里除了柳如烟和他们之外，就只有叶晨和苏念婉两个弟子，一个筑基期，一个金丹期，两个人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江玉燕的一个手指，怎么可能杀了他？柳如烟此刻无疑成了怀疑对象，他也的确有这个实力。况且柳如烟和江玉燕之间本身就不对付，完全有痛下杀手的嫌疑。柳如烟迎上几位太上长老怀疑的目光，柳如烟懵了几秒钟，连忙解释道：几位长老看我做什么？我也才刚来而已，就算我平日里和师妹不对付，也绝不可能杀了她。柳如烟无奈苦笑，莫名其妙就背锅了。她虽然一直都想除掉江玉燕，但是为了维护宗门稳定，并没有真的动手。此刻心里也在疑惑，到底是谁杀了她呢？几位太上长老或许是想起赶过来的路上的确也看到过柳如烟的身影，渐渐放下了对她的怀疑。那会是谁呢？二长老皱着眉头，咬牙说道，目光不由得看向了不远处的叶晨和苏念婉。你们两个说是谁杀了副宗主？他们两个作为在场的目击证人，肯定知道是谁动的手。其他人也都纷纷看去，是一个黑袍人，他是隐身来到庭院里，突然现身偷袭了副宗主。黑袍人的实力很强，副宗主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杀死了。叶晨抬起头，迎着众人的目光，故作惊恐地解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与惶恐，就像是被吓坏了鹌鹑一样。会隐身的黑袍人？众人都变了脸色，立刻警惕起来。一个炼虚期并且能够隐藏气息的敌人，足以对他们构成威胁，随时有可能会突然现身偷袭。他往哪里去了？其中一名长老神色紧张地喝问道。叶晨颤抖地抬手指向了一个方向，他杀了副宗主以后就跑了，往那边去了。众人顺着叶晨所指的方向看去，迟疑地皱起了眉头。他们刚才赶过来的时候，并未察觉到有什么人逃走，难道是对方实力太强，逃跑途中有一次隐藏气息？这个黑袍人有留下什么话吗？一直没开口的大长老此时看向叶晨询问道，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丝深邃的光芒，充满了杀意。敢杀他们合欢宗的副宗主，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挑衅，相当于是在向合欢宗宣战。面对大长老的询问，叶晨想也没想便直接回答道，他说这就是得罪玄天圣地的下场。一旁的苏念婉都看呆了。叶晨撒起谎来，脸部红心不跳，真像那么回事？他都以为是不是自己刚才看错了。苏念婉看破不说破，他不可能会去拆穿叶晨的谎言。在被叶晨救下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就都是叶晨的了，甚至愿意为他去死。什么？玄天圣地的人？可恶！他们真当我们合欢宗好欺负的吗？几名太上长老当场气得破口大骂起来。他们虽然忌惮玄天圣地，但也不至于让对方骑在头上拉屎。何况现在还死了一个副宗主，这口气说什么也咽不下去。这时他们都没有怀疑叶晨说的话，都认定了玄天圣地的人是杀人凶手。毕竟庭院里就只剩下两个筑基期和金丹期的弟子，江玉燕总不能是他们两个杀死的吧？这话也没人会相信。此时众人都在气头上，都忽略了叶晨和苏念婉为什么会出现在庭院里。两个弟子来找副宗主请教也合情合理。柳如烟的脸上闪过一丝异色，狐疑地看了叶晨一眼，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妖巧又是玄天圣地，这小子不会是在说谎吧？故意挑唆合欢宗和玄天圣地的矛盾，想要借刀杀人吗？然而江玉燕的尸体摆在眼前，肯定是有人杀了他，除了玄天圣地的强者之外，似乎也想不到会是什么人干的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玄天圣地做事未免也太过霸道了吧？柳如烟脸色一沉，心里暗暗发誓，必须要让宗门强大起来，才能有抗衡玄天圣地的实力。经此一事，宗门如临大敌，开启了护宗大阵，同时通知在外历练的弟子全部返回宗门，以防遭到玄天圣地的袭击。全宗弟子奋发图强，势必要向玄天圣地讨回公道。柳如烟发出一道道命令，忙得不可开交，心情却很畅快。虽然死了一个副宗主，
可对于柳如烟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总算是没人再跟他作对，也不用时刻担心宗主之位会被取而代之。他能够更好地掌控合欢宗，带领宗门变得更强。大长老或许是因为知道叶晨的特殊天赋，并未对他有任何的怀疑，甚至当别的长老想要多问几句的时候，也被他给拦了下来，这才让叶晨顺利脱身，带着苏念婉和匆匆赶到现场的林清雪一起回到了小院。小院外多了好几名元婴期的宗门供奉，都是柳如烟安排来保护叶晨安全的。不过真要是玄天圣地的炼虚期强者杀来，这些供奉也根本挡不住。为此，宗门大长老从后山的洞府搬到了临近小院的一处庭院居住，名义上是为了坐镇护宗大阵，实际上是为了近距离的保护叶晨。因为他知道，一旦叶晨播种成功，诞生出身具灵根的弟子，合欢宗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长老已经将叶晨视为合欢宗的未来，对他寄予厚望。小院里，醒来的陆梦瑶在庭院里等待，先前见阵的动静着实吓了他一跳，生怕叶晨等人会出事。看到他们回来，立刻就迎了上去。师兄、苏姐姐、林姐姐，你们回来了。陆梦瑶见叶晨和苏念婉都安然无恙的回来，顿时放下心来。这时他注意到了叶晨嘴角的血迹，立刻关心道：师兄，你受伤了？放心，这点小伤不碍事。叶晨故作轻松地摆了摆手，笑着说道，苍白的脸色足以看出他伤势不轻。要知道江玉燕可是化神期强者，哪怕只是随手一击都能将他重伤。真的吗？陆梦瑶半信半疑，看到苏念婉凝重的神情，就知道叶晨伤得不轻了。师兄，你快回房间休养吧。这会林清雪和苏念婉一左一右搀扶着叶晨，陆梦瑶根本插不上手，只能干着急。他们搀扶着叶晨走进了苏念婉的房间里，让叶晨在床上躺下，又手忙脚乱地拿出各种疗伤丹药。见状，叶晨心里暖暖的，笑着摆手道：不用找了，丹药我有，宗主已经给了我一瓶治疗伤势的丹药了，放心，休息几天就好了。先前从江玉燕的庭院离开时，柳如烟似乎看出了叶晨的伤势，特地给了他一瓶丹药，品阶不低，效果要比陆梦瑶等人拿出来的疗伤丹强多了。他服下以后，体内的伤势基本上就被压制住了。听到叶晨这么说，陆梦瑶等人这才放下心来，只是看向叶晨的目光仍旧充满了担忧。这几日的相处，他们满心满眼都是叶晨，要是他死了，三女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下去。师兄，你一定饿了吧？我去给你准备吃的。陆梦瑶开口道。这会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叶晨又辛苦了一天，肯定早就饿了。我和你一起去。林清雪说道。两人结伴往屋外走去，留下苏念婉在房间里陪伴叶晨。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从回来的路上，苏念婉就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叶晨抬头看向他，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事，率先开口道：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疑问吧？比如我是怎么找到你的，还有先前的那张符箓。别人或许不清楚，但苏念婉是见证者，一个筑基期的弟子手拿一张符箓就斩杀了化神期的强者，这一幕不论是谁都会感觉到震撼。迎上叶晨的目光，苏念婉立刻说道：师兄不想说的话，我也不会多问，这些事情我绝不会说出去的。他当即做出保证。苏念婉很清楚，这些手段都是叶晨的秘密，传出去极有可能会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他会对此守口如瓶。听到苏念婉这么说，叶晨欣慰地笑了笑，他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这样也省得他编造谎言去搪塞了。心里唯一可惜的就是消耗掉了斩仙符，这样的宝贝用了就没有了，再想得到就要看机缘了。运气好多耕耘几次可能会得到一张，运气不好可能这辈子都得不到了。但是叶晨也不后悔，当时的情形，苏念婉要救，他自己也要活命，必须杀了江玉燕才行。多谢师兄大救，从今往后念婉一定会当牛做马，报答师兄。苏念婉神情坚定地承诺道。当牛做马就不用了，你我之间何须如此客气？叶晨朝他摆了摆手，一脸正色说道。只是什么？苏念婉愣了一下，迎上叶晨玩味的眼神，顺着他的视线低头看去，一眼望不到脚尖，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师兄，你好坏，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呢。苏念婉红着脸提醒道。没想到叶晨又开始不正经了，叶晨却不理会，直接伸手抓住苏念婉的手臂，一把将她拽到了怀里。师兄，别这样。苏念婉的身子都软了，依偎在叶晨的怀里，满脸通红的劝说道。他担心叶晨的伤势会加重。放心，我没事，这点小伤不碍事。你刚才不是说
要报答我吗？现在就是你报答的时候了。叶晨贴着苏念婉的耳根轻声说道。他想找苏念婉练练车，看看能不能再收获一张斩仙符。师兄，你的伤？苏念婉娇羞地呢喃道，将头埋了下去，不敢去看叶晨，心里还有一丝担忧。我都说了，这点小伤不碍事，别担心。叶晨眼神玩味地看着他，凑近了一些。苏念婉的脸色更红润了，思绪也渐渐乱了。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瓶培元丹。庭院里，林清雪和陆梦瑶的脸色突然间红了，两人相互对视一眼，欲言又止，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师兄，这师兄身上的伤。林清雪和陆梦瑶迟疑了下，心里都有些担忧叶晨的伤势。此时他们两个的心中都有了一丝猜想，两人连忙停下脚步，脸颊一阵滚烫。他们脸皮薄，此刻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想来叶晨的伤势应该也不要紧，林清雪和陆梦瑶渐渐放下心来。梦瑶妹妹，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林清雪红着脸迟疑的小声提议道。好啊。陆梦瑶点头赞同。这种时候他们总不好进去打扰，看样子是不用叫他们两个一起吃饭了。陆梦瑶小声嘀咕了一句，他们都很了解叶晨，这顿晚饭可能就要变成宵夜或是早点了。林清雪静悄悄地走到门口，贴心地将房门关上，随后他们两人就拎着饭盒转身离去，静悄悄地留给叶晨和苏念婉独处的时间。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注入灵力催动，威力媲美元婴期的全力一击。叶晨聆听着脑海中的一道道奖励提示，其中惊雷符的出现让他的心情欣喜不已。同为攻击型符箓，虽然威力不如斩仙符那么强，但这无疑是让叶晨看到了希望。他距离收获斩仙符似乎越来越近了，仿佛下一秒就可以获得斩仙符一般。叶晨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生生不息丸，毫不犹豫地放入口中服下。3秒后，他感觉身上的疲劳全都消散无踪，精力顿时又恢复到了巅峰状态。有了生生不息丸的加持，叶晨觉得自己又可以了。他就不信得不到斩仙符。师兄，你吃了什么丹药啊？苏念婉看了看叶晨，似乎闻到了一股药香味，一脸震惊地问道。不仅如此，叶晨此时也完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时候他更担心叶晨的身体，毕竟他还受了伤。放心，你还当第一天认识师兄吗？叶晨自信满满地说道。他对系统奖励的丹药很有信心，至少这玩意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需要担心什么。唯一考虑的就是效果了。苏念婉，夜色笼罩的小院里，林清雪和陆梦瑶待在各自的房间里，门窗紧闭。此时两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脸色红润，心神荡漾，内心有股说不出的燥热，思绪飘飞，越来越乱。师兄怎么这样啊？不要命了？他们各自小声嘀咕道，心绪不宁，闭上眼睛却都无法入睡。漫长的时间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眼看天都快亮了，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夜了。林清雪和陆梦瑶都陷入了沉思，不知不觉间心里突然好想叶晨，同时也担心起叶晨的身体，他还有伤呢，这不得累垮了啊。他们甚至都担心苏念婉的身体撑不撑得住，他不会被叶晨给玩死吧。附近的一个庭院里，正在厢房里打坐修炼的大长老猛然睁开了双眼，抬头望了一眼相邻院子的方向，神色怪异地皱起了眉头。这回他的心情很微妙，这小子这么长时间不累吗？他不是受了伤，看来伤的也不严重啊。哎，年轻就是好啊。他悠悠叹了口气，眼里满是羡慕。别说现在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没这样过。大长老摇了摇头，又闭上双眼继续修炼。只要不是叶晨遇到危险，他就不会现身。同时也很好奇柳如烟之前和他说过的话，这其中是否还会有什么惊喜呢？他倒是蛮期待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起，叶晨疲惫地倚靠在床榻上，手上拿着一张符箓和1枚丹药，心情大好。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青玉丹，服下后可治愈身体所有伤势。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注入灵力催动，威力媲美元婴期的全力一击。这次得到的仍然是1张惊雷符，只有媲美元婴期的威力。叶晨也没有太过失望，好歹也是比他强了2个大境界的攻击性符箓，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是可以作为保命手段使用的。唯一可惜的就是没能得到一张斩仙符。这时叶晨才明白自己之前是多么幸运，和陆梦瑶双修的时候就收获了一张斩仙符，这样的好运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出现。叶晨奋战耕耘了一整晚，期间还服下了一枚生生不息丸，此刻精力完全耗尽，累得够呛，已经干不动了。虽然他很想得到一张斩仙符，但是他也没有力气再继续折腾了。况且身旁的苏念婉也吃不消了，这会睡得正香。前面的时候苏念婉都哭了，叶晨总不能继续辣手摧花吧，自己的女人还得自己疼。他也意识到斩仙符没那么容易得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目标，或许要漫长的耕耘才有可能得到这份收获。要是和柳如烟双修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获得斩仙符呢？以他的爆率，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柳如烟愿不愿意了。他的身材还蛮大的。叶晨小声嘀咕着，疲惫感袭上心头，缓缓闭上双眼睡了过去。几个时辰后，苏念婉率先醒来，感觉身体一阵燥热。他看了一眼睡在身旁的叶晨，回想起昨夜的疯狂，内心便一阵羞涩。这个坏人！苏念婉娇嗔一声，随后蹑手蹑脚地起身离开床榻，生怕会吵醒熟睡中的叶晨。披上衣服，遮掩住曼妙的春光，快步走出房间。小院里还有很多空闲的屋子。苏念婉走进一个安静的房间，盘膝坐好后就开始冲击境界。昨夜的一番耕耘，他的修为也得到了暴涨，感觉身体都要被撑破了。咔嚓，伴随着一道轻微的响声，苏念婉的气息陡然暴涨，汹涌的灵力疯狂涌入他的体内，散发出来的威压瞬间将周围的桌椅击碎。当气息渐渐平稳下来时，苏念婉缓缓睁开了双眼。金丹中期，我突破了！苏念婉神色欣喜道，语气微微的颤抖，感到不可思议。2天时间，他的境界就从筑基巅峰突破到了金丹中期，1天跨越一个境界。这种事情他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却发生在他的身上。苏念婉的心情难以抑制的兴奋起来，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他起身跑向屋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急切的想要和叶晨分享这个好消息。因为叶晨的耕耘，他才能有这样的收获，心里也十分感激叶晨的付出。察觉到动静的叶晨从睡梦中醒来，睁开眼睛就看到苏念婉迎面跑来，扑进了他的怀抱。师兄，我又突破了金丹中期，真没想到1天的时间我就达到金丹中期了。苏念婉神色欣喜地说道。叶晨此时也清醒了许多，看着面前欢呼雀跃的苏念婉，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一定是昨晚的超常发挥，让苏念婉获得了更多的修为提升，从而突破了境界。恭喜你啊！叶晨笑着说道。这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按照这个速度，苏念婉很快就能踏入元婴期，甚至是化神期。这对于叶晨以后报仇也有极大的帮助，他能多几个强劲的帮手，这都是师兄的功劳啊！苏念婉看着叶晨，一脸认真的说道。他现在也知道和叶晨一起双修可以提升修为，自己能在2天时间里接连突破，全都是叶晨的原因。听到苏念婉这么说，叶晨冲他挑了挑眉，玩味的说道：你这么说的话，要怎么感谢我呢？他的目光飘向了若隐若现的领口处，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苏念婉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羞涩的低下头去，不敢看他。师兄，你别这样，我真不行了，等晚上好吗？苏念婉连忙求饶，昨夜的疯狂还历历在目，他这会是真的吃不消了。叶晨笑着伸出手揉了揉苏念婉的秀发，一把将她拉到了被窝里，身体紧贴着，感受着彼此的温热。昨晚你也辛苦了，再睡一会吧。放心，我不碰你。叶晨轻声说道。他又不是禽兽，绝不会强人所难。苏念婉蜷缩在叶晨的怀抱里，羞红着脸轻哼一声。临近小院中，大长老察觉到苏念婉突破的动静，脸上露出一抹惊骇的神情。这怎么可能？又突破了金丹中期，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苏念婉昨日才刚突破金丹期，转眼间又提升了一个小境界。境界越高，突破的难度就越大。许多修行者困在金丹期寸步难行，数十年都不一定能够突破，哪怕是天纵奇才，少说也要修炼数月的时间。苏念婉却仅仅用了1天时间。大长老回过神来，情绪顿时激动起来，不自觉地狂笑不止。太好了，太好了，天佑我合欢宗啊！这个叶晨当真是上天对合欢宗的恩赐啊！他知道苏念婉的修为能够提升得这么快，并非是他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和叶晨双修的缘故。这一切都是叶晨的功劳。
换作是别的女弟子来和叶晨双修，修为也同样能够得到提升。大长老知道这一点，才会如此激动。如果只是出现苏念婉一个天纵奇才，对宗门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在他完全成长起来之前，很难帮助到宗门。但是叶晨不一样，他拥有的双修天赋是能够带动宗门的整体实力得到提升。只要和他双修的女弟子都能够快速提升修为，合欢宗又多数都是女弟子，让叶晨辛勤耕耘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让宗门的年轻一代的实力都迈上一个新台阶。一顿宝和顿顿宝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为了这小子，就算得罪玄天圣地又如何？必须要让他留在合欢宗。大长老神色坚定地喃喃自语道，心中已经有了计较。过了没多久，宗主柳如烟也收到了消息。什么？苏念婉突破到金丹中期了？柳如烟看着手中的密信，忍不住惊呼出声，满脸的不可思议。他和大长老一样，也被苏念婉的再次突破给震惊到了。尽管他事先就已经知道和叶晨双修就能提升修为，但是也没有想过踏入金丹期的苏念婉还能突破得这么快。毕竟金丹期和筑基期完全不一样，每一个小境界的突破都要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这小子干了一整晚，受了伤还这么猛，身体挂好的，难怪苏念婉的境界又突破了。柳如烟喃喃自语道，绝美的脸颊上闪过一抹红晕。密信上把叶晨昨天晚上做了多少次都记录了下来，这让他意识到与叶晨双修的次数越多，提升的修为就越多。感叹叶晨身体好的同时，心里也不自觉地再次萌生出和他双修的念头。每当柳如烟得知有弟子修为突破时，就会忍不住的想要试试双修这个方法。他的修为困在化神期巅峰，迟迟无法突破瓶颈。身为宗主的职责以及外界势力的压制，都让柳如烟迫切的想要突破炼虚期。然而经过漫长的努力，始终无法跨越这道门槛，破境几乎都要成为他的心魔了。再这样下去，柳如烟可能就真的要疯了。现在有一个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换作是谁都会心动，哪怕要献出身体也值得尝试。青阳镇位于合欢宗山脚下的一座小镇，许多前来拜访合欢宗的修行者，或许往来交易的商人都会在城镇上落脚，给这座寻常小镇增添了许多热闹。夜幕降临，一处装修奢华的客栈里，两道身影凭空出现在一间屋子前。哗啦，其中一人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入。两位道友是合欢宗的人。房间里，一名儒雅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前饮茶，抬头看向闯入房间的两名老者，气定神闲地开口问道，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来找自己，只是没想到会是深夜来访。正是。这两名老者并未否认，打量了一眼房间，只有眼前的儒雅男人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你就是玄天圣地的人？他们也在确认身份。儒雅男人傲气的点点头，他的目光越过两名老者，看向他们身后却是空空如也，不禁皱起了眉头。人呢？他神色不悦地质问道。什么人？其中一名老者诧异道。当然是那个名叫叶晨的弟子了，不是让你们合欢宗把人交出来吗？他得罪了我们玄天圣地的少宗主，必须得死。你们大晚上的过来，没把他带来？儒雅男人语气不善地说道。他是玄天圣地的外门长老，仗着圣地的身份，丝毫没有把合欢宗给放在眼里。前几日他就已经让人传话给合欢宗，让对方交人了。原以为眼前这两名老者前来是把叶晨给带来了，谁知道没有，这让他很是恼火。把他们玄天圣地的话当作是耳旁风了吗？原来是这样。两名老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向儒雅男人的脸色却是冷了几分，眼眸中透着一丝杀意。正在气头上的儒雅男人并未察觉异样，眼看对方真的没有把叶晨带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瞪着眼前的两名老者，没好气地说道：没把叶晨带来，你们两个来找我做什么？当然是来杀你了。其中一名老者回答道。下一秒，他直接出手，周身灵力涌动，狂暴的灵力迎面轰去。你怎么敢轰？儒雅男人瞳孔一缩，脸色骤变，来不及张口说话，连忙凝聚灵力抵挡，猝不及防下还是被一掌击飞出去。砰！他的身影砸碎了墙壁，摔在了客栈外的沿街上。两名老者并不打算放过他，迅速追了出去，锁定契机的瞬间，又是一拳落下。你们！儒雅男人受了伤，刚想开口，又被硬生生地压了下去。轰！轰！他的身影再次被击飞。噗呲！张口一股鲜血喷出。万灵盾！挡！儒雅男人急忙祭出本命法宝，
一个巨大的银色盾牌凭空浮现，散发出阵阵灵光，抵挡在他的身前，犹如一座巍峨的大山，带来了十足的安全感。2名老者也在顷刻间出现，一人手持血色巨斧，如同滔天血海；一人手持骷髅长剑，如同尸山炼狱。斩！劈！2人沉声喝道，手中兵刃落下，狠狠劈砍在银色盾牌上。轰！轰！刹那间地动山摇，四周卷起恐怖的狂风，沿街的商铺顷刻间化作齑粉。咔嚓！小山般的银色盾牌上出现了丝丝裂纹。儒雅男人脸色大变，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再也没有先前的从容与轻视。我乃是玄天圣地外门长老，你们为何要对我出手啊？他急切地开口道。他都想不明白对方出手的原因，如果仅仅是不想交出宗门弟子的话，也用不着杀他吧。要知道他可是玄天圣地的长老，杀了他必然遭到圣地的无尽报复，这么做得不偿失。哼，你还敢问为什么？逼迫我们交出叶辰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杀死江玉燕，当真是不把我们合欢宗放在眼里。今日便取你性命，让天下人知道合欢宗不是好惹的。2名老者厉声喝道，话音落下便再次出手。轰！轰！一剑一斧再次落下，发出地动山摇的轰鸣声。咔嚓！银色盾牌的灵力又弱了几分，上面的裂纹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碎。儒雅男人此时也懵了，什么江玉燕？他只觉得这个名字耳熟，情急之下也想不起来是谁。死在他手上的人有不少，根本没办法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但是他确信自己绝对没有杀过合欢宗的人。江玉燕便是我们合欢宗的副宗主，昨日不就是你暗中出手杀了他吗？还想狡辩？今日你必死，用你的血来祭奠他。这2名老者便是合欢宗的太上长老之一，都是炼虚期的修为。他们相信了叶辰的说辞，认定杀死江玉燕的凶手就是玄天圣地的人。此番玄天圣地派来青阳镇的，就只有眼前的儒雅男人一个，除了他之外，还能是谁？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大长老的命令，否则不会特意下山来为江玉燕报仇。从一开始他们2个就下死手，没有丝毫留情。昨日我杀了你们合欢宗的副宗主。儒雅男人神色错愕道，只觉得脑瓜子嗡嗡嗡，自己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他怎么不知道？这分明是有人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了，莫名其妙就背负了一条人命。你承认了是吧？就算你是玄天圣地的人，今日也得偿命。2名长老听到儒雅男人亲口承认，顿时怒不可遏，出手更为凶猛。给我死！轰！轰！强大的攻势引发地动山摇，整座小镇都在剧烈震动。咔嚓！咔嚓！银色盾牌的灵光淡去，出现了无数皲裂，已经到达了极限。噗呲！本命法宝受损，儒雅男人也遭受到了反噬，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都傻眼了，自己哪里是承认了，分明是在反问。眼看对方下死手了，他急忙否认道：人不是我杀的，我都没见过什么江玉燕。儒雅男人只觉得委屈，莫名其妙挨揍，不承认也没用，人就是你杀的。其中一名长老冷哼道，认定儒雅男人就是杀人真凶，根本不听辩解。话音落下，便再度出手。儒雅男人都懵了，这锅他是非背不可吗？杀了我，玄天圣地不会放过你们的！他急切地大喊道，试图用玄天圣地来震慑对方。轰！咔嚓！砰！2位长老并没有收手，一斧斩碎了银色盾牌，一剑斩在儒雅男人身上，当场将他的肉身斩成2段。一道剑光闪过，顺势抹杀了元神，一名炼虚期强者就此陨落。3个月后，合欢宗一处小院里，林清雪、陆梦瑶、苏念婉坐在庭院中的茶桌旁聊天，一阵欢声笑语。3人的肚子都微微隆起，有了一丝胎相。他们时不时地抚摸着各自隆起的肚皮，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向叶辰时的眼神中饱含爱意，都快拉丝了。叶辰则是坐在一旁泡茶、嗑瓜子，偶尔插入几句闲聊，目光瞟过胸前的春光时，也无奈地扭头看向别处，生怕自己会保持不住。3女几乎是同一时间显怀，使得叶辰空闲了几个月的时间，数不清的子弹无处发泄，都快要憋坏了。真是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尽管3女的胎相稳定后也是可以同房，但叶辰担心自己动静太大会伤到腹中的胎儿，他还指望着诞生子嗣，从而获得丰厚的奖励，绝不能有任何的差错。这段日子他都只能忍着，
哪怕林清雪等人主动现身，他也没有轻举妄动。这时，一名弟子快步走进庭院中，面向叶晨恭敬道：“师兄，宗主让你过去一趟。”宗主。叶晨神色一怔，柳如烟找他有什么事情呢？难道是要给自己发老婆？叶晨顿时来了精神，交代林清雪等人好好养胎，就起身往外走去，脚步飞快。一座大殿内，柳如烟穿着素白露肩长裙，里面的紫色内衫若隐若现。她独自侧躺在长椅上，曼妙的身姿一览无余，手指轻捻着秀发，心中思绪万千。自己真的要对一个弟子下手吗？要是让宗门里的弟子们知道了，自己以后还怎么见人？柳如烟的内心陷入一番挣扎。自从林清雪、陆梦瑶在与叶晨频繁双修之后，也都纷纷踏入了金丹境界。这无疑是证明了叶晨的双修天赋有助于提升修为。得知消息的柳如烟每天都在做思想斗争，一边是礼义廉耻，一边是炼虚期的诱惑。每当他冲击炼虚期失败的时候，心里就愈发渴望和叶晨双修。3个月过去，这个念头已经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再也抑制不住这份渴望。这次柳如烟又冲关失败，彻底打消了努力修炼的念头，选择来一场激情的双修，来助自己突破炼虚期。自己是合欢宗的宗主，本身也不是什么名门正宗，要什么礼义廉耻？合欢宗在许多正道眼中就是邪魔外道。这时，殿外传来了一道沉闷的脚步声，叶晨大步走了进来，朝着前方的柳如烟行礼道：“弟子拜见宗主。”他瞟了一眼柳如烟，迅速低下头去，心中暗叹：身材真好，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妖精。也不知道谁有那个福气，能睡上柳如烟这样的绝色美人。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柳如烟挑了挑眉，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一边打量一边问道，心里很好奇叶晨之前的记录真的可以一夜10次，这身板真能吃得消？不会是有假吧？宗主是打算再给我安排一个女弟子吗？叶晨兴致勃勃地看着柳如烟，试探性地问道，心里早就期待不已。在来的路上，他都已经想好今晚要耕耘几次了。自从林清雪等人怀上了之后，叶晨就没了双修的机会，不仅身体上没有得到满足，物质上也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你猜对了一半。柳如烟眯着眼睛，笑盈盈地看着叶晨说道，本座的确是有这个打算，不过并非是给你安排女弟子。听到柳如烟这么说，叶晨愣了一下，心中闪过一丝疑惑，不是女弟子，那是谁？总不能给她安排一个男的吧？那可生不出子嗣啊。你觉得本座如何？柳如烟笑眯眯地问道，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叶晨，舔了舔润滑的嘴唇。宗主当然是天下第一美人。叶晨毫不吝啬地夸赞道。话刚说出口，他突然就怔住了。柳如烟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的？不安排女弟子，难道安排他自己吗？这怎么可能呢？柳如烟可是宗主啊！就在叶晨思索的同时，柳如烟已经站起身来，朝着叶晨一步步走了过来。靠近的瞬间，一缕迷人的香味扑面而来，闻着便让人感觉到浑身发烫。柳如烟凑近了叶晨，伸出一根青葱手指，勾着叶晨的下颚，媚眼如丝地看着他挑逗道，那你想睡本座吗？咕噜。面对这赤裸裸的诱惑，叶晨只觉得口干舌燥，浑身燥热难耐，恨不得化作饿狼扑上去。目光不经意的一瞥，都能看见若隐若现的春色。叶晨的思绪都乱了，快要把持不住自己了。宗主，你冷静点，这样不好吧？他看着眼前风骚诱人的柳如烟，心中充满了疑问。柳如烟这是怎么了？平日里在自己面前都是高冷端庄，今日怎么一反常态？不会是故意在挑逗自己吧？叶晨心里总觉得这其中有诈，柳如烟给他的印象就不是这样的人。这就好比是平日里举止端庄文静的女老师，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浪荡的骚货，这样的反差多少有些不适应。柳如烟凑得更近些，几乎要贴到叶晨的身上，一双灵动的眼睛盯着他看，吐气如兰道，冷静什么？难道你不想睡本座吗？不是。叶晨急忙摇了摇头。柳如烟这样的大美人，谁不想睡她呢？不论是样貌身材都堪称完美，简直就是一个诱人的小妖精，多看几眼都能让人欲罢不能。可是什么？柳如烟打断道，你别把我当宗主，我也不把你当弟子，这里就只有我和你2个人，现在我要你睡我。他看着叶晨，用命令的口吻说道，2只手顺滑地搭在了叶晨的肩膀上，搂住了他的脖子，娇滴滴的声音回荡在叶晨耳边，心头仿佛有猫抓似的。叶晨的脑袋像是炸开了一样，
不可思议地看着在自己面前搔首弄姿、不断诱惑的柳如烟，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这还是他认识的柳如烟吗？宗主，你别这样。叶晨已经在极力地克制自己，小腹中的火焰几乎都要爆炸了。此刻主动勾引的柳如烟，要比林清雪等人都更加诱惑。叶晨，你该不会不行吧？娇滴滴的调侃声飘荡在叶晨耳边，伴随着一缕温热的气息吹拂着耳根。轰！叶晨的思绪彻底炸了。说谁不行呢？我现在就让你见识我的厉害！叶晨沉声说道，直接抱起面前的柳如烟，大步朝着不远处的偏殿走去。这回什么宗主，什么尊师重道，全都被他抛却脑后。人家都上赶着双修了，这还能拒绝？传出去，别人还真以为他不行呢。瞧不起谁呢？叶晨此刻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要给这个小妖精一个教训，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咯咯咯咯喽！柳如烟娇声笑了起来，声音回荡在空荡荡的大殿中。好啊，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有多厉害呢，别让我失望哦。柳如烟满怀期待地说道，朝着叶晨抛了一个媚眼，一字一句都在不断刺激着叶晨的神经，他的思绪完全被欲望所占据。叶晨一把将柳如烟丢在了粉色的大床上，低头看了一眼妖娆的身材，脑海中只剩下最原始的欲望，二话不说便扑了上去。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叶晨聆听着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奖励提示，顿时眼前一亮，果然如他之前所料的一样，和柳如烟双修获得的奖励更加丰厚，这瞬间激发了他的动力。柳如烟妖娆的娇躯也让他着迷。大殿外，守候的弟子隐约听到浪荡的叫喊声，心中一阵疑惑，这声音怎么会这么奇怪呢？难道是宗主和叶晨打起来了吗？弟子们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殿门，心中也没有多想，以叶晨的修为根本欺负不了柳如烟，他们并不担心会出什么事情。与此同时，柳如烟也意识到了不妙，趁着完全丧失理智之前，挥手布下了一道结界，隔绝了大殿与外界，一丝声响都传不出去。这下子他才能够放心的大声尖叫。叶晨的实力超乎他的想象。半个时辰后，叮！恭喜宿主一发入魂，是否消耗10万枚灵石，提升子嗣资质概率？提升后100%的概率为天品灵根，20%的概率为神品灵根，1/1000的概率为上古极品灵根。一道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叶晨顿时惊了。他没想到自己和柳如烟双修诞下的子嗣天赋，保底就是天品灵根，这种好事做梦都不敢想啊！就连神品灵根和上古极品灵根的获得概率也都大幅度提高了。这个千载难逢机会，叶晨自然不会吝啬灵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下一秒，他储物戒中的灵石便消失一空。叮！扣除10万枚灵石成功，恭喜宿主成功提升子嗣资质概率。叶晨低头看着怀里的柳如烟，娇羞的模样充满了诱惑。此时他感觉很不真实，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居然真的把柳如烟给睡了。这种事情一直都只出现在他的梦里，从没想过会真的出现在床上，而且还是柳如烟主动要求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柳如烟被人下药了？叶晨，这就是你的极限吗？柳如烟妩媚的声音再次传来，她仰起头，媚眼如丝地看向叶晨，眼眸中闪烁着欲望的光芒。叶晨，当然不是，你别太嚣张，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叶晨当时就不乐意了，这分明就是对他的侮辱，必须要狠狠教训他不可。咯。柳如烟捂嘴笑了起来，声音不断刺激着叶晨的情绪。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传送符，注入灵力催动，可以让宿主穿行万里，瞬息抵达意念中的任意地点。叮！恭喜宿主获得结阴丹，服下后可助力宿主凝结元婴，正道破境。叶晨看着脑海中划过的一道道奖励，他不仅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快乐，同时修为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并且还有各种珍稀的丹药、符箓，这些都给予了叶晨极大的动力。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和柳如烟双修，自然要好好珍惜，争取获得更多的奖励。柳如烟是极为罕见的神品灵根，叶晨和他双修的爆率是林清雪等人的数倍，并且还有极大的概率获得稀有符箓和丹药。一处小院里，林清雪和陆梦瑶还有苏念婉3人都还在庭院中坐着，时不时地看一眼院门的方向，眼中渐渐多了一丝焦急。师兄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林清雪神色担忧道。此时天色渐晚，
叶晨都已经去了几个时辰了。按理说，从柳如烟居住的大殿到小院之间，还不到1刻钟的路程。这么近的距离，叶晨早就该回来了。他们迟迟不见叶晨的身影，心里难免担忧。这是在宗门里，应该没人敢对师兄下手。苏念婉摇了摇头，迟疑地说道：“虽然他上次就在宗门里被江玉燕给掳走了，可现在江玉燕死了，没有人和柳如烟作对，不可能会有人针对叶晨才对。何况叶晨也已经是金丹期的修为，哪怕是在亲传弟子中，也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了。或许师兄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吧？宗主特意让师兄过去，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陆梦瑶想了想，猜测道：“有可能。”林清雪和苏念婉都认同地点了点头，渐渐放下心来。如果叶晨是在柳如烟那里的话，他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有柳如烟在，没人伤害得了叶晨，宗主应该不会对师兄做什么吧？大殿中黑漆漆的一片，外面的天色早已暗淡下来。柳如烟早已没了力气，蜷缩在床榻角落里，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嚣张气焰。他抬了下手指，弹出一缕火焰，点燃了不远处桌案上的烛火。大殿里瞬间明亮了许多。“你小子，是要我的命啊！”柳如烟仰着头看向身旁的叶晨，吐气如兰的娇嗔道，面色红润的白了他一眼，心里暗道：之前密信的消息都是真的，这小子的床上功夫果然厉害，他都快吃不消了。不仅如此，柳如烟也感受到自己的修为得到大幅提升，困扰多年的境界屏障有了松动的迹象，这让他看到了突破炼虚期的希望。知道厉害了，现在该认输了吧？让你别得意。叶晨微微喘着粗气说道，额头上满是汗水，心里却很是得意。谁让柳如烟刚才那么嘚瑟的，居然还敢怀疑他的能力？也还好吧，哪有多厉害，就一般吧。柳如烟扭头看向别处，红着脸嘴硬道，身为宗主的他怎么可能会向一个弟子低头认输呢？自己也是要面子的。一般般。叶晨当时就不乐意了，看向柳如烟的眼神都变了，整个人瞬间精神起来，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啊！好好好，柳如烟，我跟你拼了！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必须要让你跪下唱征服不可。叶晨当即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生生不息丸，放入口中服下。3秒过后，他的身体各方面都恢复到了巅峰状态，低头看向柳如烟，心里暗暗发誓，势必要让他好看。你吃药了？不是，我就随口一说，你来真的啊？叶晨，你别这样啊！柳如烟察觉到不对劲，吓得脸色大变，顿时就慌了。他几乎都是承受的极限了，身体根本吃不消。本来是嘴硬想要调侃叶晨几句，谁知道他一言不合就吃药。眼看叶晨的气息发生变化，柳如烟也意识到不妙，这样下去自己非得被弄死不可。柳如烟强撑着身体爬了起来，想要逃跑，样子十分狼狈。还没等他跳下床榻，就被叶晨一把抓住，直接拽了回来。想跑？没门！今晚必须分个胜负。叶晨直勾勾地盯着柳如烟说道。别，叶晨，我可是宗主啊，你不能这样对我。柳如烟害怕极了，连忙搬出了自己的宗主身份来吓唬他，希望叶晨能够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什么宗主？今晚只有男人和女人？这话可是你说的。叶晨冷哼一声说道，根本不听柳如烟的解释，非得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不可。目光瞥见诱人的春光，叶晨瞬间丧失了理智。你啊！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面对数倍的修为奖励，叶晨更不可能轻易的放过柳如烟了。他可太想进步了，早点提升修为，才能早点为死去的族人报仇。他的妹妹叶青儿如今还在玄天圣地生死不知，叶晨从未忘记过救人。几个时辰以后，风暴过后的大殿里再次陷入了寂静。柳如烟狼狈地蜷缩在角落里，眼角挂着一条条泪痕。她先前哭过不少次，甚至都在向叶晨拼命求饶。宗主的威严在床榻上丢得一干二净。叶晨，你太欺负人了！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可是你宗主啊！你太过分了！柳如烟委屈巴巴地说道。叶晨从未见过她这样，和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宗主截然不同。此时的柳如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柔弱姿态，就像是一个被欺负的小女孩。宗主，话可不能乱说啊！谁欺负你了？之前是你自己要求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分明是你强迫我才对。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甚至倒打一耙。一开始可是柳如烟主动勾引他的，期间甚至还挑衅他，这就怪不得叶晨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了。
让他知道不能随便怀疑一个男人的能力。哼，你这个坏人！柳如烟见说过他，不服气的娇嗔道。他觉得自己在叶晨面前算是颜面尽失了，根本摆不了架子，也威严不起来了，是从内心深处被叶晨给彻底征服了。此刻就像是一只乖巧的小猫，蜷缩在叶晨的怀抱里，享受着温暖的同时倾诉着委屈。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斩仙符，注入灵力触发，威力媲美炼虚7强者全力一击。叮，恭喜宿主获得传送符，注入灵力催动，可以让宿主穿行万里，瞬息抵达意念中的任意地点。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与此同时，系统奖励接踵而来。叶晨看到斩仙符的瞬间，猛然瞪大了双眼，心情顿时激动起来。耕耘了这么多次，终于再次获得了一张斩仙符。叶晨如获至宝，他很清楚斩仙符的威力，当初直接秒杀了化神期的江一。有斩仙符在手，叶晨多了一个保命手段，也能让他稍稍安心。兴奋之余，叶晨顿时萌生出了大胆的想法，转头看向柳如烟妖娆的娇躯，又无奈地叹了口气。可惜他现在也没力气了，不然非得趁机多耕耘几次不可。不过柳如烟也吃不消了，再继续下去他非得杀人，叶晨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天色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叶晨疲惫地起身，一边穿戴衣服，一边看着床榻上一丝不挂的柳如烟说道，心里暗道真是一个诱人的小妖精啊，要是没有猛男体魄和生生不息丸的辅助，叶晨说不定得死在床上，玩完了就走。负心汉！柳如烟抬头瞄了叶晨一眼，嘟着嘴幽怨地说道，不想我走？叶晨动作一顿，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柳如烟，神情玩味地说道，既然这样，那我们继续。说完，叶晨做事就要脱衣服。别，你走，你快走，我真的不行了。叶晨，求你了，放过我吧。柳如烟吓得急忙说道，卑微的求饶。哪里还敢调侃叶晨，生怕自己被玩死，这小子真的太吓人了。以往都是柳如烟调戏别人，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调戏过。此时看向叶晨的眼神中满是幽怨，要不是叶晨太强了，他肯定还不服气。这个坏人！叶晨正准备离开时，目光不经意间瞥了一眼床榻，顿时愣在了原地。这，宗主你是？叶晨收敛起笑容，不可思议地看向床上的柳如烟，瞪大了眼睛，脑袋像是炸开了一样，仿佛发现了惊天秘密。传闻中合欢宗宗主柳如烟风骚浪荡，此时见到的完全和传闻不符啊！叶晨很震惊，这可是合欢宗啊！除了年轻一代的弟子之外，凡是修炼过双修秘法的弟子，基本上都已经找过鼎炉尝试过了。双修这种事情在合欢宗是很常见的。柳如烟身为合欢宗的宗主，居然从未找过鼎炉，这就很不可思议了。这就好比青楼的老鸨子还是处女一样震惊。不许说出去，不然我杀了你！柳如烟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故作凶巴巴地看向叶晨，警告道：他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一个弟子双修了，还被对方给征服了，这太丢人了。再怎么说他也是宗主啊。宗主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叶晨一脸认真地保证道。你快点走，别让人看见了。柳如烟连忙催促道。他脸颊一阵发烫，都不敢去看叶晨了。自己堂堂宗主被一个弟子给欺负了。好，叶晨点点头道。宗主你多休息。滚！柳如烟羞得满面通红。咿呀！叶晨走出大殿，顺手将殿门关上。外面夜色正浓，黑漆漆的一片。原先值守的弟子早已离开，几乎看不到人影。叶晨放心地往小院的方向走去，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他也没有想到会折腾得这么晚，从白天折腾到深夜。一想到柳如烟还是处子之身的事情，叶晨的心里就很愧疚。早知道这样，他肯定就会怜香惜玉，不会那么过分了。毕竟他先前为了让柳如烟服气，还服用了生生不息丸。此刻叶晨最担忧的还不是这个，先前耕耘时一发入魂，10个月柳如烟生子肯定就瞒不住了。这是该怎么办？他总得负责任吧，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叶晨陷入了沉思，他此刻的思绪很恍惚，没想过自己真的把宗主给睡了，而且还播种了，心里怪不好意思的。思索间，他已经走回到了小院。师兄，你回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会这么晚？师兄你没事吧？林清雪、陆梦瑶、
苏念婉三人见到叶晨回来，立刻就快步迎了上去。他们一直都在庭院里等着叶晨，担心了半天时间，生怕他遇到危险。期间得知叶晨还在柳如烟那里，才稍稍安心些。此时看到叶晨平安无事，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来了。叶晨看着围在面前嘘寒问暖的三女，笑着摆了摆手道：“没什么事，让你们三个担心了。我就是和宗主探讨了一些事情，忘记了时间。”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有些心虚。他们在小院里为他担心，而他却在外面玩女人。师兄，你一定饿了吧？我去把饭菜热一热。林清雪贴心地说道。我去帮忙。陆梦瑶也跟了上去。叶晨笑了笑，看了身旁的苏念婉一眼，挥手道：“我们也进去吧。”他的确是饿极了。一处大殿里，柳如烟在叶晨离开以后，本想休息一会，可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猛然惊醒，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动作飞快地起身披上衣服，一个闪身离开了大殿。与此同时，大殿的上空凝聚起了黑压压的云层，云团中有紫色电光在不断闪烁，看起来十分诡异。随着柳如烟的离去，这片黑压压的云层也在快速移动，似乎盯上了柳如烟。同一时间，宗门内几处洞府中修炼的太上长老们都不约而同地睁开了眼睛，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这气息是雷劫，是什么人在突破？他们立刻起身离开洞府，前去查探。不论是谁，只要是合欢宗的人在突破，对于宗门而言都是一件好事。此刻，柳如烟已经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山峰之上，她迅速祭出本命法宝，一件通体散发着荧光的九宝琉璃灯。刹那间，四周都被九宝琉璃灯释放出的屏障笼罩。这是一件防御性法宝。柳如烟仰头望向上空的黑色云团，眼中闪过一丝紧张，又夹杂着一缕兴奋。她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突破。这一刻她期待已久，也早就做好了应对。面对虚空中的雷劫，柳如烟再无惧色。她太渴望突破炼虚期了，这道瓶颈困扰了她数十年，此时对她来说更像是惊喜。看来和这小子双修是真能提升修为啊。柳如烟喃喃自语道，脸上闪过一缕红晕，脑海中不自觉地回想起之前和叶晨疯狂的画面，那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竟有些回味。轰！此时虚空中的云层已经凝聚，刹那间爆发出一声雷鸣，一道恐怖的紫色雷电落下。柳如烟来不及多想，急忙凝聚灵力护住全身，抵挡雷劫。只有经历过雷劫的洗礼，才能突破炼虚期。砰！第一道天雷被九宝琉璃灯化解，瞬间消散无踪。但紧接着便是第二道、第三道天雷降下，威力也变得越来越，整座山峰都在不停震动。每次落下的天雷都带着滚滚天威，压迫感极强。几道身影出现在虚空中，目光落在山峰上正在渡劫的柳如烟身上。是如烟在渡劫？一名太上长老惊呼道：“他要突破炼虚了吗？”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抹喜色。好好好，只要承受住雷劫，我们合欢宗就能再多一位炼虚期强者了。几位太上长老的心中都充满了期待，合欢宗积弱已久，一直都渴望变强。每多出一名炼虚期强者，对宗门而言意义非凡。他们的死对头天魔宗内有5名炼虚期强者坐镇，合欢宗之前也是5名炼虚期，彼此势均力敌。但是现在，只要柳如烟也踏出这一步，突破炼虚期，合欢宗就能够摆脱天魔宗的压制，扬眉吐气了。滚滚天雷引发的动静，全宗上下都能够感受得到。此时，宗门内便有许多弟子都在好奇张望着柳如烟渡劫的山峰，注视着这场雷劫。一处小院里，叶晨等人也都被轰鸣的雷声所吸引，来不及吃饭，就快步来到了庭院中。他们的目光都望向了虚空中的雷劫，心中都感到一阵恐惧。这威力巨大的天雷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那是宗主在渡劫吗？林清雪惊讶道。宗门里除了柳如烟之外，就再没有化神期的强者了。那个方向确实有可能是宗主。陆梦瑶点了点头。宗主是化神期巅峰修为，终于要冲破这道瓶颈了吗？苏念婉神色期待道。他将亲眼见证一位炼虚期强者的出现。传闻宗主困在化神期巅峰许多年了，怎么突然间引动雷劫了呢？陆梦瑶迟疑道，觉得有些突然。三女都愣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扭头看向叶晨，猛然想起叶晨似乎在柳如烟那里待了半天时间，不可能这妖巧吧？先前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多想，毕竟宗主怎么可能会和弟子双修呢？但是现在看到柳如烟即将破境，心里不免有了一丝怀疑。别人或许不清楚叶晨的双修天赋，但他们3个可是过来人，
十分清楚和叶晨双修的效果有多大。每一次双修过后，修为都能得到大幅提升。他们就是一路从筑基期突破到金丹期，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师兄，你该不会把宗主给睡了吧？陆梦瑶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此刻就当面询问道。林清雪和苏念婉都瞪大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虽然他们两个没有说话，可眼神就足以说明了一切。这迎上三女投来的目光，叶晨犹豫了一下，也不打算隐瞒，点点头承认了。是，我和宗主双修了。林清雪等人并不算外人，他们都是彼此最亲近的人，可以互相信任。三女和叶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叶晨有什么事情，他们三个也必然会遭殃，绝不会出卖叶晨。师兄，你真厉害啊，连宗主你都……林清雪等人听到这个回答，都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朝他竖起了大拇指，心里是由衷的佩服。这种事情他们想都不敢想，一个弟子居然把宗主都给睡了，要不是叶晨亲口说出来，他们三个也不会相信是真的。不过想想又都可以理解，叶晨的双修本领太逆天了，凡是想要进步的女人都会忍不住想要和他双修，躺着就能提升修为，对于任何一个修行者来说都充满了诱惑力。叶晨苦笑着交代道，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说出去。师兄放心，我们知道分寸，我会守口如瓶的，我发誓。三女立刻保证道。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不仅仅关乎柳如烟的宗主威严，同时还会暴露叶晨的双修天赋。这个秘密一旦传扬出去，会给叶晨带来无尽的麻烦，就连他们自己也会有生命危险。听到他们三个这么说，叶晨放心地点了点头。突然他体内的灵力也开始了疯狂涌动。这是……叶晨脸色微变，立刻盘膝坐了下来。他也要突破了。尽管3个月的时间里，他的修为已经突飞猛进，达到金丹巅峰，然而他和柳如烟耕耘了半天时间，除了得到丹药、符箓的奖励之外，还累积获得了数十年的修为。这股庞大的修为足以助他冲击元婴境了。从金丹到元婴，对于修行者来说是一个极难迈过的一步关卡，稍有不慎就会神魂俱灭。叶晨想起了之前和柳如烟双修时获得的一枚丹药，当即便从储物戒中给取出了那枚结阴丹。这枚丹药通体洁白，晶莹剔透，散发着浓郁的香味，蕴含着一股神魂之力。他没有任何犹豫，将这枚丹药放入口中服下，紧接着闭上双眼，运转功法引导体内的灵力冲击境界屏障。师兄，林清雪等人神色一怔，看到叶晨突如其来的举动都有些蒙圈，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叶晨这是要突破元婴了。快为师兄护法！苏念婉率先反应过来，沉声喝道。林清雪和陆梦瑶点了点头，分散开来，将叶晨护在中间。他们知道这是叶晨突破的关键时刻，不能让任何人打搅到他。一时间，庭院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远处的虚空传来的阵阵轰鸣。同样在破境的柳如烟，此刻正在遭受雷劫的洗礼。第5道天雷，柳如烟咬牙硬扛。此时的她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风采，身前的9宝琉璃灯灵光暗淡，身上披的衣服一片焦糊，嘴角挂着一丝鲜血，看起来十分狼狈。天雷的威力超乎他的预想，此时也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继续硬扛。拼了，必须要突破炼虚期，为了宗门！柳如烟发狠道，几乎是拼尽全力，爆发出一切潜能。周身的灵力在疯狂窜动，对抗着天雷的轰击。轰！第6道天雷应声落下，咔嚓！柳如烟的体内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困扰了他数十年的修为瓶颈瞬间破碎。刹那间，周遭的灵气都在疯狂涌入他的身体。柳如烟的气息不断暴涨，变得越来越强。不远处观望的宗门长老们见此情形，顿时喜出望外。成了，太好了，如烟也突破炼虚期了，我们合欢宗又能多出一位炼虚期强者了，以后用不着再惧怕天魔宗了，大不了灭了他们。几位太上长老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情绪激动不已。柳如烟的突破让衰落的合欢宗重现生机，同时也给了他们挺直腰杆面对敌人的勇气。虚空中黑压压的云层渐渐消散，不见踪影。柳如烟的气息收敛，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闪过一道金光。炼虚初期，总算是突破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许多年。此刻柳如烟的心里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叶晨，要不是因为和叶晨双修提升了修为，他也不会这么快就跨出这一步。虽然被折腾了半死，可柳如烟的心里却是很感激叶晨的，同时也很庆幸自己
做出了找叶晨双修的这个选择，要不然再继续修炼，他也还是在化神期巅峰停滞不前。他站起身来，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破碎的衣服，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件穿上，正要离开时，几位太上长老也都来到了山峰上。如烟，恭喜你踏出这一步了。大长老一脸欣慰地看着面前的柳如烟，祝贺道。他一直都很看好柳如烟的天赋，如今见她年纪轻轻便也踏入炼虚期，便对她未来的成就充满期待。如烟从踏入化神到突破炼虚期，只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当初修炼的时间还要短。另外一名太上长老开口夸赞道，突然话锋一转，如烟是有什么修行秘诀吗？几位太上长老的目光全都盯着他看，这份经验心得对以后的弟子修行也会有极大的帮助。秘诀？柳如烟神色一怔，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和叶晨双修的画面，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他总不能说是因为和叶晨双修，所以境界突破了吧？当着一众长老的面，这种话他说不出口。或许是解开了心中的一些困惑，心境顺畅了，境界也水到渠成。柳如烟随口搪塞道：“心境顺畅。”几位太上长老喃喃自语道，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对于柳如烟的这个说法，似乎也很认同。修行便是修心，有时候困住境界的不只是积累的修为，还有心灵通达。他们也不再多言，各自返回洞府。柳如烟则是回到了居住的大殿中，看着凌乱的床铺，思绪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叶晨。有个人陪在身边，似乎也挺不错的。有些东西得到过以后，就痴迷拥有的快乐，再也忘不掉了。原本习惯了一个人的柳如烟，在和叶晨双修过后，此时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寂寞。只是夜深了，叶晨又是刚离开没多久，柳如烟也不好再把他喊来，便宜这小子了。柳如烟喃喃自语道。小院里，叶晨在服下结阴丹后，丹田中便顺利凝结出了一个和他有8、9分相似的小人。此刻他引导着体内的灵力疯狂冲击境界屏障，凝结的原因使得这一切都变得水到渠成，冲破了关卡。轰！叶晨周身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元婴初期。他睁开双眼，渐渐收敛气息。师兄突破了，太好了，元婴境界！真没想到师兄会先我们一步突破元婴。守护在周围的林清雪等人看到叶晨突破的瞬间，顿时欣喜地惊呼道，悬着的心也彻底放松下来。谁也没有想到叶晨的突破会如此轻松。想当初叶晨还只是炼气期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筑基期的修为了。现如今他们3个还在金丹期，叶晨却先一步凝结元婴。此时叶晨站起身来，3女立刻凑上前来，欢喜不已，为叶晨突破元婴期感到高兴。师兄真厉害！闻言，叶晨笑了笑，抬头望向了远处山峰的方向，那里的雷劫早已消失不见。看样子柳如烟也顺利突破炼虚期了，这对于宗门以及叶晨来说都算得上是一件好事，至少他在合欢宗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了。走，先吃饭吧。叶晨搂着身旁的林清雪等人往屋子里走去。临近的一个小院中，大长老此时也察觉到了一缕破境的气息。这是元婴期？苍老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如烟突破了炼虚期，这小子突破了元婴期，真是双喜临门啊！大长老开心地笑了起来，似乎看到了合欢宗的未来欣欣向荣。但是很快，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就怔住了。这小子和如烟几乎同时突破。下午他去见过如烟，深夜才回来。他们2个该不会是……大长老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作为知情者之一，知道叶晨的双修天赋，凡是和他双修过的女弟子，修为都能得到快速提升。对于这件事情，大长老也一直都是很支持的。但是一想到柳如烟和叶晨双修，他就笑不出来了。哪有宗主和弟子乱搞的？合欢宗虽然不是名门正宗，但也不能乱了纲常啊！一旦传扬出去，宗门还不得乱套了。他原本想去找柳如烟谈谈，刚要起身又坐了回去。一想到柳如烟借此机会突破到了炼虚期，对于宗门而言是利大于弊，为了宗门的发展，大长老选择了保持沉默。这件事情他一个老头子也不好管，希望如烟和这小子都能把握分寸吧。小院里，叶晨等人吃饱喝足，顿时困意袭来。陆梦瑶和苏念婉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休息，林清雪留了下来，今晚陪伴叶晨入睡。虽然怀了身孕，但是只有3个月，还不会太明显。何况她的身材本来就好，怀孕了看起来也还是很妖娆。师兄，我想要。林清雪脸色红润的蜷缩在被子里，娇滴滴的说道。不行，要注意身体。
叶晨轻轻抚摸着林清雪的秀发，义正言辞地拒绝道：“这种时候虽然可以同房，但是用力过猛的话，对胎儿也不好。”叶晨把握着分寸，不敢乱来。师兄，可是我真的很想。林清雪咬着嘴唇，一脸羞涩地央求道。平时在被叶晨拒绝以后，林清雪就不会再提了，但是她今晚却没有放弃。这也让叶晨听出了她内心的渴望和坚持。或许是因为知道了叶晨和柳如烟的事情，勾起了林清雪心中的欲望。她冷静了3个月的时间，就有点憋不住了。这会和叶晨同睡一个被窝，内心蠢蠢欲动。师兄，眼看叶晨没有回应，林清雪还在不断恳求，声音越来越细，充满了诱惑。清雪，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叶晨从身后抱着她，笑眯眯地调侃道。他的印象里，林清雪一直都是性格内向、安安静静的清纯小姑娘，很少会特别主动地撩拨自己。她可不像陆梦瑶那么大胆，性子开放。难道是被陆梦瑶给带坏了？师兄，你坏！林清雪满脸娇羞地嗔怪道，脸色一阵红润，不好意思地将头埋进了被子里。她此刻的思绪乱糟糟的，特别是在和叶晨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就很难冷静下来，身体总是会不自觉地燥热起来，像是有一团火焰在不断燃烧。这种情绪也越来越难以自控。师兄，你最好了，求你了。林清雪转过身来，媚眼如丝地看向叶晨，恳求道，双手勾住了叶晨的脖子，身子凑得越来越近，几乎都要贴合，一缕缕香味弥漫在鼻尖，气氛愈发的暧昧。清雪，你听我说。师兄，你是不是不行了？叶晨听到这话，叶晨顿时就不乐意了。什么不行？你看不起谁呢？好，师兄今晚就教你做人。他当即改变了主意，非得狠狠教训这个小妖精不可，要不然明天小院里非得流传出他不行的消息，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说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说他不行。哪怕叶晨在柳如烟那里折腾了大半天，耗光了精力，这回的身体里也再次充满了力量。哥喽！林清雪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欢喜而又期待地笑了起来。好啊，师兄你要好好疼爱人家哦。一字一句都在刺激着叶晨的情绪，他也不矜持了，眼睛一红，当即便如饿狼般扑了上去。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瓶培元丹。相邻的房间里，就快要进入梦乡的陆梦瑶和苏念婉都不约而同地醒了过来。两人猛地睁开眼睛，朦胧的眼眸瞬间清醒。这是……师兄怎么可以这样？陆梦瑶和苏念婉的脸上都浮现出一抹红晕，以他们的经验，自然能想象出隔壁房间里正在上演什么画面。这也同样是他们心里所渴望却又被限制的事情。此时两人都还以为是叶晨忍耐不住强迫的林清雪，毕竟以他温婉害羞的性格，不可能会主动。陆梦瑶和苏念婉顿时睡不着了，脑子里全都是乱糟糟的想法，身体也愈发燥热起来。他们也忍了快3个月了，心里早就按捺不住，平时也全靠忍着，现在被亢奋的叫声一刺激，就彻底失去自制力了。这会他们都萌生了一个心思，熬到天亮就去找叶晨。长夜漫漫，亢奋的娇喘声变成了对孤独者的煎熬。陆梦瑶本来想忍到天亮，但很快就憋不住了，身体燥热的她怎么也冷静不下来，更别说睡着了。师兄这个坏人，他一定是故意的吧？陆梦瑶气呼呼地从床上起来，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外衣也不穿了，上身就挂着一件粉色内衫，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她径直走出房间，朝着隔壁屋子走去。小院里只有他们4个人，就算是光着身子行走，也不担心会被人看见。陆梦瑶来到林清雪的房门外，正要推门而入时，突然就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她猛地抬头看去，借着月色看清了披着一件青绿色睡袍的苏念婉，正蹑手蹑脚地走过来。彼此也都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抬起头，四目相对，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苏念婉的脸上闪过一抹羞红，萌生了退缩的想法。只是耳边的娇喘声越来越激烈，她的脸色更红了，不由自主地夹紧了双腿。苏姐姐，我们一起进去，不能让师兄欺负林姐姐。陆梦瑶看着面前微微有些害羞的苏念婉，义正言辞地说道。这不好吧？听到陆梦瑶这么说，苏念婉还有些犹豫，她心里会觉得不好意思。房间里，林清雪察觉到了一丝不妙。师兄，怎么感觉外面有人呢？好像是苏姐姐和梦瑶妹妹。夜晚的小院本来很安静，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听得清楚。
何况他是金丹期的修为，细微的声音也能轻易捕捉。叶晨自然也听见了，却没有在意。都是他的女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和陆梦瑶还有苏念婉又不是没有坦诚相见过，有时候比现在还疯狂呢。叮！恭喜宿主获得一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叶晨尽可能的温柔一些，多少也要顾及到林清雪的身体。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还怀着身孕，不能太过分了，更不可以像以前那样一次就折腾大半夜，那样林清雪根本吃不消。况且叶晨也很疲惫了，他前不久才和柳如烟大战了半天时间，深夜归来，这回能有精力就不错了。林清雪蜷缩着身子，闭上眼睛睡了过去，或许是欲望得到满足，她此刻睡得格外香甜。这时叶晨也隐约听到了门外的窃窃私语：苏姐姐，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别怕嘛，不是还有我吗？你甘心就这么回去了？陆梦瑶似乎在说教苏念婉，试图让她大胆一些。在陆梦瑶的怂恿下，苏念婉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火热。梦瑶妹妹，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和师兄之间也不用那么生分，何况师兄怎么可以厚此薄彼呢？陆梦瑶和苏念婉的脸上闪过一缕幽怨的表情，两人渐渐达成了一致的想法。叶晨神色一怔，脸上闪过一丝错愕。等等，他们两个想干嘛？感受着身体被掏空的疲惫，他突然有些慌了。不好！叶晨急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生生不息丸，毫不犹豫地放入口中服下。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相邻的一座庭院中，面容憔悴的大长老缓缓睁开眼睛，眉头皱得越来越深。不是，这小子疯了吗？大晚上的不睡觉，他不是才刚从柳如烟那回来吗？怎么回事？不要命了？他有点想不明白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没这么会折腾啊，这样下去身体难道不会亏空吗？大长老陷入了沉思，犹豫着要不要去劝说一下叶晨，让他节制一点，毕竟叶晨可是关乎着合欢宗的兴盛。想了想，还是放弃了。他们这些老东西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年轻一代的弟子只有快速成长起来，他才能真正放心。苏念婉等人成长得越快，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填补宗门中间力量的空缺了。希望这小子的身体能扛得住吧。为了宗门，还是要多安排几个女弟子进去小院。大长老喃喃自语道，心里渐渐有了想法。他可太想宗门兴盛了，做梦都在想。小院里天色渐亮，叶晨聆听着脑海中划过的奖励提示，咧着嘴笑出了声。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隐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他已经是元婴初期修为，哪怕一夜奋战获得了不少修为奖励，但是也很难突破境界。踏入元婴以后，破境就越来越难了。许多修行者都在元婴期停滞不前，终其一生也无法更上一层楼。何况叶晨这是黄品灵根，需要付出的努力要比那些天赋异禀的修行者多得多。不过符箓的奖励已经让叶晨欣喜不已，他又得到了1张攻击性符箓，同时还有之前使用过的隐身符。隐身以后，除非他主动出手露出破绽，化神期的修士都无法察觉到他的存在。这对叶晨来说也是好东西，要不是体力不支，叶晨都还想再多获得几张符箓，这对于他有大用处。叶家的仇他从未忘记，时刻都想着报仇。每一张符箓，每一件法器都将成为他报仇的筹码。迷迷糊糊间，叶晨闭上眼睛，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见到了叶家被满门屠戮时的血腥画面。哥哥，救我！一个青色衣服的女孩伸着手，大声哭喊道：晨儿，你快跑！浑身是血的男人咬牙说道：少主，你快走吧，这里交给我们顶着。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一道道声音出现在叶晨的脑海中，不停盘旋。他拼命挣扎，想要出手救人，却无能为力，手脚像是被困住一般。叶晨猛然从睡梦中惊醒，满头大汗。这个梦几乎成为了他的心魔。经历过这场变故，他时常都会做噩梦，每次梦到叶家人被屠戮，他心里的恨意就加深一分。以前他没有实力报仇，只能克制心中的仇恨。如今他已经突破了元婴期，报仇的念头便愈发强烈了。他已经控制不住内心的怒火。青儿，哥哥很快就会去救你的。父亲，我会替你和叶家报仇的。动不了玄天圣地，难道还动不了你们张家吗？
张淑玉，你给我等着！叶晨动了杀心，想起那个红颜祸水的女人，周身杀气四溢，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要不是他蛇蝎心肠，水性杨花，勾搭玄天圣地的少宗主，叶家也不会惨遭灭门。张淑玉背后的张家也同样参与了这场针对叶家的屠戮。叶晨冷静下来以后，转头看了看身旁早已没了林清雪等人的身影，他们都已经醒来，离开了房间。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穿戴好衣服起身，往房间外走去。与此同时，一名气质出众的女子从庭院外走了进来，身边还跟随着2名侍女。正在庭院中闲聊的林清雪等人听到脚步声，都抬头看了过去，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3个月里都没有新的女弟子踏足这个院子了。这个小院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必须要得到宗主柳如烟的允许才可以。来到这个小院的女弟子，无一例外都是柳如烟安排来伺候叶晨的。看来我们又要多一个姐妹了。陆梦瑶开口说道。林清雪和苏念婉已经在想着如何布置新房了。他们3个也不吃醋，毕竟他们原先也是这么被安排进来的，何况又是柳如烟的命令。再者说，他们3个现在都怀了身孕，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也没有办法好好伺候叶晨。有个新的女弟子过来，对叶晨和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走，去看看。林清雪开口道。3女此时也站起身来，准备去和新姐妹熟悉一下。我觉着她好像有点眼熟。苏念婉挑了挑眉，迟疑地说道，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对方的名字，就觉得很熟悉。不过能够被安排进这个小院伺候叶晨的女弟子，必然是内门弟子或是亲传弟子，觉得熟悉也很正常。3人迎了上去，目光打量着这名女弟子，不论是身材样貌都不输他们3个，身上还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气。苏念婉，没想到你会在这里。这名女弟子率先叫出了苏念婉的名字，惊讶中带着几分玩味。她看向苏念婉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轻蔑。上官嫣然。苏念婉此时也想起了对方的名字，诧异之余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似乎没有想到对方会出现在这里。虽然熟悉，但是关系并不好。她就是上官嫣然。陆梦瑶同样吃惊道，这个名字在内门弟子中可是十分出名的存在，许多弟子都对上官嫣然避之不及，唯恐招惹到她会受到打击报复。林清雪此刻也担忧地皱起了眉头。他们虽然和上官嫣然不熟悉，但是都听说过她的事迹在宗门里的名声不太好，而且也是极难相处的一个人。以后他们要是居住在一个小院子，日子就会变得很精彩了。还真是冤家路窄啊！我还以为你苏念婉多清纯的一个人呢，原来也来给人当顶炉了。上官嫣然看着面前的苏念婉，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他以前就很妒忌苏念婉的天赋，拥有地品灵根，受到宗门高层的重点栽培和疼爱，心里一直都想着超越苏念婉。现在看他似乎被当成修炼的顶炉，顿时心情大好，想要狠狠地羞辱他一顿。上官嫣然，你在得意什么？难道你不是被宗主派来伺候叶师兄的吗？苏念婉瞥了他一眼，淡淡的回对道。对方一口一个顶炉，让他觉得很不爽。他并不觉得和叶晨双修是什么难堪的事情，甚至都还引以为傲。如果不是来到小院和叶晨双修的话，他也不会从原先的筑基7巅峰一路成长为现在的金丹7巅峰。他觉得很幸运得到了这个机会。上官嫣然脸色一沉，看着苏念婉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怒火。叶晨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伺候他？我只当他是我双修的顶炉罢了，用完了随时可以丢开。以后这个院子里我上官嫣然说了算，你们3个都必须听我的。他气焰嚣张地说道，似乎已经忘记柳如烟让他来干什么的了。你敢羞辱叶师兄，要是让宗主知道了，定然会惩治你的。林清雪沉着脸说道，对上官嫣然的印象更差了。哼，宗主知道了又如何？我上官嫣然什么时候伺候过别人？我会怕他？上官嫣然丝毫没把林清雪的警告放在心上。哗啦，房间门打开，叶晨阴沉着脸走了出来。庭院里的交谈，他在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这个上官嫣然在3女面前颐指气使，嚣张跋扈，叶晨也忍无可忍了。什么玩意，竟然欺负他的女人！上一个这么干的人，尸体都已经化成灰了。滚出去！叶晨面色阴沉，盯着上官嫣然冷冷地呵斥道。上官嫣然心头一颤，吓得脸色发白，目光也看向了迎面走来的叶晨，心里有些气恼。你敢凶我？信不信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他自然不会说滚就滚，显得他怕了叶晨，那样多没面子。此时硬着头皮威胁道，在合欢宗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他。
这口气他咽不下。不信？叶晨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你再不滚的话，我杀了你！他的语气冰冷到了极点，看向上官嫣然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他连副宗主江玉燕都敢杀，何况是一个女弟子呢？现在就算对方长得漂亮，叶晨也没什么兴趣。他身边根本不缺女人，也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双修的对象。上官嫣然蛮横无理的态度彻底惹怒了叶晨，不只是欺负林清雪等人，还想对他颐指气使，这是来了一个祖宗啊！这种人留在身边也是个祸患。叶晨此刻只想他从自己眼前消失。你！上官嫣然气得火冒三丈，还想继续叫嚣，迎上叶晨杀人般的眼神后，心里顿时就怕了。他感受到了叶晨的杀意，身体如坠冰窟一般，不自觉地颤抖。平日里嚣张惯了的他，此刻在叶晨面前吃瘪，顿时恨透了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叫上官嫣然，我太爷爷是宗门的太上长老之首。你敢这样对我，我让我太爷爷杀了你！上官嫣然并没有直接离去，反而搬出自己的靠山，冲着面前的叶晨继续叫嚣道。正因为他是大长老的后人，哪怕是在宗门里横行无忌，也没人敢说什么。谁知道今天遇到叶晨，竟然丝毫不惯着他，这让上官嫣然一阵火大，想要杀人。太上长老！叶晨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么强的靠山。不过他也没有因此惧怕服软。太上长老的后代又如何？想骑到他头上拉屎？没门！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那又如何？别人惯着你，我可不惯着。叶晨冷哼一声，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此刻周身爆发出强大的威压，瞬间将面前的上官嫣然笼罩其中。你！噗呲！上官嫣然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完，张口便喷出一股鲜血。他是筑基中期修为，在元婴期的叶晨面前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叶晨释放出的威压甚至能够将他抹杀。元婴期！上官嫣然的眼中闪过一丝惊骇，似乎没有料到叶晨一个黄品灵根的弟子竟然会是元婴境界的强者。他之前也从没听说过宗门里有这么一个天骄啊！震惊之余，上官嫣然的心中更多的是愤怒。元婴期又如何？他的太爷爷可是炼虚期的大能。叶晨，你敢欺负我，你死定了！上官嫣然怒气冲冲地吼道，当即便凝聚灵力，将自己的声音无限放大。太爷救我！他大声呼喊，声音穿透小院，传出很远的距离。下一秒，一股强大的气息陡然出现，一个白白苍苍的老者出现在了庭院中。他一挥手，叶晨释放出的威压便消失不见。太爷爷，您总算来了。叶晨他欺负我，您帮我杀了他。上官嫣然看到老者，顿时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哭哭啼啼地跑了过去告状。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上官嫣然的脸上，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叶晨诧异地看着突然出现的老者，心中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上官嫣然正在原地，白嫩的脸颊迅速肿胀起来，多了一道五指印。他不敢置信地看向一向疼爱他的老者，没想到对方会动手打自己，精神一阵恍惚，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此刻甚至都忘了疼痛和哭泣。太爷爷，为什么啊？上官嫣然不理解地问道。挨打的人不应该是叶晨吗？怎么变成他了？本来心里就挺委屈的，现在还挨了打，心情就更加难受了。来人正是合欢宗太上长老之首的大长老上官天虹，在他出现之前就已经洞察了小院里发生的事情，此刻的脸色很难看，还夹杂着一丝后悔。上官天虹没有理会满脸委屈的上官嫣然，而是看向了前方的叶晨，眼神中带着一丝歉意。叶晨，这件事情是老夫考虑不周，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嫣然她从小就被宠坏了，刁蛮任性，老夫本来想给她一场机缘，谁知道她行事如此目中无人，希望你看在老夫的面子上能原谅她。你们之间的事情也就此作罢，老夫带她离开。他并未仗着太上长老的身份逼迫叶晨，反而放低了姿态。他很清楚叶晨的重要性早已不是一个宗门弟子的身份，而是合欢宗的未来。他要是走了，合欢宗就彻底没希望重回巅峰了。大长老对宗门的感情超越了个人荣辱，在他的心目中，叶晨要比上官嫣然更重要。太爷爷，你是宗门的太上长老，何须要对他一个小小的弟子这般客气？上官嫣然神色激动道：“你给我闭嘴！”大长老瞪了他一眼，苍老的面容不怒自威。上官嫣然顿时被吓住了，像只鹌鹑一样正在原地不知所措。
心里充满了畏惧。他不明白，向来疼爱他的太爷爷，今天不仅动手打了他，而且还凶他，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此刻顿感委屈。叶晨看到大长老的举动有些惊讶，但很快就从对方的话里听出了一丝不寻常。机缘，看来对方已经知道了自己身上的秘密。他送上关嫣然来小院的目的，其实包藏着私心，想要让上官嫣然在双修中提升修为。可惜上官嫣然作死，一来小院就得罪了叶晨。这个秘密只有柳如烟和林清雪等人知道，三女不可能会透露出去，那就只有柳如烟了。叶晨微微皱眉，不过想到对方是宗门的太上长老，也就释然了。他现在的一切资源都需要宗门的支持，哪怕柳如烟是宗主，暗中做这些安排也肯定会被对方察觉。知道了也好，这样叶晨以后就能真正得到整个宗门的庇护。大长老客气了，弟子不会和他计较的。叶晨看着面前的老者，恭敬地说道。上官嫣然虽然傲慢无礼，可叶晨刚才也已经教训过他了，何况大长老还出手扇了上官嫣然一巴掌，这件事情就算扯平了。他还要依靠宗门的庇护，没必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什么不计较？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上官嫣然瞬间炸了，瞪着叶晨叫嚣道：明明受伤的人是他，怎么还轮到叶晨来原谅他了？再不闭嘴，你就给老夫滚出合欢宗，以后也别回上官家。大长老脸色铁青地呵斥道。他是真生气了，怎么会有这么没脑子的子孙呢？太爷爷，上官嫣然浑身一颤，不可思议地看着大长老，吓得不敢吭声了。倘若被赶出宗门和家族的话，他将失去一切。大长老此时都懒得理他，目光看向叶晨，朝他点点头道：叶晨，你很不错，老夫一直都看好你，宗门会给予你最大的支持，在合欢宗没人能伤害到你，哪怕是玄天圣地也一样。他一语双关，眼神赞赏地看着叶晨，打心底对他充满期待。叶晨神色一正，惊讶地看向大长老，对方是怎么知道他和玄天圣地有仇的？宗门真的会为了他得罪玄天圣地吗？还是说对方知道江玉燕是他杀的了？一时间叶晨的心里充满了疑问。不等叶晨开口，大长老就领着上官嫣然转身离开了小院。大长老，叶晨看着对方远去的身影，口中喃喃自语道：对方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玄天圣地这件事，从始至终他都只对柳如烟提起过，就连他身边的林清雪等人都不知道。难道又是柳如烟告诉大长老的？不行，一定要去找柳如烟问个明白。师兄，你没事吧？林清雪等人关心地看着叶晨问道。刚才大长老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担心极了，生怕大长老会为了维护上官嫣然对叶晨出手。他们三个甚至都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哪怕不敌大长老也要保护叶晨。毕竟柳如烟让他们来到小院，不只是要伺候叶晨，还要保护好他。我没事。叶晨回头看向三女，笑着摇了摇头，一脸轻松道：你们先去休息吧，我去找宗主。听到这话，林清雪等人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得有些古怪。师兄，你的身体吃得消吗？林清雪迟疑地问道。叶晨的睡眠时间都还没有1个时辰，这回又要去找柳如烟，不要命了啊？师兄，身体要紧啊。陆梦瑶关心地劝说道。苏念婉也认同地朝着叶晨点点头。昨晚目睹柳如烟和叶晨同时突破境界以后，他们三个的心里就默认叶晨和柳如烟有一腿了，不可能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他们一定是双修了。此时叶晨说要去找柳如烟，在林清雪等人看来就是去鬼混了。叶晨迎上三女投来的暧昧目光，叶晨哭笑不得地解释道：你们想什么呢？我是去找宗主说正事的。什么注意身体？他心头一惊，暗道自己和柳如烟双修的事情被发现了。这样啊，师兄你去双忙吧，早点回来。三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着叶晨说道。叶晨苦笑一声，解释不清了。一处大殿里，柳如烟慵懒地躺在床榻上休息，浑身像是散架了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昨晚她在双修过后，又硬扛了数道雷劫，成功突破炼虚期，可也承受了淬体的疼痛。一觉醒来，这些后遗症就全都凸显出来了。这时，一名弟子走了进来，在偏殿门外就停下脚步，低着头禀报道：宗主，叶晨在殿外求见。叶晨，柳如烟神色一正，眼中闪过一丝怨念。这个小冤家怎么又来了？还想欺负人家不成？太可恶了！他娇嗔道，心里却泛起了一丝涟漪。让他进来吧。是。弟子转身离去，殿外的长廊上传来了一道沉闷的脚步声。
柳如烟侧躺在床榻上，眼神期待地看向偏殿门外，嘴上虽然在埋怨，心里却怀着别样的情愫。他和叶晨之间也早已不是宗主和弟子的关系了。见过宗主。叶晨径直走进偏殿，没有任何的拘谨，朝着床榻上的柳如烟行了一礼，目光偷瞄了一眼妖娆的身姿，心头一阵火热，真是一个人间尤物啊！现在知道我是宗主了。柳如烟冲着叶晨挑了挑眉，傲娇的冷哼一声说道：这小子昨天可一点没把他这个宗主放在眼里啊！这回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幽怨。闻言，叶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抬头看向柳如烟，无辜地摊了摊手道：宗主，这可不能怪我啊，那不是你自己要求的吗？再说了，昨天明明是你先主动勾引我的。柳如烟，叶晨，你说什么？不许说，你答应过不再提起的。柳如烟就像是被踩到尾巴一样，瞬间炸了。这话要是被人听见了，他的脸往哪放？一宗之主勾引弟子，迎上柳如烟杀人般的眼神，叶晨连忙摆摆手道：好好，我不说行了吧？心里却在暗自嘀咕，本来就是他先勾引的，当时的床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柳如烟一脸幽怨地瞪了叶晨一眼，总觉得在这小子面前，自己的宗主威严荡然无存。可恶啊，这小子该不会天生克我的吧？突然，柳如烟似乎想起了什么，神色疑惑地看向叶晨，挑着眉道：不对啊，你小子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不是刚给你安排了一个新弟子过去？你就算白天休息，也该在小院里养精蓄锐吧。在大长老的要求下，他可是一早就安排了上官嫣然去叶晨的小院伺候他。按理说叶晨这会应该很忙才对，怎么还有闲工夫来找他？难道是他比上官嫣然更诱惑吗？想到这，柳如烟的心里还有些小窃喜。宗主，我就是来和你说这件事情的。那个上官嫣然我不喜欢，应该让他滚了。叶晨看着床榻上的柳如烟坦然道，同时也把之前小院里发生的事情经过都解释了一遍，包括大长老的出现。原来是这样。柳如烟恍然地点了点头。听到叶晨说把上官嫣然赶走的时候，他还担心叶晨会因此得罪大长老。得知大长老也出面了，并且深明大义地带走上官嫣然，这才放下心来。那个上官嫣然从小就被宠坏了，确实是刁蛮任性了一些。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也别放在心上。柳如烟看着叶晨安抚道，他事先也不想让上官嫣然去小院的，对方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大小姐，哪里会伺候人？还是看在大长老的面子上才答应了这个请求，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小子来找我，该不会是想让我再补你一个吧？柳如烟似乎想到了什么，神色怪异地看着叶晨，可以吗？叶晨试探性地问道。滚！柳如烟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自己把人赶跑了，还想找他再要一个，过分了吧？叶晨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来找柳如烟的目的并非为了找补，就是随口一说，要是真能给他补一个当然好了，不行的话也无所谓，反正他现在也不缺。宗主，玄天圣地的事情。叶晨一脸正色道，你是想问大长老是如何知道你在被玄天圣地追杀的，又是如何知道你的天赋？柳如烟直接打断道。是。叶晨坦然道，柳如烟当初可是答应过他，绝不会把秘密说出去的。宗门高层一旦知道他和玄天圣地有仇的话，可能就不会愿意庇护他，甚至还有可能把他给交出去。一个弟子和一个圣地势力孰轻孰重？你的天赋是我告诉大长老的，不过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柳如烟一脸平静地承认了，他也一直想找机会和叶晨说清楚这件事，正好叶晨提起了，他便将先前玄天圣地上门威逼要人的事情说了出来。如果我不告诉大长老你有如此惊人的天赋，他绝不可能力排众议保下你。听到柳如烟的解释，叶晨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玄天圣地在3个月前就找到了合欢宗，要不是柳如烟和大长老保下他的话，可能早就被交出去了。这会可能坟头草都已经长出来了。想到这，叶晨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自己无意间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趟了。柳如烟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淡淡道，放心，宗门会护你周全的。3个月前玄天圣地派来的那个长老已经被宗门的2位太上长老出手击杀了，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待在合欢宗，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想让叶晨知道自己以及宗门庇护他的决心，这样他也能够安心的待在合欢宗，为宗门做贡献。听到柳如烟这么说，叶晨心头一惊，感到不可思议。宗门为了他
居然杀了玄天圣地的长老，这无疑是彻底豁出去了。他的心里顿时对柳如烟和大长老充满感激。多谢宗主，弟子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叶晨一脸认真地看着柳如烟，感激道：“谢就不用了，你小子以后能稍微尊敬一下我这个宗主就好了。”柳如烟撇了撇嘴说道：“我难道还不够尊敬吗？”叶晨神色一怔，无辜地摊了摊手。呵呵，柳如烟冷哼一声，白了他一眼。有哪个弟子会问宗主服不服的？还要他求饶才肯罢休？这是弟子该干的事吗？迎上柳如烟的目光，叶晨似乎也想起了自己昨天的大胆举动，心虚地看向别处。偏殿里安静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叶晨想起了另外一件要紧事，这才看向床榻上的柳如烟，一脸期待道：“宗主，我想要。”“不行，不可以，我昨晚刚渡劫，身体还没好呢。”不等叶晨把话说话，柳如烟就立刻打断道，脸颊上闪过一抹红晕。这小子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就不能让自己休息几天吗？什么身体还没好？我就是想要一本高阶武技。宗主你在说什么啊？叶晨神色怪异地看着柳如烟，眼神渐渐不对劲了。自己就想要个武技，他脸红什么啊？你特么！柳如烟愣了一下，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了，咬牙切齿地瞪了叶晨一眼。这小子故意的吧？前一刻还说尊敬自己呢，下一秒就来调戏了。可恶啊！这是真不把他当宗主了。叶晨直接无视了柳如烟幽怨的眼神，贱兮兮地搓了搓手道：“宗主，你的意思是身体好了就可以吗？”柳如烟，滚，滚出去！柳如烟咆哮道，声音回荡在整个大殿内。这小子居然缠他身子！3个时辰后，叶晨笑呵呵地从柳如烟的住处离开，手上多了一本地阶武技，以及几瓶丹药和几张符箓。地阶武技是柳如烟给他的，至于丹药和符箓，则是叶晨凭借辛苦得到的奖励。这次的报率也不低，得到的奖励都是好东西，其中就包括了高阶传送符。虽然不如攻击型的斩仙符威力巨大，但是可以在关键时刻让叶晨顺利脱身。这段时间叶晨的修为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顶得上普通修行者上百年的苦修了。只是他的境界提升上去了，并没有与之修为相匹配的武学，同境界交手的话，他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就想着找柳如烟要一本高阶武技学习，增强自己的实力，才有希望报仇。叶晨心心念念着杀回江叶城，将霸占叶家产业的张家人杀得一干二净，为死去的族人报仇。这份仇恨一直积压在他的心中，忍耐几乎到了极限，恨不得现在就杀回去。他不想再做噩梦了，再忍忍，等学会了这个武技，就让张家人血债血偿。张淑玉，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给我等着！叶晨脸色发狠道。每当想起那个浪荡的后娘，心中便涌起一股无名之火。如果不是因为他，叶家又怎么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天色已经黑了，叶晨借着月光一路走回到小院。刚走进庭院，迎面便飘来了一股饭菜的香味，似乎是听到了脚步声。林清雪等人快步从亮堂堂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师兄，你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师兄你还好吧？三女此时看向叶晨的眼神都怪怪的，带着几分玩味与暧昧。虽然叶晨离开前信誓旦旦地说是去找柳如烟谈正事，可这会天都黑了，心里自然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有什么正事要谈几个时辰呢？他们3个心里想的不是吃醋，而是佩服。师兄真厉害，居然把宗主都给拿下了。迎上三女暧昧的眼神，叶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知道被看穿了，连忙转移话题道：这么晚了，你们还没吃过晚饭吗？还没有。林清雪摇了摇头，等师兄回来一起吃。苏念婉笑着说道。闻言，叶晨的心里一阵感动，上前拉住他们的小手，往屋子里走去。外面冷，快进屋去吧，吃饭去。桌上的饭菜都还冒着热气，飘散着诱人的香味。叶晨早就饿得饥肠辘辘，当即便招呼着三女一起大快朵颐，吃得十分欢快。吃饱喝足，叶晨便来到床榻边坐下，从怀里拿出了那本地阶武技，认真地翻看起来。6道灭天指，好霸道的名字！叶晨惊叹一声，好似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叶晨再看过一遍，就将武技的口诀以及施展方式都记在了脑海中。他迫不及待地走到庭院中，运转体内灵力尝试，只是到了最后一步施展时，却没有任何动静。叶晨这才意识到，光记住法诀没用，还得会用才行，不由得苦笑一声，是自己把武技想得太过简单了。
品阶越高的武技，领悟的难度就越大。这本地阶武技已经算得上是高阶武技行列。柳如烟将武技交给他的时候，也提醒过他要潜心修炼，不能操之过急。真正掌握一项武技，可能数月，也可能要数年时间，全凭修行者的悟性了。叶晨不想等那么长时间，报仇的心思蠢蠢欲动。何况妹妹叶青儿还在玄天圣地，不知道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他迫切地想要去把妹妹叶青儿给救回来。只是以他现在的实力，别说硬闯玄天圣地了，就连偷偷潜入都可能会被圣地强者击杀。玄天圣地有不少炼虚七强者，甚至有合体七大能坐镇，可不像合欢宗这么松懈。叶晨虽然救人心切，但也清楚不能鲁莽，否则妹妹没救回来，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叶家复仇的希望就彻底熄灭了。必须要尽快学会六道灭天指才行。叶晨神情凝重地说道。与此同时，林清雪和苏念婉都起身离开，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只剩下陆梦瑶留了下来。师兄，夜深了，该睡觉了。陆梦瑶凑近叶晨的身旁，轻声提醒道，脸颊上浮现出2朵红晕，满怀期待地看着面前的叶晨。好。叶晨回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将手中的武技收入储物戒中。再急也不急这一时。叶晨牵起陆梦瑶的小手，转身走进了房间里。房门关上，蜡烛很快熄灭，屋子里陷入了一片漆黑。1个时辰后，叮！恭喜宿主获得6道灭天指初级感悟。黑暗中，叶晨猛然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因为太想变强，所以幻听武技感悟了。下一秒，叶晨清晰地感知到身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是多出了一股难以言喻的经验之谈。之前还摸不着头脑该如何施展的武技，此时突然找寻到了方向，好似死胡同突然出现了一条道路，豁然开朗。此刻他确信自己能够施展出6道灭天指这个武技，哪怕还只是初级感，至少他已经可以出招了。叶晨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顿时欣喜不已。万万没想到，系统除了会奖励修为、符箓、丹药、法宝，就连武技感悟都能得到。这意味着凡是叶晨看到过的武技，不论难度有多大，他都可以依靠这种方式来领悟，几乎就毫不费力。可能别人花了几年时间才精通的一项武技，他就只需要奋战几天几夜就能学会。这无疑是开启了叶晨新世界的大门。能白嫖的武技，还努力做什么？叶晨欣喜地看向身旁陷入熟睡中的陆梦瑶，心里逐渐有了想法。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6道灭天指终极感悟。翌日清晨，叶晨独自来到了宗门后山，这里很少会有弟子踏足。柳如烟之前要渡劫的时候，也是特地来到此处，免得雷劫误伤了宗门子弟。来到一处空地，四周静悄悄的一片。叶晨见四周无人，当下便凝聚灵力，抬手指向前方的一棵百年老树。6道灭天指，一声轻喝，周身灵力涌动，刹那间天地变色，狂风骤起，虚空中凝聚出一根金色手指，如同云中探出的仙人一指，带着睥睨的威压，骤然落下。轰！一击命中百年老树，顷刻间轰然破碎，化作齑粉。大地震动，整座山峰都在晃动，空地上烟尘四起，视野中一片模糊。叶晨怔怔地看着前方被一指荡平的空地，满脸震惊。不只是那棵百年老树，连同周围的一片草木，都在这一指下化作烟灰，空气中都仍然残留着6道灭天指的威压。这威力太强了吧！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不愧是地阶武技，果然厉害。只是终极感悟的水准就这么强了，那要是完美精通的话，得有多恐怖啊！叶晨喃喃自语道，心中充满了期待。他可太想变强了。过了许久，四周的烟尘才渐渐消散。下一秒，一道身影从远处快速掠过，眨眼间出现在空地上。柳如烟一脸吃惊地看着前方化作齑粉的树林，猛然回头看向叶晨，神色一阵错愕。你小子练成了？柳如烟的声音带着一丝丝颤抖，不可思议地问道。他感受到了6道灭天指的威压，必然是叶晨出手无疑。迎上柳如烟投来的目光，叶晨坦然地点了点头道：是，不过就学会了一些皮毛，还没有完全精通。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看向他的眼神都变了，仿佛在看一个怪物一般。宗门内领悟这本武技的人不超过5个，多数都还停留在入门水准，柳如烟就是其中之一。当初他天赋异禀，
也是花了数个月的时间才参悟这门指法，而后修炼数十年，也只是小有成就的水平。叶晨仅仅只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参悟了6道灭天指，甚至达到了和他一样的水准，这让柳如烟大为震撼。这小子也太可怕了吧！他的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莫非是天生的修炼奇才？柳如烟直勾勾地盯着叶晨，仿佛要将他完全看穿一般。宗主，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叶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迟疑地说道。呵呵。柳如烟白了他一眼，撇了撇嘴道，害羞什么？你身上有哪个地方是我没看过的？这小子可把他欺负惨了，居然还会不好意思。问他服不服的时候，可没像现在这样不好意思。叶晨神色一正，眼神立刻就变得大胆了起来，光明正大地瞄了过去。你小子往哪看呢？柳如烟脸色一红，咬牙娇嗔道，我又不是没看过。叶晨无辜地摊了摊手，小声嘀咕道，柳如烟，你说什么？柳如烟脸色通红，羞恼不已。这可不是在他呢，要是这话被人听见了，自己以后还怎么面对宗门弟子？他好歹也是宗主啊，不要面子的吗？迎上柳如烟仿佛要杀人的目光，叶晨连忙摆了摆手道，没说什么。哼。柳如烟冷哼一声，不和他计较。回头看到被一指推平的小树林，心中就对叶晨的领悟力充满了好奇。这小子的悟性这么高，要是多给他点时间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彻底悟透6道灭天指呢？这虽然是一门地阶武技，但是小有成就的威力就足以媲美天阶下品武技了。倘若修炼大成的话，或许能够达到天阶中品，甚至是天阶上品武技的威力。柳如烟一直都在参悟，可惜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精进。叶晨一夜参悟就小有成就，无疑是让柳如烟看到了希望。要是叶晨悟透了6道灭天指，就能将经验之谈分享给他了。一门媲美天阶的武技，能够极大的提升柳如烟的实力。想到这，柳如烟顿时有了想法，扭头看向叶晨，眼中满是期待道，叶晨，我想这里不太合适吧？叶晨看了看四周，神色迟疑道，什么不合适？柳如烟愣了一下，这里偏僻安静，怎么就不合适了？这好吧。眼看柳如烟坚持，叶晨只好勉为其难的点头答应了。这地方的氛围是不错，就是容易被人看到。叶晨一边说着，一边也有了动作。被人看到怎么了？柳如烟仍是一头雾水，目光瞥见叶晨，猛然瞪大了眼睛。不是，感悟武技。你小子脱衣服干什么？穿上，快点给我穿上！你这个混蛋！柳如烟脸色通红的大喊道。他差点以为叶晨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方式参悟了6道灭天指，回想起刚才的交谈，才意识到对方误会了。这个家伙又想欺负自己，那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啊！柳如烟生怕被人看见这一幕，自己的一世英名就全毁了。嗨，我还以为宗主你想开了呢。叶晨一脸失落的撇了撇嘴，把刚解开的衣服又重新穿上。你小子满脑子里都想什么呢？柳如烟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我在想参悟武技啊，难道不是吗？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谁参悟武技还脱衣服的？脱衣服才能更好的参悟啊。柳如烟翻了个白眼，对叶晨说的话半个字都不相信，认定他就是想要占自己便宜。这小子说谎都不脸红啊。叶晨无辜地摊了摊手，他也没说谎啊。他的感悟都是脱了衣服在床上获得的，这难道不算感悟吗？走，跟我回去。被叶晨这么一打岔，柳如烟也没了在小树林中感悟武技的想法，免得叶晨有什么奇怪的举动，他可能就要走火入魔了。宗主，是回你那去吗？叶晨挑眉问道，眼中闪过一丝期待。滚！柳如烟怒气冲冲道。一处大殿里，偏殿的粉色床榻上，柳如烟媚眼如丝地看着眼前的叶晨，有气无力地娇嗔道，你这个小冤家，总是欺负人家。叶晨低头看了他一眼，调笑道，刚才可是你先动的手啊，这可不能怪我。柳如烟白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几分优越，我好歹也是你的宗主啊，你就不能让我吗？不能。叶晨无情拒绝。哼哼，你个坏蛋！柳如烟气鼓鼓地说道。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6道灭天指大成感悟。叶晨神色一怔，心跳开始加速，聆听着脑海中闪过的冰冷提示。他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这真的成了？他想过以柳如烟的暴率，
才有希望获得6道灭天指的顶级感悟。只是没想过这么快就获得了。叶晨甚至都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了。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顿时开怀的大笑起来。道爷，我成了！彻底领悟了6道灭天指，叶晨自信，就算是遇上元婴巅峰修为的对手，他都能有一战之力。这个练成之后能媲美天阶武技，给了他越级战斗的底气。张书玉、张家，你们给我等着，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杀人了。叶晨之所以这么努力的提升自己，目的就是为了报仇，仇恨是他奋斗的动力。如今也终于让他看到了希望。什么？成了？柳如烟一脸好奇地看向叶晨询问道。看见叶晨激动的样子，心里也渐渐有了一丝猜想，但是还不敢肯定。他打心底觉得不太可能。迎上柳如烟询问的目光，叶晨没有隐瞒，笑着坦然道：6道灭天指我练成了，彻底领悟了。我感觉现在施展的话，威力能比之前还要强上数倍。柳如烟听到这话，柳如烟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他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这怎么可能呢？你这就练成6道灭天指了？还不到1天的时间啊！柳如烟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声音都在颤抖了。从他将6道灭天指这门武技的秘籍交到叶晨手里，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整的1天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叶晨不仅是参悟出了6道灭天指，甚至还领悟到了大成境界。这小子莫非是天才？要知道他都参悟了几十年的时间了，也没有走到这一步啊！柳如烟此时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目光渐渐变得火热起来。这小子的身上一定有什么秘密，难道说他真的有独特的参悟方法？这个方法必须要学会。叶晨，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参悟的？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柳如烟直勾勾地盯着叶晨，满脸期待地问道。是有一个办法。叶晨挑了挑眉，神色怪异地看向柳如烟。什么办法？你快说啊！柳如烟都快要急死了，伸手抓着叶晨的手臂不停摇晃。就是像刚才那样。哪样？你是说？柳如烟愣了一下，脸色刷一下就红了，抬起头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你小子耍我的是不是？柳如烟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晨说道。他怀疑叶晨变着法子想占他便宜。我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能不能参悟，就不知道了。叶晨无辜地摊了摊手，表示自己没有说谎。此时柳如烟也想起叶晨之前在后山施展6道灭天指的时候，都还只是小有成就。从小树林回来到现在，他们2个人都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叶晨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的确没有做过特别的事情。叶晨就这么参悟了6道灭天指的最高境界，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柳如烟心头一动，迟疑都看着面前的叶晨，脸色渐渐红润。便宜你小子了。他也很想参悟6道灭天指的最高境界，从而提升实力。这么一个机会摆在面前，柳如烟不想错过，反正试试也不吃亏啊。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高级分身符，注入灵力触发，幻化出10道分身，拥有宿主3成修为，依靠宿主念力控制。叮！恭喜宿主获得强身丹，服用后持续恢复宿主的精力，药效持续5个时辰。叶晨看着一闪而过的强身丹，顿时眼前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啊！效果算起来其实比生生不息丸还要好。还有高级分身符，一次性可以分化出10道分身，并且都拥有叶晨3成修为，相当于是多了10个金丹期的打手。要是叶晨的修为继续提升上去的话，那他的分身实力就能媲美元婴期了。10个元婴期的强者足以屠灭一个中等规模的世家了。不得不说，柳如烟的爆率就是高，获得的奖励都是高阶丹药服。叶晨心情一阵大好。1个时辰之后，柳如烟一脸幽怨的表情盯着叶晨，怨气十足。为什么我还是没能参悟6道灭天指的最高境界？你小子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眼神几乎要吃人。宗主，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悟性不够高呢？叶晨试探性地说道。你说什么？柳如烟脸色一沉，气恼地说道，挥舞着小粉拳就想要揍人。这小子又骗自己，他感觉自己上当了，白被这小子欺负了。别，你听我解释。叶晨连忙改口道，可能这个方法不太适合你，要不试试别的方法。柳如烟眉头微皱，狐疑地看着叶晨，警惕十足地问道，什么方法？要是叶晨还想变着法子占他便宜的话，非得剁了这小子不可。叶晨此刻在他心目中就是大尾巴狼的形象了。
我参悟了6道灭天指的最高境界，不如由我来施展。宗主你在一旁看着，或许对你的参悟有所帮助呢。叶晨一脸认真地说道。同一个武技，每个人的参悟方向以及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最终结果相似，但过程没有办法共享。叶晨学会了，但是没办法直接教会柳如烟，他说的可能和秘籍上的没什么分别，只有自己亲身参悟的感受，才能真正领悟武技的精髓。叶晨能帮他的也很有限，就是以施展武技的方式，让柳如烟通过观摩来参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渐渐放下心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个方法倒是可以试一试，只要不是让他继续现身就可以了，毕竟他的身体也吃不消了，总不能为了参悟一个武技就把自己的性命给搭进去吧。走，现在就去后山。柳如烟立刻起身说道。现在？叶晨愣了一下，宗主不先吃点东西吗？这会都已经过了中午，他从清晨到现在可是滴水未沾，还吃什么？你难道还没饱吗？柳如烟白了他一眼，气鼓鼓地说道。这倒是也饱了。叶晨挠了挠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后山先前的那片空地上。宗主，我要出手了。叶晨开口道，随后便运转灵力，意念微动，猛地抬手指向前方，沉声大喝道：“6道灭天指！”刹那间，他周身的灵力疯狂涌动，全力爆发。轰隆隆，原本晴天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一只巨大的手指破空而出，轰然落下，裹挟着滚滚威压，气势如虹，好似睥睨天下的蛟龙横空出世。轰！一指落下，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整座山峰都在摇晃，好似要被击穿一般。恐怖的威压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此刻这一指的威力足以媲美元婴巅峰的全力一击。几乎同一时间，宗门内的几处洞府中骤然飞出数道身影，人在虚空中，目光已经望向这处山峰。几位太上长老还以为是敌对势力打上宗门了，看到柳如烟和叶晨的身影以及6道灭天指的威压，似乎明白了什么，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他们没有前去打搅，以为是柳如烟在教导叶晨6道灭天指，便都悄无声息地返回各自的洞府。空地上，柳如烟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掀起了惊涛巨浪。这一指带来的压迫感极强，也带给了柳如烟许多震撼。原来是这样，一瞬间他似乎有所明悟。回过神来的刹那，他立刻盘膝坐下，进入了冥想状态。叶晨施展结束，脸色一片苍白，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样难受。他清晨施展这一招的时候，只是耗损半数的灵力，现在参悟了指法的最高境界，施展起来威力提升了数倍，灵力的消耗也变多了。叶晨在巅峰状态下，顶多只能施展2次6道灭天指，地阶功法还真是霸道啊！他嘀咕了一声，也明白只有到了化神期，才能真正驾驭这门武技。这也是为什么修为低的弟子无法学习高阶武技了，就算真的参悟了，也没有能力去施展，弄不好还有可能会被抽空灵力，遭受反噬。他回头看到正在冥想的柳如烟，也没有打扰他，同样盘膝坐了下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丹药，放入口中服下，恢复灵力。时间1分1秒过去，叶晨体内的灵力再次恢复到巅峰状态，缓缓睁开双眼时，远处的天际太阳快要落山了。他转头看向身旁的柳如烟，对方仍在冥想中。这种关键时刻，叶晨也知道不能打搅他，便在一旁默默守候。四周的树林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叫声，天空中盘旋的飞鸟等待着归巢。这里虽然是合欢宗内，后山之中也同样会有妖兽出没，虽然都是一些低阶妖兽，威胁不到柳如烟的性命，但是会打搅到他的感悟。一旦被打搅，所有的努力就可能会功亏一篑。在树林即将陷入黑暗的那一刻，柳如烟醒了过来，目光如炬。他站起身来，周身灵力涌动，6道灭天指！柳如烟沉声喝道。刹那间，天地变色，风云狂涌，一道睥睨的威压从天而降，笼罩了整座山头，仿佛被锁定了契机。山林中数不清的妖兽全都惊恐地匍匐在地，身体瑟瑟发抖，恐惧到了极点。一根灵力凝聚的手指破空而出，落了下来。轰！巨大的轰鸣声，滚滚烟尘席卷而来。这一指比叶晨先前施展的威力强大了上百倍，脚下的地面在不断震颤，原本凸显的山峰硬生生地被一指截去。咕噜！叶晨一脸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充满了羡慕。
也对实力充满渴望。这就是炼虚期的实力吗？同样的一道武技，不同境界施展出来的威力差距太大了。这一刻，叶晨也感受到了炼虚期强者的恐怖，一指就能削弱掉一座山峰。他想要去玄天圣地救人，怕是没有那么容易。遇到炼虚期的强者，可能一个照面就被秒杀了。现在的自己还是太弱了。叶晨并未因此受到打击，反而更加坚定了变强的想法。毕竟他现在的修行速度比普通修行者快了何止100倍1000倍，只要他勤劳一点，努力，还是有希望踏入炼虚期的。我也练成了。柳如烟神色欣喜道，心情无比激动，转头看向一旁的叶晨时，眼中满是感激。要不是叶晨的话，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完全参悟6道灭天指的最高境界。这一切都是叶晨的功劳。叶晨，谢谢你。柳如烟一脸真诚地看着叶晨感激道。谢就不用了，谁让你是我宗主呢？叶晨不在意地摆了摆手，还不如来点实际的呢。什么实际的？柳如烟神色一怔，瞬间反应过来，脸颊上闪过一抹羞红。这小子又想占自己便宜，可恶啊！柳如烟狠狠瞪了叶晨一眼，没好气道：你休想！夜色渐浓，叶晨关上店门，转过身径直往小院的方向走去，脚步很慢，有些发软，身体愈发虚弱了。这个小妖精要命啊！叶晨嘀咕了一句，摇头远去。尽管这次柳如烟没有再像上次那样催他离开，甚至还出声挽留，可叶晨也没有留下来。他担心自己睡了柳如烟的事情被宗门里的几位太上长老知道了，非得活批了不可。见过有哪个弟子把宗主给睡了的？他的心里也挺急的，都用不了10个月，再过不久，柳如烟的肚子可能就渐渐大起来。这该怎么解释呢？肚子不能是自己大的吧？以后宗门子弟该怎么看他？叶晨思绪万千，抬头已经回到了小院。刚走进庭院中，迎面就遇到了林清雪等人在迎接他。师兄，你回来了，一定饿了吧？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师兄快进屋吧，外面冷。师兄累坏了吧？三女快步来到叶晨身旁，看着他嘘寒问暖，一阵关心，拉着他往屋子里走去，像极了温柔贤惠的妻子等着回家的丈夫，体贴入微。叶晨心里暖洋洋的一阵感动，笑着摇摇头道：不累，虽然干的都是体力活，可一个柳如烟他还吃得消，只是让三女等了自己一天，心里还挺愧疚的。天没亮就出门去了后山市练武技，结果天黑了才回来，他也没想过自己会这么晚。本来想着找个没人的地方施个武技就回来了，谁知道遇上了柳如烟，就耽搁了一天时间。你们怎么不问我一整天都去哪了？叶晨看着他们3个，诧异地问道。他之前深夜回来的时候，他们都担心的不行，这次连问都没问，好像司空见惯了一样。闻言，林清雪看了叶晨一眼，脸色泛起红晕，声音糯糯地说道：师兄不是去找宗主了吗？你怎么知道？叶晨惊讶道。他这次出门前可没和他们3个说过自己要去哪里啊。师兄除了去找宗主鬼混，还能去哪？陆梦瑶嘟了嘟嘴，酸溜溜地说道。他不在乎叶晨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只是被冷落了一整天，难免会有小情绪。叶晨愣了一下，自己在他们3个眼里就是这样的形象了，不会以为自己每次外出都是去找柳如烟双修吧？一点正事不干，他有那么不正经吗？叶晨深吸口气，一脸认真地看着他们3个道：如果我说是去和宗主练习武技了，你们信吗？三女想也没想，就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叶晨，好，自己在他们3个眼里就这么好色吗？可恶！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段时间确实有些明目张胆了，总是在柳如烟的住处一待就是一整天。林清雪等人会这么想也很正常，可要是别的弟子或是长老也看出来了呢？他才跟柳如烟厮混了几次而已，就给林清雪等人留下每次和宗主双修的印象，再多鬼混几次的话，怕是全宗弟子都能猜到了吧？这可不行啊！叶晨咬咬牙，艰难地做出了决定，以后去找柳如烟的时候一定要速战速决，小心谨慎一些，别让人看到了。师兄你放心，我们不会妒忌的，只要师兄心里有我们就可以了。林清雪红着脸温柔地说道，似乎还怕叶晨会为此忧心，特意解释了一下。陆梦瑶和苏念婉也是深情款款地看着叶晨，认真地点点头。能够留在师兄身边伺候，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不会要求师兄克制自己的。听到他们3个这么说，叶晨心里一阵感动，上哪找这么好的女儿啊？他一下就找了3个。吃饭吧。叶晨开口道，心里暗暗记下，
不管在外面如何鬼混，回来也绝不冷落了他们3个。三女点了点头，坐了下来，开始贴心地为叶晨夹菜。忙碌了一天的叶晨，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大快朵颐，没一会就吃得一干二净。林清雪和陆梦瑶默默地起身收拾碗筷，转身往屋外走去。师兄，你吃饱了吗？苏念婉看着叶晨问道。吃饱了。叶晨点了点头，他吃的都有点撑了，毕竟饿了一天没吃东西，在后山练习武技又消耗了许多体力，刚才桌上的饭菜有一半都进了他的肚子。师兄，你真的吃饱了吗？吃。叶晨神色一怔，不明白苏念婉为什么要问2遍，回头迎上那双水盈盈的目光时，顿时就反应过来了。其实也没那么饱。叶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坏笑，他可不是厚此薄彼的人啊。吃饱喝足，叶晨再次精力旺盛，关上房门，蜡烛在摇曳中熄灭。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生生不息丸。叶晨看着手里的惊雷符，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虽然不如斩仙符那么厉害，可也算得上是高阶符箓了。普通家族倘若有1张惊雷符，都足以震慑宵小，保护家族延续数百年辉煌了。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了1枚生生不息丸，虽然不能提升修为，也不能治愈伤势，却是对叶晨极有帮助的好东西，相当于是加赛1轮的机会。考虑到苏念婉已经怀有身孕，叶晨也没有使用生生不息丸，而是点到为止。一夜好梦。天色还只是蒙蒙亮的时候，叶晨突然睁开双眼，悄无声息地坐起身来，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熟睡中的苏念婉。叶晨并没有打搅他，而是披上衣服走出了房间，轻轻关上房门。庭院里静悄悄的，黎明前是睡得最香甜的时候，多数人都还在睡梦中。要不是叶晨潜意识的想要早起，此刻可能也在熟睡中。他径直走进一个空置的房间里，关上房门后，便从储物戒中取出了1张传送符。这张传送符可以让他去记忆中的任何地点。叶晨毫不犹豫地注入灵力，触发传送符。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很久了。张淑玉，张家，我叶晨回来了。江叶城，张家府邸。这里曾经是叶家的家业，自从叶家被张家联手玄天圣地的少宗主一同出手覆灭后，这里就被张家人彻底霸占了。曾经参与过屠戮叶家的张家族人，几乎都从中分割到了许多好处，并且举家在江叶城安顿下来。张家光是蚕食叶家留下来的产业资源，就从原本一个不入流的家族，一跃跻身成为3流世家。现在出入这个偌大府邸的都是张家族人，就连家仆和侍卫也都是从原本的张家过来的。张家府邸后院一间厢房里，骤然出现了一道灵力光晕，形成了一个无底黑洞。下一秒，叶晨从中走了出来，灵力黑洞消失不见。叶晨愣了一下，打量起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屋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是他记忆中居住的房间，所以通过传送阵直接来到了这里。只是现在的房间已经大变样了，充满了粉色气息，多了许多华贵的摆件，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甜香味，似乎变成了女子的闺房。重回故地，叶晨此刻没有欣赏的心思，他的心中只有仇恨。他狼狈逃出叶家，在合欢宗日夜不停的辛勤修炼，为的就是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很久了。叶晨的周身顿时洋溢起一股杀气。你是何人？竟敢闯入小姐房里！好你个登徒子，找死！一道惊呼声打破了房间里的静谧。趴在床榻旁打瞌睡的丫鬟突然惊醒，看到站在房间里的叶晨，顿时被吓了一跳，紧接着便指着他呵斥道：这是在张家府邸，任何人都不敢在这里放肆。丫鬟底气十足，丝毫不惧怕叶晨。闻言，叶晨转过头来，只是冷冷地看了这名丫鬟一眼，抬手挥剑，一道剑光闪过，噗呲！前一刻还嚣张跋扈的丫鬟就倒在了血泊中。叶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目光就落在了床榻上被惊醒的女子身上。小环，你杀了小环！这名女子看着地上丫鬟的尸体，顿时有些发懵。一觉醒来，自己的丫鬟就这么死了。她一直都这么勇敢吗？叶晨淡淡的说道。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丫鬟，居然也敢在他面前放话威胁，谁给他的勇气？你是谁？到我房间里来做什么？我可是张家小姐，你要是碰我的话，等我爹还有姑姑他们回来，不会放过你的。张妙英一脸惊恐地看着叶晨，警告道。叶晨一步步走到床榻前，正要动手时，听到对方说的话，手中的动作一顿，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你爹还有你姑姑是谁？他对张家人并不是很熟悉，
只知道张淑玉和元婴期的张家家主，就连眼前的女子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我姑姑叫张淑玉，是金丹期的强者，我父亲是张家的家主，是元婴期的大修士。你如果现在跪下来磕头认错的话，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否则等我爹还有姑姑回来了，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张妙英还以为叶晨是害怕了，顿时就变得硬气起来，冲着叶晨叫嚣道：张淑玉，这个贱人是你的姑姑，你爹就是张家家主。好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叶晨脸色阴沉的冷笑道，他之前还担心会杀错人，现在对方自报家门，他就安心多了，杀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你什么意思？你敢骂我姑姑是贱人？你到底是谁？张妙英神色惊慌地看着站在眼前的叶晨，总觉得他似乎有些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突然一个画像在脑海中浮现，你是叶家的余孽叶晨。张妙英神情一怔，猛然想起了叶晨的身份。在叶家被满门屠戮以后，不论是张家还是玄天圣地的少宗主，都在搜寻叶晨的身影，试图斩草除根。为此，张家往外张贴了不少叶晨的画像，花重金悬赏，势必要找到他。张妙英也有些印象，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叶晨竟然还敢主动现身，这是想找死吗？没错，就是我。叶晨盯着他冷冷地说道。张淑玉和你爹去了哪里？他们何时会回来？要不是从对方口中得知仇人不在府邸的消息，叶晨早就大开杀戒了。感受到叶晨眼中的杀气，张妙英此刻被吓坏了，浑身都在瑟瑟发抖，根本不敢有任何的隐瞒。前些日子城郊外的一处大山崩塌，出现了一处洞府，我爹和姑姑带着族中强者供奉前往探索，找寻机缘和宝藏。昨日他们派人传信说今日便会满载归来，让族人不必担忧。张妙英说完，惶恐地看了叶晨一眼，试图劝说道：你最好现在离开，否则等他们回来你就走不掉了。走？叶晨不屑地冷哼一声，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谁说我要走了？我今天就是回来找你们张家报仇的，我要让你们张家血债血偿。他的声音冰冷到了极点，心中的怨恨也攀升到了顶峰。如果不是张家，他也不会家破人亡，这个仇必须报。叶晨目光一瞥，落在张妙英的身上。她也是花一样的年纪，样貌清秀可人，此时从睡梦中惊醒，身上只穿了一件薄纱的紫色内衫，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妖娆的身姿充满了诱惑。你想干嘛？似乎是察觉到了叶晨的目光，张妙英一脸警惕地问道，心里慌乱不已，连忙拽过被子遮挡在身前。想干嘛？叶晨眯了眯眼睛，顿时萌生了一丝兴趣。看你也有几分姿色啊，既然张淑玉那个贱人还没有回来，那就先从你身上先收点利息吧，就当是为死去的叶家族人教训你了。叶晨收起手中的灵剑，朝着床榻上的张妙英凑了过去。不可以，我已经许配给赵家大少了，你不能这样对我，求你了。张妙英声泪俱下的求饶道。她想要反抗，但是修为不如叶晨，完全被他压制住了。叶晨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放心吧，你死了，和赵家的婚事也就取消了，谁还会在乎你的清白呢？张妙英，他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时顿时变了脸色。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地火雷，注入灵力触发，可爆发出媲美金丹期巅峰全力一击的威力。叶晨神色一喜，还觉得有些惊讶，没有想到张妙英居然还是玄阶灵根，而且她的爆率还不低，接连出现了不少好东西，其中就包括了惊雷符、地火雷这些攻击型的法宝符。2个时辰之后，叶晨手里已经多了不少符箓和法宝，就连修为都精进了不少。此时外面的庭院也渐渐多了一些嘈杂声，是府上的张家族人都已经醒来，开始四处走动了。叶晨隐约还能听到一些交谈声。叮，是否消耗1万枚灵石提升子嗣资质概率？提升后100%的概率为玄品灵根，50%的概率为地品灵根，10%的概率为天品灵根，1%的概率为神品灵根，1/1000的概率为上古极品灵根。一道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叶晨愣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刚才一发入魂，他可不会给张家留下任何的子嗣，那不是便宜了他们。拒绝，一个不会存在的子嗣就没有浪费灵石去提升资质的必要了。叶晨，你这个混蛋，我爹爹和姑姑是不会放过你的，赵家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死定了。
张妙英蜷缩在被子里，眼神怨毒地盯着他，愤怒地咆哮道：“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就这么被欺负了，内心充满了怒火，恨不得将叶晨大卸八块。你们当初屠戮叶家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呢？这是你应有的代价。”叶晨看着他，冷冷地说道：“可惜你看不到张淑玉和你爹怎么死的了。”张妙英话音落下，叶晨抬手挥剑，毫不留情地朝着床榻上的张妙英斩去。噗呲，强大的剑气瞬间将他斩成数段尸骸，死得不能再死了。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叶晨没有一丝留恋，转身往房间外走去。刚打开房门，立刻就有10几名住在后院的张家族人以及护卫围了上来。他们都是听到动静赶过来的，看见叶晨的那一刻就都认出了他的身份，顿时警觉起来。叶晨，他就是那个叶家余孽，好大胆子，居然还敢回来！叶晨，你逃不掉了！众人盯着他呵斥道。此时有张家族人察觉到不对劲，叶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从张妙英的闺房里走出来？他们之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叶晨，你把妙英怎么样了？你是不是欺负她了？张家族人怒气冲冲地喝问道。她死了。叶晨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淡淡的说道。闻言，在场的张家族人顿时怒火中烧，杀气腾腾。叶晨，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一名张家族人愤怒地冲上前去，不自量力！叶晨不屑地撇了撇嘴，抬手便是一剑斩下。噗呲，这名只有筑基期的张家族人当场被一分为二，变成了尸体。死！在场众人都被吓得倒下一口凉气，惊恐地后退了几步，目光不可思议地看向叶晨，满脸震惊。这怎么可能？叶晨不是炼气期的修为吗？怎么变得这么强了？一名张家族人惊呼道。他们记忆中逃走的叶晨只是一个炼气期的废物，谁都没有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厉害。他一剑就杀了筑基中期的3个，至少也是金丹期的境界吧。另外一人猜测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叶晨怎么可能从炼气期一跃成为金丹期呢？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你们几个给我上！一名年长些的张家族人看向在场的护卫命令道。这些护卫也都是筑基期的修为，此刻的心里都充满了恐惧，可他们也不敢违抗命令，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叶晨，去死吧！死的是你们张家的走狗！叶晨冷哼一声，再度挥剑。对这些张家护卫没有手下留情，他们当初也都参与了针对叶家的屠戮，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噗呲，噗呲，噗呲，一道睥睨的剑气斩过，数名护卫都当场身死。余下的那些张家族人彻底慌了，一个个脸色骤变，吓得浑身发软。他真的是金丹期啊！杀筑基期都如此轻松，实力也太强了吧！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还是快逃吧！在场的张家族人都已经被吓破了胆，根本不敢与叶晨交手。如今家族强者外出未归，能打的护卫又死了一片，他们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前一刻还十分嚣张的张家族人，此刻全都慌乱的四处逃窜。想跑？你们以为逃得掉吗？叶晨手一挥，多出了一枚圆滚滚的铁球，地火雷。在注入一丝灵力后，他便毫不犹豫地朝着人多的地方丢去。那是什么东西？一名张家族人诧异道。下一秒，地火雷瞬间爆炸，轰！一声巨响，恐怖的气浪猛地爆发，炙热的火焰瞬间吞没了在场的张家族人。10多名张家族人还没跑出这个院子，就被当场炸飞出去，发出一声声的惨叫哀嚎。啊！不！噗呲！眨眼之间，这些嚣张跋扈的张家族人就全都躺在地上，变成一具具尸体了。的火雷拥有媲美金丹期全力一击的威力，对付这些只有筑基期的张家族人来说绰绰有余了。这小玩意还挺好用的啊！叶晨神色欣喜道。本来也是在欺负张妙英的时候获得的奖励，现在用在了张家族人的身上，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此时又有不少听到动静的张家族人以及护卫闻讯赶来，叶晨冷笑着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惊雷符，心里一阵期待。惊雷符的威力应该不差吧？是谁这么大胆，竟敢杀我张家族人？一名老者愤怒地咆哮道。那个人好像是叶晨。有人认出叶晨的身份，急忙喊道。叶晨回来了，他是来报仇的吗？这个混蛋居然杀了那么多张家人！三哥还有九弟，他们都被叶晨给杀了。张家族人脸色微变，目光喷火地看向叶晨，心里却有些畏惧。此刻都只敢在院门外叫嚣着，
不敢踏进小院一步。院子里满地的尸体，足以说明叶晨实力不俗。先前的轰鸣声地动山摇，空气中都还残留着烈火的气息。那些死去的护卫中，就有好几个都是筑基巅峰的修为。前来的这些张家子弟几乎都是炼气期和筑基期的修为，根本不敢贸然出手。果然是他，这个叶家余孽，他还活着呢。既然敢回来，那就受死吧。人群中最为年长的张家长辈站了出来，面色阴沉地踏入了小院中。他是金丹初期修为，此刻便想要杀了叶晨，为死去的张家子弟报仇。三伯要出手了！一名张家子弟激动地喊道。三伯的修为仅次于姑姑，此番定能斩杀叶晨。这次叶晨死定了！众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期待，想着看族中长辈将叶晨拿下，为死去的那些族人报仇。叶晨瞥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张家能打的都不在，就你一个老东西来送死吗？张家长辈脸色一沉，咬牙切齿道：杀你，老夫一人足矣。此番张家强者进出，留他坐镇张家。结果死了这么多张家子弟，要是不能亲手杀了叶晨，他没办法交代。小子，受死吧！烈火掌！他抬手一掌，朝着叶晨拍去，掌心燃起一团烈焰，威力惊人。哼，不自量力的老东西！叶晨不屑地冷哼一声，抬手便是一道惊雷符丢出，符箓化作一团飞灰的瞬间，虚空中陡然降下一道紫色惊雷。轰！雷电直击院中的张家老者。不！砰！堪比元婴期的全力一击，张家老者还没来得及反抗，当场就被惊雷炸得粉身碎骨，渣都不剩。小院里瞬间安静下来。死！院门外聚集的张家族人瞳孔一缩，脸色骤变。这是怎么回事？三伯怎么不见了？好强的雷电直接把三伯给劈死了吗？咕噜，这小子的手段有点古怪啊！众人瞬间慌了。金丹期的家族长辈都被一击秒杀，他们不过炼气期和筑基期的修为，又能掀起什么风浪？此刻脑海中的升起一个念头：逃命！叶晨这个杀神疯了，大家快跑！这些张家子弟慌不择路地开始逃跑。呵呵，你们逃得掉吗？这惊雷符的威力还不错。叶晨挑了挑眉，一挥手，掌心中又多了几张惊雷符。之前辛勤的耕耘，为的就是这一天。当下毫不吝啬，注入灵力后，便朝着院外的张家子弟丢去。轰！刹那间，一道恐怖的惊雷降下。砰！砰！砰！数名张家子弟来不及哀嚎，就被炸成齑粉。其余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尿了，有的腿软走不动，有的直接吓晕过去。叶晨一个闪身追上，手中灵剑斩出一道道剑气，接连灭杀了好几名张家子弟。有从前院闻讯赶来的张家护卫，一个照面也都死在了叶晨的剑下。越来越多的张家族人从睡梦中醒来，走出房间时就看到叶晨在大开杀戒，连衣服都来得及穿上就开始逃窜。不少女眷还穿着红肚兜就在院子里乱窜，十分抢眼。叶晨一剑斩杀一人，面无表情地嘀咕道：还是太慢了。当即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分身符，注入灵力，符箓化作一团飞灰，凭空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叶晨。这是叶晨最早获得的一张分身符，虽然只能幻化出一道分身，却拥有本体一半的修为，对付这些张家人绰绰有余了。叶晨还贴心地从储物戒里取出一柄灵品长剑递了过去，让分身也能手持长剑杀人，他不再耽搁，继续追杀张家族人。多了一道分身帮忙，杀戮的效率都提高了1倍。一旦遇到有张家族人聚集在一起时，叶晨就会随手丢出一张惊雷符，当场来一波团灭。府门外，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归来，队伍前方打扮妖艳的张淑玉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府邸上空的惊雷，脸上闪过一丝异色。这雷真奇怪，怎么单独劈我们张家的院子呢？身旁的张家家主愣了一下，脸色骤变。不好，出事了！众人此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天雷更像是某些修行者施展的手段。张家强者们立刻冲入府中，迎面就遇见了10多名神色惊慌的家眷，有男有女，个个都衣衫不整，狼狈不堪。怎么回事？穿成这样就跑出来，成何体统？家主张漠北脸色一沉，出声呵斥道：家主，救命啊！叶晨回来报仇了。那小子在后院大开杀戒，三伯他们全都死了。逃出来的家眷仿佛看到了救星，急忙冲了过来诉苦道：叶晨，他还敢回来？张淑玉脸色一冷，眸中闪过一道寒光。他是最想叶晨死的人。斩草除根，
叶晨不死他不安心，为此还说动了他的相好玄天圣地的少宗主派人去追杀叶晨。不可能，叶家的那个余孽不过炼气期的废物，怎么可能杀死老三？他可是金丹期的修为，府上的那些护卫都能杀了这小子了。张漠北一脸不相信地说道。他很清楚叶晨的实力，几个月前逃出叶家时只是炼气期的修为，别说杀死金丹期的家族长辈了，筑基期的护卫他都打不过。家主，千真万确啊，叶晨不是炼气期，他现在比金丹期都要厉害。府上的那些护卫在他面前一招都撑不住，他和砍瓜切菜似的到处乱杀，马上就要朝这边杀来了。逃出来的家眷惊魂未定地讲述道，他们都见过叶晨屠戮张家族人，如同杀神一般，无人能敌。但凡他们刚才跑得慢一点，这回可能也成一具尸体了。闻言，张漠北和张淑玉的神情都凝重了几分。这个叶晨莫非是得到了什么机缘，令他实力大增？张淑玉神色诧异道。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一个炼气期变得这么强，连金丹期都不是他的对手。妙音呢？他怎么没出来？张漠北扫视了一眼逃出来的家眷，没有自己女儿的身影，不由得紧张起来。听说那个叶晨就是从妙音那个院子杀出来的，有人听到过妙音的惨叫声，他可能已经被叶晨给杀了。其中一名张家族人解释道。什么？妙音死了？叶晨，我要杀了你！张漠北听到女儿死了，顿时愤怒地咆哮起来。家主救命啊！一群张家族人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惊恐地大叫着，身后还跟着一个手持长剑的青年。每一剑落下，都有张家族人倒在血泊中，惨叫声此起彼伏。一时间，众人的目光全都看了过去。真的是叶晨！好，这小子居然还敢回来！张淑玉眯着眼冷声说道。认出叶晨的同时，顿时动了杀心。他一个飞身上前，率先出手。叶晨，受死吧！张淑玉刚刚突破金丹巅峰，正好想拿叶晨来练练手，抬手一掌拍出。叶晨见状，立刻挥剑斩去，一抹剑光闪过，轰！凌厉掌印与剑光对轰，发出一声巨响。张淑玉连退数步才稳住身形，脸色微变，看向叶晨的眼神多了一丝震惊。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也突破到金丹巅峰了？他感到不可思议。现在的叶晨实力甚至比他更胜一筹。张淑玉，你这个贱人，勾结外人灭我叶家，今日我就让你们张家血债血偿！叶晨目光冰冷地盯着张淑玉怒骂道，下一秒便持剑上前，朝他攻去，接连斩出数道剑气。大哥，快来杀了这小子！张淑玉意识到自己不是叶晨的对手，连忙回头搬救兵。小子，休得猖狂，还我女儿命来！张漠北在得知女儿张妙英遭遇不测后，心里就对叶晨恨之入骨。此刻没有任何犹豫，出手更是雷霆一击，寂灭掌。虚空中骤然出现一道恐怖掌印落下，狠狠砸在叶晨身上。轰！一声巨响，叶晨当场化作飞灰。众人都怔住了。叶晨死了吗？张淑玉诧异道。他没想到叶晨就这么死了，连惨叫声都没有。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空气里也没有一丝血腥味。张漠北就算再强，也不至于让一个人的气息彻底消失吧。不只是他，正准备继续出手的张漠北也怔住了，微微皱了下眉头，心想自己这么强的吗？一掌把金丹巅峰给秒成渣渣了。不远处的张家族人看到这一幕，顿时松了口气。太好了，家主把叶晨杀了，这小子活该，竟然还敢回来！他杀了我们张家那么多人，就算是死10000次也不解恨。可惜尸体都没留下，否则非得将他挫骨扬灰不可。张家族人都在怒骂道，他们先前被叶晨追杀，都吓得不轻，心里恨透了叶晨。正当众人都以为叶晨死了的时候，一道身影从院门走了出来。叶晨，你怎么还活着？你刚才不是死了吗？张淑玉抬头看到来人，顿时脸色大变，声音都在颤抖。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明前一秒叶晨被张漠北一掌拍死了，结果下一秒又跟没事人似的走了出来。张淑玉甚至都以为是自己眼花了，难道是幻觉？张淑玉，你这个贱人，我没死是不是很失望啊？今天我就用你们张家的血来祭奠叶家的亡魂。叶晨冷声说道。刚才死的那个只是叶晨幻化出来的分身罢了，对他的本体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小子别太嚣张，老夫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今日必杀你！张漠北脸色铁青地说道。话音落下，
便再次出手，又是最强一击，寂灭掌。叶晨冷哼一声，6道灭天指。刹那间，天地变色，狂风骤起，虚空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一道掌印和一根金色手指，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在天地间。轰！一声惊天轰鸣，金色手指当场击碎了那只手掌，径直落下。不！张漠北瞳孔一缩，脸色骤变，心中一阵惊慌，看着落下的手指，内心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磅礴的气势令他恐惧。砰！下一秒，张漠北当场被一指碾碎，化作一团血色雾气，就连元神也被抹除。庭院里瞬间安静了下来，静得可怕。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家主死了，这怎么可能呢？叶晨居然杀了家主！咕噜，好恐怖的武技，叶晨怎么变得这么强了？完了，我们张家这次要彻底完了。张漠北一死，在场的张家人全都慌了。他是张家的最强战力，连他都被叶晨一指秒杀，剩余的人就更不是叶晨的对手了。众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绝望。张淑玉愣在当场，吓得娇躯乱颤，鼻尖弥漫着血腥味，让他感到恶心。他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叶晨，怎么也不敢相信数月前还只是炼气期的蝼蚁，现在会变得这么强，不仅超越了他，连张漠北都一击秒杀了。这小子到底得到了什么机缘？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了？张淑玉声音颤抖地问道。怎么害怕了？叶晨冷漠地看向他，挑了挑眉，一步步朝他走去，手中的灵剑闪着寒光。咕噜！张淑玉心头一颤，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叶晨，你别乱来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后娘啊！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叶晨的对手，连忙打起了感情牌，试图让叶晨饶恕他。后娘？张淑玉，你也配？你红杏出墙，勾结外人害死自己的丈夫，甚至灭了叶家满门，你这个毒妇也敢说是我的后娘？叶晨双眼喷火地盯着他怒骂道，恨不得砍下这个贱人的脑袋。看着面前的张淑玉，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养父叶浩天以及那些惨死的叶家族人。如果不是张淑玉，叶家又怎么可能会被灭门呢？逃亡在外的数个月里，叶晨都被灭门的梦魇笼罩着，他也终于等到了报仇雪恨的这一天。叶晨，我知道错了，我向你道歉。你别杀我，我可以把叶家的一切都还给你。如果你不解恨的话，我可以把自己献给你。叶晨，让我伺候你好吗？就当是给你赔罪了。张淑玉惊慌失措地求饶道，连忙跪伏在叶晨的面前，为了活命，甚至提出献出身体来取乐叶晨。他的年纪只比叶晨大了几岁，样貌美艳动人，否则也不会引来玄天圣地少宗主的觊觎。此刻他主动勾引，在叶晨面前搔首弄姿的样子十分诱惑，让人很难把持得住。张淑玉，你还真是不要脸啊！叶晨面色阴沉地看着他，眼中满是厌恶。不管张淑玉长得再如何美艳，身材再如何妖娆，在叶晨眼里都恶心到了极致。面对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叶晨提不起丝毫的兴趣。当初叶浩天真是瞎了眼，居然会看上这种女人。是我不要脸，我犯贱，我错了还不行吗？叶晨，你想打我骂我，怎么样折磨我都行，就是别杀我可以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张淑玉不在乎叶晨的厌恶，她只想活下去，为此甘愿跪地求饶，在叶晨面前卑微到了极点，饶了你，下辈子吧。叶晨冷哼一声，当场挥剑斩下。不！张淑玉心头一颤，来不及把话说完，就当场失手分离，头颅滚出一段距离停了下来，睁大了眼睛，死不瞑目。此刻无头尸体也缓缓倒在地上。死！庭院中响起一阵倒吸凉气声。不远处的叶家族人看到这一幕，险些被吓尿了。他们没想到叶晨下手这么狠辣，张淑玉都跪地求饶了，还是难逃一死。此刻心中不免惶恐，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叶晨，你杀了张淑玉，就不能杀我们了？你已经报仇了，总该可以放过我们吧？我是张家的供奉，拿钱办事而已，手上可没有沾你们叶家人的血，此事与我无关。我只是张家的旁亲，我是无辜的。这些张家族人以及供奉纷纷开始撇清关系，其中不乏金丹期的强者，只是畏惧叶晨的实力，根本没有勇气出手。元婴期的张漠北都被一击秒杀，他们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叶晨手刃张淑玉后，心中顿感痛快，数月以来的闷气全都一扫而空。他终于亲手为叶家人报仇雪恨了。
叶晨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那些张家人，眼眸中闪过一缕寒光。你们虽然没有动手，可也霸占了叶家的产业，享受了这些带血的果实。收钱办事的，你们就是帮凶。既然你们张家灭了我叶家满门，那今日我也灭你们张家满门，一个不留。他冷声喝道，手持灵剑朝着这些张家人一步步走去。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帮凶。别杀我，我不想死啊，我知道错了。叶晨，你饶了我，我给你当狗行吗？叶晨，你这样是非不分，未免也太霸道了吧。有人辩解，有人求饶，有人不忿。此刻的张家人面对死亡威胁，神态各异。霸道！叶晨停下脚步，微微挑了挑眉，冷哼一声道，今日我霸道了又如何？你们能奈我何？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在场的张家人都被吓得面无人色，浑身战栗，像是鹌鹑一样缩着脖子，惊惧万分。去死吧！叶晨手一挥，一张惊雷符飘出，下一秒，一道恐怖的雷电骤然降下，轰！砰！砰！砰！聚集在一起的张家人还没来得及惨叫，就被炸得粉碎，化作一堆堆的焦炭。整个小院再次陷入了寂静，府邸内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不论是张家族人还是护卫、仆从，全都被叶晨杀得一干二净。叶晨看着四周遍地的尸体，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长时间以来的梦魇终于在这一刻解开了，叶家满门的仇在今日雪恨了，那些惨死的叶家人都可以得到瞑目。咔嚓！叶晨的体内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或许是心境的变化，使得他的境界也随之突破了瓶颈，气息瞬间暴涨。元婴中期，叶晨的脸上闪过一丝喜色。正当他准备前去宝库搜刮财物时，余光一瞥，注意到了掉落在地上的一个储物戒，这是先前张漠北被叶晨斩杀后掉落的高阶戒指。叶晨抬手一抓，这枚储物戒便到了他的掌心中，用灵力强行破开封印。在看清储物戒里的藏品时，叶晨吃惊不已，顿时面露喜色。这里面有堆积如山的灵石，以及许多丹药、法宝。这时他才想起先前张妙英说的话，张家强者外出是去探寻一处洞府，想必这枚储物戒里的都是他们此行的收获。不过现在全部都是他的了。叶晨美滋滋地将这枚储物戒收下，同时又将张淑玉等人身上的储物戒也全部收走。他又去了一趟府邸里的宝库，这曾经是叶家的藏宝阁，里面有堆积如山的灵石、丹药、法宝、符。叶晨扫视了一圈，挥手间便也全部收入囊中。他此行回来报仇，并没有打算留下来，这些宝物放着也是便宜了别人，倒不如全部带走。忙完以后，叶晨径直走向府邸大门，抬脚迈出门槛，就像从小到大那样走出家门，等天黑了就会再回家。叶晨抬头看了一眼张府的牌匾，挥手将其击碎，回过头来，府门外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群，其中不乏城中各个家族的强者，都是来一探究竟的。叶晨没有理会这些人，目光扫过时，突然停留在一张清秀貌美的脸颊上。许家小姐，许青青。许家是江叶城的世家之一，势力与曾经的叶家相媲美，两家是世交，关系匪浅。在叶家覆灭之前，叶许两家曾定下婚约，叶家少爷叶晨将迎娶许家千金许青青。几个月前，两家都已经在筹备这场婚礼，只可惜叶家一夜之间惨遭覆灭，叶晨下落不明，生死不知，他与许青青的婚约也就此作罢。许家在江叶城虽然颇有实力，但是在玄天圣地这种庞然大物面前，不过是一个蝼蚁。就算他们有心为叶家报仇，也没有那个实力。但凡站出来为叶家鸣不平，都有可能会和叶家一样覆灭。谁也没有想到，叶晨不仅还活着，甚至还回来报仇，独自一人就屠灭了整个张家。此时府门外聚集的各方势力，在看到叶晨的瞬间，全都惊呆了。他是叶家大少爷叶晨，他居然还活着，甚至灭了张家满门。死，这怎么可能？我记得这个叶家少爷只是炼气期的修为，如今怎么成了元婴期的强者了？张家就这么被灭门了？真是不可思议。果真是叶晨回来复仇了，他难道不怕张家背后的玄天圣地吗？要是让玄天圣地的少宗主知道叶晨杀了张淑玉，那个骚娘们非得弄死叶晨不可。众人议论纷纷，惊叹不已。谁也没料到叶晨会回来报仇。许青青此时也看到了站在府门前的叶晨，心中百感交集。他们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一起玩到大的感情，又有婚约在身。在许青青心里，叶晨就是她的未婚夫，她是叶晨未过门的妻子。数月前叶家覆灭时，许青青担心叶晨的安危，
还出城四处寻找过。只是她一个女子，不过练气期的修为，就算想为叶家报仇，也是有心无力。张家背后有玄天圣地撑腰，整个江叶城的世家都不敢得罪他们，别说许晴晴，就算是整个许家也不是对手。看到叶晨还活着，许晴晴激动得热泪盈眶，数月来的担忧与思念涌上心头。她想要冲上去抱住叶晨，告诉他心里的想念，同时也想完成两人之间的婚约，以免留下遗憾。正当许晴晴要上前时，叶晨只是看了她一眼，就收回目光，随后一步踏出，身影消失在原地。他离开了。叶晨，我是许晴晴啊！许晴晴急切地冲着虚空大声喊道，想要留住叶晨，却没有任何回应。他不明白叶晨为什么没有来找自己，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以前他们两个的感情那么好，难道他是在生我的气，气许家没有为叶家报仇吗？许晴晴喃喃自语道，心中充满了不舍。好不容易才见到叶晨，结果就匆匆见过一面又离别了。下次再见，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何时，又或许两个人这辈子都不会再相遇了。不舍遗憾的情绪涌上心头，许晴晴站在原地哭成了泪人。小姐，您别太难过了，对身体不好，至少叶公子他还活着啊。身边的丫鬟连忙安慰道，不行，我要去找他，我许晴晴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未婚妻。许晴晴眼神坚定道，当即便打定主意要去寻找叶晨。江叶城外的一处山峰上，叶晨回头看着这座熟悉的城池，心中也是充满了不舍。最不舍的还是那道日思夜想的娇柔身影。他也很想念许晴晴，可他却不能相认，更不能和他有任何的牵连，否则就会害了对方，害了整个许家。叶晨屠灭张家满门报仇，杀完人他可以直接离开，玄天圣地的少宗主想要找他的麻烦也没那么容易。可是许家不一样，整个家族都生活在江叶城，一旦和叶晨牵扯上关系，被玄天圣地迁怒报复的话，整个许家就全完蛋了。为了保护许晴晴，叶晨也只能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冷漠的离开，彻底和许家划清界限。如今张家覆灭，大仇得报，叶晨对江叶城也没有任何牵挂，当下便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传送符，注入灵力后，便一步踏入了黑色漩涡中。合欢宗距离江叶城并不远，以叶晨的修为，天黑之前就能到达。只是他不想被宗门里的任何人知道他外出过，包括柳如烟也是一样。虽然宗门在倾力支持他，对他的安危也十分重视，可双方毕竟是合作关系，叶晨更像是宗门高层用来提升势力的工具人。他在得到宗门庇护的同时，也将失去原有的自由。一旦让大长老或是柳如烟知道他随意外出离开宗门，说不定就会以保护为由限制他的出行，甚至会更加严密地监视他。毕竟叶晨身上的秘密足以让无数宗门势力都为之疯狂。除此之外，玄天圣地也在派人追杀他，要是运气不好半路遇上了，那就完了。传送符虽然珍贵，但是能够让他避免许多麻烦事也是值得的。况且叶晨经过日夜奋战，手里还有好几张传送符，等回到宗门还有机会继续获得，用起来也不吝啬。在黑色漩涡消失后没多久，就有数道身影出现在叶晨先前所在的位置。奇怪，明明感应到那小子的气息就在这附近啊，怎么不见了？一名长相暴戾的中年男子皱了皱眉，沉声说道，我也感应不到他的气息了，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另外一人开口道，怎么可能，他也是元婴修为，离开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一个长得贼眉鼠眼的男子脸色难看道，可惜了，早知道出城的时候就直接动手，或许还能将他留下来，到时候交给玄天圣地的少宗主，就能换取到不少好东西。又一名修行者满脸可惜地说道，他们是江叶城中几方势力的强者，在得知叶晨屠灭张家以后，就想要联手将他拿下，交给玄天圣地处置，从而换取一些修炼资源或是法宝。他们原本与叶家关系平淡，没什么交情，眼看有利可图，就萌生了心思，结果却突然跟丢了。几人寻找无果，只能无奈作罢。合欢宗一处小院，空置的一个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道黑色漩涡，下一秒叶晨从漩涡中走了出来。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叶晨不由长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一来一去不过是几个时辰，他就已经报了叶家的血仇，了却了一桩心事。张家死绝了，下一个就轮到玄天圣地了，这笔血债我叶晨会亲自讨回来的。叶晨语气冰冷的喃喃自语道，他没有忘记妹妹叶青儿还在玄天圣地，如今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只是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没办法和玄天圣地相抗衡。青儿，等着哥哥，哥哥一定会去救你回来的。叶晨下定决心，
要尽快让自己变强，只有绝对的实力才有可能报仇雪恨，救出妹妹叶青儿。这时，门外的庭院里传来了一阵交谈声。林妹妹，你有看见师兄吗？苏念婉开口询问道。没有，师兄昨晚不是在苏姐姐的房间里吗？林清雪疑惑道。奇怪。苏念婉摇了摇头，神色诧异地解释道。一早醒来，我就没看到师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还以为师兄是去找你和梦瑶妹妹了。平日里叶晨都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甚至林清雪等人要是没叫他的话，他都可能睡到下午去。结果这次如此反常，天没亮就起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起初苏念婉还以为叶晨是偷溜去找林清雪或是陆梦瑶，想要雨露均沾，结果也不在他们那里。苏念婉不免担忧起来，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师兄会去哪了呢？他焦急地准备去寻找。苏姐姐，你别担心，师兄肯定不会有事的。有没有可能师兄是去找宗主了呢？陆梦瑶挑了挑眉，意味深长地说道。他们太了解叶晨了，如果不是在他们3个房间里的话，那肯定就是去找柳如烟鬼混了。苏念婉神色一怔，迟疑了下。找宗主？师兄还没饱吗？他陷入了沉思，叶晨这身体真能吃得消，也不怕把自己给累死啊。苏念婉松了口气，如果叶晨真是去找柳如烟的话，他反而就不担心了。房间里，叶晨听着外面3女的对话，顿时哭笑不得。自己有那么禽兽吗？睡醒就出去找别的女人？他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要不是为了报仇，他都不会起得那么早。咿呀，房门打开，叶晨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目光看向庭院里的3女，故意板着脸道：好啊，你们3个在背后说我坏话是不是？被我逮着了吧？林清雪等人循声看向叶晨，小脸一红，心里暗自庆幸刚才没说什么虎狼之词，不然被叶晨听见多不好意思啊。同时也都惊讶道：师兄，你怎么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3个都好奇地看向叶晨身后的房间，疑惑他为什么会从一个空置的房间里走出来。难道是金屋藏娇了？又来了新的女弟子？和苏念婉睡得不香吗？迎上3女疑惑的目光，叶晨摸了摸额头，随口搪塞道：我的修为正好到了瓶颈，怕打扰到念婉，就过来修炼了。他也没有完全说谎，修为的确到了瓶颈，并且得到了突破。听到叶晨这么说，林清雪等人这时才注意到叶晨修为的变化。师兄突破元婴中期了，好快的修炼速度，师兄你真是太厉害了。3女都一脸震惊道，想当初叶晨的境界还比他们低，现在都远远把他们甩在身后了。如果不是怀了身孕耽误了许多时间，他们3个的境界或许也已经踏入元婴了。此时3女的心中都充满了变强的渴望，你们只要努力，也会很快提升起来的。叶晨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们3个，笑呵呵地说道。3女脸色一红，顿时娇羞起来。他们都听懂了叶晨的言外之意，确实，只要足够主动的话，就能快速提升修为。哈，叶晨打了个哈欠，顿时有些犯困了。他昨晚本就没怎么睡觉，天没亮就醒来，使用传送符回到张家大杀四方，忙碌了一上午，这回回到小院，精神放松下来的瞬间，疲倦感席卷而来，有点困了。你们谁还想补觉的吗？叶晨看向面前的3女，冲他们挑了挑眉。师兄，我就不用了。苏念婉连忙摆了摆手，她有点吃不消。林清雪脸色泛红，迟疑地摇了摇头。师兄，我去准备些吃的。大白天她有点不好意思。叶晨的目光落在了陆梦瑶的身上。梦瑶，你呢？迎上叶晨的目光，陆梦瑶红着脸点点头道：师兄，我正好有些困了，要不再睡一会。他看到叶晨突破了元婴中期，顿时就萌生了进步的想法。他也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这样才不会落后太多，过于渺小的话，将来只会成为师兄的累赘。他想要待在叶晨身边一辈子，就必须要变得强大起来。走！叶晨和陆梦瑶对视一眼，牵着手朝着房间走去，步伐轻快，满心欢喜。林清雪和苏念婉脸色一红，连忙逃也似的快步往外走去，离开了庭院。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分身符。注入灵力触发，幻化出一道宿主分身，拥有宿主1半的修为，凭借宿主意念操控。2个时辰后，叶晨看着手中的惊雷符和分身符，欣喜不已。之前在张家杀戮时的耗损，一下子就弥补回来了不少。虽然缺了一些传送符，可叶晨也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他再努力，很快就能补充回来。陆梦瑶的报率虽然低了点，可也还是有希望，大不了就去找柳如烟。这一觉，叶晨睡到了日落黄昏时候才悠悠醒来，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空荡荡。陆梦瑶不知何时已经起床离开了，看来这丫头不是真的困，只是想要和叶晨补个觉而已。叶晨此时都还是觉得犯困，一是睡眠不足，二是精力不足。这回叶晨都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累虚脱了，哪怕是有猛男体魄，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恢复的速度都跟不上。叶晨心里琢磨着，看来要让他们几个找时间炖点药膳补补了，不然非得被吃干抹净了不可啊！别到时候他没有被玄天圣地的人给杀了，反而死在了女人的肚皮上。如今他可是大仇未报，妹妹也叶谦儿还等着他去救呢，不能再这样了，要振作起来。叶晨暗暗下定决心，一脸认真地嘀咕道。他从床榻上起来，穿好衣服便起身往外走去。此时外面也传来了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和议论声，像是在忙碌着什么。叶晨的心里闪过一丝疑惑，小院里一直都只住着他和林清雪等人，就算是有仆从进来，也都是安安静静的。这回外面怎么会这么嘈杂呢？清雪他们是在忙什么事情呢？难道是在准备晚饭？可也不会这么大的动静。叶晨有听到林清雪的声音，好奇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就在对门的房间里，有几个丫鬟在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林清雪等人正在一旁负责指挥。因为怀有身孕的缘故，他们三个都不方便亲自动手。房门上挂起了大红灯笼，窗户上贴着喜字，房间里也都是红红火火的喜庆氛围。叶晨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异色，这画面他可太熟悉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经历了3次入洞房，眼前的布置不就是洞房花烛夜吗？他都以为是自己起猛了，还在做梦呢。师兄，你醒了，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先去吃点东西填一下肚子吗？先前宗主派人送来了一位师妹，说是来伺候你的。林清雪等人看到叶晨，便都快步走了过来，同时也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他睡着的时候，柳如烟贴心地安排了一名女弟子过来伺候叶晨，作为上官嫣然离开的补偿。先前上官嫣然被安排来小院，却和叶晨等人发生了冲突，从而被叶晨当场赶走，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虽然叶晨去找柳如烟鬼混的时候提过一嘴要补偿一个女弟子，可也只是开个玩笑，没有真的非要不可。谁知道柳如烟这么会来事，这么快就真的安排了一个女弟子来伺候叶晨，效率这么高的吗？也不担心她的身体会吃不消。叶晨无奈地叹了口气，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压力，自己要是喂饱了，那柳如烟不得饿肚子。这娘们一点不担心，我先去吃点东西吧，肚子饿了。叶晨揉了揉咕咕叫的肚子，苦笑着说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啊。虽然他先前坚定的想要振作起来，但是送上门来的女弟子干嘛不要？人家还等着入洞房呢，这时候冷落了人家也不好，那不是等于不给柳如烟面子吗？传出去别人还以为他不行呢。叶晨快步走到隔壁房间，对着满桌饭菜大快朵颐。林清雪等人看着叶晨的身影一阵偷笑，哈哈哈，师兄还从来没有这么窘迫过呢。林清雪压低声音轻笑道，他昨天到现在肯定都累坏了。陆梦瑶笑眯眯地说道，眉宇间都是满足。宗主的这份好意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啊，也不知道师兄能不能顶得住。苏念婉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心里都有点担心叶晨的身体了，怕他会吃不消。放心吧，师兄一定会有办法的。林清雪似乎想起了什么，脸色泛红地说道。陆梦瑶和苏念婉神色一正，扭头看向林清雪，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试探性地开口道，师妹也见过师兄服用神奇丹药，这种脸红的事情他们三个私下里也很少会谈起。只是此刻林清雪的一句话，倒是让陆梦瑶和苏念婉都想起了某些小插曲。你们也？林清雪神色诧异地看向两人，三女相互对视，脸色都不约而同地红润起来，前一刻的担忧顿时荡然无存。房间里，叶晨正在狼吞虎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回他只想尽快填饱肚子，以免影响自己稍后的发挥。有了食物的进补，身体的空虚感也没那么强烈了。吃饱喝足的瞬间，叶晨顿时畅快地靠在椅子上，手一挥，掌心中顿时就多出了一枚散发着药香味的黑色药丸。叶晨当即服下这枚生生不息丸，心里暗自庆幸自己身上还有这个存货，不然这回可能就危险了。3秒过后，叶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精力充沛，状态全部都恢复到了最佳。果然是好东西啊，他感慨了一句，恨不得多拥有几枚，这样遇到任何情况
都能让自己瞬间振作起来。可惜这一枚生生不息丸已经是他最后的存货了。希望新来的这个女弟子别让我失望啊！要是能多报点好东西就好了，实在不行，就给我多报几枚生生不息也好，至少不亏。叶晨小声嘀咕道，心里充满了期待。相信柳如烟也不会亏待他，派来的女弟子一定很不错。他从房间里走出来，庭院里已经不见了林清雪等人的身影，他们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的房间，懂事的选择了回避。就连先前忙碌的那些丫鬟，这会也都已经离开了。庭院里静悄悄的，一片静谧。叶晨看了一眼旁边已经布置好的新房，便径直走了过去。春宵一刻值千金啊！房间里红绸帷幔，喜气洋洋，桌上的红烛摇曳的灯火映照得满面红光。一名身穿鲜红嫁衣的女子正坐在床榻上，披着红盖头，妖娆的身材在烛火的映照下格外迷人。叶晨走进房间里，目光径直落在了新娘身上，上下打量起来。3、6D的优势格外凸显，一双明晃晃的美腿更是吸睛。柳如烟还真是大气啊！叶晨忍不住感慨了一句，脸上露出激动的笑容。柳如烟没有忘记他的喜好，这份安排他很满意。虽然披着红盖头看不清对方的样貌，但是光看身材就知道是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了。合欢宗虽然不缺女弟子，但是像这种样貌身材都拔尖的美人却很少见。看得出来，柳如烟对叶晨很是照顾了。在彼此的磨合中渐渐取得了信任，柳如烟也不再吝惜和保留。这名女弟子虽然只有筑基巅峰的修为，却也和苏念婉一样拥有罕见的地品灵根，这样的资质在合欢宗年轻一代的弟子当中也属于很稀有了。叶晨一步步走近，看着近在咫尺的女弟子，率先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回师兄的话，我叫赵灵儿。”女弟子怯生生地回答道，声音很轻柔，像是一个性格内敛的清纯女孩。叶晨挑了挑眉，这种看似天真无邪的羞涩女孩，到了床上就不是那个样了，反差十足。这会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在此之前，他已经服下了一枚生生不息丸，此刻精神状态极好，又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根本忍不了。叶晨也不在乎什么规矩，直接伸手掀开了红盖头，一张美若天仙般的面容出现在眼前，清纯貌美，楚楚动人，看一眼就有心动的感觉，心跳越来越快。死！叶晨的眼中闪过一丝火热。这名女弟子的样貌、身材都完全不输林清雪等人，和柳如烟相比也是毫不逊色，只是她少了一股妩媚浪荡的气质。不过这种魅惑的气质本身也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叶晨伸手捏住她的下颚，微微往上抬起，眯着眼道：“你知道宗主让你来做什么的吗？”闻言，赵灵儿的脸颊上闪过一缕红晕，轻轻嗯了一声：“宗主让弟子前来和师兄生孩子的。”说完，这张纯真的脸颊瞬间羞红一片。赵灵儿娇羞的想要低下头，却被叶晨捏着下颚挣脱不开，脸红的都快滴出血来。叶晨忍不住轻笑一声：“柳如烟现在都这么直接的吗？就让弟子过来生孩子？好好好，这女人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当她低下头看着这张清纯动人的面容时，大脑瞬间一片空白。那就各取所需吧。叶晨何尝不想从中得到回报呢？一个地品灵根的爆率想必也不会太低，不知道赵灵儿会不会有新手光环。叶晨越来越期待了。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赵灵儿脸色一红，瞬间就明白了，娇羞地动起手来解开衣服上的丝带。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叶晨安慰，这只是刚刚开始，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好的奖励出现。他对自己有信心，拼了！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分身符，注入灵力触发，幻化出一道宿主分身，拥有宿主一半的修为，凭借宿主意念操控。又是一张普通的分身符，不过这对于叶晨来说也很不错了，好歹是一张符箓。随着他修为的不断提升，幻化出来的分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叶晨忍不住在想，要是有朝一日自己拥有成千上万个分身，到时候打上玄天圣地还不是轻而易举，甚至能够踏平玄天圣地。他想想就激动，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而更加努力。叮！恭喜宿主获得一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的火雷。3个时辰后，叶晨即将昏睡过去的时候，脑海中响起一阵冰冷的提示。叮！恭喜宿主一发入魂，是否消耗5万枚灵石，提升子嗣资质概率。提升后100%的概率为地品灵根，20%的概率为天品灵根，4%的概率为神品灵根，2%的概率为上古极品灵根。
这次依旧是一发入魂。叶晨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消耗灵石，提升子嗣资质的概率。叮，扣除5万枚灵石成功，恭喜宿主提升子嗣资质成功。在他洗劫了张家之后，储物界里的灵石堆积如山，根本不用为此发愁。5万枚灵石现在对于叶晨来说完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自然还是子嗣的资质更为重要，那可不是灵石能够比较的。此时他再也熬不住了，在提升完子嗣资质以后，手里抓着好几张符箓和丹药，昏睡了过去。他还想再努力，可惜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这些收获也让他心满意足，似乎又多了一丝打上玄天圣地的希望。这一次的梦境里，叶晨不再被叶家的血海深仇给惊醒，笼罩他的梦魇仿佛随着张家的灭门而消失不见。这一夜他睡得格外安稳。天色大亮，叶晨迷迷糊糊中醒来，伸手摸了一下身旁的床榻，没有温热的触感。他转头看了一眼，一夜好梦的赵灵儿已经不知所踪，想来是先他一步醒来了。这丫头的身体素质还挺不错的，折腾了一晚上还能起这么早。叶晨嘟囔了一声，艰难地爬起身来，穿好衣服后就径直往外走去。这回他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想要快速补充一下体力。咿呀，房间门打开，叶晨扶着墙走了出来，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抬起头就看到林清雪等人还有新来的赵灵儿都在庭院里，这回正在聊着天，彼此也都熟络了。他们几个听到动静也都看了过来，目光落在叶晨身上，眼底闪过一丝幽怨。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叶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这时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你们三个怎么眼圈这么黑？昨晚没睡好吗？他说的自然是林清雪、陆梦瑶、苏念婉三人。呵呵，那就要问师兄你了。三女一脸幽怨地盯着叶晨，怨气比正午的太阳都重。吃过午饭，叶晨看向坐在面前的林清雪等人，挑了挑眉道：你们有谁想要和我去补个觉的吗？此话一出，四女顿时红了脸，连忙摇头拒绝。师兄，我不困。林清雪不好意思在白天和叶晨补觉，怕动静太大被人听见了害羞。师兄，我也不用。陆梦瑶摆了摆手，她有点怕了。我其实也挺精神的，想要再晒回太阳。苏念婉眼神躲闪地看向别处，她几天都想要休息一下，不然真吃不消。叶晨只好看向了赵灵儿。灵儿，你呢？他开口询问道。迎上叶晨投来的目光，赵灵儿的脸色一片通红，娇羞地低下头去，闷声闷气地开口道：师兄，你就让我歇一歇吧。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赵灵儿也不想自己来到这个小院第一天就一命呜呼了。叶晨看着面前害羞拒绝自己的林清雪等人，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既然你们都不困，那我自己去睡一会，我们晚上见。叶晨意味深长地说道，惹得四女再次红了脸，娇嗔地白了叶晨一眼。叶晨独自起身离开，回到空荡荡的房间，就只有他一个人。然而叶晨并没有上床补觉的意思，反而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分身符。他现在有好几张分身符，甚至还有一张高级分身符。当即注入灵力，触发手中的分身符。下一秒，在叶晨的身旁就真切地出现了一具和他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拥有他半数的修为。这具分身活灵活现，就和叶晨本体没什么分别，但却没有他的任何气息，不容易被神识锁定。叶晨清楚自己肯定被宗门强者严密监视，虽然是保护，但也同样是提防着他离开宗门。一旦他离开这个小院，不论去哪里都会遭到严密关注，想要外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想要探查玄天圣地的位置，就只能是让分身前往，这样也比较安全。就算是遇上玄天圣地的强者，死的也只是一具分身。只要他摸清了玄天圣地的位置，有机会潜入其中找到妹妹叶青儿的话，他就有办法救人了。叶晨当下便用意念操控着这具分身，悄然爬窗户离开，避免被庭院里的林清雪等人发现，绕到小院后门出去。一路上避开了许多宗门弟子，有惊无险地从宗门后山离开。自从数月前合欢宗的2位太上长老袭击斩杀了玄天圣地的强者之后，宗门就开启了护宗大阵，防范玄天圣地的报复，出去容易进来难。如果是外宗势力靠近，就会遭到护宗大阵的攻击。只是过去数月，合欢宗都没有迎来玄天圣地的打击报复，这不免让宗门高层都感到疑惑。他们可是斩杀了玄天圣地的一位炼虚7长老，对方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这多少有些奇怪了。合欢宗高层原本都想好殊死搏斗了，实在打不过就保护叶晨和部分女弟子离开，以待东山再起。这样的情况倒是让合欢宗高层都松了一口气，安心了许多，但也没有关闭护宗大阵。
虽然每日维持护宗大阵要消耗不少灵石，但是对于宗门而言也能多一份保障。分身穿过护宗大阵的结界，一路在山林中穿梭。这时候他还不敢御空飞行，以免暴露了自己。这里距离合欢宗还是太近了，一不小心被人看见就麻烦了。分身移动的速度很快，在经过一片树林时突然停顿下来。他猛地抬头看向前方，脸上露出一抹诧异的神色。树林中5名穿着黑色宗门服饰的弟子正在朝着合欢宗的方向行进，沿途小心翼翼，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四周，十分谨慎。大师兄，前面不远就是合欢宗的阵法结界了，我们真的还要继续往前走吗？护宗大阵的结界怎么可能找得到破绽呢？这分明是让我们去送死吗？要是让合欢宗的护宗大阵锁定契机，我们就死定了。一名女弟子看向为首的男弟子，开口道，语气里带着几分紧张。为首的男弟子回头看了他一眼，笑着安慰道，小师妹别怕，只要我们不硬闯合欢宗，他们的阵法是不会随意攻击我们的。再往前走一些，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合欢宗的法阵，想办法混进去。如果能抓个合欢宗的弟子就好了，这样说不定就能伪装进入合欢宗，也省得我们去冒险，还能乐呵乐呵。一旁的几名男弟子脸上也都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合欢宗多数都是女弟子，而且长得都十分貌美，由于修炼合欢秘法的缘故，都有一股独特的魅惑气质。许多敌对的宗门势力都会掳走合欢宗弟子作为玩物。女弟子迟疑地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这时候她也没有办法独自退缩，否则无功而返就会受到宗门处罚。几人继续前进，但很快就停下了脚步，瞬间警觉起来。谁？出来！我看到你了。为首的男弟子盯着前方的丛林，一脸警惕地大喊道。其余人也都拿出各自的武器，周身灵力汇聚，随时准备出手。这时，一名青年从丛林中走了出来，神色泰然，没有一丝紧张，径直朝那5名弟子走去。你是谁？为首的男弟子大声喝问道。叶晨没有理会他，继续往前走。合欢宗的弟子，你找死！眼看对方不理会自己，距离越来越近，为首的男弟子当即出手，万魔掌。他抬手一掌朝着叶晨拍去，无数魔气涌动。砰！叶晨周身浮现一道灵力屏障，轻描淡写的将对方这看似很强的一掌给尽数挡下。你！这名男弟子神色错愕，似乎没想到对手这么强。不等他反应，叶晨就一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大师兄，放开师兄，一起上！一旁的几名弟子见状，当即便联手向叶晨攻去。见状，叶晨只是瞥了他们几个眼，另外一手拍出，砰！噗呲！噗呲！4名弟子当场口吐鲜血，倒飞出去，下一刻就没了气息。他们几个都只是筑基期的修为，叶晨随意出手便将其击杀。死！被叶晨掐住脖子的男弟子见状，吓得脸色发白，差点尿了。前辈饶命啊！他急忙求饶道，再没有了之前的嚣张。他原先看叶晨年轻，以为就是一个普通弟子，谁知道出手就秒杀了他的师弟师妹。年纪轻轻就是元婴期的修为，他觉得这必然是合欢宗的某位长老。此刻他心里都害怕极了。你是天魔宗的弟子？叶晨回头看向他，面无表情地问道。对方身上的宗门服饰明显不是合欢宗的弟子，与合欢宗敌对的势力以及对方刚才出手的招式，他的心里就有了猜测。是，我们都是天魔宗的弟子。这名男弟子点点头承认道。这回他的小命就在叶晨手里捏着，根本不敢说谎。你们来这的目的是什么？叶晨继续问道。这名男弟子犹豫了下，还是老实回答道，是王长老派我们来探路的，寻找合欢宗护宗大阵的破绽，想办法浑水摸鱼进入合欢宗破坏阵法。数月前，合欢宗毫无征兆地开启护宗大阵，很快就引来各方势力的关注，都想知道合欢宗发生了什么危机，趁机分一杯羹。叶晨皱了下眉头，察觉到不妙，合欢宗这是被盯上了啊！不等玄天圣地报复，先被别的敌对势力觊觎了。毕竟任何宗门都不会无缘无故开启护宗大阵，每日消耗的灵石不计其数，肯定是当宗门发生了巨大危机，比如宗主或者太上长老陨落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干。王长老人呢？叶晨看向他问道。这名男弟子看了一眼远处的树林，神色畏惧地说道，在后边的那片树林里。他是什么修为？炼虚期。来了多少人？300。叶晨愣了一下，神色怪异地看着他。300人就敢来强攻合欢宗？你们未免也太小瞧合欢宗了吧？哪怕他们不知道柳如烟已经突破炼虚期的消息，
至少也该知道合欢宗有几位炼虚期的太上长老坐镇吧，就派了一名炼虚期的长老带队前来。真当合欢宗的太上长老都死了吗？何况就300弟子，就算都是宗门精锐，也不可能灭掉合欢宗。合欢宗可是有数千名弟子。不是，前辈误会了，我们没有要强攻合欢宗。王长老此次亲自带队前来，只是为了探查消息以及破坏合欢宗的护宗大阵。千羽宗和灵水宗的人马还没有到齐，等他们来了才会强攻合欢宗。这名男弟子连忙解释道，此时也没有丝毫隐瞒，将天魔宗的部署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什么？天魔宗、千羽宗、灵水宗3大宗门联手一起对付合欢宗？叶晨神色惊讶道，他原以为只是遇到了天魔宗的密探，谁知道竟然发现了3大势力准备围攻合欢宗的秘密。这个计划如果是真的，合欢宗就危险了。本来合欢宗的实力就和死对头天魔宗势均力敌，现在他们又多了2个宗门强者助阵，合欢宗更加不是对手了。就算多了一个踏入炼虚期的柳如烟，也难以抗衡3大宗门力挽狂澜。合欢宗完了，他不也得跟着一起死？不行，必须要想办法保住合欢宗。他还没有睡够女弟子呢，全死了不是太可惜？柳如烟也算是他的女人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吧？叶晨脸色一沉，当下便有了主意，目光看向眼前的男弟子，沉声道：你们天魔宗的人马具体在什么位置？后方的树林范围太广，他没有办法精准出手。在那边小山包的林子有棵大树的位置，王长老还有其他弟子都在那边。这名男弟子认真地指着远处一个凸起的小山包说道，为了自己的小命，他也只能卖队友了。叶晨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位置还挺远的，但是对于御空飞行的强者而言，片刻之间就能达到。很好，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咔嚓，下一秒稍稍用力，直接捏碎了这名男弟子的脖子。他睁大了眼睛，不甘心地看着叶晨，没想到还是被杀了。扑通，叶晨将尸体丢到一边，随后就拿出一柄飞剑以及一张惊雷符。他将灵力注入飞剑中，紧接着便射向不远处的合欢宗。飞剑的速度极快，眼看就要穿进宗门领地的瞬间，空气中陡然浮现一层金色光纹，护宗大阵显现，将飞剑挡了下来。砰！刹那间，飞剑如同飞蛾扑火，当场粉碎。与此同时，合欢宗内立刻有强者腾空而起。何人敢犯我合欢宗？二长老悬于虚空中，一脸怒容。今日是他坐镇护宗大阵，结果就遇上有人袭击，顿时一肚子火气。树林中，叶晨眼看炸出了宗门长老，二话不说就将惊雷符朝着远处的小山包丢去。在灵力的加持下，惊雷符飞行的速度极快。一棵大树底下，身穿天魔宗服饰的弟子正在林中歇息，为首的一名白胡子长老正在打坐，隐约听到动静，猛然睁开眼睛，望向合欢宗的方向，脸上闪过一丝惊讶。有人攻击了合欢宗的护宗大阵，难道是刚才派出去的那几个弟子？他正疑惑间，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有危险！白胡子长老脸色微变，想要出手，又有些犹豫，担心暴露位置。眨眼间，惊雷符已经化作一缕青烟，下一秒，一道紫色惊雷从天而降。轰！可恶！他连忙出手抵挡。砰！噗呲！噗呲！尽管他消去了大部分的雷电威力，可周围还是有不少弟子被当场击中死去。白胡子老头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心里察觉到不对劲了，有人在阴他们。与此同时，远处正在探查敌人的合欢宗二长老也被这道惊雷吸引了目光，立刻发现了这伙人的踪迹。天魔宗，原来是你们！找死！二长老毫不犹豫地朝着那处小山包杀去，同时也传音给宗门内的其他几位太上长老。一时间，合欢宗内数位太上长老全都腾空而起。看似很远的距离，对于炼虚期强者而言，不过是咫尺之间。白胡子老头发现位置暴露之后，顿时就慌了，看着远处快速靠近的合欢宗二长老，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顾不上周围的那些天魔宗弟子，立刻动身逃跑。只是才腾空而起，二长老就已经到了面前。老王八，往哪里跑？吃我一刀！二长老怒喝一声，抡起手中长刀猛地劈下。轰！白胡子老头仓促应战，被一刀击落，砸在下方的树林中，扬起满地尘土。王长老，天魔宗弟子见状，全都大惊失色。谁也没有想到会被合欢宗发现，炼虚期强者释放出来的威压让他们瑟瑟发抖，瞬间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白胡子老头狼狈地从土坑中爬了出来，手一挥便夺出了一柄仙品长剑，还不等他发火，二长老就出现在他身前，刀光一闪，又是一轮猛攻。轰！白胡子老头急忙挥剑，灵光大放，下一秒他再次被击飞出去。树林中成排的树木拦腰折断，烟尘滚滚。噗呲！白胡子老头张口喷出一股鲜血，看向二长老的眼神又惊又怒，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开口，就被接连斩飞了2次，心中一阵怒火，欺人太甚。他挥起手中灵剑，猛地朝着二长老的方向斩去。落日剑诀！一声大喝，刹那间无数剑光浮现，犹如落日余晖，发出刺眼的光芒，熠熠生辉。万千飞剑射出，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二长老冷哼一声，猛然挥刀劈砍，斩出一道1丈高的刀气，刀气与飞剑相碰，轰！伴随着一声巨响，刀气与剑气全部都支离破碎，一道道凌厉余波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树林中的天魔宗弟子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当场被击飞出去，口吐鲜血。以他们的修为，哪怕是大战的余威也承受不住。可恶！白胡子老头脸色骤变，看出二长老实力不弱于他，立刻就萌生了逃跑的念头。这里毕竟是合欢宗的地盘，就只有他一个带队长老，再打下去肯定是要吃亏的。他可不想死在这里。白胡子老头突然虚晃一枪，挥剑的瞬间腾空而起，便要逃走。老王八，哪里逃？既然来了，那就留下来吧。大长老率先赶到，一脸冷笑地看着白胡子老头说道。虚空中一道黑色掌印落下。不！白胡子老头心头一颤，慌忙挥剑应对。轰！噗呲！剑光破碎，黑色掌印拍在白胡子老头的身上，将他硬生生地打落下去。人在半空中张口便是一口鲜血喷出，气息萎靡不振。在摔落在树林中时，又迎来了二长老的补刀。老王八，受死吧！敢来偷袭我合欢宗，老子送你上西天！二长老怒喝一声，手中长刀再次斩下。别！白胡子老头慌了，想要求饶，刀光已经到了身前。轰！他再次被击飞出去，就像是一个残破的棉袄，身形狼狈不堪。堂堂一个炼虚7强者，此刻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当他再次摔在地上时，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了，体内的伤势在不断吞噬他的生机，气息一点一点消散。此时他真正的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合欢宗的几位太上长老齐出，来到了白胡子老头的身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目光冰冷，说：来我们合欢宗做什么？你们天魔宗是不是有什么企图？不说的话，老子让你生不如死！脾气火爆的二长老厉声喝问道。对方一个天魔宗的长老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合欢宗附近，必然是有什么阴谋。同时也很好奇，就他一个炼虚期的长老，领着几百名弟子，是怎么有勇气偷袭合欢宗的？闻言，白胡子老头抬起头，愤怒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二长老，咬牙切齿道：你们要是杀了我，天魔宗不会放过你们的，到时候你们合欢宗就等死吧，宗门上下一个不留。听到这话，几位太上长老的脸色都沉了下来。还敢威胁我们，不自量力！二长老猛地一刀砍在白胡子老头的腿上，噗呲，半条腿瞬间被斩断下来。啊！躺在地上的白胡子老头痛苦地惨叫起来，脸色苍白了几分，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看向二长老的眼神都变了，一言不合就砍他一条腿，把他刚才的威胁都当成耳旁风了吗？你这个混蛋，有本事就杀了我，用不了多久，天魔宗就会杀了你们几个，为我报仇的。白胡子老头气愤地说道。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此刻一心只想求死，他可不想继续被折磨了。大长老脸色一沉，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眯了眯眼道：你们天魔宗有什么阴谋？说出来，给你一个痛快。听到大长老说的话，白胡子老头却仍不肯松口，冷笑着说道：上官老儿，你这是害怕了吗？哈哈哈哈！你们合欢宗上下死期到了！他猖狂地大笑着。大长老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给了二长老一个眼神，下一秒刀光闪过，仅有的一条腿也被斩飞出去。啊！白胡子老头脸上的笑容消失，只剩下痛苦的狰狞，痛失双腿，疼得他差点昏厥过去。说！大长老冷冷地开口道。白胡子虚弱地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恐惧。你这个恶魔，不得好死！
大长老渐渐失去了耐心。老二，眼看二长老就要再次挥刀，白胡子老头彻底怕了，他不想承受失去双手的痛苦，急忙开口道：我告诉你们，别动手，就差一步，长刀就要落下。白胡子老头差点被吓晕过去，看着近在咫尺的刀锋，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了。片刻之后，你是说你们天魔宗联合了千羽宗跟灵水宗，想要一同瓜分我合欢宗？此话当真？大长老满脸惊骇的神色，死死盯着眼前的白胡子老头，有些不敢置信，心中有了一丝慌乱。千羽宗和灵水宗都是南荒州的宗门势力，实力稍弱一些，但是同样有几位炼虚7强者。倘若三大宗门联手对付合欢宗的话，他们根本抵挡不住。在场的几位太上长老也都纷纷变了脸色，神情不再淡定了。这对于合欢宗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呵呵，老夫用得着骗你们吗？过不了多久，三大宗门就会踏平你们合欢宗，到时候上至宗主，下至弟子，都将成为我们天魔宗的玩物。哈哈哈哈！白胡子老头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心情十分畅快，此刻就像是忘记了疼痛一般。特别是看到几位太上长老紧张的样子，他心里就很爽。见状，二长老脸色一沉，猛地一刀落下，刀光闪烁，噗呲，一条手臂被斩飞出去。啊！白胡子老头瞳孔一睁，痛苦地惨叫起来，脸色一阵惨白，他痛得几乎要背过气去。杀了我，快点杀了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别再折磨我了。白胡子老头恳求道。此时他落入合欢宗强者的手中，知道必死无疑，不可能活着离开，只求能快点死去，不用遭受折磨。要不是被几位太上长老强行压制修为，他甚至都想过自爆的方式来同归于尽。大长老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是给了一旁的二长老一个眼神。下一秒，长刀落下，噗呲，白胡子老头的脑袋飞了出去，瞬间没了声息。从躯体中飘出来的元神也被肆虐的刀气抹杀。二长老抬手一抓，便将白胡子老头身上的储物戒给拿走了。一个炼虚7强者的储物戒，其中可是有不少好东西。走，回去找宗主，此事关乎合欢宗的存亡，不能耽搁了。大长老神情凝重地说道。在场的几位太上长老都认同地点了点头，神色多了一丝紧张。几人腾空离去，没有理会林子里那些受伤的天魔宗弟子。这些蝼蚁还不值得他们出手，自然有合欢宗的弟子前来抓捕。护宗大阵受到攻击，太上长老集体出手，同一时间宗门精锐弟子齐出。此刻合欢宗的弟子已经将整座山林围住，四处抓捕天魔宗弟子，到处都有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但天魔宗弟子很快就被控制住了。天魔宗弟子实力不弱，这些都是门内精锐，只是先前遭到炼虚7强者的战斗余威波及，都受了不轻的伤势，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此时完全毫无还手之力，一片树林中，几名天魔宗女弟子正在逃窜，身后便有合欢宗弟子在追赶。师姐，你们先走，我留下拖延时间，能走一个是一个吧。一名女弟子停下脚步，毅然决然地转身朝合欢宗弟子杀去。周师妹，为首的清秀女子担忧道，想要拉着对方一起走，却被同行的女弟子给拽走了。王师姐，快走吧，不然我们都走不了，别让周师妹白白牺牲了。听到这话，清秀女子也知道处境不妙，来不及多想，就加快了脚步。只是跑了没几步，又有合欢宗弟子围拢过来。王师姐，你快走，我们抵挡一阵。余下几名女弟子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来拖延时间，哪怕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清秀女子离开。你们一起走啊！王宇轩急切道。看着头也不回冲向合欢宗弟子的几个师妹，他的心中一阵不舍。他无奈地咬咬牙，转身继续逃跑。一旦他也被合欢宗的弟子给抓住的话，那些女弟子就都白牺牲了。王宇轩拼尽全力施展身法，在树林中快速穿梭，耳边的嘈杂声渐渐小了下来，似乎合欢宗的追兵越来越远了。他也不敢有丝毫松懈，这仍是在合欢宗的地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前方的路上，挡住了去路。那么多弟子，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护住你。看来你在天魔宗的地位不低啊。闻言，王宇轩心头一沉，脸色微变，连忙停下脚步。他保持着一段距离，警惕地打量着眼前这名青年，微微喘息道：你也是合欢宗的弟子？青年没有穿合欢宗弟子的服饰，王宇轩一时之间也辨认不出他的身份，只是看着陌生，并非是熟识，同时又是在合欢宗的地盘上，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敌人。来人正是叶晨。
在他出手惊动合欢宗的几位太上长老，又用惊雷符炸出天魔宗小队的位置之后，他就在树林中观战。眼看天魔宗的炼虚七长老被击败，叶晨便准备离开，以免被合欢宗的弟子发现。毕竟他此刻是偷跑出来的分身。结果到了半路上，就遇到了同样在逃跑的王宇轩，同时也看到了众多天魔宗弟子掩护他逃离的一幕，心中不免有了猜想：对方绝不是师姐那么简单，在天魔宗的地位一定不低，才会有那么多弟子保护他。如果不是他实力不俗的话，那就一定是身份不俗了。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轻易逃脱。要是能抓到他，对于合欢宗来说也是多了一个要挟天魔宗的手段。你逃不掉的，别跑了。叶晨看向他，淡淡的说道。闻言，王宇轩心头一沉，意识到眼前的叶晨是敌非友，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他并不打算束手就擒。作为天魔宗年轻一代的佼佼者，王宇轩便是金丹初期的修为，实力远超同龄人。他看叶晨与他年纪相仿，虽然看不透叶晨的修为，但是猜测也不会太厉害，说不定这是个筑基期的弟子罢了。合欢宗年轻一代青黄不接，少有金丹、元婴境界的弟子，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也给了王宇轩与之一战的勇气。对方就一个人，他或许能冲得出去呢。话音落下，王宇轩握紧手中长剑，一个飞身朝着叶晨攻去。碧水剑法，一声娇喝，半空中顿时凝聚出无数水花剑气，朝着叶晨射去。花里胡哨，叶晨瞥了一眼，不屑地说道，抬手便是一掌拍出，看似轻飘飘的一掌，爆发出的威力瞬间击碎了半空中的水花剑气。砰！连同王宇轩也被一掌击飞出去。咣当，手中长剑掉落。王宇轩脸色微变，气息一阵紊乱，抬头看向叶晨的眼神瞬间变了。元婴期？这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是黄品灵根，怎么会这么年轻就修炼到元婴境界了？王宇轩满脸不可思议，忍不住惊呼出声。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算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厉害。黄品灵根怎么了？谁说黄品灵根就不能修炼到元婴？井底之蛙，鼠目寸光。叶晨冷冷看着他，没好气地吐槽了几句。王宇轩听到叶晨这么说，王宇轩都懵了。他一个宗门天骄成井底之蛙了，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可恶，你到底是什么人？王宇轩目光喷火地瞪着叶晨问道，心里憋着火气。此时不远处的树林中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叶晨看了一眼被打伤的王宇轩，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转身迅速离去。你别走啊！王宇轩神色一怔，看着叶晨离开的身影，疑惑地皱起了眉头。他难道不是合欢宗的弟子？不是，他不是合欢宗的人，打我做什么？王宇轩有点懵了，抬头看向叶晨离去的方向，眼神中多了一丝幽怨。正当他想起身逃走的时候，几名合欢宗的弟子就围了上来，将他擒住。别跑，跟我们走！被剑架在脖子上，王宇轩也只好放弃反抗，老老实实的跟着合欢宗弟子离开，心里也暗暗记下了叶晨的模样，势必要找他报仇。这个可恶的家伙！叶晨已经跑出很远，以他的速度，合欢宗的弟子根本追不上，甚至都无法发现他的踪迹。此刻这具分身全凭叶晨的意念在操控，让他直奔玄天圣地而去。合欢宗一处小院，房间里，叶晨缓缓睁开双眼，眉宇间多了一抹愁容。虽然躲藏在附近山林中的天魔宗精锐小队被消灭，对方还折损了一名炼虚七长老，可合欢宗的危机仍未解除。三大宗门联手对付合欢宗，这不是当下的合欢宗能够抵挡住的。如今天魔宗损失一名炼虚七长老，他们或许不会收敛，反而会更加疯狂地报复合欢宗。对方针对合欢宗的攻势有可能会因此提前，他必须要早做打算才行了。一旦合欢宗被灭门了，他肯定得想办法跑路啊。不过在此之前，叶晨自然是希望合欢宗能够守住，这样他也能够继续得到庇护。毕竟不是每个势力的宗主都是大美女，也不是每个宗主都会让弟子调戏得逞的。要说合欢宗有什么让叶晨留恋牵挂的话，柳如烟绝对算是其中之一。怎么耳朵有点烫呢？叶晨回过神来，疑惑地嘟囔了一句：是有什么人想他了吗？来不及多想，一股疲惫感席卷而来。或许是因为用意念长时间操控分身的缘故，叶晨此刻感觉十分疲倦，当即便躺在床榻上沉沉睡去。天色渐晚，当叶晨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从睡梦中醒来时，房间里已经一片漆黑。这是什么时辰了？叶晨心头一惊，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这一睡都过去半天时间了，看来昨晚是真的操劳过度，把身体给掏空了。
不过叶晨此刻感觉精神抖擞，自己好像又可以了。咿呀！叶晨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师兄，你醒了。庭院里，林清雪回头看向他，面带笑意的开口喊道。陆梦瑶等人此时也都坐在庭院中，见到叶晨醒了，便都起身凑了过去。师兄一定饿了吧？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师兄先吃点东西吧，苏姐姐还炖了补汤呢。四女笑盈盈的来到叶晨身旁，拉着他往不远处的房间走去。一股芳香扑鼻而来，叶晨只觉得心旷神怡，心思顿时又活络了起来。他的肚子也早就饿了，在四女的伺候下，立刻大快朵颐起来。这时，庭院外进来一名弟子：“叶师兄，宗主让你过去一趟。”闻言，叶晨神色一怔，脸上闪过一丝疑惑：“宗主，这个时候让我过去干什么？”话音落下，他就迎来了林清雪等人暧昧的眼神。师兄今天都没去找过宗主，想必他也想见见师兄了吧？陆梦瑶一脸玩味地看着叶晨，调侃道。林清雪和苏念婉还有赵灵儿都脸皮薄，这回就看着叶晨痴痴地笑着，似乎都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此时天黑了，找叶晨过去，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共处一室，还能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傻，心里都有了猜测。赵灵儿虽然才刚来，但是和林清雪等人闲聊了一整天，彼此熟络了以后，也知道了叶晨和柳如烟不为人知的关系，大家都是好姐妹，也就没有瞒着她了。迎上四女投来的暧昧目光，叶晨哭笑不得地摆了摆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试图解释，此时他已经回想起先前宗门外发生的冲突，立刻就猜想到柳如烟或许是因为天魔宗的事情找他过去的。叶晨虽然这是一名弟子，但他的影响力却不小，可以说他是合欢宗的未来。这种关乎宗门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也有资格知道。师兄，你不用说了，我们都明白的。林清雪红着脸说道。师兄，注意身体，早点回来。苏念婉一脸娇羞地说道。师兄你快去吧，别让宗主等急了。赵灵儿也脸色红润地提醒道。叶晨愣了一下，抬头看向他们几个的眼神都变了。林清雪等人打去就算了，现在连赵灵儿也来调戏他了。好好，你们给我等我，看我回来怎么教训你们。叶晨恶狠狠地说道。听到这话，林清雪等人瞬间红了脸，害羞地低下头去。一处大殿里，柳如烟难得地穿着一身正装，看起来端庄肃穆，充满宗主威严。外面天色黑漆漆的一片，殿内的烛火在轻轻晃动，发出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殿堂。一缕冷风吹来，光芒一阵闪烁。下一刻，一道身影径直走进了大殿内，顺手关上了殿门。叶晨眼看大殿里就只有他和柳如烟两个人，顿时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径直往偏殿方向走去。柳如烟愣了2秒，神情疑惑道：“你上哪去呢？”叶晨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柳如烟一眼，边解开腰带说道：“你快点，时间紧，任务重，我今晚还得早点回去呢。”柳如烟，快什么？听到这话，柳如烟人都懵了，反应过来的瞬间，看向叶晨的眼神都不对劲了。你给我住手！我是找你来商量事情的，不是让你来上床的。柳如烟咬牙说道，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气得脸颊一片通红。这小子是习惯了吗？来这就双休，把自己当什么了？哦，叶晨迟疑的点了点头。什么事情？床上不能谈吗？你小子！柳如烟仿佛吃人般的眼神盯着他，脸颊闪过一抹红晕。你给我过来，不然的话。叶晨也看出了柳如烟的情绪不太对劲，此时便老老实实的走了过去。宗主，你找我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他一脸认真的开口询问道。尽管叶晨心里已经猜到是什么事情，可还是装作茫然的样子。毕竟离开宗门的是他的分身，身处小院闭门不出的他，肯定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柳如烟看着来到面前的叶晨，眉宇间闪过一丝忧愁，沉吟2秒说道：“叶晨，宗门这次有难了。”闻言，叶晨故作惊讶道：“宗主，发生了何事？”柳如烟并未隐瞒，当下便解释道：“天魔宗、千羽宗、灵水宗这3大宗门势力打算联手围攻合欢宗。倘若是单一对战的话，我合欢宗不惧任何一个；可若是他们3大宗门联手的话，合欢宗可能就抵挡不住了。”他下午就已经从几位太上长老口中得到了消息，商量了许久，最终也只有硬刚这一个办法。柳如烟为此忧心忡忡，想要保住合欢宗，便找来了叶晨商量办法。叶晨顿时恍然，目光看向面前的柳如烟，一脸正色道：“只要宗门和宗主需要，弟子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的语气十分坚定。
不过宗门真要扛不住的话，叶晨肯定就溜之大吉了，总不能真的在宗门里等死吧？他还没有活够呢。柳如烟神色一喜，脸上露出了一缕笑容，说道：“宗门确实需要你的帮忙，不过也用不着赴汤蹈火。”叶晨心头一紧，迎上柳如烟笑盈盈的目光时，顿时意识到了不对劲，这娘们肯定没憋什么好事。宗主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我们两个的关系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他们之间早就赤诚相待了，完全可以有什么说什么。听到这话，柳如烟的俏脸上闪过一抹红晕，忍不住白了叶晨一眼，嗔怪道：“怎么和本座说话呢？我好歹也是宗主啊，这小子真是一点不给他面子啊！”叶晨看着面前一脸傲娇的柳如烟，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好好好，你是宗主，你最大行了吧？”他心里暗道，放眼全宗门，也的确是柳如烟最大了，这还差不多。柳如烟满意得点了点头，这才收敛起笑容，一脸认真地看着叶晨，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郑重地说道：“为了对抗三大势力，本座和大长老商议了一番，决定从内门弟子当中挑选出100名天赋较高的女弟子，交给你来栽培。希望你不要辜负本座和大长老对你的期望，尽量在1个月内将这100名弟子都培养到金丹境界。”叶晨，我？叶晨明显愣了一下，一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柳如烟，不自信地指了指自己：“宗主，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来培养弟子？我还是个弟子啊！他又不是炼虚期的大能，更没有任何教徒的经验，让他培养弟子，未免也太高看他了吧？何况还是把100名筑基期的弟子在1个月时间内培养到金丹期，这得多高的悟性啊！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此刻都怀疑柳如烟和大长老是不是病急乱投医，急疯了才会让他这个毫无经验的弟子来培养精英弟子，也不怕他把人都带废了。柳如烟朝着叶晨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道：“当然不是开玩笑，这件事情也只有你能办到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迎上柳如烟的目光，叶晨神色一怔，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大变：“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和那100名女弟子双修？”除了这个方法之外，他也想不到任何办法了。柳如烟和大长老会选择让他来培养女弟子，肯定也是看中了他的双修天赋。没错，柳如烟笑盈盈地点了点头。为了宗门，你就努力，加把劲吧。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宗门会尽量满足你的。放心，宗门会负责每天给你补身体的。叶晨，什么啊？你把我当什么了？骡子吗？叶晨急了，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他也很想变强，但是基于循序渐进的方式，并且占据着主动权，而不是被囚禁起来疯狂采补，这样不节制的修炼很容易亏空身体，甚至是被吃干抹净。虽然现在只是安排了100个女弟子，可将来要是安排300个、500个，甚至1000个的时候，他怎么办？柳如烟似乎没想到叶晨的反应会这么大，美目流转，神色怪异地看了叶晨一眼：“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瓜啊！”这次挑选出来的女弟子，除了天赋不错之外，长相也是美若天仙，身材妖娆。他顿了顿，似乎看出了叶晨的心思，语气柔和地解释道：“这次是关于到宗门的生死存亡，本座和大长老也是无计可施，才迫不得已这么做。本座保证以后绝不会强迫你做这些事情。”柳如烟眼神坚定，对叶晨许下承诺。听到柳如烟这么说，叶晨的脸色缓和许多，知道提升弟子实力迫在眉睫，这才勉为其难地点头答应道：“既然宗主这么说，那我帮忙便是。只不过我也不能保证1个月的时间能够将100名弟子都提升到金丹期，这还要看他们每个人的天赋。1个月的时间本来就很紧迫了，再加上女弟子人数又多，平摊下来，叶晨就算1天3班倒，1个女弟子都才有机会双修一次。这对于叶晨而言也是极大的挑战。”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她似乎对叶晨很有信心。“放心，本座相信你的能力。难道你怕自己不行？”柳如烟眼神玩味地看着叶晨，挑了挑眉，更像是在故意挑逗他。叶晨听到这话，叶晨顿时就不乐意了：“说谁不行呢？太瞧不起人了吧？我当然行。”叶晨自信满满地说道：“不就是100个女弟子，谁怕谁啊？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咯。见状，柳如烟忍不住掩嘴轻笑起来，笑靥如花，风情万种。叶晨抬头看向他，眼神不由得呆住，心头涌起一团火热。想到合欢宗若是被3大势力攻破，柳如烟这样的绝色宗主下场必然会很凄惨，
弄不好就会沦为强者的玩物，他的心中便一阵不舍。合欢宗必须顶住。宗主，提升弟子实力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想要以此抗衡三大势力，还是远远不够。叶晨开口说道。柳如烟神色一怔，目光落在他身上，秀眉轻挑，好奇道：“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迎上柳如烟的目光，叶晨一脸认真道：“宗门与三大势力之间最大的差距，便是顶尖战力的不足。宗门的炼虚期强者太少，无法与三大势力联合起来的强者抗衡。弟子以为，应该抓紧时间提升宗门内的顶尖强者。宗门与宗门之间的较量，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数量最多的弟子，而是宗门的顶尖强者。这种战斗，多出几名炼虚期强者，就能够决定胜负。”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认同的点了点头，眉宇间闪过一丝忧虑，无奈的叹了口气道：“本座何尝不想呢？只是宗门内金丹、元婴境界的弟子长老人数较少，化神期更是寥寥无几。境界越高，想要突破的难度就越大。想要多一名炼虚期的强者，没那么容易。何况这时候，就算是再多一名炼虚期的强者，也无法扭转局面。柳如烟当初就是化神期巅峰修为，在一个境界困扰了许多年都无法突破，直到遇见了叶晨，才得以踏出那一步。他经历过，才知道从化神期突破到炼虚期有多难，根本不敢有这样的念头。况且三大势力联手，比合欢宗多出好几名炼虚期强者，可不是一个两个可以弥补差距的。叶晨似乎早有预料，并没有觉得意外，眼神暧昧地看向柳如烟，一脸正色道：“弟子的意思不是要提升化神期的强者为炼虚期，而是要提升炼虚期的强者踏入合体期。只有超越炼虚期的境界，比对手强上一个大境界，才能真正的扭转局面。炼虚期巅峰和合体期看似只差了一个小境界，但彼此间的实力却是天差地别。一尊合体期强者就能比拟数名炼虚期巅峰，换作炼虚期初期的对手，更是能对付十几个。合体期？”柳如烟神色一怔，惊讶道：“这怎么可能呢？合体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他抬起头，不经意间迎上叶晨暧昧的目光，突然愣住了。“你小子该不会是想……”柳如烟的脸上闪过一抹红晕。“宗主，为了宗门，弟子愿意做出牺牲。”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好似大义凛然，为宗门做贡献。柳如烟，他瞬间懂了叶晨的意思，脸色一片通红，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娇嗔道：“你给我滚！”这小子又想占他便宜，什么为了宗门，分明就是想睡他。柳如烟心里跟明镜似的，一眼就看穿了叶晨的小心思，但是他的心里也忍不住在想，如果自己真的率先突破合体期的话，就能守住合欢宗了。到时候就算三大势力联手，他也有把握能够对付。这小子提的主意倒是挺不错的，只是自己要睡多少次才能突破合体期啊？宗主明鉴，我真是为了宗门。宗主不愿意的话，就当弟子没说过，弟子告退了。叶晨故作不在意的说道，便要转身离开。等等，柳如烟急忙叫住他：“本座也没说不愿意啊，为了宗门，本座也可以做出一些牺牲。”柳如烟咬着牙，脸色羞红的说道。叶晨的脸上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一闪而过，下一秒便收敛神情，转过身来看向柳如烟，正色道：“宗主，那就进去吧，夜深了，时间可不多了。”柳如烟的脸色更红了，娇羞的白了叶晨一眼，满脸羞涩的朝偏殿走去。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偏殿，关上门，殿内的烛火一阵飘摇。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强身丹，服用后持续恢复宿主的精力，药效持续5个时辰。2个时辰后，叶晨不服输的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强身丹服下，丹药入口即化，疲惫的身体开始渐渐恢复。他之前就获得过1枚强身丹，这是第2次得到，用起来也是毫不吝啬。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波他已经是血赚了。如今为了宗门存亡，叶晨也是拼了，辛苦点也没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也要将柳如烟的修为给提升上去，同时他也在为自己破境做准备。毕竟他除了得到丹药、符箓、法宝之外，获得更多的还是最直接的修为奖励。虽然他才刚突破到元婴中期修为，但是隐约又感觉到了突破的迹象。叶晨，你做什么？柳如烟神色惊讶道。宗主，你放心，我会让你尽快突破的。叶晨自信满满的说道。柳如烟，他的脸上闪过一抹红晕，预感到一丝不妙。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
恭喜宿主获得一瓶培元丹。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高阶剑灵符，注入灵力触发，释放出剑灵一击，万剑归宗，威力媲美合体期巅峰全力一击。下一秒，叶晨懵了，他聆听着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冰冷提示，怔怔出神，自己不会听错了吧？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紧张，出现了幻觉。直到他感受到储物戒中多出来的那张高阶剑灵符，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听错，这是真的。剑灵符媲美合体七强者的最强一击，叶晨顿时兴奋起来，忍不住大笑出声。哈哈哈哈！有了这张剑灵符，什么炼虚七强者，他都有把握能够将其一击秒杀了。这可比他心心念念的斩仙符还要厉害。叶晨高兴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获得这样一张攻击性符箓，简直太幸运了。还得湿的柳如烟啊，爆率就是高。换作是林清雪等人的话，根本得不到这种高阶符箓，斩仙符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这无疑也更加坚定了叶晨守护合欢宗的想法。守住合欢宗，就等于是守住了柳如烟，这样他以后还能继续获得高爆率的奖励。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实力，离开合欢宗的话，是几乎不可能睡到天品灵根的女子。不只是合欢宗需要他，叶晨也同样需要合欢宗。现在两者就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关乎合欢宗的生死存亡，叶晨也会拼尽全力。天色渐亮，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殿中的地面上，飘忽了一整晚的烛火在天亮时分就熄灭了。床榻上，叶晨疲惫的眼皮都睁不开了。本来想趁着天黑离开的他，最后选择了留下来。这时候回到小院也已经无济于事，在强身丹的效果渐渐消散之后，叶晨索性闭上眼睛睡了过去。他实在太累了。耳边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叶晨在昏睡中隐约听见，也没有去理会，沉浸在梦中不愿醒来。柳如烟穿好衣服起身离开，回头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叶晨，面色娇羞的嗔怪道：坏蛋，现在知道累了。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偏殿。身为宗主，接下来他有许多事情要忙。在三大势力联手来攻打合欢宗之前，他们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合欢宗也并非没有关系要好的宗门势力，只是要面对的是三大势力，再好的关系也要考虑到利益，只有足够多的利益才有可能请来帮手。直到下午，叶晨才从睡梦中醒来，身体仍然觉得很疲惫，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他抬头看向四周，偏殿里早已没有柳如烟的身影，显然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小妖精差点要了这条老命了。叶晨摇了摇头，小声嘀咕了一句。想到接下来的1个月将迎来一场恶战，他就感觉腰子有点疼。不行，得先回去炖点汤药补补身子。他起身穿戴好衣服，匆忙离开了大殿。外面安安静静，没有看到一个弟子的身影，似乎都提前被柳如烟安排离开了。还好没有被人发现自己在柳如烟这里留宿过夜，叶晨心里长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快步离去小院里。叶晨一路上都在想着要如何面对林清雪等人，虽然他们几个都不会吃醋，也早就知道他和柳如烟的关系，只是他昨天临走前还答应过他们要回来疼惜一番，结果失约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等到很晚才睡，又是否会伤心难过呢？思索间，叶晨已经踏入了庭院中。清雪，叶晨刚准备呼唤林清雪等人，抬头一眼，突然间就怔住了。此时庭院的一处墙面豁出了一个大口子，与相邻的院子连成一片，来来往往有不少杂役弟子正在忙碌着修缮。他的心里闪过一丝疑惑，自己就一晚上没回来，住处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打通隔壁院子做什么？师兄，你回来了。林清雪听到动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陆梦瑶、苏念婉、赵灵儿等人也都紧随其后，从各自的房间出来，走到叶晨的面前。师兄，昨晚玩得开心吗？师兄累了吧？要不要回房间再歇息一会？师兄，我给你炖点补汤吧。几人此时都面带笑意，看向叶晨的眼神带着几分暧昧。他们都知道叶晨昨晚是去找柳如烟了，一晚上没回来，肯定就是睡在柳如烟那里。至于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林清雪等人心里自然都明白，特别是看到叶晨一脸疲惫的样子，多少都能够猜到。可，叶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打通的院墙，连忙转移话题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谁把院墙给打通了？闻言，林清雪解释道：师兄，这是宗主的命令，听说宗门打算安排100名女弟子到隔壁的院子居住。叶晨，100名女弟子？叶晨神色一怔，似乎想起了什么，心头猛然一惊。
柳如烟这是打算直接给他安排个小后宫吗？他原本以为是安排女弟子1天3班倒来小院修炼，没想到柳如烟的做法简单粗暴，直接把院子给外扩了。院墙打通以后，等于又多出了一个后花园，方便叶晨随时过去修炼。叶晨陷入了思索，那自己是要按顺序排班呢，还是翻牌子好？师兄，你怎么了？苏念婉见叶晨的脸色不对，关心地询问道。没什么。叶晨回过神来，抬头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道，就是觉得宗主太贴心了。贴心？林清雪等人神色一怔，脸上都闪过一丝狐疑，似乎猜想到了什么，看向叶晨的眼神瞬间变得不对劲了。这100名女弟子该不会都是安排给师兄的女人吧？陆梦瑶试探性地问道。迎上几女狐疑的目光，叶晨心虚地摸了摸鼻子，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什么女人？你们可别乱想啊！如今宗门正值生死存亡之际，作为宗门的一份子，为兄理应担负起保卫宗门的责任。为了宗门，为兄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的大义凛然，好似为了宗门无私奉献自己。林清雪等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他们都知道叶晨的天赋。这时候宗门给叶晨安排了100名女弟子过来，意思显而易见，就是让他负责双修，提升宗门弟子的实力。师兄说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和那些女弟子双修吗？赵灵儿眨巴着明亮的大眼睛，一脸单纯地看着叶晨问道。一夜洞房之后，他的修为也有了显著提升，在与林清雪等人一番交谈，自然也知道了叶晨的双修天赋。叶晨，他老脸一红，干咳2声，看着一脸纯真的赵灵儿，一时间都编不出瞎话来。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么明晃晃地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搞得好像他是老色批呀。噗呲！林清雪等人看到叶晨吃瘪，忍不住掩嘴轻笑。见状，叶晨故作严厉地瞪了他们几个一眼，好，还敢笑话为兄？看为兄怎么教训你们几个！昨天晚上让你们躲过一劫，今天别想躲了。听到这话，林清雪等人都齐刷刷地红了脸，满脸羞涩地忙摆手道，师兄，我不行，我身体也不太可以了，让灵儿妹妹陪师兄吧，我在厨房还炖着汤呢。三女连忙推脱，找了借口就赶紧红着脸逃走了。他们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都担心对胎儿会有影响，不敢再像之前那么疯狂了。赵灵儿正在原地看着落荒而逃的林清雪等人，她还没反应过来。林姐姐、苏姐姐、陆姐姐，他们怎么都走了？师兄，我也……赵灵儿刚想找借口开溜，就被叶晨给一把抓住了。你想去哪？你都还没怀孕呢，你跑什么？昨天可是让你休息一整天了。你刚才不是挺好奇为兄的奉献吗？让为兄一会好好教你。叶晨一脸玩味地看着面前的赵灵儿说道，拉着他的小手就往一旁的房间走去。师兄，你还没吃饭呢。赵灵儿的脸颊瞬间红透，欲拒还迎地迈着小碎步跟叶晨进了房间。厨房里，林清雪等人听到猛烈的关门声，目光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火炉上的瓦罐，看来得加点猛料才行了。苏念婉喃喃自语道，宗主又安排了100名女弟子过来，也不知道师兄的身体顶不顶得住啊。林清雪神色担忧地嘀咕道，听闻这一次是天魔宗联合了千羽宗和灵水宗，要一同攻打我们合欢宗，3大宗门联手，这次宗门是真的危险了。为了宗门能够存活下来，师兄辛苦就辛苦一些吧。陆梦瑶神情凝重地解释道，3大势力将围攻合欢宗的消息已经不是秘密，1天之内就传遍了全宗上下，宗门弟子自然都充满了担忧，每个人仿佛受到了鞭策一般，更加勤奋地修炼，没有人因为害怕而逃离宗门。虽然合欢宗不是什么名门正宗，但对门下弟子的待遇都很好，许多弟子是从小便在合欢宗长大，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有着深厚的情感。哪怕不敌3大势力，他们也会拼死守护宗门。林清雪等人也将宗门当成了自己的第2个家，为此都能够理解叶晨的付出。这时候他们都关心起叶晨的身体，为此亲自下厨做起了饭菜，选用的也都是各类滋补的食材。另一边，柳如烟在精心挑选了100名天赋极佳的女弟子后，回到大殿，看着空荡荡的偏殿，心中顿时感到一阵寂寞。这小子走了啊，要是能一直住在这就好了。他渐渐习惯了有叶晨在身边的日子，就不那么孤独了。柳如烟失落地叹了口气，刚盘膝坐下运转功法，体内的灵力突然开始不断攀升。这是……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来不及多想，柳如烟便熟练地引导着体内的灵力冲击境界屏障。一旦成功，他的实力将再进一步，多了一丝与3大势力抗衡的底气。这小子
昨晚还真是给力啊，看来真有冲击合体期的机会。柳如烟闭着双眼，喃喃自语道，脸颊上闪过一抹羞红，她周身的气息变得越来越狂暴，多了一股不同寻常。柳如烟原先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但现在她看到了一丝希望，心里逐渐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妨让这小子试一试呢，反正自己也不亏。真要是突破合体期的话，就算三大势力联手，他也不放在眼里。合欢宗的这场危机就能够迎刃而解了。为了宗门，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他也挺享受的。一处小院，房间里，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的火雷。叮，恭喜宿主获得斩尸丹，服用后增强本心，斩3尸，入化神。叶晨心头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惊诧。斩尸丹，他以为是自己出现幻听了，下一秒手中就出现了1枚散发着古朴气息的丹药。回想起刚才一闪而过的系统提示，叶晨的眼神逐渐狂热起来。这就相当于是筑基丹一样，可以辅助破境的丹药，但是斩尸丹显然要更加珍贵。斩3尸并不容易，这也成为无数修行者的梦魇。本身修行到元婴期就很不容易了，一旦斩3尸的过程中被迷失了心智，轻则遭受反噬修为倒退，重则甚至会有性命之忧。从元婴境踏入化神境这一个关卡，就挡住了无数修行者的上升之路。没有斩尸丹的人，想要突破就相当于是走了一遭鬼门关。叶晨有了这枚丹药，想要突破化神期顿时就变得轻而易举了。这1枚斩尸丹的价值甚至比斩仙符还要珍贵。叶晨欣喜不已，没有想到以赵灵儿的爆率也能够获得这种高阶丹药，这一波午觉真的是血赚了。他将手中的斩尸丹收入储物戒中，心里逐渐萌生了许多想法。低头看向慵懒地趴在自己怀里的赵灵儿，眼中闪过一抹火热。要是能再爆点好东西就太棒了。1个时辰之后，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2年修为奖励。叶晨再没有得到任何丹药、符箓、法宝，收获的全都是修为奖励，这不免让他大失所望。他原本还想努力再得点好东西，可惜运气像是都用光了一样。天色渐晚，叶晨也感觉到了一丝丝的疲惫。他本想睡上一觉，可肚子饿得咕咕叫，看了一眼身旁已经熟睡的赵灵儿，只好蹑手蹑脚地起身，穿好衣服，扶着墙走出房间。咿呀，庭院里静悄悄的一片，倒是隔壁的院子隐约传来了莺莺燕燕的声音，想来是柳如烟精心挑选的100名女弟子都搬过来了。不知道那些女弟子都是什么姿色呢？叶晨心头燃起一团火热，但是很快就被虚弱的身体驱散了念头。他这个时候过去，肯定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下。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还是先养养身体再去吧。他此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一缕饭菜香味飘到了鼻尖，他顺着香味飘来的方向走去，迎面就遇到了林清雪等人。师兄，好了。林清雪神色惊讶地看着叶晨问道，脸颊飘过一抹红晕。师兄一定是饿了吧？饭菜都准备好了，苏姐姐还专门炖了10全大补汤哦。陆梦瑶一脸玩味地看着叶晨说道，眼眸中带着笑意。叶晨老脸一红，故作坚强地挺直了身板，声音沙哑道，你们也还没吃饭吧？那就一起吃吧。他这回都饿极了，感觉很虚弱。师兄，灵儿妹妹呢？她怎么没来？苏念婉看了一眼叶晨身后，疑惑地询问道。她睡着了。叶晨摆了摆手解释道，我们先吃吧，她晚点要是醒来再吃。苏念婉这时也想起时间过了几个时辰，赵灵儿肯定都累坏了，脸色一红，便也不再多问。一盘盘饭菜从锅里端了出来，摆上桌面，一缕缕香味扑面而来。在苏念婉盛汤的空隙，叶晨就已经大快朵颐起来。师兄，你慢点吃。苏念婉关心道，心里还觉得心疼。师兄为了宗门真是不容易啊。随着热腾腾的食物进入胃里，叶晨顿时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只是消耗的精力还在慢慢恢复，除非服用丹药，否则也要一点时间。这时一名弟子来到了庭院中。叶师兄，宗主让你过去一趟。闻言，叶晨心头一颤，脸上闪过一丝异色。他中午才刚从柳如烟那里回来，这会天黑没多久又让他过去，这是想折腾死他吗？柳如烟什么时候这么馋了？也不想想他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知道了，我一会吃饱了就过去。叶晨朝着屋外回了一句。打发走传话的弟子，
叶晨就继续吃了起来，他肚子还饿着呢。林清雪等人此刻都一脸担忧地看着叶晨，宗主他这样未免太频繁了吧？师兄的身体还能撑得住吗？林清雪满脸愁容地说道，他怕叶晨会吃不消，就这么一去不回了。陆梦瑶和苏念婉欲言又止，想要劝说又不好开口，毕竟对方是宗主，叶晨作为弟子也不敢轻易拒绝。见状，叶晨看出了他们的担忧，哭笑不得地摆了摆手，自信地说道，放心吧，为兄的实力你们又不是不清楚，区区一个宗主完全可以应付，你们就别担心了。他这回看似很虚，但是他身上还有不少丹药，除了强身丹之外，还有生生不息丸，这种小场面他完全可以应付。听到叶晨这么说，林清雪等人顿时回想起叶晨之前的表现，脸上闪过一抹羞红，这才渐渐放下心来。师兄早点回来，还是要注意节制一些，身体要紧。林清雪面红耳赤地看着叶晨关心道。苏念婉和陆梦瑶此时也在贴心地为叶晨盛汤夹菜。片刻之后，叶晨吃饱喝足，起身离开了小院，披着夜色径直前往柳如烟居住的大殿，心里盘算着今晚要服用哪一种丹药呢？柳如烟喊他过去，肯定是缠他身子了，既然无法避免，那就积极应对，绝不能打无把握的仗。叶晨的心里并不抗拒，想到柳如烟那妩媚的脸蛋和妖娆的身材，心里就一阵火热。何况以柳如烟的天品灵根，说不定还能爆出不少好东西。大殿里，柳如烟慵懒地侧躺在床榻上，身上只披了一件艳红色的薄纱外衣，里面是紫色韵味的内衫。妩媚动人的眼眸正紧紧盯着不远处的殿门，心中一阵患得患失，又充满了期待。这小冤家怎么还不来啊？柳如烟低声嘟囔了一句。这时大殿外隐约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他眼眸微动，立刻竖起耳朵倾听，妩媚的脸颊上露出了一抹笑意。咿呀，殿门缓缓打开，一道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顺势将殿门关上。叶晨看着黑漆漆的大殿，心中闪过一丝诧异，这娘们是装都不装了吗？之前还会先找借口和他说一下宗门的事情，现在是直接喊他过来双修了。叶晨的目光看向了烛火明亮的偏殿，在黑暗中指引了方向。他径直走了过去，鼻尖嗅到了一股香味，这味道他很熟悉，是柳如烟身上的香气。当他走进偏殿时，一股无形的灵力闪过，身后的殿门瞬间关上，一道结界悄然扩散。还站在那干嘛？快过来啊！屏风后传来了柳如烟娇滴滴的呼唤声。叶晨心头燃起一团火热，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绕过屏风，抬头看去，一身红艳似火的柳如烟侧躺在床榻上，妖娆的身材尽显无疑，目光正直勾勾地盯着叶晨，朝他抛着媚眼，充满了诱惑。死！见状，叶晨的呼吸变得急促，眼神火热。这娘们穿成这样，今晚是打算要他的命吗？来啊！柳如烟伸出青葱玉指，朝着叶晨勾了勾手指头，娇柔的声音就像是有魔力一般，在叶晨的耳边荡漾。叶晨一步步走近，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宗主你……此时柳如烟并未遮掩气息，叶晨很快就看出她的气息要比昨晚更加强大。炼虚中期，叶晨忍不住惊讶道：“柳如烟的修为突破了。”他没想到昨晚的一句玩笑话竟然要应验了。虽然他说的是突破合体期，可是按照柳如烟这样的提升速度，确实是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这个目标。叶晨有些吃惊，没想过柳如烟的修为会提升得这么快，他真就是随口一提，想着占下便宜。这多亏了你小子帮忙，本座才能这么快就突破到炼虚中期。柳如烟脸色绯红地说道。他心里清楚自己能突破，主要原因还是和叶晨双修的缘故，否则想要从炼虚初期突破到炼虚中期，少说也要苦修数十年才行。叶晨神色一正，似乎明白了什么，看向柳如烟的眼神多了一丝狐疑。所以宗主今晚喊我过来，是想要再加把劲冲击炼虚巅峰？柳如烟也并未隐瞒，红着脸坦然道：没错，本座要你帮我，只有他快速提升修为，突破到合体期境界，才能带领合欢宗与三大势力抗衡。为了变强，柳如烟此刻也是豁出去了。叶晨顿时恍然，他先前还觉得奇怪，柳如烟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深夜找他，现在明白了，这娘们尝到了甜头，才会变得这么积极。这是打算一鼓作气冲击合体期吗？叶晨，帮我变强！叶晨浑身一颤，迎上柳如烟热情似火的目光，动作飞快地从储物戒中拿出一枚强身丹服下。为了宗门，拼了！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
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高阶传送符，注入灵力触发，可以同时传送2个人到达宿主记忆中的任意位置。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高阶分身符，注入灵力触发，可以幻化出10道分身，拥有宿主3成修为，接连获得2张高阶符箓。叶晨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一波真的血赚了，心中不禁暗叹，还得是柳如烟啊，这爆率就是高。换作是林清雪等人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爆出高阶符箓的。天品灵根就是不一样，为了这爆率，叶晨也是拼了老命。3个时辰后，已经是深夜时分，叶晨的储物戒中多出了不少符箓，有惊雷符、传送符、分身符。强身丹的药效渐渐微弱，他也没有了任何力气，一缕疲倦感涌来，他便沉沉睡去。睡梦中，他的一缕意识飘忽到了分身的身上。深夜的山林中，一道身影正不知疲倦地快速穿梭。他已经行进了1天1夜，由于是分身的缘故，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疲倦。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按照叶晨的命令朝着玄天圣地赶去。山脚下出现了一个村庄的轮廓，本该黑漆漆的一片，转眼间却燃起了熊熊烈火。一眼望去，整个村庄似乎都陷入了火海中。数不清的村民从睡梦中惊醒，开始惊慌失措地往屋子外面逃窜。只是下一秒，逃跑中的村民倒在地上，魂魄从身体里剥离出来，飘到了上空。一个道士打扮的长须老者正手持一柄散发着浓烈黑雾的招魂幡，在村庄上空挥舞。那些飘散而来的村民魂魄全都被吸入了招魂幡中。邪修！叶晨的分身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没想到荒郊野岭还能遇上一个吸收百姓魂魄的邪修。看着那些无辜惨死的村民，叶晨动了一丝恻隐之心。本想装作没看见的他，咬咬牙便朝着虚空中的邪修杀去，就当是替天行道了。道士打扮的老者也察觉到了叶晨的出现，眼中闪过一缕异色，本想挥舞招魂幡将他的魂魄也一块收走，只是见到叶晨也能御空飞行时，顿时就变了脸色。只有金丹期以上的修士才有御空的本领。这位道友，不是，你先等等。道袍老者刚想说些什么，就见叶晨直接出手了，一掌迎面拍来，他只好停下收割魂魄，挥舞手中的招魂幡抵挡。轰！虚空中爆发激烈的交手。这名道袍老者是金丹巅峰修为，叶晨的分身是元婴初期的实力。只是道袍老者手中多了这件仙品法器招魂幡，与赤手空拳的叶晨分身打得难分胜负，毕竟境界悬殊，道袍老者渐渐落入下风。他心中震惊无比，怎么随便遇到一个年轻人就是元婴修为，这也太倒霉了吧。道友，有话好说，别打了行吗？老夫要是有哪里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倒是先说，老夫给个磕个头行吗？道袍老者心里暗暗叫苦，连忙示弱，再打下去他就撑不住了。手中视若珍宝的招魂幡，此刻被叶晨打的光芒都暗淡了。他的心在滴血，炼制招魂幡不易，今晚收割整个村庄的魂魄都补不了交手的损失。叶晨不语，只是一味出手，一拳接着一拳，一道道灵力光圈扩散开来。砰！咔嚓！道袍老者周身的灵力护罩轰然破碎。噗呲！叶晨又一拳轰在道袍老者身上，将他击飞出数十米。你小子别欺人太甚！道袍老者怒气冲冲道。下一秒，叶晨就出现在他眼前，又是一拳猛攻。你别！道袍老者瞳孔一缩，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来不及抵挡，叶晨就一拳打在他的胸前，硬生生将他从虚空中击落。轰！道袍老者砸在下方的一处土坑中，扬起滚滚烟尘。叶晨低头看了一眼，一个闪身落下，站在土坑边缘，目光落在狼狈不堪的道袍老者身上。噗呲！道袍老者张口喷出一股鲜血，挣扎着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手中的招魂幡丢落在一旁，光芒已经彻底暗淡。他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叶晨，颤颤巍巍地摘下储物戒举了起来，虚弱地开口道：我所有的宝贝都在这了，给你，饶我一命。闻言，叶晨没有理会，抬脚踩在道袍老者的胸前，猛地用力，狂暴的灵力瞬间震碎了他的身体。噗呲！他睁大眼睛，不甘心地看着叶晨，杀了你，这些宝贝也同样是我的。叶晨面无表情地看着没了气息的道袍老者，淡淡说道，手一挥，便将那枚储物戒抓在了手心。他转头看向掉落在不远处的招魂幡，伸手一招，隔空抓到了手里。这支招魂幡虽然在刚才的战斗中损坏了，可也是仙品法器，威力不小。叶晨并不在乎招魂幡是邪修法器，只要对自己有好处就行了。
当他将招魂幡收入储物戒中时，村庄里幸存下来的村民此刻都朝他聚集了过来。这些村民神情哀伤，痛哭流涕。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家人，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叶晨抿了抿唇，以为这些村民是过来感谢救命之恩，便准备摆手作别。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如果你早点出手的话，我爹爹就不会死了。都怪你！一个小女孩痛哭着指着叶晨埋怨道。叶晨神色一怔，有点懵了。自己出手救了他，对方反而责怪他来得太迟。可是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害死村民的人难道不是那个邪修吗？叶晨脸色一沉，看向眼前这名小女孩的眼神就变了。这时周围幸存的村民也将无处发泄的怒火对准了叶晨。你要是早点来，我娘子就不会死了。你就是故意的，我女儿就是被你害死的。想逞英雄，我们才不会感谢你呢。你和妖人一样可恶，是你害死了大家。这些谩骂声回荡在叶晨的耳边。村民们没有感激叶晨的出手相救，反而不断指责他来得太迟，没有救下所有人。叶晨眯着眼，目光看向眼前的村民，嘴角勾起了一丝笑容。好好，都怪我是吧？他脸色一变，厉声喝道：可恶的邪修，竟然夺舍了这些无辜村民，给我滚出来！叶晨抬手一掌拍向眼前的少女，砰！他的凡人之躯瞬间就被强大的灵力击碎，化作一团血色雾气。死！周围的村民看到这一幕，全都傻眼了。什么夺舍？我们成邪修了？不，我不是邪修。村民们脸色大变，惊恐的想要辩解。叶晨不语，抬手指天，6道灭天指。可恶的邪修，都给我死！刹那间天地变色，虚空中骤然降下一根手指，轰击在村庄中。轰隆！一时间地动山摇。啊！在场的村民来不及逃跑，当场就被抹杀，连同村庄也在一指之下化作齑粉，好似从未存在过一般。片刻后，滚滚烟尘散去，什么少女，什么村民都已经消失不见，耳边的嘈杂声也随之消失。叶晨环顾四周，满意的点了点头。邪修真是诡计多端啊，幸亏被我识破了。他嘀咕一声，便转身快步离去。四周静悄悄的一片。几息之后，附近的丛林中传来了一道细微的响声，一个小男孩哭哭啼啼的跑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了这块空地上，看着化作齑粉的村庄，心中悲痛欲绝。爹娘，孩儿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话音落下，他的身后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小孩，发现你喽！叶晨眯着眼，冷笑一声道。小男孩浑身一颤，猛地回头看向叶晨，眼中满是惊恐。别，我不是邪修。叶晨脸色一沉，厉声喝道：都学会狡辩了，还说不是邪修？给我死！抬手一掌拍去，瞬间将这名男孩击飞出数十米，像一块破布袄落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了。这样就清静了。叶晨拍了拍手，再次转身离去。这次过了许久，树林中才传来细微的脚步声。一个青年缓缓走出，满脸泪痕地看着眼前的废墟，攥紧了拳头，咬牙切齿道：老村长，七姑八姨，我定会为你们报仇的。话音落下，虚空中落下一道身影。你这个邪修还挺能藏的啊！青年心头一颤，看着去而复返的叶晨，脸色骤变。你怎么又回来了？他此刻害怕极了，浑身都在颤抖。叶晨看着他冷笑一声：放心，不疼。抬手一拳击出，砰！青年瞬间化作一团血色雾气。哗啦！不远处的草丛里发出一道细微的碎叶声。叶晨眉头一挑，一个闪身来到草丛前方，弯下腰猛地凑近道：小邪修，发现你了。草丛里一个小男孩瞬间吓得面色苍白，身体僵住，仍是愤怒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等我长大了，一定找你报仇。你有本事就放我走，我会替村民们报仇雪恨的。叶晨神色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眯着眼道：是吗？那你长不大了，心有大志，此子断不可留。话落，便是一掌落下，砰！小男孩气息全无。叶晨直起身板，余光一瞥，一旁的草丛里还蹲着一个小男孩，四目相对。这名小男孩目光呆滞地看着叶晨，说不出话来。短暂的沉寂，此子一言不发，心机深沉，断不可留。叶晨嘀咕道，抬手便是一拳落下，砰！小男孩当场身死。四周再次陷入一片死寂。叶晨不再停留，
一个闪身离开。过了好一会，叶晨再次折返回来，没有看到任何人影，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赶路。合欢宗一处大殿内，叶晨从睡梦中猛然惊醒，额头上汗珠密布，精神一阵萎靡。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色已经大亮，身旁的柳如烟也早已不知去向。叶晨伸手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感觉整个人都很疲惫。虽然折腾了一整晚，可他天亮前也已经睡着了，可醒来之后还是觉得人很累，跟没睡一样，甚至精神状态比睡前更差了。难道是操控分身的原因？叶晨皱着眉头嘀咕道。他人虽然休息了，可意念仍旧在操控着分身前往玄天圣地。分身在沿途路上的那些遭遇，等同于是叶晨本体的经历一样，这会大量消耗叶晨的精神力。这样下去可不行，长时间操控一具分身都这么疲惫，以后要是更多分身该怎么办？得想想办法才行。叶晨拧着眉头陷入思索。他之前还想过利用分身符的优势，幻化出成千上万道分身，杀上玄天圣地为叶家报仇。现在看来，他就算有那么多的分身符，也没有那么强大的精神力可以操控全部的分身。咿呀！这时偏殿的房门打开，一袭红粉长裙的柳如烟从外面走了进来。你小子总算醒了，太阳都快晒屁股了。柳如烟看向床榻上的叶晨，翻了个白眼道：他都忙完宗门事务回来了，叶晨才起床。原以为叶晨早就离开了，见叶晨还在偏殿，柳如烟的心里就一阵欣喜。这次总算不用再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了，两个人就不孤独了。宗主。叶晨抬头看向迎面走来的柳如烟，揉了揉眼睛，睡眼朦胧地打了个哈欠。见状，柳如烟的脸上闪过一丝异色。你昨晚睡得也不算晚，怎么脸色还这么差？你小子这就不行了。他可是还指望着叶晨给100名女弟子提升实力呢，要是这一晚就废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女弟子该怎么办？独守空房吗？叶晨，谁说的？我就是精神不太好。叶晨挺了挺腰板，一脸不乐意地说道。说谁不行呢？他要不是在操控分身的话，精气神也不会这么差，睡到这个时候早就生龙活虎了。是吗？柳如烟挑眉道，一脸不相信，眼神玩味地打量着叶晨。女人，你这是在玩火？叶晨脸色一沉，目光盯上来到身前的柳如烟，直接伸手将她一把抓住。你一会可别求我，他势必要给柳如烟一个教训不可。柳如烟脸色一红，嗔怪道：叶晨，你干什么？这是白天呢，外面还有弟子。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抬手一挥，一道结界封住了整座大殿。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高阶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神魂丹，服用后可永久性提升精神力。叶晨只是精神不好，不代表身体虚弱。听到系统奖励的瞬间，整个人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神魂丹居然是可以提升精神力的丹药，叶晨顿时欣喜若狂。他正愁自己的精神力太弱，想办法提升呢。依靠境界逐步提升精神力的话就太慢了，想要同时操控成百上千的分身，至少也要拥有炼虚期以上的修为。他如今还只是元婴期，就算修为提升的再快，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踏入炼虚期。要是能多来几枚神魂丹就好了。叶晨嘀咕了一声，眼中闪过一抹狂热。宗主，对不起了，现在看来也只有柳如烟的暴率才可能获得这种高阶丹药，这样的机会可不是每次都有的。叶晨抓住时机，再接再厉。2个时辰后，叶晨一脸疲倦地倚靠在床榻上，眼中失去了光。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他似乎耗光了所有的运气，哪怕是高爆率的柳如烟，这次也没有再获得高阶奖励。这次不仅没能再获得1枚神魂丹，就连符箓、法器也没有得到1件，收获的全都是修为奖励，这让叶晨一度郁闷。好在之前得到过1枚神魂丹，让叶晨稍稍有些安慰。突然，叶晨神色微变，猛然端坐起来，周身灵力涌动，好似有溢出的迹象。他体内的灵力变得汹涌澎湃，这时叶晨意识到是自己获得的修为太多，身体已经达到了可以容纳的极限，此刻要么突破境界，要么就会被磅礴的灵力反噬。他连忙集中精神，微闭着双眼，专心引导体内的灵力开始冲击境界屏障。相比于跨越大境界，小境界的突破就比较容易。在强大的灵力冲击下，叶晨的气息也渐渐发生了转变。咔嚓！
他的体内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下一秒，叶晨的气息陡然暴涨，犹如冲天之势。轰！元婴巅峰！叶晨睁开双眼，脸上露出激动的笑容。他成功突破了，从元婴中期达到了元婴巅峰，距离化神期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比他预想中的还要快上许多。原本以为还要几个月的时间，没想到才过去短短数日。如果是和林清雪等人修炼的话，速度肯定不会这么快。但是柳如烟不同，她不仅是高爆率，每次获得的修为奖励也是数倍之多，效率相比于林清雪等人要高多了。按照这样的提升速度，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够踏入化神期了。叶晨上次获得了一枚斩尸丹，这也给了他突破化神期的底气。只等体内的灵力再度充盈，他就可以去冲击化神境界了。唯一可惜的就是不能每天都睡柳如烟，否则修为一定能进展神速，当然身体也可能会提前累垮。你小子突破了元婴巅峰！一旁的柳如烟清醒过来，感受到叶晨的气息变化，顿时惊讶道：他没有想到叶晨的修为会提升得这么快，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赶超他了。要知道叶晨几个月前还只是炼气期的修为，现在就已是元婴巅峰，这样的修炼速度放眼整个南荒州都再也找不出一个了。这小子果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当初选择相信他实在是太明智了。柳如烟眯着眼看着面前的叶晨，美目流转。再过不久，宗门或许又能多出一位强者了。宗主，你的境界还没有要提升吗？叶晨回头看向柳如烟，上下打量一番，神色诧异道：自己可是日夜奋战，柳如烟的境界却还是在炼虚中期没有变化。柳如烟忍不住白了他一眼：怎么可能这么快？你当炼虚期很容易吗？这2日的修为提升就已经算很快了。他的脸色越说越红润。要知道炼虚期哪怕是一个小境界的提升，都可能要数十年的苦修，甚至有修士终其一生都困在炼虚初期，无法再进一步。柳如烟对于这2日的收获已经很满意了，和叶晨双修一场，提升的修为顶得上他苦修数年了。这都算快的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原来是这样，看来还得加把劲才行。叶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以天魔宗为主的3大势力随时都有可能会来攻打合欢宗，留给他们准备的时间可不多了，必须要抓紧时间把柳如烟的修为提升上去，这样宗门才有保障。不然他每天还得提心吊胆，担心合欢宗会被强敌灭门。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红透了。这小子还要怎么加把劲？这难道不是他的极限了吗？还想占他便宜，也不问问他能不能吃得消。柳如烟羞恼地瞪了叶晨一眼：你小子给我走！他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再这么疯狂下去，境界可能还没突破，他就先被玩死了。叶晨愣了一下，迎上柳如烟幽怨的目光，忍不住苦笑一声，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道：宗主，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累点没关系，只要宗主能早些突破合体期就好了。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好似牺牲自己成全柳如烟。滚！柳如烟没好气地娇嗔道：什么都是为了他好，享受的是谁心里没点数吗？这小子油嘴滑舌，占便宜是一点不说啊。他虽然也想早点突破合体期，可也要量力而行，不然身体先累垮了。叶晨心虚地看向别处，拿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穿上，起身便准备离开。宗主，那弟子就先回去了。柳如烟轻哼了一声，算是回应。当叶晨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别忘了给你安排的那100名女弟子，记得要雨露均沾。1个月后，本座和大长老可是要检查的。叶晨听到这话，叶晨顿时感觉身体一阵虚弱，那可是100个女弟子啊。他回头看向床榻上的柳如烟，苦笑着说道：你好歹让我歇会吧。柳如烟眉目含笑，冲着叶晨挑眉道：哟，这就不行了？你前面不是还说累点没关系吗？叶晨愣了一下，看向柳如烟的眼神就变了。好好好，在这等着他呢。这娘们是故意的吧？叶晨眯了眯眼，一脸玩味地打趣道：宗主，你之前求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柳如烟，他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就像是被踩到尾巴似的，顿时不敢直视叶晨的目光。这太羞人了！滚！柳如烟奋力咆哮道：可恶的家伙！他心里恨得牙痒痒，却又报不了仇，每次求饶的都是他。看到柳如烟吃瘪的样子，叶晨顿时心情大好，笑呵呵地转身离去。走出大殿，远处的天际夕阳即将下山。叶晨哭笑着摇了摇头，没想到又和柳如烟鬼混了一天。
他昨晚本来想早去早回的，不能冷落了林清雪等人，结果在柳如烟这里不止待了1个晚上，甚至还加塞了半天时间。清雪他们应该都等急了吧？叶晨小声嘀咕道，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这回他肚子身体也很虚弱，就像是被彻底掏空了一样。一想到新打通的后院里还有100名女弟子等着他，叶晨就感觉到了大人的疲惫，这或许就是身不由己吧。看来得努力，多抱一些生生不息丸才行了。要是只出不进的话，他可吃不消啊。叶晨认真思索道，打算今晚先找个后院里的女弟子试试水。相信柳如烟的眼光，他亲自挑选出来的女弟子应该不会差，或许还有惊喜呢。为了宗门，他咬牙也要坚持。小院里，林清雪等人都在庭院中喝茶聊天，抬头看见叶晨从外面回来，立刻起身迎了上去，笑盈盈地关心道，师兄你回来了。师兄辛苦了。师兄累不累啊？叶晨看着围绕在身边的4女，心里感觉暖洋洋的，就像是回家了一样温馨，浑身的疲惫都消失了，笑着摆了摆手道，不累。陆梦瑶挑眉道，看来宗主还没把师兄喂饱呢。咳。叶晨被呛得干咳2声，不禁老脸一红，迎上陆梦瑶调侃的眼神，顿时板着脸道，好，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为兄今晚要好好教训你不可。陆梦瑶清秀的脸颊上闪过一抹羞红，吓得缩了缩脖子，连忙求饶道，别啊师兄，人家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他现在怀有身孕，可经不起叶晨的摧残。师兄，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先吃饭吧。林清雪捂嘴偷笑道，温柔地拉着叶晨往房间走去。好，我们一起。叶晨这会也确实是饿了，在柳如烟那里可是只出不进，身体是饱了，但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一缕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叶晨的脚步都加快了几分。酒足饭饱之后，叶晨感觉整个人又活了过来。林清雪等人先一步回了房间，或许是怀孕后睡得早了，又或许是怕惨遭叶晨的毒手。叶晨将目光投向正要离开的赵灵儿，眼中闪过一丝火热。灵儿，你别急着走啊，师兄陪你聊聊心事。赵灵儿脸色一红，偷偷看了叶晨一眼，满脸羞涩道，师兄，我今晚不太方便，能不能过几天？他脸红都快要滴出血来。什么不方？叶晨神色一正，似乎想到了什么，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一本正经道，没事，师兄可以单纯的和你聊聊天，自己又不是禽兽，不能每天晚上都欺负他吧。赵灵儿并未答应，似乎不相信叶晨的人品，红着脸摇了摇头道，不用了，师兄要是忍不住的话，可以去后院，宗主不是还给师兄安排了100名女弟子吗？他觉得和叶晨睡在一起，肯定就会忍不住做那种事情。他是对叶晨不放心，同时也是对自己不放心。灵儿，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叶晨一脸无奈道，自己难道就那么不值得相信吗？赵灵儿脸色绯红地看着面前的叶晨，担心他会不高兴，连忙低声解释道，师兄，等我身体好了，一定好好伺候师兄。他此刻的心里还有些自责。见状，叶晨走到他的面前，伸手将他抱进怀里，轻轻拍抚着后背，安慰道，放心，师兄怎么会怪你呢？你是师兄的女人，我们来日方长，不急于一时，你这几日就好好休息，需要什么随时和师兄说。看着太过懂事的赵灵儿，叶晨不禁感到一阵心疼，手一挥，从储物戒中拿出几瓶高阶丹药递给他。灵儿，这些丹药都有强身健体的功效，你拿着吧。赵灵儿犹豫道，师兄，这些丹药太珍贵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宗门弟子每个月都能领取到一定比例的灵石和丹药，但都是低阶的补灵丹，亲传弟子也是一样。补灵丹和叶晨手中的这些高阶丹药完全没法比。赵灵儿作为亲传弟子，平时也很难获得高阶丹药，这对于他来说自然十分珍贵。放心收着吧，这些丹药为兄手里多的是，等你用完了再找为兄拿。叶晨一脸不在意地说道。自从灭了张家搜刮一通之后，他立刻就富裕了不少。储物界中的灵石丹药多如牛毛，其中也有不少的高阶丹药。听到叶晨这么说，赵灵儿顿时一脸欣喜地收下了他给的丹药。多谢师兄。赵灵儿甜甜地感激道。晚上早些休息。叶晨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等赵灵儿离开以后，叶晨独自走在庭院里，内心突然就觉得很空虚了。之前他在小院里是忙不过来，如今林清雪等人肚子渐渐大了，活动就都少了。习惯了忙碌的叶晨突然还有些不适应，抬头看向新打通的院墙。这时叶晨也想起了柳如烟的嘱咐，让他照顾一下后院新搬来的100名女弟子，这些都是宗门未来的希望。
柳如烟和大长老挑选出来这100名女弟子，除了是为了应对此次宗门危机，同时也是在给合欢宗留下种子。一旦宗门抵挡不住3大势力的围攻，便会有宗门强者带领这些弟子先行离开，换个地方重建合欢宗。叶晨无疑是担负起了培养这些女弟子的责任。柳如烟的眼光应该不会差吧？说不定都有3、6弟呢。叶晨嘀咕了一声，径直往后院走去。夜色中的院子很安静，虽然住进了100名女弟子，但是他们并不吵闹。叶晨刚走进小院，顿时一股芳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他抬头一看，脸上闪过一丝惊讶。1、2、3、4，这座小院的房门上都挂起了牌子，从1到100排列好了。叶晨的心里升起一丝古怪的想法，这该不会是柳如烟为了让他记住每个双修过的女弟子，所以特地编的排序吧？毕竟这么多的女弟子，叶晨可能也很难记住她们每个人。谁双修过，谁没有双修过，可能就分不清了。时间紧，任务重，每个女弟子的机会可能只有1、2次，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柳如烟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能雨露均沾。叶晨原先还想着翻牌子，现在看来得先流水线的忙碌一阵子了。他的目光落在了第1间屋子，这回还亮着灯光，便径直走了过去，心里还有些紧张。这就跟开盲盒一样，这个女弟子会是什么模样呢？身材怎么样？性格是清纯还是火辣？咚咚咚，叶晨轻轻敲了3下门。这里毕竟不是他的小院，柳如烟或许有跟这些女弟子都交代过，但他第一次来也不好太粗鲁了，好歹留个第一印象。谁在外面？一道清脆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是我，叶晨。他淡淡开口道。叶师兄。房间里传来一声惊呼，紧接着便是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咿呀！房门打开，一个穿着紫色睡衣、长发飘飘的女弟子出现在叶晨面前。清秀的脸颊，白皙的肌肤如同出水芙蓉，扑闪的眼眸仿佛星辰皓月，妖娆的身材比3、6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叶晨只是看了一眼，心中便燃起了火焰。不愧是柳如烟亲自挑选的女弟子，第一个就如此优秀，身材丝毫不输林清雪等人，就算是和柳如烟都有的一拼。叶师兄，你来了，快进来吧。这名女弟子脸上闪过一抹羞红，娇声说道。好。叶晨答应一声，便往房间里走去，心中已经确定柳如烟事先就交代过这些女弟子双修的事宜，否则对方不会这么熟络地邀请她进入闺房。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独特的芳香，闻着便让人沉迷。砰！房门关上，女弟子反身走到叶晨身边。师兄，我叫李新月。她凑近叶晨的时候，鼻尖弥漫的香味更加浓郁。新月，好名字。叶晨赞叹了一句，正要开口攀谈几句，就被李新月拉住了手臂。宗主都已经和我说过了，师兄放心，我会好好伺候你的。来嘛，我们到床上聊。李新月摇晃着叶晨的手臂，撒娇的样子俏皮可爱，手臂被他搂在怀里，贴近时能够感受到一阵温热。你，叶晨扭头看向他，迎上水盈盈的目光划到嘴边，顿时止住了。这小妮子的眼睛像是能勾魂似的。李新月不由分说，拉着叶晨来到了床榻边，目光落在他的衣服上。师兄，我帮你。他主动的样子让叶晨一度怀疑自己成了顶炉。这才第一次见面，李新月面对叶晨没有半分羞涩，反而像是多年的情人一样熟络。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叶晨的目光打量着李新月火辣的身材，穿着紫色薄纱睡衣的样子煞是迷人。他看得入迷，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火热。你这个小妖精！叶晨不再客气，对方都这么主动了，他也不是软蛋。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李新月是玄阶灵根，奖励并不高。叶晨也不在乎，他只管把这些女弟子的修为提升上去就是了。当然，要是运气好能够多报点高阶奖励的话，就更高兴了。林清雪和陆梦瑶也是玄阶灵根，叶晨都没在意过，此刻自然也不会嫌弃李新月。宗门年轻一代弟子青黄不接，本身就是因为多数弟子的灵根品阶太低，能有几个地品灵根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叶晨拥有双修天赋的缘故，才能接触到苏念婉和赵灵儿这种地品灵根的亲传弟子。后院里挑选出来的100名女弟子当中，都不一定会有地品灵根的弟子存在。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的火雷。2个时辰后，叶晨渐渐疲倦，身体一阵发虚，接连几次都没有获得生生不息丸和强身丹，他手里的存货也都空了。
这回就算是想要加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惜了，要是能来一枚生生不息丸就好了。叶晨无奈叹息道，将手中的分身符和地火雷都收入储物戒中。这些东西也都不错，对叶晨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此时李星月已经心满意足的睡去，叶晨也是长松了一口气。叮！恭喜宿主一发入魂，是否消耗1万枚灵石提升子嗣资质概率？提升后100%的概率为选品灵根，50%的概率为地品灵根，10%的概率为天品灵根，1%的概率为神品灵根，1/1000的概率为上古极品灵根。脑海中一阵冰冷的提示音闪过，叶晨神色一怔，这才想起李星月和他是初次双修。这小妮子刚才主动的样子完全不像是初次见面，让叶晨都以为她早就怀上了子嗣。消耗灵石，叶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提升子嗣资质。李星月是柳如烟信得过的心腹弟子，叶晨自然也放心让她怀上子嗣。这样做不仅对宗门好，也对叶晨有好处。等到子嗣诞生的时候，叶晨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叮！扣除1万枚灵石成功，子嗣资质提升成功。1万枚灵石对于现在的叶晨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此时他又从储物戒中拿出一枚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通体晶莹。神魂丹，这次叶晨之前和柳如烟双修的时候获得的奖励，被他视若珍宝，希望能多提升些精神力吧。叶晨小声嘀咕道，心里充满了期待。他还指望着精神力变强之后就可以操控更多的分身了。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神魂丹放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一股热流朝着他的脑海中汇聚。片刻后，叶晨只觉得周遭的一切事物都变得更加清晰，不用眼睛去看，就能够感受到极为细微的变化。就连外放的神识，能够探查的范围也一下子扩大了10几倍，这相当于叶晨的精神力提升了至少10倍。而这仅仅只是一枚神魂丹的效果。叶晨神色一喜，恨不得多服下几枚神魂丹，这样他的精神力都能媲美大成期甚至是渡劫期的强者了。只是这样的高阶丹药可遇不可求，只能期盼着下次和柳如烟双修的时候还能爆出来。此刻叶晨的神魂得到滋养，内心前所未有的安宁。下一秒，一股困意袭来，叶晨合上双眼，沉沉睡了过去。他太疲惫了。一缕意念再度操控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分身。夜色中，叶晨的分身在树林中疾驰而过。虽然他已经灭了张家，可玄天圣地仍在通缉他。哪怕只是一具分身，叶晨也不敢太过招摇。要是御空飞行被发现踪迹，他可能就麻烦了。他对玄天圣地那些强者的手段并不了解，只能小心谨慎一些。救命！前方的树林中传来一道呼救声。叶晨原本不想多管闲事，毕竟他先前救下的那些村民就恩将仇报。只是呼救声距离他越来越近，似乎正在朝着他的方向靠近。树林中的动静越来越大，叶晨眉头一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这是兽群？此时的树林中地动山摇，仿佛大地要崩裂一般。这么大的动静，显然不是1-2个修行者能够发出的，除此之外，就只有可能是妖兽了。期间，叶晨还听到了妖兽的嘶吼声，林中的鸟兽全都被吓得落荒而逃。叶晨停下脚步，站在一棵高大的树干上，朝着前方的密林眺望。一名女修正在惊恐地逃跑，身上的衣服多处破碎，露出雪白的肌肤。在她的身后，有一头头银白色的雪狼在追逐。这些雪狼的数量庞大，有成百上千头，一个个眼睛都冒着绿光，在黑夜中十分瘆人。救命！我是灵犀宗弟子，谁来救救我啊！这名女修一边跑一边呼救，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被整个雪狼群追赶，哪怕他是筑基期的修士，也只能逃跑。一旦被追上，就会被吃得尸骨无存。每一头雪狼的实力都相当于人族修士的炼气期，可是他们数量庞大，拼杀起来很快就会被耗光灵力。该死，这娘们怎么偏偏往这边跑来了？站在树干上的叶晨看着奔涌而来的狼群，没好气地吐槽了一句。他不想多管闲事，可那名女修却无意间将妖兽都给吸引过来，他就不得不出手了，不然就只能掉头逃跑。叶晨手一挥，夺出了一柄雪白长剑，这是他从先前那名道袍老者的储物戒里找出来的。一个闪身，叶晨便出现在了雪狼群的道路前方。逃跑中的女修此刻也看到了叶晨，顿时欣喜若狂，朝着他拼命呼喊道：道友，救命啊！他径直朝着叶晨跑来，丝毫没想过这样有可能会给叶晨带来危险。此时这名女修只想能够获救。叶晨看向这名女修，
衣袍破碎出露出的雪白肌肤，看着有几分诱人，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就挪开了目光。在这名女修与他擦肩而过的瞬间，叶晨猛地挥剑斩下，森冷的剑光爆发而出，朝着雪狼群迎面斩去。轰！噗呲！噗呲！噗呲！刹那间，数十头的雪狼被剑气绞杀，支离破碎，尸体散落在地上，散发出浓郁的血腥味。吼！剩余的雪狼纷纷停下脚步，惊恐地看向叶晨嘶吼。他们从叶晨身上感觉到了危险，但是并未就此退走。狼群在聚集，他们想要发起新的攻势。轰隆隆，脚下的地面在颤动。叶晨脸色一沉，察觉到不妙，不好，有更多的妖兽往这边赶来，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他立刻回头看向躲在身后的女修，说道：雪狼虽然不可怕，可是一旦被更多的妖兽围攻，他们就会有危险。这毕竟是叶晨的一具分身，要是经过长时间的战斗，灵力一旦耗尽就会消散。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自然不会把分身浪费在和妖兽战斗上。不行，不能走，我师兄还在那边，他也被雪狼困住了，你快点去救他。这名女修看着叶晨，手指着前方的树林说道。此时他站在原地，并不打算离开，想要叶晨救完人再一起走。叶晨神色一怔，看向眼前这名女修的眼神都变得古怪起来。他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师兄的死活关我屁事啊，凭什么要去救他？叶晨没好气地说道。这会兽群正往这边奔涌而来，让他去救人无异于是送死。你要是不救回师兄的话，我也不走了。这名女修眼睛一瞪，咬着牙气呼呼地说道，摆出一副坚决的模样。叶晨愣了一下，神色怪异地看了他一眼，忍不住笑道，不走，那你就留着等死吧。傻逼，他还没见过这么蠢的人，非亲非故的拿性命来要挟他，谁还经不起这样的要挟？要死就死远点，叶晨都懒得理会。他还得节省些灵力找到玄天圣地，有了标记地点之后，他的真身才能通过传送符偷偷潜入救回妹妹叶青儿。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修去浪费分身？话音落下，叶晨一个闪身离去。哎，你怎么走了？给我回来！你别走啊！这名女修懵了，看着叶晨离去的身影，脑袋像是炸开了一样。这跟他想象中的似乎不太一样。对方难道不应该去帮他救回心爱的师兄吗？怎么就走了呢？那他怎么办？吼！就在他愣神的功夫，一旁的雪狼不再犹豫，一拥而上朝他扑来。不，救我！女修惊恐地大叫道，心中后悔不已，想要叶晨回来救她，却再也看不到叶晨的身影了。啊！女修的惨叫声响彻树林，一头凶猛的雪狼将她扑倒，一口咬碎了脖子，没了气息。片刻之后，地面上除了留下一滩血迹外，就连骨头都没有剩下来。叶晨隐约听到了身后传来的惨叫声，他头也不回地绕开了这片树林。至于那名女修的生死，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尊重他人生死，对方自己要留下，他也没有办法。他一入疾驰，继续赶路。夜色很快过去，天际重新亮起了白昼。叶晨突然感觉胸前很痒，伸手去抓也无济于事。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他神色一怔，意识瞬间清醒。合欢宗一处小院，红纱帷幔的床榻上，叶晨还在睡梦中，却感觉到胸前一阵痒痒。他猛然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张秀美的容颜近在咫尺，发梢的香味弥漫在鼻尖，呼吸间都觉得一阵陶醉。李星月正趴在他的身旁，用青葱玉指在他胸膛上轻轻地画着圆圈。睡梦中的瘙痒便是他搞的鬼。你这个小妖精，醒得这么早？叶晨伸手揉着李星月的小脑袋，轻笑着说道。师兄，人家睡不着了呢。李星月媚眼如丝地看向叶晨，娇滴滴地开口道，声音魅惑到了骨子里。叶晨挑眉道，不想睡？那你想干什么？人家想你。李星月凑近了一些，直勾勾地看着叶晨，吐气如兰。你……叶晨神色一怔，身体顿时传来一阵阵温热。真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啊，折腾了一整晚，居然还不累。这会天色才蒙蒙亮，他就又想了。叶晨心里暗叹一声，柳如烟可真会挑人啊。此时他都怀疑李星月是不是得到过柳如烟的真传了。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颗地火雷。在看到生生不息丸的瞬间，叶晨疲惫的眼眸中大放光彩。
终于爆出了一枚生生不息丸了，要不然他是真的要吃不消了。此刻相比于斩仙符、神魂丹那些高阶奖励，叶晨的心里更希望得到的是生生不息丸和强身丹，养好身体才能更好的奋发向上，得到更多的收获。叶晨兴致勃勃，当即便将这枚新鲜热乎的生生不息丸放入口中服下。3秒过后，他整个人的状态瞬间重回巅峰，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没有了先前的虚弱感。叶晨瞬间就自信了不少。不想睡，那就别睡了。他再次燃起了斗志，想要趁此机会多爆出一些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聆听着脑海中闪过的一道道冰冷的提示音，叶晨彻底绷不住了。再这么下去，这枚生生不息丸可就亏了啊！给我爆！叶晨此刻也是彻底豁出去了，几乎是在拼命，即分胜负，也决生死。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2个时辰之后，叶晨扶墙走出了房间，脸色略显苍白了几分。此刻他只感觉身体仿佛被掏空了一样，只是看着手上拿着的数枚生生不息丸，脸上便不由自主地洋溢起笑容。这一波不仅没亏，而且血赚。依靠1枚生生不息丸的效果，他直接赚取到了数枚生生不息丸。要不是李星月支撑不住的话，叶晨都想要再用1枚生生不息丸教他做人，这下子能安心睡觉了吧。他将手中的生生不息丸都收入储物戒中，正准备回去找林清雪等人温存一下补个觉，迎面就遇到了一名清新秀丽的女弟子。人未到，一股芳香便扑面而来，是一缕清新淡雅的香味，给人舒爽的感觉，又十分陶醉。他正好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抬头看到叶晨时并未感到惊讶，只是脸颊上闪过一抹羞红，似乎早就知道叶晨来了小院。叶师兄，我叫袁香，是宗主让我来的。袁香羞答答地看着面前的叶晨说道。你认识我？叶晨诧异道。他都还没有自报过身份，对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小院除了叶师兄之外，就没有别的男弟子可以进来了。来之前，宗主都已经交代过我们了。袁香脸色绯红地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叶晨顿时恍然，他没想到柳如烟会安排得如此周到，不只是给这些女弟子分门别类，甚至还禁止了外人入内，真就把这个小院变成他的后宫了。在他思索的功夫，面前看似娇羞的袁香就已经动手了。他一把抓住叶晨的手臂，就往房间里拽去。哎，你等等！叶晨愣了一下，神色古怪地看着面前的袁香，手臂传来一阵温热的触感。这才见了一面就直接上手了，一言不合就往房间里拽啊！对方的样子看起来挺清纯的，居然会这么主动。叶晨的目光不由打量起袁香，清秀的面容，十分清纯的柔美，小家碧玉的美人。虽然没有3、6D，但是身材紧致妖娆，同样诱人。这是和李星月截然不同的角色女子，小家碧玉也很诱人，只是她们生拉硬拽的做法出奇的一致，都很主动，似乎生怕叶晨跑了一样。师兄，人家都等你好几天了，求你别走好不好？你就在人家房间里待几个时辰吧。你放心，我一定会伺候好你的。袁香一脸娇羞地看着叶晨哀求道，眼眸中顿时蒙上了一层雾气，几乎都快要哭出来了。你别哭啊！叶晨连忙伸手摸了摸她的小脸蛋，安慰道。这么娇柔的一个小美人流眼泪，看着都让人心疼。对方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叶晨此刻也不好意思离开了，总不能顾此失彼吧。昨晚在李星月房间里待了一宿，现在袁香苦苦哀求，他能忍心一走了之？这可不是叶晨的为人处事。女弟子有要求，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顶上。好好好，为兄留下来陪陪你。不哭了，走，我们进房间里聊。叶晨主动牵着袁香的小手往房间里走去。谢谢师兄陪我。袁香顿时喜笑颜开。砰！房门关上的瞬间，叶晨不易察觉地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生生不息丸，放入口中服下。3秒过后，身体的虚弱感消失不见。叶晨心里暗自庆幸清晨爆了不少生生不息丸，不然他这回还真顶不住。果然是好东西啊！此刻他感觉自己仿佛是进了盘丝洞一样，根本走不掉。相连的庭院里，林清雪等人早早醒来，正在院中晒着太阳喝茶聊天。一名弟子走了进来。叶师兄在吗？宗主让他过去一趟。闻言，
林清雪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打通的小院，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叶晨在干什么，这种时候总不能去打搅他。回过头来看向这名传话的弟子说道：师兄他可能还在忙，一时半会应该是没办法去见宗主了。晚些时候等师兄从小院回来了，我们会跟他说的。传话的弟子愣了一下，疑惑地看向连通的小院，迟疑地点了点头。好吧，他不知道叶晨在那边的小院里忙什么，难道会比见宗主还要重要吗？可他也没有多问。作为柳如烟的心腹，他清楚这个小院以及叶晨的事情都是秘密，知道的越少越好。一处大殿内，柳如烟盘膝坐在蒲团上，眉头紧锁，额头上遍布汗珠，周身的气息汹涌狂暴。他正在尝试冲击境界屏障，然而这几日的积累依旧有些力不从心。不到片刻，他整个人的气息就萎靡下来。可恶，还是不行。炼虚巅峰看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就算是有那小子的帮助，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突破。柳如烟睁开双眼，脸色苍白地嘀咕道：之前与叶晨双修后顺利突破炼虚中期，给了他极大的自信，才会在几次双修后就开始冲击炼虚七巅峰。这一次的失败顿时让他清醒了许多。别人苦修上百年都不一定能够突破的境界，又怎么可能是他几天时间就可以突破的？就算是走捷径，也要多走上几次才行。柳如烟眯着眼，脸颊上闪过一丝红晕。大不了就和那小子多双修几次，日夜不停的话，半个月的时间应该可以再次冲击炼虚七巅峰了吧？便宜那小子，他小声嘀咕，心里跃跃欲试。除了想要提升修为之外，同时也对男欢女爱充满期待。这时派出去传话的弟子走了进来。宗主，叶师兄似乎正在忙，要晚点再来。柳如烟眉头轻挑，闪过一丝疑惑。在忙？那小子有什么可忙？话音刚落，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颊一片羞红，心里涌起一丝醋意。别的女人比他更重要吗？这小子见色忘义，可恶！现在连找他双修都要排队了。传话的弟子迟疑地解释道：宗主，叶师兄似乎在新的小院里吗？柳如烟神色一怔，顿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挥了挥手道：本座知道了，你去吧。等传话的弟子离去，柳如烟这才满脸幽怨地叹了口气。早知道就不给他安排那么多的女弟子了，这下子就更没时间来陪我了。这个小冤家，柳如烟的心情一阵失落。虽说他平时嘴上说着不在乎，是让叶晨占便宜，可他心里却比叶晨更期待双修。现在叶晨要忙着和小院里的那些女弟子双修，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比以前更少了。尽管叶晨这是为宗门培养弟子，同时也是在完成他之前的交代，可柳如烟的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不知道从何时起，他也开始患得患失了。看着空荡荡的大殿内，就只有他一个人，内心顿时更加孤独。他期待的似乎不是提升修为，更期待的是叶晨的陪伴。一处小院，门口悬挂着2字牌子的房间里，叶晨正沉浸在温柔乡中，忽然感觉耳朵一阵发烫。奇怪，是谁在想我呢？他疑惑地嘟囔了一句，随后又专心地继续赚取奖励。服用过一枚生生不息丸的叶晨，此刻是精力充沛，状态极佳。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颗地火雷。在看到生生不息丸的瞬间，叶晨就感觉这波血赚不亏了。他此刻的心里只想着再多获得几枚就更好了。原香此时也很配合，他看似小家碧玉，可主动的样子让叶晨感到一阵惊讶，比李新月还要狂野，反差感十足，完全出乎了叶晨的意料。他心里暗自庆幸先行服下了1枚生生不息丸，不然身体还真有可能会扛不住。不多时，脑海中便传来了一阵冰冷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一发入魂，是否消耗1万枚灵石提升子嗣资质概率？提升后100%的概率为玄品灵根，50%的概率为地品灵根，10%的概率为天品灵根，1%的概率为神品灵根，1/1000的概率为上古极品灵根。原香和李新月一样，都是玄品灵根，他们的资质也同样会影响子嗣的资质。叶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消耗灵石。叮！扣除1万枚灵石成功，恭喜宿主提升子嗣资质成功。1万枚灵石对叶晨而言并不算多，要是可以的话，他甚至愿意花费更多的灵石去提升子嗣的资质。要知道，诞生出高阶灵根的子嗣所能带来的回报绝对是超乎想象的。
何况这些子嗣将来一旦成长起来，对他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虽说是为宗门培养传承人，又何尝不是为他自己培养势力呢？2个时辰后，叶晨脸色苍白地道别了原香，扶着墙走出房间。再不走，他觉得自己的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他的储物戒里又多出了几枚生生不息丸，这让叶晨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虚就虚点吧。他抬头看向通往庭院的院墙，心中不禁怀念苏念晚煲的10全大补汤了。补汤好啊，得多喝补汤。刚走2步，小院里迎面几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弟子正笑盈盈地朝他走来。师兄，别走啊，你也陪陪人家吗？死鬼，来娃呀！叶晨神色一怔，脸色骤变。完啦，真进盘丝洞了。夜深了，冷风骤起，宗门里静悄悄的一片，四下无人。偏殿里，柳如烟已经换上了一袭薄纱睡裙，独自走回床榻上准备入睡。这小子真是无情无义啊，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他一脸幽怨地嘀咕道。等了1天也没有等来叶晨，他觉得对方应该是不会来了。这么晚了，叶晨肯定也已经累坏了，来了又能做什么呢？咚咚咚，他刚要睡下，殿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柳如烟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异色，微微皱眉道：这小子怎么来了？他察觉到了叶晨的气息。咿呀！不等他做出回应，殿门便被打开，一道身影径直走了进来，还顺手将殿门关上了，这样子像是回了自己家一样。柳如烟看着迎面走来的叶晨，一脸古怪地盯着他，心里是又惊又喜。谁让你进来了？他没好气地开口道。这小子越来越没规矩了，这可是他的闺房，随随便便就往里走，把他当什么情人吗？自己好歹也是宗主啊，不是你派人叫我来的吗？叶晨走到近前，看着一袭睡衣的柳如烟，挑眉说道。他回到庭院后，就从林清雪等人的口中得知了柳如烟派人找过他，在陪伴几个女人吃过晚饭，他就立刻赶过来了。我是派人找过你，但那是白天的时候，现在都这么晚了，你还来干什么？柳如烟轻哼一声，闷声闷气地说道，心里似乎还在埋怨叶晨来得太晚，冷落了他。叶晨看出了柳如烟的怨念，笑呵呵地说道，这个时间不是正好吗？能干的事情可多了。他一脸玩味地打量起眼前的柳如烟，妖娆的身姿令人痴迷，顿时口干舌燥起来。宗主，你的这身睡裙真好看。柳如烟刚想耍脾气，听到这话，脸色顿时羞红一片，身子一下子就软了下来，看向叶晨的眼神多了几分迷离。你这个小冤家，又想欺负我？人家可是等了你1天了。他的心里本来有许多怨气，还想和叶晨计较一番，结果被他这么一夸，怨气就全都消散了。叶晨凑上前去，好饭不怕晚，宗主你真香。柳如烟的脸色愈发红润，眼眸轻颤，如水般盈盈看向叶晨，吐气如兰道，怎么，你在小院还没吃饱？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叶晨伸手勾起柳如烟的下颚，笑眯眯道，你还不了解我的实力吗？他此刻自信满满，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他也不敢跑来柳如烟这里嚣张。储物界里的10多枚生生不息丸都是他的底气。在小院里的1天，叶晨运气爆棚，收获了不少生生不息丸。他想着借助这些生生不息丸来柳如烟这里尝试一下暴率，要是能再多获得一些高阶奖励，那就真的是血赚了。就算不能，他也可以凭此冲击化神期，把修为提升上去。偏殿里的烛火忽明忽暗，整座大殿瞬间笼罩在一道结界中。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强身丹。在聆听到强身丹的瞬间，叶晨顿时眼前一亮，心情激动不已。他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保底收获，1枚强身丹，他今晚的付出就不亏了，余下报的全是赚的。叶晨觉得自己的好运气又回来了，就继续乘胜追击，势必要报到更多的好东西不可。同时也当是对柳如烟等了1天时间的补偿了。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叶晨聆听着脑海中闪过的一道道冰冷的提示音，心也跟着凉透了。先前的喜悦顿时一扫而空，这是怎么回事？这次别说是强身丹了，哪怕是连普通丹药都没有爆出来。虽然奖励基础的修为也很不错，可他更希望能有高阶奖励。不会是自己的运气全用光了吧？不行，我就不信了。叶晨咬咬牙，
从储物戒中再拿出一枚生生不息丸服下。他此刻也是豁出去了，说什么也要爆出点好东西，不然今晚就不睡了。就这死磕到底。叶晨低头看了一眼，欲言又止，心里期盼着柳如烟也能扛住吧。要是宗主死了，那他真就解释不清楚了啊。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高阶剑灵符，注入灵力触发，释放出剑灵一击，万剑归宗，威力媲美合体期巅峰全力一击。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叶晨已经打算放弃了。最后一道冰冷的提示音闪过，叶晨心头一颤，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剑灵符，他这次又报到了剑灵符，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就这么水灵灵的爆出来了。叶晨的心中顿时狂喜不已，本来能爆出个强身丹，他都心满意足了，万万没想到会是剑灵符，这可是比斩仙符还要厉害的符箓，几乎是可以秒杀合体初期、重创合体中期的恐怖大杀器。炼虚期的大修士在剑灵符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蝼蚁，这样的符箓叶晨现在手里有2张了，他睡觉的时候都能安心许多。这回就算是玄天圣地的强者来追杀他，只要来的不是太多人的话，他甚至都能反杀对方，这运气简直太棒了。此时叶晨实在是太疲惫了，不然他还想继续爆一次，看看能不能再接再厉。一股困意袭来，他的眼皮都睁不开了。昏睡过去的时候，叶晨的脸上都还挂着欢喜的笑容，口中仍在喃喃自语：再来一次。柳如烟。柳如烟迷迷糊糊中听到叶晨说的梦话，顿时嘟着嘴不满道：你这个小冤家，我的命就不是命啊。当叶晨昏睡过去的瞬间，他的一缕意念再次操控起了在外奔波的分身，应该就快到玄天圣地了吧。此刻叶晨站在一处坡地上，低头看着手中弄到的一份地图，喃喃自语道：玄天圣地在南荒州以北的方位，合欢宗正好相反，在极南之地，相距甚远。当初玄天圣地的少宗主依靠着各个城池的传送阵四处游历，才会去到江叶城，认识了张书玉。换作是普通人的话，这辈子怕是都无法横跨南荒州。叶晨的分身拥有元婴修为，日夜不停地行走，数日时间都还没有抵达玄天圣地，足以想象两地相隔有多遥远了。这也是当初玄天圣地的长老被杀之后，玄天圣地没有立刻对合欢宗展开报复的原因。对方可能都不知道这个长老是被谁杀了。当初合欢宗的2位太上长老联手杀人，根本没给对方任何传音的机会，事后也封锁了一切消息。叶晨放下手中的地图，继续朝着前方行走。按照地图上的距离，再有1日时间就可以抵达玄天圣地了。不过他现在所经过的村庄、城镇都已经是玄天圣地统治的地界，在这里叶晨就要开始小心翼翼，戴上面纱斗笠遮掩住样貌，避免被人发现暴露身份。玄天圣地的少宗主当初为了帮小情人张书玉，同样让宗门发布过针对叶晨的追杀令，说不定这里就有人记得叶晨。距离玄天圣地越近，叶晨的心情就越激动，意味着他很快就能见到妹妹叶谦了。他此番前来，目的就是想要救出妹妹。就算失败了，他至少记住了玄天圣地的方位，就能够再次使用传送符前来救人。叶晨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妹妹叶谦的安危。他当初被玄天圣地的一位长老掳走，也不知道是生是死，日子过得怎么样。如果叶谦死了，他觉得会让整个玄天圣地陪葬。叶晨的眼眸中闪过一抹寒光，思索间，他的前方已经出现了一座城镇——玄水镇。叶晨抬头看了一眼，想起了地图上标记的小镇。此时他并没有进入小镇的想法，只想要绕开，以免被小镇里的人给认出身份。一旦暴露，他很难全身而退。他可不想浪费一具分身在这个地方。只是当他调转方向打算绕路的时候，前方的小镇里却走出了一个个好似干尸一样的百姓。起初叶晨并未在意，以为是饿得皮包骨的行人罢了。毕竟这年头也还是有很多食不果腹的百姓，普通人想要在妖兽横行的南荒州活下来本就不易。只是从小镇里走出来的干尸越来越多，转眼间密密麻麻的一片，足有成千上万。叶晨这时候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些干尸身上没有任何生人的气息，就是一具具行走的尸体。他们不是人。恶兽的百姓和被吸干精气后操控的傀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叶晨外放出神识查探，顿时脸色骤变。前方小镇中全都是这种干尸，没有一个活人的气息，数十万的百姓都被吸干了精气，这怎么可能？叶晨不可思议地惊呼出声。要知道，这里是玄天圣地庇护下的城池，有修行者坐镇，
怎么可能突然间全镇的人都死了？谁敢这么做？难道不怕死吗？叶晨心中震惊不已，那可是数十万的百姓啊！渐渐冷静下来后，他的心里也感觉到十分奇怪，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没见到玄天圣地的修士前来镇压呢？按理说，以玄天圣地那些大修士的手段，肯定能够察觉到小镇发生的事情，至少每日来往经过这里的宗门弟子，也该会发现情况，上报宗门吧。依照叶晨的判断，这座城镇里的百姓最少都死去了好几日了。玄天圣地难道不管山下的百姓吗？各处宗门都是依靠当地数以亿计的百姓供养，提供劳役开采灵矿、采摘草药、筛选灵根者拜入宗门等等。宗门则是有义务为当地百姓提供庇护，驱逐妖兽和邪魔外道，让百姓免遭涂炭。就在他思索间，不远处的那些干尸似乎发现了叶晨的存在，加快速度朝他涌来。轰隆隆，成千上万的干尸发出的动静让整个地面都在微微颤动。叶晨回过神来，脸色微变，看着汹涌而来的干尸，立刻转身逃跑。虽然这些干尸都不如炼气期的修士厉害，可是数量实在太多了，一旦动手的话，必然会将城镇里的干尸全都给引出来，到时候他遭到围攻，想走都走不掉。这只是叶晨的一具分身，灵力耗尽的话就会消散，那他就没办法抵达玄天圣地了。此刻他只能选择暂避锋芒。叶晨的速度很快，没一会就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只是身后传来的轰鸣声让他头皮发麻。这么多的干尸还是很吓人的。突然，不远处跑来了几道身影，他们的速度都很快，手中还有散发灵光的兵器，显然是修行者。在他们身后，则是有数不清的干尸正在追赶，那是来自于不同方向的干尸。叶晨心头一沉，察觉到了不对，看样子不止一个城镇的百姓变成了干尸，还有其他城镇的百姓也同样遭了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玄天圣地出事了？叶晨来不及多做思考，看了一眼不远处跑来的修行者，他连忙又换了一个方向，避免和他们那边的干尸相遇，道友救命。不远处的那些修行者看到了叶晨，急忙朝他大喊起来。只是他们这一喊，立刻就有不少干尸从附近奔涌而来。叶晨眉头微皱，没有理会他们，只是一心想要离开这里，不想多管闲事。同时心中也有了猜想，这些干尸或许是通过声音来辨别猎物，只要不发出声音的话，或许就不会被盯上了。他一抬头就看到前方的平原上密密麻麻的干尸朝着这边奔涌而来，看一眼都感到头皮发麻。完了，捅到干尸窝了！前方何止百万的干尸群，这是死了多少百姓啊？叶晨怔怔的呢喃道，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意识到一定是有邪修作祟，吸食百姓的精气，种下的某种蛊毒。合欢宗虽然不是名门正宗，但也不是邪修的行列，至少他们从来不会滥杀无辜，哪怕是强行双修，也不会伤鼎如的性命。叶晨来不及多想，看着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干尸，目光锁定在一处山坡的洞穴，立刻就跑了过去。如果御空飞行的话，这些干尸都会追逐他离开，那么沿途路上的村庄、城镇就全完蛋了。叶晨虽然不多管闲事，但是也不会主动去害人性命。此刻他已经想到了主意，找地方躲藏起来，不发出响声和气息，等到干尸散去，就可以顺利脱身离开。啊！救我！不远处传来一道惨叫声，有一名修行者被干尸困住了，拼命挥舞手中长剑，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但很快就被密密麻麻的干尸淹没了。王师兄，同行的修行者回头看去，连对方的尸体都看不到了，心中顿时一阵惊恐，脸色吓得煞白。快跑！他们更加慌乱的逃窜，看到四面八方都是干尸，顿时就被吓得双腿一阵发软，不知所措。此时他们也都注意到不远处跑向山坡的叶晨，就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朝他跑去。他的气息很强，让他帮帮我们。他们都只是炼气期的修为，面对数量庞大的干尸，只有死路一条，只能寻找强者的庇护。此时叶晨已经来到山坡处的洞口，抬手便在洞穴入口布下一道结界，用来隔绝气息。只要没有任何动静，干尸在闻不到生人气息的情况下就不会发起攻击。他们是依靠响声和气息来锁定目标。一道金光闪过，灵力在洞口凝聚，隔绝内外。他刚布下结界，就有几名女修急匆匆地跑了过来。道友，救救我们吧，求你了！他们惊魂未定地看着叶晨哀求道，脸色一阵苍白。叶晨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们几个一道，淡淡道：进去吧，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他交代了一句：多谢道友。
这几名女修立刻跑进洞穴中躲避。不远处还有几名修士落后一步，还在朝这边跑来。他们当中有人被干尸缠住，且战且退。身边的同伴想要帮忙，结果速度慢了下来，围拢的干尸越来越多。有人吓得不敢出手，急忙快步逃走。救命！快来帮帮我们啊！被困住的修士朝着山坡这边呼喊，目光落在叶晨身上，希望他能够出手相救。叶晨置若罔闻，没有任何理会，转身穿过结界走进了洞穴中。紧随其后又有2名女修跑了进来，他们都吓坏了，丢下同伴就跑了。这回安全了，又不禁担忧起还在外面被干尸围攻的同门。眼看对方快要支撑不住了，都将目光看向了面前的叶晨。这位道友，你能不能出去救一下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会死的。这2名女修眼巴巴地看着叶晨说道。叶晨瞥了他们一眼，淡淡道：你们怎么不去救我？这2名女修神色一窘，心虚地看向别处，咬咬牙道：我们只是炼气期的修为，对付不了那些干尸，去了就是送死。你的修为比我们强，你去才可以救出他们。叶晨仍旧无动于衷，撇了撇嘴道：关我屁事。你……这2名女修没想到叶晨会是这样的态度，顿时一阵气急，神色不悦地瞪着叶晨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冷血无情，见死不救？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外面吗？闻言，叶晨皱了下眉头，冷漠地看向眼前这2名女修，没好气地说道：那是你们的同伴，又不是我的同伴，凭什么要救他们？你们自己怕死，丢下他们独自跑掉，有什么脸在这里要求别人去冒险？你们2个还要脸吗？他就从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2名女修被对得正在原地，神情闪过一丝窘迫，像是被踩着了尾巴一样，羞耻又愤怒，死死瞪着叶晨，心里还很不服气。不远处的几名女修且战且走，朝着这边靠近，连同四周的干尸也被吸引了过来。在距离洞穴10几米的位置，他们几个再难前进一步，被干尸完全困住，接连有人受伤，发出阵阵惨叫：救我！我不想死啊！林师妹，张师姐，救我！他们绝望地呼唤道。见此情形，躲在洞穴中的女修们都一阵焦急。怎么办？赵师姐他们冲不出来，再这样下去会死的。谁能去救救他们啊？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们死在面前吧？外面的干尸实在太多了，赵师姐他们还受了伤，死定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出洞穴去救人的。此刻都在原地干着急。距离叶晨最近的2名女修再次看向叶晨，一脸不悦地指责道：你修为高，就应该去救人，怎么一点善心都没有？就算不认识，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啊！你这样太无情无义了吧？你还是一个男的呢，一点当当都没有。他们鄙夷地看着叶晨，试图说服他走出洞穴救人。或许是他们的声音太过尖锐，立刻吸引了附近的干尸朝着洞穴这边走来。见状，叶晨脸色一沉，冷声道：闭嘴！你们2个蠢货，别把干尸引过来，不然我们都有麻烦。这2名女修神色一怔，不可思议地看着叶晨，一脸恼火道：你凶我？说谁是蠢货呢？快给我道歉！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他们2个此时都气坏了，冲着叶晨嚷嚷了起来，根本不管外面的干尸会不会跑进来。闻言，叶晨转头看向他们2个的眼神就变了。既然你们想救人，那就出去陪他们吧。叶晨冷声道，直接伸手抓住眼前这2名女修，猛地用力将他们丢出洞穴外。你不要！这2名女修脸色骤变，想要反抗却已经来不及了，人已经飞出去了。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摔在地上的瞬间，立刻就爬起来往洞穴里跑。这回他们哪里还有心思救人啊，只想着自己能够活下去。救我！我错了，求你！这2名女修急忙向洞穴中的叶晨恳求道。他们不是知道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呼喊声立刻就将四周的干尸都给吸引了过来，成群的扑向他们2个。不！2名女修顿时惨叫出声，转眼间就被干尸淹没。死！洞穴里的那些修士看到这一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没有想到叶晨会这么心狠手辣，一言不合就把那2名女修给丢出去喂干尸了。这可是2条人命啊！他们彼此间都是同门关系，心中自然愤愤不平，对叶晨的行为都感到十分的不满。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不救人也就罢了，现在还害人，你也太过分了吧！其中一名女修一脸气愤地瞪着叶晨指责道。她的声音传出洞穴外，立刻就引来了数十个干尸的注意。叶晨面无表情地看向她，
眼眸中闪过一丝冷意。你想干什么？这名女修还想骂，迎上叶晨冰冷的目光，顿时被吓得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脊背阵阵发凉，心里突然闪过一丝不安。你看我不爽啊？那就滚出去吧！叶晨抬手一抓，隔空控制住这名女弟子的身体，直接将她丢出了洞穴外。不要！这名女修惊恐地大叫起来。然而她根本无力反抗，炼气期的她完全脱离不了元婴期的掌控。扑通！当她摔在洞穴外的瞬间，周围数不清的干尸朝她扑去。啊！一阵惨叫过后，洞穴外连具尸体都看不见了。那些干尸满嘴是血，十分吓人。哦！洞穴里剩余的女修都吓傻了，脑瓜子嗡嗡，见到同门死去，也不敢和叶晨计较指责了。他们心里都清楚，谁要是发出声音的话，叶晨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丢出去，一下子就全老实了。叶晨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剩下的几名女修，见他们一言不发，这才满意地看向洞穴外。他一开始就没想要理会这些女修，是他们凑过来想要寻求庇护，一起躲藏不要紧，可要是连累他的话，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大家非亲非故的，又不是同门师妹，叶晨自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洞穴外的那些女修都已经死了，这会没有一丝动静。在叶晨设下的结界面前，那些干尸没有闻到活人的气味，就都渐渐离开了。成千上万的干尸离去，浩浩荡荡的队伍看得人头皮发麻。哪怕叶晨修为再高，看到成片望不到边际的干尸，心里也还是会觉得恐怖。就算他的本体在这里，也不会轻易和这些干尸交手，说不定真有可能拼到灵力枯竭死去。天亮了，那些干尸都走了，我们安全了。洞穴中，几名女修神色欣喜地大喊道。这时候他们也不担心声音会吸引来干尸了，洞穴外已经看不到干尸的影子。叶晨眉头一挑，从他们的话里听出了一些信息。难道这些干尸都只在夜晚出没吗？此刻他也没心思去琢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早点抵达玄天圣地，找到妹妹叶青儿，他才能放心。叶晨一个箭步走出洞穴，很快就消失不见。他走了。几名女修看到叶晨离开时还有些担忧，但是想到外面的干尸已经走了，用不着叶晨的庇护，也就不在乎了。这个杀神走了也好，他太吓人了。是啊，他还害死了张师姐他们，太过分了。等我们回到宗门，一定要将此事汇报给宗主，派出宗门长老为死去的师姐们报仇。他们一脸愤慨地说道，心中对叶晨十分不满，似乎忘记了先前是叶晨设下的境界才让他们活了下来，此刻却想着要找叶晨报仇。正当他们几个要走出洞穴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好好，我好心收留你们几个，你们却想告状害我，真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别活着离开了。叶晨一脸冷笑地看着眼前这几名女修说道。他先前只是假意离开，在洞穴外偷听到了他们几个的交谈，此事动了杀心，要是任由他们离去，等同于是得罪了一个宗门势力。叶晨可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你不是走了吗？你也太可恶了吧，居然偷听我们说话，你别乱来啊，要是杀了我们，宗主不会饶了你的。这几名女修脸色微变，神色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叶晨，心里一阵发慌，试图搬出宗门来吓唬他。毕竟他们几个都只是炼气期的修为，根本不是叶晨的对手。谁杀你们了？明明就是可恶的干尸干的，与我无关啊！叶晨摊了摊手，一脸平静地说道。这地方有那么多的干尸，死了几个宗门弟子也很正常。你不能杀我们！休想栽赃给干尸！这几名女修气坏了，纷纷朝着叶晨怒目而视，心中又惊又怒。然而不等他们开口骂人，叶晨抬手一掌拍出，一道恐怖的灵力瞬间就击碎了他们的身体。不，砰砰砰！眨眼间，这几名女修就炸成了一团团血色雾气，一股好似玫瑰花露的香味扑鼻而来。叶晨一路疾驰，心中闪过一丝疑惑，难道是先前那几名女修身上的香味？不对，这股香气很熟悉，似乎是柳如烟。他心头猛地一颤，从睡梦中醒来，睁开眼的瞬间就看到了近在咫尺的柳如烟。她正穿着昨夜的那件紫色薄纱睡裙，侧躺着贴在叶晨身旁，凑近了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呼吸间都有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你看着我做什么？我脸上有东西吗？叶晨疑惑地问道，心跳加速。有那么一瞬间，他都以为自己外放的分身被柳如烟发现了。这个女人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个眼神都有可能看穿别人的心事。
能当合欢宗的宗主，必然是有过人的本领。看你好俊啊！柳如烟笑眯眯地看着叶晨，眨巴着扑闪的眼睛说道，这眼神像是要勾魂一般，弥漫在鼻尖的一缕缕香味更是令人陶醉，仿佛要沉沦其中。叶晨神色一怔，怪异地打量起面前的柳如烟，挑了挑眉道，一大早你就这么骚？你不会是想……柳如烟娇嗔道，你才骚呢，怎么说话呢？我可是你宗主啊！他不乐意地嘟着嘴，向叶晨表达不满，一宗之主的威严可不能丢了。叶晨瞥了他一眼，呵呵一声道，求饶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宗主了？他故意凑到柳如烟的耳边，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柳如烟的脸色唰的一下通红一片，羞涩地白了叶晨一眼，恨恨道，你这个坏人，人家不理你了。说完他就假意要起身离开，却被叶晨一把抓住手臂，又给拽回怀里。说谁坏呢？宗主，你应该也想突破炼虚巅峰吧？我帮你啊！叶晨一脸玩味地看着怀中好似羔羊般的柳如烟说道。哼哼，你这个小冤家，就知道欺负我。柳如烟红着脸，嘟着樱桃小嘴，一脸娇羞地说道。只有在叶晨的面前，她才会表现出这种小女人的姿态。在宗门弟子的印象中，柳如烟从来都是严厉冷漠的宗主。叮！恭喜宿主获得一枚神魂丹。叶晨神色一怔，明显愣住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没有睡醒，难道是幻觉吗？这次才开始热身就直接爆了一枚神魂丹，这可是高阶奖励，这种好事他做梦都不敢想。回过神来的叶晨顿时欣喜若狂，他可太知道神魂丹的好处了。自从上一次服用过一枚神魂丹之后，他再分出一缕意念操控分身都没有丝毫的压力，哪怕一夜过后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变强了10数倍。他是做梦都想要再获得一枚神魂丹，现在却这么轻易的得到了，运气也太好了吧！叶晨一脸欢喜地嘟囔道，顿时就开始奋发向上了。机会难得，必须把握住。一觉醒来的他可是精神抖擞，一点压力都没有。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一枚6味地黄丹，服用后可令宿主获得10倍精力，药效持续12个时辰。叶晨心头一颤，猛地瞪大了眼珠子。他原本以为爆出一张高级分身符就已经耗尽这次的运气了，结果又爆出了一枚6味地黄丹，这毫无疑问是高阶丹药。在听清楚这枚丹药的功效后，叶晨顿时欣喜若狂，激动得恨不得大笑3声。还有谁？这一枚6味地黄丹就相当于是10枚生生不息丸加上3枚强身丹的融合效果，简直无敌了！这一波简直血赚！叶晨没想到这次的运气这么好，看向柳如烟的眼神都变了。虽然柳如烟的爆率一直都挺高的，但是今天是远超以往的超高爆率，接连出现了好几次的高阶奖励。从一开始获得的神魂丹，到一张高级分身符，再到一枚6味地黄丹，叶晨做梦都能笑醒了，心里暗自庆幸柳如烟给他喊醒了，不然就没有这么多的高阶奖励了。不行，这次也要好好奖励一下柳如烟。叶晨一直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当即就从储物戒中拿出一枚生生不息丸，放入口中服下，口中喃喃自语道：幸运女神伴我常在。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2个时辰后，叶晨再没有获得一件高阶奖励，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柳如烟的状态也会影响爆率吗？有那么一瞬间，叶晨都想过为柳如烟吃一枚生生不息丸，不过他是完全不一样的疲惫，用不着吃丹药，给他也是浪费。在叶晨思索的时候，柳如烟爬起身来，一脸幽怨地盯着他看，仿佛是要将他给看穿了一样。你小子是想我死吧？他原本想着调戏一下叶晨，然后就外出处理宗门事务。3大势力即将来犯，宗门上下都在备战，柳如烟身为宗主，自然是十分忙碌的。结果几个时辰过去了，柳如烟满身疲惫，命都差点完没了，哪里还有精力去处理宗门事务？此时他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越来越不对劲了。按理说他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早该扛不住了吧。可是柳如烟打量着面前的叶晨，却见他只是微微出汗，还没有精疲力竭的样子，这就让他觉得很奇怪。这小子是个怪物吧？专门来克他的吗？堂堂一宗之主，竟然败给了一个弟子。宗主，
我怎么会想你死呢？你可是我敬爱的宗主啊！叶晨看着面前的柳如烟，一脸真诚地说道。他一直以来都是尊师重道，师傅想要，他都尽力满足。柳如烟冷哼一声，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你小子还当我是宗主呢？刚才怎么敬爱我的，你这么快就忘了是吧？他气呼呼地埋怨道。这小子差点没把他给欺负死。迎上柳如烟幽怨的小眼神，叶晨无辜地摊了摊手道：宗主，这可不能怪我啊，先前可是你自己要求的，你忘了？可是你发骚把我给吵醒的。他的声音越来越细，朝着柳如烟越靠越近。听到这话，柳如烟俏脸一红，满心羞耻，顿时就有点绷不住了。你别胡说啊，谁发骚了？不许乱说！柳如烟立刻拿出宗主的威严，故意板着脸瞪着叶晨警告道：这话要是传出去，他以后还怎么做人？还怎么管教宗门弟子？宗主？柳如烟疑惑地看向叶晨，你确实挺骚的。柳如烟，滚！他满脸羞红地咆哮道，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是真不拿他当宗主啊？哪个弟子有胆子敢说宗主骚的？他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再这么下去，该不会要攻守一行了吧？叶晨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赖在床上冲他挑眉道：宗主，我这不是在变相的夸你有魅力吗？哼哼，有谁这么夸人的？你小子别贫嘴！柳如烟冷哼一声，没好气地说道。虽然仍旧板着脸，可心里却是乐开了花。是个女人都喜欢得到别人的赞美，特别是夸赞颜值和魅力。宗主，你生气的样子也很美。叶晨笑眯眯地说道。你……柳如烟被哄得心里美滋滋的，回头看向叶晨，正要开口时，迎上叶晨火热目光，顿时愣住了，眼眸中闪过一丝惊慌。等等，你小子该不会是还想欺负我吧？柳如烟声音轻颤道，心里有点害怕了，他的身体吃不下。这小子疯了吧？叶晨一脸正色道：宗主，我这也是为了宗门啊，如今外敌环伺，对宗门虎视眈眈，只有快点提升实力，才能守护宗门。宗主，你也不想宗门有事吧？迎上叶晨的目光，柳如烟愣了一下，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这小子怎么像是在道德绑架他呢？明知道不对劲，却又没办法反驳。如今宗门的确是危机四伏，随时会迎来天魔宗为首的势力围攻。他自然是不想宗门有事，身为合欢宗的宗主，必须要担负起这份责任。同时，他也一直都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踏入更高的境界。只是这话从叶晨嘴里说出来，他就觉得怪怪的。什么时候双修也变得这么高尚了？睡他就是为宗门做贡献。眼看叶晨说的这么大义凛然，他要反抗的话，就好像成了宗门叛徒。柳如烟脸色一沉，这小子从哪学来的这些小心思？这是打算把他往死里坑啊？只是他转念一想，这么做的确有希望提升修为，就不觉得抵触了，心里甚至还很期待。他也不亏啊。柳如烟脸色红润的看向面前的叶晨，咬了咬牙，点点头道：那就可以吧。不过我可不是要和你厮混啊，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宗门。他连忙强调了一句，免得让叶晨觉得他很浪荡，他还在努力维持自己宗主的威严。至于叶晨心里怎么想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宗主放心，我会尽快让你突破炼虚巅峰的。叶晨直勾勾地看着柳如烟，一脸自信地说道。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之前服下的那枚生生不息丸还有一些药效，况且他的储物戒里还有不少生生不息丸，绝对是够用了。哪怕把柳如烟玩死了，他丹药都没用完。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张传送符。数个时辰之后，外面的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下来。柳如烟这时才突然惊醒，自己还有许多宗门事务没有处理，就这么和叶晨厮混了一天。要是让几位太上长老知道了，会怎么去想他？这种关乎宗门危亡的时刻，他这个宗主还在男欢女爱，太不称职了吧？只是他转念一想，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提升修为，似乎又安心了不少。你这个小冤家，害苦我了。柳如烟瞥了一眼正准备离去的叶晨，嘟着嘴抱怨道。天色都这么晚了，他自然也不可能外出处理宗门事务，只能等明天了。何况他此刻浑身疲惫，完全瘫软在床榻上不想动弹，也没有精力去忙碌别的事情，只想好好的睡上一觉，恢复精力。叶晨回头看向柳如烟，一本正经的纠正道：什么害苦？宗主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我还不是为了助你修炼。
他一副用心良苦的样子，柳如烟差点就信了。这小子分明就是占他便宜，还把话说得这么好听。柳如烟又不傻，只是他也的确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所以才会沉迷于厮混中。此刻他感觉自己的修为的确提升了不少，比他自己修炼快多了。先前他尝试冲击炼虚期巅峰无果，眼下就多了几分把握。如果接下来都是这么频繁的双修，柳如烟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以再次尝试冲击炼虚巅峰境界了。三大势力虎视眈眈，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宗主，你好好休息，弟子先告退了。叶晨一脸恭敬地说道。谁让柳如烟是宗主呢？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当然在床上的时候就可以不拿他当宗主了。你等等！眼看叶晨就要离去，柳如烟突然喊道：叶晨回头看向他，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试探性地问道：宗主，难道你还想？不是。柳如烟脸色一红，急忙否认道：这小子脑子里都想什么呢？自己都这个样子了，怎么可能还会想要？他又不是存心找死。叶晨疑惑地挠了挠头：那你让我等等干嘛？是想让我留下来陪你吗？也不是不可以，他也不是非要回去不可，反正都已经在柳如烟这里睡了一整天了，再宿夜一晚也没关系。滚！谁要你陪了？你小子休想再占我便宜！柳如烟面红耳赤地瞪着叶晨咆哮道：这小子真要继续留下来的话，他今晚可能就得死了，这谁顶得住啊？他可太知道叶晨的心思了，只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肯定还会继续欺负自己的。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一点都不可信。叶晨疑惑地挑眉：宗主还有什么吩咐吗？他这回是真的猜不出柳如烟的心思了，不是要继续，也不是要留他过夜，那是要干什么？难道是想告诫他守口如瓶，别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可是他向来都很嘴严，不会对外人说起这件事情，况且他也同样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迎上叶晨投来的目光，柳如烟欲言又止，脸色一片通红，咬咬牙道：你今晚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再来找本座吧。他强忍着内心的羞耻，硬着头皮说出了心里的想法。要想变强的话，就必须要夜以继日的修炼。听到柳如烟这么说，叶晨神色一正，有些惊讶，根本没料到柳如烟会这么说。前一秒不还说休想占他便宜，现在又主动叫他过来，这女人还真是口是心非啊。眼看柳如烟已经羞得无地自容，叶晨就没有再继续调侃他，一脸认真的点点头道：是，宗主，弟子明日再来。叶晨说完便转身离去，直到他的身影走出大殿，柳如烟才敢抬起头来，脸颊依旧红扑扑的，内心娇羞不已。算了，为了宗门，就便宜这小子了。柳如烟喃喃自语道，在心里安慰自己做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宗门。有了这份大义在，他就能心安理得地继续和叶晨厮混了。一股困意袭上心头，忙碌了一整天的柳如烟沉沉睡去。隔天一早，叶晨就来到了大殿外。他对这里已经不那么陌生和拘谨了，哪怕是在白天，眼看周围没什么弟子，就像回了自己家一样，轻车熟路地走进大殿，径直推开了偏殿的房门，一股花香味扑面而来。你小子越来越没规矩了，连请示都没有就进来了。刚沐浴完再换衣服的柳如烟红着脸娇嗔道。他提前察觉到叶晨来了，已经加快速度穿戴衣服，本来以为对方会在门外稍等一会，谁知道就这么水灵灵的进来了。有那么一瞬间，柳如烟都在怀疑这里是不是他的闺房了，怎么搞的，好像是叶晨的房间一样。这小子也太不客气了吧，把他当成什么了？包养在外的情人吗？可恶！叶晨抬头瞟了一眼，眸中闪过一丝火热，笑呵呵地解释道：又没有外人在，我们之间都这么熟悉了，还要请示什么？再说了，不是宗主你让我过来找你的吗？哼！柳如烟白了他一眼，轻哼一声道：那也要请示，我可是你的宗主啊！他据理力争，想要占据上风，压制叶晨，不能总是叶晨赢吧？听到这话，叶晨看了他一眼，玩味地笑道：你现在知道自己是宗主了？哪有宗主睡弟子的？你这算是以权谋私了吧？柳如烟，他明显愣了一下，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到底谁睡谁啊？这小子占了便宜还卖乖，居然还说自己以权谋私。你特么，是你睡我，不是我睡你。柳如烟连忙纠正道，不然传出去了，别人还真以为他这个宗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弟子做什么呢，简直就是败坏他的名声啊。叶晨看着面前气呼呼的柳如烟，摆了摆手，不在意地说道：
别在意谁睡谁了，反正睡都睡了。不行，就是你睡的我。柳如烟气鼓鼓地瞪着叶晨，一脸执着地说道：“他在为宗主的名誉而战。”见状，叶晨哭笑不得地点点头道：“行行行，我睡你的，行了吧？”哼，这还差不多。柳如烟冷哼一声，心满意足地说道，顿时心情大好。宗主，你生气的样子也很美啊。叶晨冷不丁地夸赞道。闻言，柳如烟正洋洋得意，顿时脸色一红，心里一阵欢喜，娇羞地白了叶晨一眼，嗔怪道：“你小子少在那油嘴滑舌，我可不吃这一套。”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他的心里却是很开心的。是吗？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吃另外一套吧。叶晨眯着眼盯上了柳如烟，什么另外？柳如烟愣了一下，在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时，顿时面色通红一片。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强身丹。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高级分身符。叶晨接连获得了不少高阶奖励，心情大好。这也让他坚定了助人为乐的想法，说什么也要把柳如烟的境界给提升上去。为了宗门，拼了！宗门长老堂，这是合欢宗的太上长老主持商议宗门事务的地方。平常时候都是交由内门执事长老负责各个事宜。自从宗门面临3大势力的围攻威胁，几位太上长老就都结束闭关修炼，整日都会来到长老堂提点门下弟子修炼以及处理宗门琐事。柳如烟也会过来这里和几位太上长老一同商量事宜，只是最近一连几天时间，柳如烟都没有露面过，不禁引起了几位太上长老的不满。别人或许不知道柳如烟在干什么，他们身为宗门的权力核心，自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什么时候了，他竟然还在和一个弟子厮混？难道宗门的存亡还比不过一个小白脸弟子吗？这个柳如烟太不知道轻重了吧。除了大长老之外，其余几位太上长老都为此大发雷霆，觉得柳如烟这个宗主太不称职了。他们并不知道叶晨的秘密，也不知道柳如烟和叶晨双修的意义，就觉得柳如烟这些天都在厮混，享受男欢女爱。宗主怎么会如此荒淫无度呢？真是令人失望啊！再这样下去，宗门基业都将毁在柳如烟的手里了。没想到宗主竟然是这样的人，以前都没发现他如此热衷于双修啊！在场的内门执事长老当中，有点头附和的，有默不作声的。吭声的几名长老曾经都是支持副宗主江玉燕的派系，自从江玉燕死后，他们在宗门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现在遇到柳如烟这个宗主犯错，恨不得在几位太上长老面前火上浇油，趁机扳倒柳如烟。一旦柳如烟下台，他们也有争夺宗主之位的资格。长老堂里的批判声越来越大。好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抵御3大势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私底下非议宗主，自己人内讧，像什么话？大长老眼眸微抬，浑浊的眼神扫视一圈众人，沉声喝道。他心里清楚，柳如烟并非是安于享乐，而是在忙于提升修为，但是为了保守秘密，也不能帮他解释，否则叶晨的秘密就会暴露。殿内瞬间安静下来，不论是太上长老还是内门执事长老，此时都不再吭声了，谁都不敢忤逆这位大长老说的话。与柳如烟不和的几位执事长老迎上大长老投来的目光时，意识到自己的心思被看穿，吓得缩了缩脖子，脸色一阵发白，像个鹌鹑一样瑟瑟发抖。这时，身穿一袭火红色长裙的柳如烟走了进来，她昂首挺胸，步伐稳健，像个高高在上的女王，君临天下。众人似有所觉地抬头看去，眼中闪过一丝异色。如烟，你怎么才？先前对他不满的几位太上长老微微皱眉，正想开口说教几句，突然间怔在了原地，一个个猛然瞪大眼珠子，浑浊的眼睛都多了一抹光亮，震惊地看着迎面走来的柳如烟，感受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像是见鬼了一样。这怎么可能？如烟，你突破到炼虚巅峰了？不是，老夫难道是在做梦吗？你不是前几日才突破到炼虚中期，怎么会这么快就突破炼虚巅峰了？这该不会是什么障眼法吧？可是这气息确实是炼虚巅峰啊！几名太上长老都忍不住惊呼道。他们此刻都感到不可思议，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柳如烟仔细打量，试图看出一丝破绽。短短数日之间，柳如烟的修为就从炼虚初期一路突破，达到了炼虚巅峰，这完全超乎了他们的认知。要知道，几位太上长老也才炼虚巅峰修为，而他们走到这一步，足足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柳如烟的修炼速度已经不是一个快字能说得清了，简直就是神速啊！
大长老更是激动的豁然起身，满脸喜色的看着柳如烟，连说了几个好字。他欣喜的不只是柳如烟突破炼虚巅峰，同时也看到了叶晨身上潜在的价值，这可比几个炼虚7强者都更加珍贵。宗主突破到炼虚巅峰了，好强的气息！恭喜宗主！宗主修为大涨，是宗门的福气啊！在场的内门执事长老也都纷纷开口恭贺，心中欢喜不已。柳如烟在这个时候修为大涨，突破到炼虚巅峰，无疑是给了众人对抗3大势力的信心。炼虚巅峰与炼虚初期也是有着极大的差距，现在的柳如烟就能单独应付数名炼虚初期、炼虚中期的大修士了。3大势力联合的炼虚7强者，在人数上虽然比合欢宗多，但多数是炼虚初期和炼虚中期的境界。柳如烟突破到炼虚巅峰，立刻就将双方的顶尖战力差距缩小了许多。与柳如烟不对付的那几名执事长老，此刻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看到柳如烟修为大涨，比他们修为倒退都还要难受。以后他们还如何与柳如烟分庭抗礼，在宗门里的日子只会更加不好过。柳如烟停下脚步，看着面前满脸震惊的众人，心中暗自得意。果然突破了炼虚巅峰就是不一样，现在连几位太上长老对他的态度都变了，心里不由得感激叶晨的帮助。这几日叶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他的偏殿里度过，天没亮就来，深夜时分才离开。柳如烟更是一连数日都没有走出过大殿，不是他不想，而是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精力再去处理宗门事务。尽管他每日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克制，可每次在见到叶晨以后，都会将告诫抛之脑后，然后到了深夜的时候才后悔。不过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至少他收获了更强的修为。见过大长老、二长老。柳如烟分别向几位太上长老问好。虽然他们现在境界相同了，但毕竟是宗门长辈，柳如烟在他们面前仍是小辈。如烟，你快告诉老夫，你是怎么在短短数日之内突破到炼虚巅峰的？二长老性格豪爽火爆，根本憋不住话，看着柳如烟率先开口询问道。是啊，如烟，炼虚巅峰这么容易就突破了？我们可是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才突破一个小境界啊。三长老此刻也开口道。其余几位太上长老也都一脸好奇地看着柳如烟，等着他的回答。众人此刻的心情一阵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么大吗？他们原以为自己天赋异禀，仅仅100余年光阴就突破了炼虚巅峰，结果柳如烟就用了几天时间。有那么一瞬间，几位太上长老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废物。难道说炼虚境界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但是也绝对不可能修炼得这么快吧？几天时间甚至都不够炼气期的修士突破一个小境界的。迎上众人投来的热切目光，柳如烟神色平静道：或许是这几日静下心来，意念通达，正好水到渠成，突破了瓶颈。他说的轻巧，却是别人数十年都无法踏出的一步。众人听到柳如烟这么说，脸上都闪过一丝怪异的神情。这几日静下心来，他不是在和小白脸弟子整日双修吗？这还能意念通达？难道心里一点欲望都没有？几位太上长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修炼到他们这个境界，许多时候的突破，心境比修为更重要。或许是某一刻突然想通了，境界也就随之突破了。有人一日筑基，直达金丹，便是这个道理。只是他们仍旧觉得柳如烟修为提升的速度太快了一些，猜想这其中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莫非是因为双修的缘故？合欢宗的核心功法便是双修秘术，这本身也不是什么秘密。宗门弟子、长老都学过这个秘术，多数人都寻找过顶炉双修。这确实是能够快速提升修为，但绝对没有像柳如烟提升的这么快。短短几天时间就从炼虚初期接连突破到炼虚巅峰了，就是把顶炉吸成干尸，也绝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修为。在场的执事长老们也都半信半疑，心里想着回去也要静下心来，找个顶炉专注的双修几天试试效果。先前似乎有人对本座不满，说本座荒淫无度，宗门基业迟早要毁在本座的手里。柳如烟话锋一转，冷不丁地开口道。他突破炼虚巅峰之后，听觉都敏锐了许多，众人在非议他的时候，正巧在外面全都听见了。殿内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几位太上长老神色窘迫的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换作以往，他们还能说教柳如烟几句，可他这几日修为大涨，突破了炼虚巅峰，谁还敢说他荒淫无度？这分明就是在闭关刻苦修炼啊！柳如烟有什么错？这简直就是宗门表率，他们作为太上长老也是要讲道理的。柳如烟脸色一沉，冰冷的目光看向了对他不满的那几名执事长老。他并非是针对几位太上长老，毕竟是宗门长辈，说教几句也是正常。
可这几个执事长老怎么敢在背后非议他？迎上柳如烟不善的目光，几名执事长老心头一颤，脸色骤变，惊恐地跪在地上。是我多嘴，不该议论宗主，求宗主恕罪。宗主，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他们本身就和柳如烟不对付，在背后说坏话，又正好被他听见，这回心里都慌了。柳如烟修为没提升时还好说，现在连几位太上长老都压不住他了，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还想有下次？柳如烟眯了眯眼，一脸冷漠道：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竟然造谣污蔑本座？本座看你们分明就是想挑起宗门内乱，与天魔宗里应外合，灭我合欢宗。他的声音越来越冷，令人心头发颤，直接就给这几名执事长老扣上了私通外敌的罪名。这几名执事长老脸色大变，人都吓傻了，脸色苍白地呼喊道：宗主，这是误会啊，我没有要故意挑起宗门内乱，我就是嘴尖多说了几句，我绝没有与天魔宗私通，这是冤枉啊！他们急忙为自己辩解，不论是挑起宗门内乱，还是私通外敌，这都是死罪。柳如烟冷哼一声，神情冷漠地看着他们几个，眼眸中没有一丝感情，是不是冤枉的？他心里还不清楚吗？这几个人与他不和，又是死对头江玉燕的心腹，留着只会是祸患。特别是宗门面临险境的时候，这种隐患就变得更加危险，随时可能被刺塌。柳如烟一直都想要除掉他们几个，现在正好找到了理由。似乎察觉到了柳如烟散发出的杀意，这几名执事长老都吓坏了，浑身颤抖地看向几位太上长老，向他们求助：大长老，我们就是非议几句，真没有别的心思啊。二长老，你说句话啊。三长老，之前可是你。他们都快急哭了，明明是几位太上长老先骂的柳如烟，怎么要他们来背锅了？这时候居然连脾气火爆的二长老都变得沉默寡言了。柳如烟不给他们争辩的机会，抬手便是一掌拍出，不，噗呲，噗呲，噗呲。这几名执事长老还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就被当场击杀。他们不过是元婴期的修为，柳如烟随手就能捏死他们。死！在场的内外门长老都被柳如烟的狠辣手段吓得瑟瑟发抖，低着头不敢吭声，心里暗自庆幸自己之前没有多嘴，不然现在死的就是他们了。几位太上长老见状，抿了抿嘴，也没有说什么。他们心里也清楚，柳如烟出手杀人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因为这几个执事长老在背后非议。当初他们做事，柳如烟和副宗主江玉燕争斗，没有插手任何一方，就是想要选出更强的人来统领宗门。如今江玉燕死了，柳如烟修为暴涨，突破炼虚巅峰，无疑得到了几位太上长老的认可。以后合欢宗里就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柳如烟的命令。大长老不在意地挥了挥手，把尸体抬出去吧。是。外面走进来几名弟子，将那几名执事长老的尸体都给抬走，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众人继续商议起对付三大势力的办法。有了柳如烟的突破，在宗门部署上，众人都轻松了许多，没有先前那么绝望了。大长老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想到叶晨这么能干，顿时就萌生了许多想法。能者多劳，能干的话就多干点。作为头号功臣的叶晨，此时一路扶着墙回到了小院。这几日对他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时而飘飘然快活似神仙，时而累得瘫倒扶墙离开，虚弱的腰子疼。刚开始他是想着好好助力柳如烟，到了后面几天，隐约预感到要突破的柳如烟就开始疯狂索取了，有时候叶晨都怕自己死在那。终于又活着回来了。叶晨脸色苍白地看着熟悉的庭院，喃喃自语道：他一下子就轻松了不少。庭院中，林清雪等人听到动静都往外看去，见到是叶晨回来时还十分惊讶。师兄，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呀？几女快步走上前去迎接叶晨。这几日叶晨都是早出晚归，这回大白天就回来了，让林清雪等人都觉得很奇怪。宗主有事去忙了，我就先回来了。叶晨干咳一声说道。庆幸柳如烟幸好这时候突破了，再不突破的话，他就真的要作画了。这样吗？陆梦瑶挑了挑眉头，看着面前脸色苍白很虚弱的叶晨，一脸怀疑道：师兄，你该不会是不行了吧？叶晨，胡说，谁不行了？叶晨眼睛一瞪，不服气地说道：他这几日虽然确实有点虚了，但是还没有到不行的地步，何况他也绝不可能承认这件事，这关乎到了男人的尊严。叶晨的目光落在陆梦瑶的身上，眯了眯眼：我看你最近是皮痒了吧？信不信为兄再教训你一顿？这几日他忙于助力柳如烟提升修为，有些冷落了林清雪等人，只是他们都怀着身孕，不太方便。至于赵灵儿，
叶晨偶尔回来时也会跟他温存一番。或许是叶晨许久没有在陆梦瑶的房里过夜，这丫头愈发的嚣张了。哼，谁教训谁还不一定呢。陆梦瑶嘟着嘴，一脸傲娇地说道。这段时间的冷落，她心里都有点吃醋了，内心对双修充满了渴望。好好好，你一会可别求饶。叶晨顿时就硬气起来，要是不狠狠打压这小妮子的嚣张气焰，他还不得上天啊。这种事情上叶晨绝不认输。他的目光扫过眼前的林清雪等人，挑眉道：你们几个还有谁不服气的？迎上叶晨的目光，林清雪等人的脸色唰的一下就通红一片。我服气，师兄你别看我。林清雪面红耳赤的摆了摆手，连忙拒绝。他怕自己会吃不消。师兄，你和陆妹妹交流就好。苏念婉面色红润的轻声说道。师兄，你知道我的，我还不方便。赵灵儿脸颊一阵滚烫。她刚怀上是最敏感的时候，至少也要几个月后稳定了再说，可不敢像陆梦瑶那么嚣张。听到他们几个这么说，叶晨面色不变，心里暗自松了口气，这样他的压力就小了许多。只是一个陆梦瑶的话，他的身体还是吃得消的。行，你们先休息，我今天就先教梦瑶做人。叶晨信誓旦旦地说道，抓起陆梦瑶的白皙小手就径直朝着她的房间走去。陆梦瑶一脸倔强地跟着走，脸色愈发红润起来，心里隐隐在期待着。林清雪等人站在庭院中，看着叶晨拉着陆梦瑶离开的身影，脸上都闪过一丝好奇。你们说是师兄厉害呢，还是陆妹妹厉害呢？林清雪红着脸好奇地低声议论道。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师兄了。赵灵儿立刻回应道。她和叶晨的交锋最少，但是被征服的最彻底，现在都还有点惧怕叶晨。师兄虽然表面看着虚，但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师兄的身上似乎有某种能快速恢复精力的丹药。陆师妹还是太年轻了。苏念婉笑盈盈地说道，似乎已经预想到陆梦瑶惨败求饶的样子。砰！房门关上，叶晨手一挥，就从储物戒里拿出一枚生生不息丸，放入口中服下。师兄，你这是？陆梦瑶见状，疑惑地问道。话音未落，察觉到叶晨的变化，猛然瞪大了眼睛。3秒时间，原本脸色苍白的叶晨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瞬间精神焕发，精力旺盛。这哪里还有虚弱的样子？陆梦瑶察觉到不对劲，心里有点慌了，气势一下子就弱了下来。刚才听你说要教训我，好好好，我们去床上好好聊聊。叶晨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陆梦瑶说道。他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储物戒里的生生不息丸就是他的底气，让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妮子知道厉害。别，师兄，我知道错了，刚才是我说话太嚣张，你饶了我吧。陆梦瑶连忙服软道。他已经意识到不妙了，之前是看到叶晨身体虚了才敢那么硬气的说话，现在叶晨精神抖擞，一副能干死他的架势，这谁看了不害怕？他腿都有点软了。别这么说，谁教训谁还不一定呢。叶晨呵呵笑道。这话是陆梦瑶先前说的，叶晨这回又还了回去，确实要教训过了才知道谁更厉害。陆梦瑶脸色一阵绯红，心里害怕又渴望。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2个时辰过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林清雪等人在庭院里喝茶闲聊了一下午，这回肚子都有点饿了。抬头看了一眼天色，见叶晨和陆梦瑶还没有从房间里出来，先前的问题便有了答案。看样子还是师兄更胜一筹啊。林清雪脸色红润地说道。陆妹妹这次是轻敌了。苏念婉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笑道。林姐姐，苏姐姐，我们要不先吃饭吧？赵灵儿迟疑地开口道，满怀期待。她心里对吃饭更有想法一些。自从来到小院和林清雪等人打成一片，赵灵儿的伙食待遇都好了不少，人也变得圆润了许多。闻言，林清雪和苏念婉转头看向她，笑盈盈地点头道，好好好，我们先吃饭，不用管他们2个了。说罢，3人起身走向厨房。房间里，陆梦瑶迷迷糊糊中闻到了一股饭香，似乎找到了机会，连忙开口道，师兄，好像开饭了。叶晨笑眯眯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道，不行，必须要先分出胜负。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的火雷。夜色渐浓，叶晨这次收获了不少好东西，脸上洋溢着欣喜的笑容。唯一可惜的就是
没有得到过一枚生生不息丸。这段时间和柳如烟的交锋，他之前积攒的生生不息丸消耗了大半，就连重新获得的强身丹也全部用完了。师兄，我认输了，求你了，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陆梦瑶开口求饶道，声音带着一丝哭腔。他本来想调戏一下叶晨，结果却踢到了铁板。此刻再不求饶的话，他觉得自己命都得玩完了。叶晨的身体渐渐感觉到疲惫，听到陆梦瑶这么说，考虑到他还怀着身孕，这才偃旗息鼓。这次先给你个小小的教训，下次要是还敢这么嚣张的话，为兄定不饶你。叶晨一脸得意的正色道，他可是凭本事让陆梦瑶心服口服的。是，师兄，我再也不敢了。陆梦瑶脸色绯红的说道，心里还觉得不可思议。先前叶晨回来的时候，看他明明就是很虚弱的样子啊，怎么会变化这么大呢？师兄身上的那个丹药效果这么强的吗？看来以后不能再调戏师兄了。陆梦瑶心里暗暗想着，我们也去吃点东西吧，你肚子里还怀着胎儿，饿着肚子可不好。叶晨看向陆梦瑶说道。听到叶晨这么说，陆梦瑶脸色红润的轻轻点了点头，答应一声。两人穿好衣服，一起走出了房间。此时的庭院里静悄悄的一片，不过厨房里还亮着烛火，隐约能听到零星的交谈声。叶晨挑了挑眉，诧异的嘟囔道，清雪他们还没睡呢，这会都已经挺晚了，早就过了饭点了。呀，叶晨推开厨房的门，牵着陆梦瑶的小手走了进去，迎面就看到了正围坐在桌子旁闲聊的林清雪等人。师兄，三女都抬起头来，目光看向叶晨和陆梦瑶，眼神中带着几分异样的光彩，一个仍然精神抖擞，一个浑身瘫软，谁胜谁负一目了然。这么晚了，你们三个怎么还不去睡？叶晨看着面前的林清雪等人，开口问道。睡不着。林清雪脸色红润地回答道，目光看了看叶晨和陆梦瑶，欲言又止。他们三个不是不困，只是回到了房间里，可能也睡不着，倒不如坐在一起闲聊一会，结果就越来越精神了。师兄，你们这会一定饿了吧？饭菜还在锅里热乎着呢，我给你们拿来。苏念婉起身去端菜。之前就预料到叶晨和陆梦瑶不会这么快就出来吃饭，所以特意留了一份。林清雪也站起来去帮忙。啊呜！一旁的赵灵儿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已经困意十足。师兄，陆姐姐，你们出来了就好，我可以回房间睡觉了。赵灵儿看着他们两个说道，起身就往外面走去。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梦瑶的房间，怎么影响你睡觉了？叶晨迟疑道。他们又不是同一个房间，赵灵儿有自己的房间，困了就可以回房里睡觉，哪里需要等他们出来？为什么？师兄你还不明白吗？赵灵儿一脸幽怨地看了叶晨一眼，转身离开。明白什么？叶晨愣了一下，还想继续追问师兄。一旁的陆梦瑶已经红了脸，连忙拉了拉叶晨的衣袖，小声喊了一句，怎么了？叶晨回过头看向陆梦瑶，还有些不解。四目相对，他看着羞红脸的陆梦瑶，似乎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可不怪我啊，那是你。叶晨一脸玩味地说道。哼，什么是我？那还不是因为师兄你就知道欺负人家。陆梦瑶委屈地嘟着嘴撒娇道，他也不想啊，可总是绷不住情绪。一开始可是某人说要教训为兄的，你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叶晨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陆梦瑶提醒道。他可没有忘记先前回到小院里的时候，陆梦瑶可是嚣张得很，都快要上房揭瓦了。苏念婉和林清雪看着正在斗嘴的两人，失笑地摇了摇头，端着香喷喷的饭菜走了过来。好了，你们两个快坐下吃饭吧，不然饭菜一会又该凉了。陆妹妹，你说不过师兄的，还是算了吧。苏念婉笑盈盈地劝说道。何止是说不过，他在我面前可从来没赢过。叶晨一脸得意地说道。他可是刚刚大获全胜。哼哼，师兄大坏蛋。陆梦瑶嘟着嘴不满地嘀咕道，似乎想起了刚才的惨败，脸色又是一阵红润。他确实就没有赢过叶晨，总是求饶。师兄，你就别总欺负陆妹妹了。苏念婉白了叶晨一眼，开口劝说道。好啊。叶晨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道，目光打量起身材妖娆的苏念婉，挑了挑眉。那我欺负你？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苏念婉脸色一红，内心顿时娇羞不已。别，师兄我错了，我不该多嘴的。苏念婉连忙说道。叶晨却是不依不饶，这段时间为兄冷落了你们几个，放心，接下来的日子里为兄一定会好好补偿你们的。
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从今晚开始补偿吧。他看着面前的林清雪和苏念婉，一脸认真地说道，递给他们两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闻言，林清雪和苏念婉顿时羞红了脸，不敢直视叶晨炙热的目光，心里却又升起了一丝期待。先前等待闲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萌生了想法。日晒三竿，叶晨仍在房间里昏睡，不只是昨晚透支了身体，这几日在柳如烟那里也是累得不轻。现在得空了，就好好的睡上一觉。虽然有生生不息丸补充精力，但身体依旧会疲惫。每次药效过去之后，身体就会变得愈发疲劳，这种亏空还是需要通过休息来恢复。在他陷入深睡中时，一缕意念也进入到了分身中。连日来的寻找，叶晨的分身终于来到了玄天圣地所在的山峰脚下。高耸入云的山峰一眼望不到边际，重峦叠嶂，仙气渺渺。虚空中时不时便能看到御剑飞行的修士，来往的都是玄天圣地的弟子。叶晨躲藏在山林中，在暗处窥探着这一切，心中充满了疑惑。玄天圣地比他想象中的更为强大，如同浩瀚星海，来往的弟子便是点点繁星。宗门一片祥和，并未有发生动乱的迹象。可是他沿途路上看到的却是妖魔横行、尸横遍野的景象，与宗门圣地大相径庭。明明有如此强大的宗门坐镇，附近的百姓却过得水深火热，邪修四处横行无忌。玄天圣地难道都不管吗？叶晨先前还以为是玄天圣地发生变故，给了邪修可乘之机，现在看来并非是他所想的那样。这其中莫非有什么隐秘？叶晨小声嘟囔了一句，便也不再理会。他此行的目的是潜入玄天圣地，找到妹妹叶青。青儿，你等着，哥哥来救你了。自从叶家惨遭灭门至今，已经过去了数月，叶青儿生死不知，叶晨的心里充满了担忧。他沿着山林一路往山峰上攀登，沿途也有遇到巡逻的宗门弟子，叶晨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轻松躲开。越是往上，叶晨的心情就越激动，马上就能见到妹妹叶青儿了。只要找到人，他就有办法将她救走。不知是运气好，还是太久没有外敌侵入，玄天圣地的守卫都很松懈，叶晨轻而易举地来到了山峦上。这是玄天圣地外门弟子生活的庭院。叶晨不知道妹妹叶青儿会被关在什么地方，只能每个地方都找一遍。只是玄天圣地的范围太大了，一时半会都很难逛完，何况叶晨还要躲避宗门弟子，以免被人发现，搜寻的速度就更慢了。青儿会在哪里呢？叶晨皱着眉头，小声嘀咕道。像他这样毫无目的地寻找，如同大海捞针一般。不行，得抓个人来问一问。叶晨看向四周，准备掳个宗门弟子，从对方口中询问消息。只是一旦动手，极有可能会暴露踪迹。可他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毕竟他每多待一刻，都有被人发现的风险。这时，虚空中有数名弟子御剑而过，叶晨连忙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抬头看去时，突然怔住了。青儿，他的目光定格在其中一名白衣翩翩、气质出众的少女身上，不敢置信地嘟囔道：“这怎么可能？难道是看错了？只是长得和青儿相像？”叶晨感到不可思议。天空中御剑而过的女弟子很像他记忆中的妹妹叶青儿，只是气质上有些许的不同。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此时叶晨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充满了疑惑。叶青儿明明是被玄天圣地掳走的人质，又怎么会成为宗门弟子呢？如今的修为更是达到了金丹期。他印象中的叶青儿并未修炼，只是一个普通少女。或许是自己认错人了。叶晨犹豫着要不要跟上去看看，如果真是妹妹叶青儿的话，就能将对方带走了。思索间便准备动身。何人敢闯我玄天圣地？找死！虚空中陡然传来一道厉喝声，如同滚滚天雷，惊天动地。下一秒，一道掌印便从天而降。叶晨心头一惊，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当即便想逃离此处。轰！掌印落下，叶晨的分身刹那间被强大的灵力击碎。瞬息之后，一名老者出现在叶晨躲藏的位置，微微皱眉道：“只是一道分身，究竟是何人呢？来此的目的又是什么？”动静引来了附近弟子的侧目。御剑飞行的白衣女子低头看去，神色间闪过一丝紧张。好熟悉的气息，难道是哥哥？合欢宗一处小院里，房间的床榻上，熟睡中的叶晨猛然惊醒，满头大汗，好强！这便是炼虚期的实力吗？他此时仍惊魂未定，心头狂跳。虽然被击碎的是他的分身，可那种面对死亡的惊慌感却是真实。元婴实力的分身在炼虚期强者面前，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这也让叶晨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看来还是要提升实力才行。
否则潜入玄天圣地也没有办法顺利救人。只是那个女弟子真的是青儿吗？叶晨回想起先前见过的那名白衣翩翩的女弟子，心中充满了疑惑。他看对方在玄天圣地的地位似乎也不低，又是金丹期的修为，很难想象会是自己的妹妹叶青儿。她是有系统的奇遇，才在短时间内修为突飞猛进，达到元婴巅峰。普通人的叶青儿又怎么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突破到金丹境界呢？何况对方真是叶青儿的话，为什么不逃离玄天圣地回到江夜城呢？可是对方的样貌实在是太像了，不行，得找机会再去问问清楚。叶晨深吸口气道。突然他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动起来，变得十分狂暴。这是……叶晨心中一喜，意识到体内的修为积累到了容纳不下的地步，可以开始冲击境界瓶颈了。从元婴期踏入化神期，需要经历斩三尸的凶险过程，一招不慎都有可能遭受反噬，生死道消。叶晨却一点也不害怕，手一挥，便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斩尸丹。这是叶晨之前和柳如烟双修时得到的高阶丹药，服下后便可斩三尸，踏入化神境界。此刻他毫不犹豫地将这枚珍贵的丹药放入口中，斩尸丹入口即化，一股炽热的暖流顿时流遍全身。一瞬间，叶晨感觉到心坚如磐石，意念通达，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全身心都轻松下来，仿佛卸下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咔嚓，体内传来一道清脆的响声。下一秒，叶晨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四周的灵力都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体内。化神期，叶晨猛然睁开双眸，射出一道金光。小院里，两个院子相连的通道，一道身影在翘首以盼，犹豫了许久之后，还是鼓起勇气踏出那一步。庭院中正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林清雪等人，似有所觉地抬头看去，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你有什么事情吗？看着从香林小院走进来的女弟子，林清雪等人的心里都有了一些猜测。几位师姐，请问叶师兄在吗？我想找他，是几个姐妹让我过来问问的。李新月看着林清雪几人，怯生生地开口说道。他虽然性格火辣奔放，但那也只是在叶晨面前，此时面对林清雪几人，明显有些畏怯，就像是小情人来见正宫娘娘一样，气势上就先弱了一筹。李新月心里清楚，可以和叶晨住在一个小院里的女子，肯定也都是叶晨的女人，地位也绝对会比他们这些人高。他这回才会放低姿态，不敢有丝毫的冒犯。师兄，他还在房间里休息，这回可能还没醒来。你有什么事情吗？可以说一下你的名字，一会师兄醒了，我跟他说一下，让他过去找你。林清雪神色平静地开口说道。昨晚叶晨为了补偿他这些日子的冷落，可是天亮时分才入睡，估计天黑之前能够醒来就不错了。此时他对眼前的李新月没有什么敌意，也不会吃醋。他知道香林院子里的那些女弟子都是宗门给叶晨安排的双修对象，说不定她们将来还会成为好姐妹。如果李新月搬进这个庭院里的话，她们都可以好好相处。听到林清雪这么说，李新月明显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好说话，连忙解释道：麻烦姐姐了，就跟师兄说是新月、元香、晚山、林瑶、秋乔找他，想和他聊聊天。李新月一口气报了10几个名字，林清雪等人都怔住了，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的表情，似乎没有想到叶晨先前在隔壁小院里的战况竟然如此激烈，师兄真是厉害啊！林清雪脸色泛红的嘀咕道，看着面前的李新月点了点头。好，我记下了，一会师兄醒来我会和他说的。林清雪答应了下来。多谢姐姐了，那我就先走了，几位姐姐有空也可以过来小院找我玩啊。李新月笑盈盈的感激道。说完他便转身离去，返回隔壁的小院。穿过院门，迎面就有10多名女弟子围了上来。李姐姐怎么样，见到叶师兄了吗？他会来找我们吗？都好几日没见到叶师兄了，我好想他啊。师兄这个冤家到底在忙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我的修为又到了瓶颈期了。这些女弟子围在李新月的身前，叽叽喳喳地询问道。显然李新月刚才是作为众人的代表去了隔壁庭院找叶晨，他们都在等消息。叶师兄在休息，我没见到他。李新月看着面前的这些好姐妹，开口解释道。不过我见到了几位姐姐，他们会帮忙带话给叶师兄的，至于他今晚来不来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听到李新月这么说，这些女弟子顿时都安静了下来，神色间闪过一丝失落。她们都很想念叶晨，几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相信叶师兄会来找我们的。我先去化个妆容，说不定叶师兄来了呢。说得对。
我也去化个妆。这次叶师兄要是来了，可不能轻易让他走掉了。女弟子们相互对视一眼，都回到各自房间里，精心打扮自己，等着取悦叶晨。说得对，我也要化个美美的妆，今晚必须要让师兄扶墙走不可。李星月眯着眼，神色妩媚地嘀咕道。庭院中，叶晨精神抖擞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在修为突破化神期后，他感觉整个人的状态达到了巅峰，没有一丝的疲惫感了，觉得自己又可以了。师兄，你醒了。林清雪看到叶晨走来，都笑盈盈地看着他，神情有些玩味。叶晨察觉到了不对，走近了，看着他们几个，疑惑地问道：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他还顺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什么也没有。师兄，刚才隔壁院子有个女弟子过来找你，说她想你了。林清雪笑着解释道。师兄，艳福不浅啊，她可是代表着10几名女弟子呢，看来师兄今晚又要辛苦了。一旁的陆梦瑶开口打趣道，惹得苏念婉等人都跟着笑了起来。叶晨神色一怔，没想到会是那些女弟子来找他，难怪林清雪等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显然他们是都想到了今晚将会发生的事情，在这调侃他呢。好，你们这是在笑话为兄吗？这样的话，为兄今晚其实也是可以先陪陪你们的。叶晨笑眯眯地看向面前的林清雪等人，特别是目光落在陆梦瑶身上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听到这话，几人脸色一红，顿时都吓坏了。陆梦瑶更是窘迫地求饶道：师兄，别这样，我错了好吗？你饶了我吧。他可没有忘记昨天的教训，现在都不敢招惹叶晨了。林清雪和苏念婉也是红着脸，连连摆手。师兄，我没有笑话你，真的，你相信我。师兄这会一定饿了吧？我去给师兄炖汤。他们3个吓得起身跑向厨房，生怕多停留一刻就会被叶晨给拖进房间了。昨晚叶晨已经补偿过了，他们现在都有点吃不消。赵灵儿脸色红润地坐在位置上，她刚怀上身孕，并不方便双休，所以一点也不慌。当叶晨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时，赵灵儿一脸娇羞地解释道：师兄，你知道我的。叶晨连忙摆手打断道：我知道你不方便，放心，为兄也不是禽兽啊。听到叶晨这么说，赵灵儿长松了一口气，心说师兄其实人挺好的，像个正人君子。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叶晨不见了，一转头就看到叶晨悄悄摸进了厨房。天色渐晚，厨房的烟囱上才飘起炊烟。赵灵儿独自一人坐在庭院里，揉着咕咕叫的肚子，时不时看一眼厨房的方向，脸色红润地嘟囔道：怎么还没开饭啊？都等了一下午，天都黑了。师兄也太禽兽了吧，他茶水都快要喝饱了，还没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又等了许久，赵灵儿才闻到厨房里飘来的饭香，顿时激动的都快哭了。终于开饭了。小院里挂着1号牌子的房间，李星月已经化好了美美的妆容，换上了一身艳红色的诱人睡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看一眼便会动心的模样。此时正坐在床榻上，秀眉微皱，心绪不宁。师兄今晚真的会来吗？还是他今晚要继续陪伴那几位姐姐呢？师兄最近似乎都挺忙碌的，这么晚了，师兄还没来，应该是不会来了吧？真的好想念师兄啊。李星月小声呢喃道，心中全是对叶晨的思念。自从上一次见面之后，叶晨就再也没有来过这个小院找过他了。他知道叶晨应该是有许多事情要忙，也要照顾别的女弟子，按理说不该主动去打搅叶晨的，只是他实在是太思念叶晨，同时又在其他姐妹的怂恿下，才会鼓起勇气做出那样的举动。可惜天色渐晚，叶晨也没有来宠幸他。李星月的心情十分低落，渐渐的也失望了，似乎觉得叶晨不会来了，他就打算卸了妆容，熄灯睡觉。咚咚咚，一阵沉闷的敲门声响起。李星月心头一颤，猛地抬头看向房门，神色间按捺不住的激动。是谁在外面？他紧张地询问道，害怕不是叶晨的话，就白高兴一场了。小院里还住着别的女弟子，偶尔也会过来串门。是我。叶晨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叶师兄！李星月顿时欣喜若狂地起身跑向门边，一把将房门打开。师兄，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你今晚不会来了呢。李星月亲眼看到站在门外的叶晨，脸上顿时洋溢起欢快的笑容，只觉得惊喜万分。你不是想我了吗？那我当然要来看看你了。叶晨看着面前的李星月笑道，心里也清楚这段时间冷落了对方，虽然不是非要来，可从林清雪口中得知李星月去小院找过他之后，就想着过来陪陪他。
毕竟李新月也算是他的女人了。叶晨并非是冷漠无情的人，提上裤子就不认账了。师兄你真好，快进来吧。李新月感动的都快哭了，拉着叶晨的手臂就往房间里转。听到他这么说，叶晨顺势往房间里走去，意味深长的打趣道：你一会啊，还觉得我好就行了，可别后悔哦。李新月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叶晨的言外之意，就直接摇头道：绝对不会，我怎么会后悔呢？我还想师兄一直都陪着我呢。砰！房门关上，李新月媚眼如丝地看着眼前的叶晨，眼神都快融化了。期盼了这么多天，叶晨终于来到了他的房里，这么好的机会他可不想错过，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浪费。师兄，我好想你啊。李新月娇滴滴地说道。有多想？叶晨朝他挑了挑眉。李新月脸色一红，娇羞地看着叶晨道：一会你就知道我有多想你了。他可是日思夜想才盼来的叶晨，你说该有多想？听到李新月这么说，叶晨的心里也生出来一抹期待，手一挥便多出了一枚生生不息丸，毫不犹豫地放入口中服下，心里暗道：希望今晚可以多赚些丹药吧。他之前就在李新月等人的身上赚取到不少的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叶晨在聆听到系统奖励的一瞬间，悬着的心顿时放松下来，收获了这枚生生不息丸，他就不算吃亏了。接下来要是还能继续报到更好的丹药，那就是纯赚了。生生不息丸虽然不是众多丹药中最顶尖的，但绝对是对叶晨帮助最大的丹药。要不是拥有生生不息丸的话，叶晨的身体早就已经垮了。不论是为了收获奖励，还是为了宗门奉献自己，叶晨都十分需要生生不息丸，对他来说是越多越好。1个时辰之后，李新月渐渐就明白了叶晨那句一会可别后悔是什么意思了。先前是他太年轻没有领悟，这会就已经想要求饶了，他怕自己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此刻还不是叶晨的极限，何况生生不息丸的药效还可以支撑许久。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的火雷。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叶晨又收获了不少好东西，可惜都没有他心心念念想要的生生不息丸。这东西对爆率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每次都看运气。叶晨或许也知道小院里除了李新月想念他之外，还有很多之前交流过的女弟子都挺想念他的，所以就特别节约时间，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做到一点不浪费。深夜时分，叶晨起身离开。李新月迷迷糊糊中看着叶晨离去的身影，心情一阵复杂，想要留下他，身体又吃不消，看着叶晨走，心里又舍不得。这一刻，李新月也感受到了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师兄，下次还来啊。他轻声嘟囔了一句，随后就闭上双眼，沉沉睡去。他实在太疲惫了。叶晨走出房门外，贴心地将房门关上，紧接着就走到了隔壁挂着2号牌子的房间门口，看着房间里还亮着灯，叶晨心里就明白了。咿呀，房门推开，一股熟悉的芳香扑鼻而来，一道身影径直扑进了叶晨怀里。师兄，人家好想你啊。原香依偎在叶晨怀里，娇滴滴地说道。他一直都在门口，似乎已经知道叶晨会来，早已做好了准备，化好了妆容，身上穿着艳丽的睡袍，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在叶晨推门而入的瞬间，就立刻将他抱住，似乎生怕叶晨跑了一样。这些日子他也在日夜期盼，想着叶晨能再来找他，有时候甚至整晚都睡不着觉。当叶晨来到这个小院的时候，原香就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了。他知道叶晨一定会来找他的，总不能厚此薄彼吧。原香对自己的魅力也有一定的自信，不仅有小家碧玉的清纯贤惠，又有成熟女子的热情奔放。砰！房门关上，叶晨看着怀里的原香，笑眯眯地说道：你怎么知道为兄会进来找你？原香娇笑道：我就是知道，我想念师兄，师兄也一定想我了吧。闻言，叶晨笑着揉了揉他的小脑袋，搂着他往床边走去。走，我们去床上聊聊天，数日不见，为兄也确实有许多话想要和你说。原香仰头看向叶晨，笑盈盈地眨了眨眼睛。师兄不是聊天那么简单吧？他朝着叶晨抛了一个媚眼，眼神几乎都要拉丝了。你这个小妖精，就你聪明。叶晨看着他笑道，拽着他加快脚步，心里更加迫不及待了。一边走一边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生生不息丸服下，希望能在这里多赚几枚丹药吧，不然今晚可熬不过去啊。
叶晨小声嘀咕了一句。1个时辰后，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强身丹。一道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叶晨神色一怔，心中顿时狂喜。没想到会接连收获生生不息丸和强身丹，这一波简直血赚了。原本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他就心满意足了，结果还有额外收获，这无疑是给了叶晨极大的信心。他今晚来到这个小院，除了因为李星月去找过他的原因之外，也有想要来报一波奖励。当下他已经找到了玄天圣地的所在，只想多获得一些手段，这样才有把握去救妹妹叶青儿，同时也在提升一下这些女弟子的修为，尽快让他们都能够突破到金丹境界。这样面对3大势力的围攻，合欢宗也能够多一份力量。原香对于叶晨而言，仅仅只是今夜的开始。他很清楚时间紧任务重，不能在这里耽搁太长的时间，要不然他也不会进门就直接服用生生不息丸了。现在可没有给他缓一缓的时间。虽然他没有去到别的房间，但是叶晨心里明白，这会一定还有很多女弟子正在等着他的宠幸，自己必须要再努力一点，为了宗门拼了。叶晨咬咬牙嘀咕道，今晚注定是不眠夜。当叶晨昏昏沉沉的从原香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只是刚刚走到挂着3号牌子的房间门口，房门就突然打开了。不等叶晨反应过来，一名长相清秀的女子就迫不及待的伸手将叶晨给拽进了房间里。师兄，快来啊！不是，你先等等。叶晨还没来得及摆手，房门就关上了，这是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女弟子就像是盘丝洞里的妖精一样，看着叶晨就像是看到了唐僧肉，恨不得把他给一口吃了。这回都没有心思装矜持了，机会要是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下次了。对于这些女弟子们来说，可谓是机会难得，都想好好珍惜。之后便是第4个房间、第5个房间。叶晨精神一阵恍惚，几乎都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好在他储物戒里的丹药有不少，每次被拽进房间都不忘先服下1枚生生不息丸。尽管如此，叶晨也仍旧感觉到十分疲惫，仿佛身体被掏空了一样。当天色亮起时，叶晨扶着墙走出一个房间，脸色苍白的仰头望向天空，整个人瞬间放松了下来。终于天亮了，总该可以歇一歇了吧。此时叶晨真正的意念通达，心无旁骛，没有一丝杂念。咿呀咿呀咿呀，接连几个房门打开，几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弟子走了出来。她们媚眼如丝地盯着叶晨，馋得直咽口水，搔首弄姿道：死鬼，快来啊！师兄，人家好想你啊，快来玩嘛！师兄，一道道娇滴滴的喊声传来，这些女弟子朝着叶晨一拥而上。叶晨神色一怔，回头看向这些姿色绝佳的女弟子，脸色大变。完了！叶晨原本以为凭借储物戒中的那些生生不息丸，就能够在小院里大杀四方，结果天亮时分就感觉身体完全被掏空了一样，强健的体魄都扛不住这么疯狂的战斗。有那么一瞬间，叶晨也感受到了后宫佳丽3000的压力，这是真要命啊！庭院里，林清雪等人已经醒来，聚在一起悠闲地聊着天。师兄似乎一整晚都没有回来。林清雪率先开口道，目光看向临近小院的方向，眉宇间闪过一丝担忧。她在担心叶晨的身体会吃不消，毕竟她知道临近小院可是有10多名女弟子在期盼着叶晨的宠幸，压力可想而知。要是身体累垮了，可就不好了。以师兄的能力，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昨天还敢欺负我们，说明精力旺盛。陆梦瑶迟疑地开口道。回想起被叶晨狠狠教训的画面，陆梦瑶顿时害羞的脸色通红。他已经对叶晨的实力有了充分的了解，似乎还从来没见过叶晨累垮的样子。相比之下，他倒是不怎么担心叶晨的身体，觉得他一定行。师兄应该会懂得量力而行吧？不管怎么说，那个小院里可是有100名女弟子呢。师兄的身体再好，也肯定要循序渐进，不然他就算是铜皮铁骨，也肯定得废了。苏念婉开口道，一边说着，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担忧起来，目光时不时地看向临近小院的方向，期盼着看到叶晨的身影。几位姐姐别太担心了，师兄要是在隔壁小院吃饱了，那不是更好吗？这样他回来了就不会欺负几位姐姐了。赵灵儿一脸单纯地说道。听到赵灵儿这么说，林清雪等人神色一怔，顿时红了脸颊。他们在被叶晨狠狠教训的时候，确实是有做过求饶逃避的行为，可是内心又十分渴望这种事情的发生。虽然被教训了，但是心里又很快乐。他们几个都是沉迷其中，并不是真的不喜欢。在向叶晨求饶的时候，更像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情趣。
林清雪等人神色复杂地看向赵灵儿，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这种羞耻的话有点说不出口。灵儿，其实我们也没有很担心被师兄欺负，你难道不喜欢被师兄欺负吗？陆梦瑶忍不住开口询问道。迎上陆梦瑶投来的目光，赵灵儿愣了一下，认真回想了一番先前的经历，脸颊浮现出2朵红晕，羞答答地低下头去，轻声道：喜欢吧？他的经历比较少，但是也有深刻的印象。那就对了，我们虽然求饶，也还是很喜欢。陆梦瑶解释道。灵儿你还小，等以后就知道了。林清雪看着面前的赵灵儿说道。他们几个都比较年轻，但是赵灵儿的年纪是几人当中最小的那一个，更像是初来乍到的纯真少女。师兄回来了。苏念婉突然开口道。闻言，几人都齐刷刷地看向了临近小院的过道，视线里果然出现了叶晨的身影。看似一墙之隔，然而叶晨从隔壁小院走回来却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这会天色都已经大亮了，他才步履维艰地走了回来。真的是师兄？他不留在隔壁小院休息吗？这会还算是挺早的了。林清雪等人诧异道，脸上也露出了一缕笑容，起身迎了上去。走到近前时，他们这才看清叶晨的样子有些虚弱，脸色一阵苍白，几乎都要扶墙走的地步了。师兄，你没事吧？林清雪一脸紧张地询问道，连忙贴心地搀扶着叶晨。师兄，你不是有丹药吗？快服下一枚吧。一旁的苏念婉连忙提醒道，他知道叶晨的储物戒里有一种神奇的丹药，可以快速恢复精力。叶晨看着面前的林清雪等人，虚弱地摆了摆手，脸上挤出一丝笑容道，别担心，我没事，就是看起来虚罢了。他可不会承认自己虚。真的吗？师兄你可别逞强哦。陆梦瑶一脸狐疑地看着叶晨，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言语间带着几分调侃。听到这话，叶晨看向陆梦瑶的眼神就不对劲了。好啊，你这是又皮痒了是不是？信不信为兄再教训你一遍啊？叶晨立刻挺胸抬头，摆出架势准备大战一场，绝不能让这个小妮子看清了自己。瞧不起谁呢？他辛苦了一整晚，储物戒里可是收获了不少丹药。别，师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错了好吗？你饶了我吧。陆梦瑶连忙服软了，他害怕地缩了缩脖子，丝毫不怀疑叶晨真能教训他一顿。之前的经历都还历历在目，这回哪里敢嚣张啊？听到叶晨的威胁，他都感觉到腿软了。陆姐姐，你之前不是还说喜欢被师兄教训吗？赵灵儿一脸单纯地开口说道。此话一出，陆梦瑶的脸色瞬间红透了，这么羞耻的话怎么好意思当着叶晨的面讲出来呢？连忙回头朝着赵灵儿疯狂使眼色，让他别说。是吗？还有这种事？看来你们私下里也聊了不少吗？叶晨一脸玩味地看着面前的陆梦瑶，心里充满了好奇，他们几个私下里会怎么谈论自己呢？没有，师兄，我们就是随便说说。陆梦瑶连忙摆手道，脸色一阵通红，实在是太丢脸了。嗨，师兄，你要不先回房间里休息，我去给你炖点补汤。苏念婉开口道。我去帮忙。林清雪立刻自告奋勇，他们害怕再说下去，心里的那点小秘密就全都被叶晨给知道了，那样下次双休的时候该有多羞耻啊！这会逃也似的赶紧离开了。我也去。陆梦瑶见叶晨的身体确实没什么大碍，也不再担心，找了个借口就跟这一块跑了。临走前还顺手拽走了一脸单纯的赵灵儿，可不能单独留下他，不然他可能就什么都和叶晨交代了。叶晨看着逃也似的几人，失笑地摇了摇头，小声嘀咕道，有什么好害羞的？不都是我的女人吗？早就已经坦诚相待了，还有什么不能知道的？脸红什么呢？他摇了摇头，突然一股困意袭上心头，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叶晨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只能无奈地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他原本还想搂着他们其中一人补个觉的，现在看他们都羞涩地逃走了，就只能自己睡了。昨晚叶晨就没有合过眼，全程都在服用生生不息丸，这回彻底放松下来以后，精神就十分疲惫了。他感觉自己能够睡上3天3夜，下次得去问一问柳如烟，能不能让宗门给他一点补偿，毕竟这是为宗门奉献，应该也算是工伤吧。合欢宗一处大殿内，阿嚏！柳如烟冷不丁地打了个喷嚏，不由得怔住了。自己可是炼虚期的大修士，怎么可能会着凉？一定是有人在背后非议本座，会是谁呢？难道是那小子？柳如烟一脸疑惑的小声嘀咕道。此时心腹弟子也送来了今日的密信。
柳如烟打开密信查看，上面是关于叶晨的日常汇报。片刻后，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的神情。这小子昨晚居然……他不要命了？柳如烟一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有些傻眼了。第一时间关心起叶晨的身体，生怕他给自己累坏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身体一旦亏空了，是很难补回来的。这时候，他的脑海中不由得回想起之前和叶晨疯狂的那几日时光，脸颊顿时泛起红晕，心中说不出的羞涩，同时也很感激叶晨的付出。如果不是叶晨前几日的帮助，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突破炼虚巅峰境界。这会柳如烟以为叶晨是为了守护宗门，才会那么拼命的帮忙培养女弟子，感动的同时，又难免担心叶晨的身体会出问题。这家伙真是有心了，只是就算为了宗门，也不要这么拼命啊！身体要紧。柳如烟喃喃自语道，一时间都有些后悔安排给叶晨这么辛苦的任务了。真要把叶晨给累垮了，他心疼都来不及。柳如烟原本还有些想念叶晨，想让他过来陪陪自己，同时也巩固一下修为。现在得知了叶晨昨夜的辛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急忙派人去给叶晨传话，让他保重身体，同时还让人送去了许多滋补精力体魄的丹药。这家伙赶紧把身体养好，人家还等着你来帮忙突破合体期呢。柳如烟红着脸轻声呢喃道。小院里，叶晨还在睡梦中，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他醒来时，窗外的天色已经黑了。感受着重新恢复精气神的身体，叶晨顿时觉得自己又可以了。不知道清雪他们睡了没有？叶晨打了个哈欠，起身穿好衣服走出房间。庭院里都还亮着许多灯盏，犹如白昼一般。林清雪、陆梦瑶等人正坐在亭子中闲聊。自从他们各自有了身孕以后，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甚至都学起了针织，在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亲手缝制衣服。咿呀！房门打开的动静立刻引来了林清雪等人的注意，他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见到是叶晨出来了，便都放下手中的事情，起身迎了上去。师兄，你醒了？身体好些了吗？师兄一定饿了吧？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还有专门炖的补汤。他们几个都来到叶晨身边，对着他嘘寒问暖。先前叶晨从隔壁小院回来的虚弱样子，可是把他们几个都给吓坏了。虽然叶晨嘴上说着没事，可林清雪等人的心里难免也会担心。苏念婉甚至炖了10圈大补汤，给叶晨补一下亏空的身体。我没事。叶晨依旧倔强地摆了摆手，从不承认自己虚，目光落在他们几个身上，脸上露出了一缕暖心的笑容。你们吃过了吗？要不要在一起吃点？闻言，一旁的赵灵儿拼命点头道：好呀，师兄我还能吃。他一脸欣喜，俨然一个小吃货。叶晨宠溺地看着赵灵儿，伸手揉了揉她的小脑袋，可爱的模样尽收眼底，心里便觉得一阵燥热，多了几分想法。可惜赵灵儿刚怀了身孕，还不太方便，只能等过些日子了。林清雪等人也都笑着点了点头，好，他们也都想和叶晨待在一起，自然不会拒绝。几人走进厨房，苏念婉和陆梦瑶陆续端来了饭菜，顿时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对了，师兄，先前你在房间里休息的时候，宗主派人送来了许多滋补身体的丹药，还带话说让师兄要好好保重身体，不要太过操劳了。林清雪看着面前的叶晨说道，脸色渐渐泛红，手一挥，便将柳如烟派人送来的滋补丹药都放在了桌子上，瓶瓶罐罐的不少，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味。宗主派人送的？叶晨神色一怔，顿时就明白自己昨夜在隔壁小院的事迹已经被柳如烟知道了，不然也不会突然派人送来这么多滋补丹药，还嘱咐他要注意身体。这是怕他肾亏了吗？叶晨失笑地摇了摇头，随手拿起桌上的一瓶滋补丹药打开，倒出一枚丹药放入口中服下。药丸化开后渐渐发挥了效果，只是他的感受并不大，是有一定的滋补功效，但是并不明显，属于长期调养身体的功效，和生生不息丸这种速效丹药完全没法比，效果也有很大的差距。习惯了服用生生不息丸的叶晨，这回都有点看不上这些滋补丹药了。毕竟是柳如烟的一番好意，叶晨也没有拒绝，手一挥便收入了储物戒中。此时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顿时食指大动，招呼着面前的林清雪等人坐下，一起吃了起来。师兄，多喝点补汤。苏念婉贴心的给叶晨盛了一碗汤。还是念婉用心啊。叶晨感动的点了点头，目光看向面前的苏念婉道，今晚念婉留在为兄房里睡觉吧。听到这话，苏念婉脸色一红，连忙摆手道，师兄别这样，你还要调养身体呢，宗主不是让你多休息吗？他不是不愿意，只是担心叶晨的身体会吃不消，当然他也怕自己会吃不消。自从有了身孕以后，他
他就没之前那么疯狂了，难免会觉得力不从心。噗呲，一旁的陆梦瑶忍不住偷笑起来。师兄，你怎么还恩将仇报啊？叶晨看向陆梦瑶，挑了挑眉道：你今晚也来我房里？陆梦瑶，他顿时笑不出来了。翌日清晨，一缕阳光洒落在床头上，叶晨穿戴好衣服，看着满地狼藉，回想起昨夜的疯狂，不禁失笑地摇了摇头，目光看向床榻上睡得正香的苏念婉，并没有吵醒他，独自转身走出房间。昨晚他也是累坏了。叶晨径直走出小院，都没有看到林清雪等人的身影。这会也不算很早了，但是他们几个或许是昨晚没有睡好，这会都破天荒的起不来，全都在房间里补觉。柳如烟派人送来了那么多滋补丹药，叶晨自然是要去好好谢谢他，同时也想让柳如烟知道他不虚。大殿里，柳如烟正在盘膝修炼，巩固修为。她的境界已经不需要睡太长时间，只要不是和叶晨厮混折腾，就算长时间不睡也没什么关系。宗门备战事宜，他都交给了大长老全权负责，而柳如烟就是专心修炼提升实力。大战迫在眉睫，他的实力每提升一点，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局的胜负。为了守护合欢宗，柳如烟不敢有片刻偷闲。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眸中闪过一丝光彩。这小子怎么来了？柳如烟外放的神识探查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心中感到十分惊喜，又觉得很诧异。昨日不是才劳累过度，身体这么快就恢复了吗？他不会又想来欺负我吧？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咚咚咚，不多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咿呀！不等柳如烟开口回应，店门就被推开了。叶晨轻车熟路地从外面走了进来。见状，柳如烟看向他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还真是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弟子见过宗主。叶晨一脸恭敬地行礼道。柳如烟瞥了一眼面前的叶晨，诧异道：你怎么来了？这会不是还要调养身体吗？他记得昨日看过的密报，叶晨在小院一夜过后明明累坏了，只是眼前的叶晨看着精气神都很充足，一点也看不出虚弱的样子。这小子恢复的也太快了吧。宗主，我的身体很好，用不着休息。叶晨拍着胸脯，一脸认真地说道。他就是来告诉柳如烟自己不虚的，要不然这女人以为他不行了呢。叶晨绝不容许自己威武的形象受损。闻言，柳如烟仔细打量了叶晨一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相信了他说的话。确实是挺好的。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吗？柳如烟接着询问道。迎上柳如烟的目光，叶晨摇了摇头，没事了。柳如烟？柳如烟神色一怔，神情错愕地看着叶晨。你小子不会就是专程来告诉本座你身体不虚这件事情吧？对啊。叶晨再次点点头。见状，柳如烟此时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还真是要强啊。柳如烟刚才还以为叶晨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都顾不上休息就来找自己了，结果就是想告诉自己他不虚。这小子什么意思啊？该不会是想再证明自己吧？柳如烟的脸色不由自主地红润起来，看向叶晨的眼神变得躲闪，内心陷入了犹豫。宗主，你很热吗？怎么脸色这么红？叶晨突然关心道。啊？柳如烟愣了一下，心虚地摆了摆手道：没什么。叶晨狐疑地看着面色红润的柳如烟，心里渐渐有了猜想。宗主，你不会是发春了吧？柳如烟。一瞬间，柳如烟就像是被踩到尾巴一样，立刻否认道：没有。迎上叶晨似笑非笑的目光，柳如烟的脸颊顿时一阵滚烫。这小子居然还敢调戏他，可恶！你要没什么事情就赶紧走。柳如烟咬着牙闷声闷气地说道。有事，有重要的事情。叶晨突然一反常态，认真地看着面前的柳如烟说道。柳如烟愣了一下，好奇问道：什么重要的事？他满脸疑惑地看着迎面朝自己走来的叶晨，凑得越来越近。当然是帮助宗主冲击合体期了。叶晨笑眯眯地说道。柳如烟脸色绯红地白了叶晨一眼，满脸娇羞地看向别处道：滚！你那是冲击合体期吗？休想占我便宜！就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又在打他的主意。叶晨一脸正色道：宗主，我这可都是为了宗门啊，我的真心天地可见。难道宗主你不想突破合体期的境界吗？柳如烟一时怔住，陷入了迟疑。他自然是渴望提升修为，只是一想到自己又要被这个混账弟子欺负，心里就一阵羞恼。自己好歹也是一宗之主，怎么渐渐沦落成小情人了呢？
何况每次都被叶晨逼着求饶，就让柳如烟感到很羞耻。自己这个宗主不要面子的吗？宗主，难道你不想快乐吗？叶晨又凑近了一些，一脸玩味的看着柳如烟挑逗道。听到这话，柳如烟脸红的像熟透的红苹果一样，再也绷不住了。看着近在咫尺的叶晨，回想起以往有过的那些快乐，心中就充满了渴望。谁能拒绝得了这份快乐呢？你这个坏蛋，老是欺负我！柳如烟全身发软，娇羞的埋怨道。宗主，你换个想法。什么？叶晨一本正经道，一切都是为了宗门。去你的！柳如烟羞答答的吐槽一句，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眼神渐渐迷离。你的身体真的还行吗？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与调侃。当然可以，叶晨自信满满的说道，当即便拦腰抱起面前的柳如烟，大步朝着不远处的偏殿走去。今天非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让柳如烟知道他一点都不虚。咯喽！柳如烟脸色滚烫的蜷缩在叶晨的怀里，一脸期待的娇笑起来。此时他的内心也是跃跃欲试，相信叶晨一定可以。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核心丹，服下后3个时辰内，合欢的异性将和宿主心连心，结成道侣，携手一生。1个时辰后，接连数道奖励提示一闪而过，叶晨神色一怔。先前看到5年修为奖励的时候，以为这次是报不到什么好东西了，结果下一秒就爆出1枚核心丹，这显然又是1枚高阶丹药。叶晨聆听清楚核心丹的效果时，心中一阵惊讶。虽然药效无法带来更强的精力体魄，但是可以让一切异性都心悦诚服。核心丹作为辅助性丹药使用的话，就可以让叶晨将来双修的女弟子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他的人，不会出卖他。或许连仇人都可以在核心丹的作用下成为叶晨的小迷妹。叶晨的目光不自觉地看向了柳如烟，想想还是放弃了使用这枚核心丹的想法。毕竟柳如烟不会去害他，哪怕是维持着双方的合作关系，他在合欢宗也是绝对安全的，不需要浪费1枚核心丹。他现在就只有1枚这样的丹药，用了就没有了，心中无疑萌生了再报1枚的念头。宗主，那就只能辛苦你一下了。叶晨小声嘀咕道。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强身丹。叶晨看着丰厚的奖励，心中欢喜不已。果然还是要找柳如烟，高报率就是不亏。他这次甚至都没有使用生生不息丸，就收获了这些奖励，其中还包括了1枚强身丹。可惜的是，没有再爆出1枚核心丹。眼看柳如烟求饶，叶晨也只能作罢。不管怎么说，柳如烟也是宗主，不能让她太狼狈，免得下次不让占便宜了。你这个大坏蛋，就知道欺负人家。哼哼，你现在就给我走。柳如烟嘟着嘴，眼巴巴地看着叶晨，一脸委屈地说道，眼角挂着2道深深的泪痕，蜷缩在床榻上，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宗主，你怎么能这样呢？叶晨穿好衣服，回头看向柳如烟，一脸正色道，你怎么能提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呢？柳如烟听到这话，柳如烟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你说什么？谁提上裤子不认人了？柳如烟脸色羞红地说道，搞得好像自己欺负了他一样。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难道没点数吗？明明是他被欺负了。可恶！再说他的裤子都不知道化作多少道碎片了。叶晨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试探性地问道，宗主，你难道就不想在？不想。柳如烟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脸色通红，一脸警觉地看着叶晨，不敢再继续乱来了，不然他今天的小命可能就交代在这里了。一宗之主要是死在床榻上，怕是会被天下人笑话吧。更何况他还是合欢宗的宗主，本身就会各种媚术和双修秘法，结果却被一个弟子给欺负了，甚至都到了要求饶的地步，这简直就是他的耻辱。这好吧。叶晨见他十分抗拒的样子，也知道已经是极限了，便放弃了继续的念头。可惜没能再报1枚核心丹，让叶晨耿耿于怀。看来只能回去找清雪他们几个了。他心里想着，抬头看向床榻上的柳如烟，笑着说道，宗主，那我就先走了，明日我再来找你。柳如烟脸色微变，急忙道，你明日也不用来。他可吃不消，想要歇息几天再说。叶晨根本不听，不行，为了宗门怎么可以懈怠呢？何况你还是宗主，更要以身作则才是。他说的大义凛然，好似不双修就是对不起宗门。
柳如烟。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当时看向他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确定是为了宗门，而不是为了占便宜吗？他还要怎么以身作则？合着非得玩死他才算是对得起宗门是吧？柳如烟一脸幽怨地盯着叶晨，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看着叶晨离开的身影，心里还一阵羞耻。这个大坏蛋，不行，不能让他这么嚣张，必须要再给他安排点女弟子。柳如烟咬牙说道，心里顿时有了想法。那个王宇轩说什么也不肯配合，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这个坏蛋吧。他之前还担心叶晨的身体会亏空得太厉害，现在知道了叶晨的身体素质之后，就不再担心了。这小子就得好好治治他，免得又来欺负自己。叶晨心满意足地回到小院，精神状态都挺好的，哼着小曲，神清气爽，浑然没有虚弱的样子。林清雪等人看到叶晨回来了，都还感到一阵惊讶。师兄，他不是去找宗主了吗？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难道师兄和宗主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不太可能吧。他们几个此时都忍不住八卦起来，一脸好奇地观察着叶晨。平常叶晨去找柳如烟的话，当天深夜能够回来就算不错了，多数时候都是隔天才回来。这一次叶晨回来的太早了，才会让他们感觉到奇怪。毕竟以叶晨的身体也不应该啊。师兄，你回来了，宗主是不是不在啊？陆梦瑶一脸好奇地询问道。走近了一些，他们几个也都闻到了叶晨身上的香味，心中更加奇怪。宗主在啊，我都见到他了，怎么，有什么事情吗？叶晨疑惑地问道。没什么，就是觉得师兄你今天回来的有些早。林清雪红着脸说道。闻言，叶晨神色一怔，这时才察觉到他们几个异样的目光。不是，你们几个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你们不会怀疑是我不行吧？叶晨似乎明白了什么，顿时就急了。瞧不起谁呢？这次可不是他的原因啊，是宗主求饶了，我才回来的好吧？叶晨一脸得瑟地说道，绝不能让他们几个误会了。哦，宗主向师兄求饶了，原来是这样。林清雪等人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顿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们几个又何尝没有向叶晨求饶过呢？这一点他们还是相信叶晨的。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其实为兄也是有办法可以证明的。叶晨朝着他们几个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火热。他回来的路上，心里也在想着找林清雪等人试试能不能得到一些核心丹。既然他们主动送上门来，那叶晨也不客气了。他现在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完全不需要等到晚上。别，师兄，我是相信你的。林清雪脸色泛红，一脸真诚地说道。师兄，我可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啊。苏念婉连忙摆手道，清秀的脸颊越来越红润。他现在可害怕叶晨了。师兄你别看我啊，我哪里还敢怀疑你啊？别说宗主向你求饶了，你就是说宗主怀了你的孩子我都信啊。陆梦瑶急忙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这几日可是被叶晨给教训了不止一次，再也没有了上房揭瓦的胆量。听到他这么说，叶晨明显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柳如烟还真的坏了他的子嗣，只是肚子还不够凸显罢了，再过几个月可能就会变得和林清雪等人一样明显了。只是到那个时候，恐怕全宗上下就都知道这件事情了。目前为止都还只有叶晨一个人知道，包括柳如烟可能都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的修为越来越强之后，身体的孕反就没有那么强烈，或许会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但是也不会往怀孕的方向去想。要等到肚子大起来的那一天，柳如烟才会意识到自己怀孕了。叶晨一直都有想要找时间和柳如烟开诚布公地说清楚这件事情，每次又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他不知道柳如烟会不会愿意留下这个子嗣，心中难免也在担忧。林清雪等人看着突然走神的叶晨，心里都感到疑惑，回想起陆梦瑶刚才说的话，似乎想到了某种可能，顿时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师兄，你该不会真的让宗主也怀孕了吧？你这真的假的？宗主她怀了师兄的孩子？林清雪等人此刻都惊呆了，忍不住询问道，一双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叶晨，想要得到答案。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宗主和弟子搞在一起就算了，叶晨这么优秀，柳如烟对他动心也情有可原，何况和叶晨双修还能提升修为，就都可以理解。但是要说一个宗主怀了弟子的孩子，那就不一样了。往大了说，那就是欺师灭祖。迎上林清雪等人投来的目光，叶晨回过神来，连忙摆手否认道，你们想什么呢？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那可是宗主啊，他能怀我的孩子吗？这可不能乱说啊。
林清雪等人都为叶晨捏了一把汗，听到他这么说，顿时都松了一口气。没有就好，师兄下次和宗主双修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林清雪脸色绯红地提醒道，他也是为叶晨着想，不然哪天真搞大了宗主的肚子，可能就要被几位太上长老给弄死了。放心，为兄知道分寸。叶晨心不在焉地说道，愈发觉得要找个时间和柳如烟谈谈子嗣的事情了。毕竟再过不久，他的肚子就真要大起来了。要是宗主真怀上了师兄的孩子，那师兄不就成我们的师伯了？咯喽！陆梦瑶掩嘴轻笑起来，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众人也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叶晨神色一正，目光看向面前的陆梦瑶，挑眉道：好，那你先教教师伯该如何小心一些。陆梦瑶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陆梦瑶羞红了脸，急忙摆手道：别，师兄，我错了，我一定不喊你师伯了好吗？你饶了我吧，我也不懂要怎么小心啊。叶晨走上前去，拉起陆梦瑶的手臂，不由分说往不远处的房间走去，打算让他教教自己如何避孕。师兄，别这样，我吃不消啊。饶了我吧，实在不行，等晚上好吗？陆梦瑶面红耳赤的求饶着，半推半就的和叶晨进了房间，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林清雪看了一眼不远处紧闭的房门，红着脸小声嘀咕道：陆妹妹又要吃亏了。苏念完美眸一转，笑盈盈道：这样也好，师兄今晚就没力气折腾了，我们几个也算是安全了，只是要牺牲一下陆妹妹。一旁的赵灵儿看看紧闭的房门，又看看面前的林清雪和苏念婉，眼巴巴地问道：林姐姐，苏姐姐，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啊？还要等师兄和陆姐姐一起吃饭吗？她有些担心叶晨一时半会不出来的话，这饭还吃不吃了。闻言，林清雪和苏念婉回头看向她，失笑地摇了摇头：吃，我现在就去炖汤。苏念婉回答道。虽然叶晨看起来生龙活虎的样子，可他仍是担心叶晨的身体会吃不消，心心念念着给他多炖点十全大补汤。叶晨的身体好了，对他也是一件好事。好爷，开饭！赵灵儿喜滋滋地说道。几个时辰过后，天色渐晚，夕阳西下，小院里又来了一名身穿新娘嫁衣的妙龄女子，长得美若天仙，长发飘飘，肌肤如出水芙蓉吹弹可破，身材前凸后翘，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款款走来时弥漫着一股诱人的芳香。在她身后还跟随着2名女弟子，与其说是保护，更像是押送监视。此时正坐在庭院中闲聊的林清雪等人看到这一幕，心里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师兄的艳福不浅啊！林清雪等人立即忙碌了起来。既然是宗主柳如烟派人送来的女子，又穿着一身嫁衣，显然就是安排给叶晨洞房的女人。今夜过后，她们几个也会成为好姐妹。林清雪等人并未吃醋，多一个姐妹也是好事，还能帮忙分担一下火力。这时候手脚都很轻快，帮忙布置新房。只是看到新娘子的时候，心里都生出了一丝疑惑，对方的修为似乎被人用某种手段给封住了，样子看着也很陌生，并不像是合欢宗的弟子，至少他们几个在宗门里都从未见过。不仅如此，在婚房门外还有2名女弟子在守着，寸步不离。这一切看着都十分诡异。林清雪等人忙活完走出房间，走远之后才开口谈论起来。好奇怪，他的修为像是被封住了。林清雪疑惑道。门外还有弟子在看守，似乎怕他跑了，难道他不是合欢宗的弟子？苏念婉皱了下眉头，神色迟疑道：不会吧，难不成宗主在外面抓了女修来给师兄洞房？这么做是为什么呢？赵灵儿一脸惊讶道，感觉不可思议。合欢宗最不缺的就是女弟子，何必还要特意去外面掳掠女修呢？要知道跟叶晨双修可不会像别的顶炉那样被吃干抹净，反而还能从中得到诸多好处，最明显的就是修为大幅提升。这种好事别人都上赶着来，哪里用得着去强迫呢？他们3个此时都想不通其中的缘由，只是担心叶晨今夜入洞房的时候会有危险，他不会刺杀师兄吧？林清雪担忧道。苏念婉神情凝重地摇了摇头，沉吟道：一会等师兄出来了，提醒他一下吧，毕竟新娘子心不甘情不愿的，哪怕是被封住了修为，也保不准他会做出对叶晨不利的事情。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庭院里亮起了许多灯盏，亮堂堂的一片，大红灯笼格外显眼，喜庆洋洋。一个房间里，叶晨正沉浸在收获的快乐中。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
获得一枚核心丹。当聆听到核心丹的提示时，叶晨整个人都怔住了，他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真是核心丹！卧槽！叶晨确认了一下储物戒里收获的丹药，顿时欣喜若狂。他原本也只是抱有一丝期待，但是也没有指望能够从陆梦瑶这里抱出来。毕竟这种高阶丹药，也只有去找柳如烟的时候，希望更大。他们之间的灵根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能够得到一枚生生不息丸，叶晨心里就已经挺高兴了。谁知道还有额外收获，真是我的好梦瑶啊！叶晨笑呵呵地说道。此时他也察觉到庭院外的动静，似乎有别的人进来了。会是谁呢？叶晨的心里闪过一丝疑惑，猜想会不会是隔壁小院里的那些女弟子又想他了。毕竟之前李新月就专门来过一次，那边还有许多女弟子等着叶晨去帮助他们提升修为呢。师兄，该吃饭了。陆梦瑶虚弱地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道，眼睛睁开一条缝隙，水汪汪地看向面前的叶晨，眼角还挂着一缕泪痕。好，既然饿了，那我们就先去吃饭吧。叶晨点点头道，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以德服人。陆梦瑶已经求饶了好几次，叶晨也懂得怜香惜玉。穿戴好衣服，叶晨牵着陆梦瑶的小手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咿呀，房门打开，庭院里的林清雪等人听到动静，都立刻起身走了过去。师兄，醒了。林清雪看着面前的叶晨，脸颊不由自主地浮现一抹红晕。叶晨点点头，目光看向周围悬挂起的红灯笼，不禁好奇地询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无缘无故的怎么会挂起红灯笼呢？而且他先前就注意到院子里来人了，此时也看见不远处的一个房间门口站着2名女弟子，他的心里顿时有了猜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听到叶晨问起，林清雪这才开口解释道，师兄，你刚才和陆妹妹休息的时候，宗主派人送来了1名女弟子，房间我们已经布置好了，今晚就等着师兄过去洞房了。宗主派来的？叶晨神色一怔，感到十分诧异。他上午才从柳如烟那里回来，也没有听他说要给自己安排女弟子啊。况且隔壁小院不是已经有100名女弟子在排队了，为何还要再单独安排1名女弟子来这个院子呢？难道这是想要插队的关系户？正当叶晨还在疑惑的时候，一旁的苏念婉便开口提醒道，师兄，那个女弟子像是被人封住了修为，似乎并不情愿，今夜入洞房的时候，师兄要担心一些。听到这话，叶晨更加诧异了。封住修为？他想不明白柳如烟为什么要这么做。宗门里也不缺女弟子，他身边现在也不缺女人，用不着勉强一个不愿意的女弟子吧？除非这个女子不是合欢宗的弟子。叶晨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中。以他对柳如烟的了解，肯定不会害他的，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安排这么一个女弟子过来和他洞房，这其中必然是有什么用意。难道说这个女修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样貌特别美，身材特别好，还是高阶灵根？叶晨顿时产生了兴趣，说什么也要去会一会这个女修不可。送上门来的女人，干嘛不要？好，为兄知道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叶晨回过神来，看着面前的苏念婉等人说道，让他们几个放心，对方就算没有被封住修为，也不可能会伤到叶晨。现在的他可是化神期的修为，哪怕是宗门里能威胁到他的也不会超过10个人，何况是个没牙的老虎。叶晨并未着急去入洞房，先陪着林清雪等人一起吃过晚饭，填饱肚子之后，他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先前教训了陆梦瑶一顿，让他感觉到了些许疲惫，这会就需要缓一缓了。好在储物戒里还有生生不息丸，也给了叶晨不少底气。再和林清雪等人闲聊一阵，叶晨便独自朝着装饰好的新房走去。门口守着的2名女弟子看到叶晨来了，便开口提醒道，叶师兄，宗主交代过，里面的并非是我合欢宗的弟子，而是前几日在附近抓到的天魔宗弟子。宗主希望你能帮忙劝导，让他为合欢宗效力。闻言，叶晨恍然地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他之前就在猜测这个女修的身份不是宗门弟子，果然如此。只是让叶晨没想到的是，柳如烟居然还安排一个天魔宗的女弟子来和他双修。这个女弟子有什么特殊之处，会让柳如烟如此看重？毕竟和叶晨双修可是好处多多，要是不被看中的话，连踏进这个小院的资格都没有。合欢宗的女弟子都得要排着队，更何况是一个敌对势力的弟子呢？你们2个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了。叶晨看着面前这2名女弟子说道。叶师兄小心。他们2个犹豫了下，
感受到叶晨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便果断选择离开。叶晨的实力在他们之上，根本用不着他们在这里保护。等守门的女弟子走后，叶晨便上前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刚进入房间，一股独特的芳香扑鼻而来，是少女身上独有的体香。叶晨的目光看向床榻上身穿鲜红色嫁衣、头披红盖头的女子，虽然看不清容貌，但是凸现的身材一目了然。以柳如烟的眼光，想来也是一个大美人。叶晨打量着对方的身材，身体便不由得燥热起来，仿佛有团火焰在燃烧。他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去，来到这名女子的面前，伸手掀开红盖头。下一秒，一张精致绝美的脸庞映入眼帘，哪怕瞪着眼，生气的样子也还是很美。是你？怎么是你？女弟子和叶晨同时惊呼道。叶晨看清楚对方的容貌，也在第一时间认出她来。前几日他的分身离开合欢宗，正好在外围的树林中发现了潜藏的天魔宗小队，当时就是他暴露了小队位置，引得合欢宗太上长老注意，出手将他们拿下。叶晨在离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个试图逃跑的天魔宗女弟子，被他出手拦下，最后被合欢宗弟子抓获。眼前的这名女弟子就是他。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你这个混蛋！王宇轩气鼓鼓地瞪着眼前的叶晨，恨不得杀了他。当初要不是叶晨出手，他就顺利逃出升天了。他心里一直都暗暗记着这笔账，迟早有一天要找到叶晨报仇。没想到他们两个竟然会在这种场合下再次相见。王宇轩猛地起身，一掌朝着叶晨拍去，下一秒就被叶晨轻松抓住柔软无力的手腕。就你这样，还想动手？叶晨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被封住修为的王宇轩和普通女子没什么分别，甚至还更加柔弱。你给我记着，我不会放过你的。王宇轩脸色潮红地看着叶晨说道，意识越来越弱，好似在强撑着。你！叶晨神色一怔，这才察觉到王宇轩的异样，身体越来越烫，脸色一片红润，眼神也变得妩媚动人。你吃春药了？叶晨惊讶道，但很快就想明白，应该不是他主动吃的，而是在过来之前被人强行服下了药物。柳如烟安排的？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呢？怕这个女弟子不愿意，所以就下药强迫她。可是就算生米煮成熟饭，对方也还是会憎恨合欢宗。柳如烟难道是打算让他用实力征服王宇轩吗？叶晨陷入沉思，这个女弟子身上到底有什么让柳如烟如此看重，非要把人留下来？正当叶晨思索的空隙，面前已经被药效彻底迷失心智的王宇轩顿时扑进了叶晨的怀里，动作急切地撕扯起来，样子看着很难受。你别！叶晨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抬头看向叶晨，水盈盈的目光充满了渴望，此刻再也看不出一丝憎恨，只有欲望。你要这样的话，可别怪我啊，是你自己主动的。叶晨提醒了一句，只是此刻的王宇轩哪里还听得进去这种话，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燥热难耐，而眼前的叶晨便是他的解药。先前他一直都在克制，现在彻底失去了理智，再疯狂的举动也能够做得出来，与他冰清玉洁的模样截然不同，就像是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一道冰冷的提示音响起，叶晨瞬间怔住了，猛然瞪大了眼睛，脸上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他甚至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这怎么可能？叶晨喃喃自语道。他这才想起探查王宇轩的灵根，顿时惊掉了下巴。天品灵根？叶晨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的天魔宗弟子竟然会是和柳如烟一样的天品灵根，这简直不可思议。别说是在合欢宗，哪怕是在玄天圣地，天品灵根的弟子都有资格成为宗门圣女了。叶晨顿时明白柳如烟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女弟子了，那可是天品灵根，将来的成就不可估量。要是能让她归附合欢宗的话，对于宗门而言，无疑是为将来增添了一份保障。天魔宗或许也只是想要让王宇轩外出历练，只是没有想到会被合欢宗给掳走了。对方迟迟没有攻打合欢宗，或许就是担心会波及到王宇轩。不过王宇轩将来是愿意归附合欢宗，还是忠心于天魔宗，那都是后话了。现在他是先便宜叶晨了。在得知王宇轩是天品灵根以后，叶晨顿时就萌生出了许多想法。他当即从储物戒中摸出2枚药丸，一枚核心丹，一枚生生不息丸。叶晨毫不犹豫都将2枚丹药放入口中服下。那就看看这个核心丹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用吧。他喃喃自语道，目光落在了王宇轩的身上。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
叮！恭喜宿主获得一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一套明光铠，穿戴后可以无视对手修为，削弱5成伤害，可升级改造。一道道冰冷的提示闪过，叶晨心头一惊，整个人瞬间精神了起来。明光铠，这显然是一套防具。叶晨在意的是这套铠甲的效果，竟然可以削弱5成伤害。这意味着本来和他5-5开的对手，能够被他直接碾压，就算是遇到高出几个小境界的对手，他都能有一战之力。哪怕是面对炼虚期的强者，叶晨都可能从他们手里逃出升天。这简直就是保命法器啊！而且伴随着叶晨的实力越来越强，明光铠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加凸显，几乎是同境界里无敌了。这套铠甲甚至还能升级改造，效果可以再度提升，堪称神器。虽然系统没有标记明光铠的品阶，但叶晨可以确定这绝对是神品以上的防具了。叶晨顿时大喜过望，怎么也没有想到会爆出一套保命防具，这运气可真是太好了。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王宇轩，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难道是因为新人的缘故，所以爆率变高了吗？柳如烟都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宝贝啊！叶晨小声嘀咕道，心里美滋滋的，同时也很感激柳如烟。要不是他送来了王宇轩来洞房的话，此时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获。一个拥有神天品灵根的伴侣，对于叶晨来说也是如获至宝。叶晨原本都想要休息了，这会一看到爆出的明光铠，顿时又来了精神。何况王宇轩中了毒，叶晨只当是心善帮忙解毒了。手一挥，就从储物戒中又摸出了一枚生生不息丸，放入口中服下。3秒过后，叶晨的精神状态再次攀升到了顶峰。这时候他也不管是什么时辰了，一门心思就想着多爆出一些高阶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1个时辰后，叶晨再没有获得任何高阶奖励，全都是一水的修为，就连一枚生生不息丸都没有得到。难道是运气全用光了？叶晨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不过对叶晨而言也不亏了，一枚生生不息丸换来数十年的修为提升，也是赚到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毕竟不是每个双修对象都是天品灵根。柳如烟虽然可以频繁双修，但是她的身体也会很快就吃不消，现在多了一个王宇轩，倒是给了叶晨提升实力的机会。窗外的天色已经渐渐亮了，叶晨疲惫地打了个哈欠，困得不行，当即便躺下睡觉。这一觉睡到了日晒3竿，都还没有醒来。林清雪等人一早就打着哈欠在庭院里坐着，彼此的脸上都带着几分幽怨的神情。林姐姐，你昨晚没睡好吗？陆梦瑶打着哈欠问道。林清雪看着同样哈欠连天的陆梦瑶，脸色泛起一抹红晕，迟疑道：你也是啊，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睡着呢。陆梦瑶点点头道：师兄实在是太坏了。苏念婉面色红润地说道，他这会也是顶着黑眼圈，一脸的困意。听说那是天魔宗宗主的亲传弟子，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对师兄不利。林清雪面露担忧地说道，毕竟是枕边人，一旦出手偷袭的话很容易中招，哪怕叶晨修为高深，也可能会遭到暗害。别担心，既然宗主已经封住了他的修为，就不可能伤到师兄的。以师兄的境界，寻常利器根本上不了他。陆梦瑶一点不担心地说道，对叶晨很有信心。这位天魔宗的女弟子对师兄似乎也没有很抗拒的样子，想来不会对师兄出手的吧？苏念婉神色迟疑地说道，要动手的话，昨晚入洞房的时候就应该动手了，不会等到现在才对。毕竟那可是关乎到了一个女子的清白啊。但愿如此吧。林清雪微微点了点头，眉宇间仍旧有一抹忧虑，抬头望向不远处悬挂着大红灯笼的房间，紧闭的房门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亲眼看到叶晨从房间里走出来，他都不会心安。师兄一会也该醒来了，我们还是先去准备饭菜吧。苏念婉开口提议道，他似乎看出了林清雪心里的忧虑，开口安慰了几句。在他看来，王宇轩先前是天魔宗的弟子，可现在已经成为了叶晨的女人，肯定也不会有别的心思了。好，林清雪答应一声，跟着苏念婉一起走向不远处的厨房。红烛帷幔的新房里，叶晨从睡梦中醒来，立刻就感受到了一双目光正盯着自己，不由得心头一惊，连忙看去，视线落在王宇轩的身上。他不知何时已经醒来，身上只是披了一件外衣，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此刻他看向叶晨的目光很复杂，像是被夺走清白的愤怒，又生不起一丝怒气，眼眸中还夹杂着一缕爱慕与清新。叶晨看到他这副模样，心里就知道是核心丹发挥了效果，
强行让王宇轩爱上了自己，对他忠心不二。不然以王宇轩的性格，他又是天魔宗的弟子，早就想杀了叶晨，不会这么平静。只是核心丹的效果还不够强烈，无法让王宇轩彻底爱上叶晨，才会使得他陷入两难的情感当中徘徊。你醒了？叶晨看着王宇轩，率先开口道。王宇轩红着脸，轻轻回应了一句。此时他还很羞涩，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叶晨。他们一共都只才见过2次面，结果就成了道侣，一时间还有些蒙圈。王宇轩似乎还在思索自己为什么会爱上叶晨，这份爱意是从何而起？为什么自己对他生不出恨意呢？这个男人可是夺走了自己的初夜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宇轩此刻的脑子乱糟糟的，总觉得自己像是遗忘了什么。咕噜噜，王宇轩神情一怔，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顿时感到很丢脸。他被合欢宗抓来的这几天，几乎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又经历了昨晚的摧残，早就又累又饿。叶晨看出了他的窘迫，起身说道：“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好。”王宇轩羞答答地回应道。叶晨率先起身穿好衣服，又将散落在地上的衣物捡起来递了过去：“穿上吧。”王宇轩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只披了一件外衣，什么也没穿，顿时羞红了脸，急忙接过叶晨手中的衣物，悉悉索索地穿了起来。叶晨也没偷窥，昨晚他是什么都看过了，这回也不差那2眼，心里也不禁感慨，看似苗条清纯的女子，还挺有实力的。我好了。王宇轩红着脸走下床榻，开口说道：“我叫叶晨，你喊我师兄就可以。”叶晨回头看向他，语气柔和地说道：“师兄，我叫王宇轩。”他红着脸回应道，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叶晨。明明还是陌生的2个人，彼此却又发生了最亲密的接触。宇轩名字不错，走吧，我带你去吃饭。这个小院里还有住着其他人，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叶晨一边往外走，一边开口说道。只有让王宇轩融入这个小集体，他才有可能留下来，对合欢宗有归属感。要是没有任何可留恋的，他可能就会逃出去，回到天魔宗。其他人？王宇轩心头一紧，脸色红扑扑的。他有点不敢见人，毕竟他和叶晨之间就这么不清不楚的发生了关系，这让他怎么见人？要是讨论起昨晚的话题，那多丢脸啊！何况还是他吃了春药的缘故，变得特别主动，叶晨甚至都没有强迫他。回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些画面，王宇轩就满心羞耻，感觉到无地自容。自己怎么会那么疯狂吗？呀！房门打开，叶晨带着王宇轩一前一后走出房间。此时厨房的飘来一股香味，咕噜噜，王宇轩的肚子更饿了，回过神来，抬头看向面前的叶晨，脸色红扑扑的，心里很不好意思。他有点不敢见人，却又很想品尝香喷喷的饭菜，犹豫时就鬼使神差的跟在叶晨身后来到了厨房。师兄，你醒了。师兄。林清雪等人听到脚步声，都齐刷刷的看了过来，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看到他安然无恙，顿时都放下心来，长松了一口气。他们担心了一上午，就怕王宇轩醒来后会对叶晨不利，好在2人的关系似乎很融洽。这时林清雪等人也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跟随在叶晨身后的王宇轩，尽管昨天晚上已经见过面了，但是并没有交谈过，彼此还很陌生。他叫王宇轩，以后应该会生活在这里，你们好好相处。叶晨侧着身子，指着身后的王宇轩为几人介绍道，紧接着又指向了面前的几女，分别介绍：林清雪、陆梦瑶、苏念婉、赵灵儿，她们都是为兄的女人。听到叶晨的介绍，林清雪等人的心里都一阵欢喜，脸上泛起一抹红晕。王宇轩愣了一下，看看面前的林清雪等人，又看看叶晨，眼神就变得有些古怪了。他没想到叶晨身边会有这么多道侣。王妹妹别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肚子一定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吧。王妹妹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好了。林清雪等人热情地走上前，招呼着王宇轩，拉着他上桌吃饭。王宇轩原本还有些拘谨，不太好意思，他本就性格孤僻冷傲，习惯了独来独往，面对林清雪等人的热情相待，顿时就变得开朗了许多，很快就和他们几个熟络起来。面对香喷喷的饭菜，王宇轩吃得十分开心，这是他从小到大吃的最美味的一顿饭。几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其乐融融，欢笑声充斥在厨房里。叶晨看着这一幕，悬着的心也放松下来。只要王宇轩在这里待得开心，自然就会留下来。他也算对柳如烟有了交代，同时又多了一个天品灵根的道侣，可谓是一举两得。吃过饭后，叶晨原本还想着和王宇轩再加深一下感情，
结果他和林清雪等人聊得不亦乐乎，就只好打消了念头。难得他们聊得来，叶晨也不想打搅，毕竟把王宇轩留下来，以后多的是双修的机会，并不急于这一时。眼看他们越聊越欢快，叶晨在一旁根本插不进嘴，便转身离开了小院，去找柳如烟汇报进展。师兄他怎么走了？我们这样会不会冷落了师兄？王宇轩注意到离开的叶晨，眉宇间闪过一丝紧张，迟疑地开口说道：王师妹，你别担心，师兄那是去找宗主了。林清雪解释了一句：找宗主。王宇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来师兄平日里也很忙。他嘟囔了一句：师兄要不走的话，你可能就要遭殃了。陆梦瑶看向王宇轩，意味深长地说道：遭殃？王宇轩神色一怔，心里闪过一丝疑惑，有些不明白陆梦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叶晨留在这，他就会遭殃？师兄难道不喜欢他吗？一时间，王宇轩的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陆梦瑶见他没听懂，就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悄悄话。王宇轩愣了一下，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内心娇羞不已，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他和林清雪等人虽然聊得很熟络了，但是在双修方面还没有那么开放，乍然听到时就觉得很羞涩。他昨晚才出尽人事，这多不好意思啊。一处大殿，柳如烟正在修炼，伴随着功法运转，身后浮现出一个道法图腾，疯狂吞噬着周围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汇入柳如烟的体内。此时他的气息比前几天又增强了不少，不仅巩固了炼虚巅峰的境界，修为也有所精进。再过一些时日，柳如烟甚至都有打算去冲击合体期的瓶颈。这种事情在以前他是连想都不敢想，可是现在却有了这份念想，甚至有极大的信心可以办到。毕竟他已经在短时间内从化神巅峰境界一路提升到了现在的炼虚巅峰，这已经超出了修行的范畴，打破了固有的认知，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此刻他从修炼中醒过来，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依靠修炼还是太慢了。柳如烟嘀咕了一句，在经历过快速提升修为以后，就很难再适应一点点积累的修行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柳如烟的心里不禁想起了叶晨，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降服那个天魔宗弟子呢？以他的能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只是那小妮子心气孤傲，又是那老东西的亲传弟子，怕是没那么容易让他死心塌地地留在合欢宗。难得是天品灵根的弟子，就算想走，起码也得先生出个子嗣留在合欢宗，这样也不亏。柳如烟心里盘算着，想要将王宇轩留在合欢宗，只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就想着借他的身体生个子嗣出来，或许也会拥有不错的灵根。这也是他封住王宇轩修为，给他下药之后送去给叶晨洞房的原因。他对叶晨的双修本事有信心，不一定能够留住王宇轩，但是觉得可以一发入魂。思索间，柳如烟突然一阵恶心，这种感觉稍纵即逝，却让他感到很疑惑。最近怎么总觉得恶心呢？难道是中毒了？柳如烟皱眉嘟囔道，以他的修为，不可能会莫名其妙的感到难受，可是最近犯恶心的频率却是越来越高，就让他觉得很奇怪，甚至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人暗中下毒了。突然，柳如烟想到了某种可能，脸色骤变，本座该不会怀了吧？这不可能吧？柳如烟心头一惊，有点慌了。他之前都没往这方面去想过，因为他修炼的功法特殊性，境界越高就越难怀上子嗣，这也是他无所顾忌的和叶晨厮混，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的原因。只是频繁的恶心就让他起了疑心，但是他身为一宗之主，也不敢贸然让医师来诊断，要是真怀了子嗣该怎么办？传扬出去，宗门弟子会怎么看他？哪怕是把诊断的医师给杀了，也会招来许多猜测。怎么办？就在这时，殿门外传来脚步声，咚咚咚。咿呀！伴随着一阵敲门声，殿门打开，叶晨从外面走了进来，都不用柳如烟张口，就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样。柳如烟神色一怔，抬头看向迎面走来的叶晨，看他的眼神就不对劲了。心里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怀上了子嗣，对叶晨的怨念就更重了。这小子怎么就不懂得小心点呢？不知道他是宗主吗？宗主，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叶晨摸了摸自己的脸颊，一脸疑惑地看着面前的柳如烟询问道。总觉得柳如烟今天看他的眼神怪怪的，态度也很奇怪，总不能是吃错了吧？可是王宇轩不是他送去小院的吗？自己送女弟子，然后又自己吃醋，你怎么来了？那个王宇轩怎么样了？柳如烟深吸口气，心情烦闷地看着叶晨问道。他也知道这是怪不得叶晨，他自己也有错，当初没想着小心点，只是心里难免还是会埋怨他，谁让他是孩子的父亲呢？他在小院待的还可以，不是很抗拒了。
再过几日，他应该就会心甘情愿地留在宗门。不过弟子也没有把握能让他为宗门效力。叶晨开口解释道，凭借核心丹的效果，顶多是让王宇轩彻底爱上自己，忠心不二，但是他依旧会保留着原有的意识和想法，以及对天魔宗的感情，很难做到让他与天魔宗为敌。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不在意地摆了摆手，神色平静道，你能让他安心留在宗门就可以了，就算不愿为宗门效力也没关系，只要他能给宗门诞下子嗣就行了。柳如烟本身也没有指望王宇轩能这么快就改换门庭，加入合欢宗。倘若王宇轩真能这么快变脸的话，那他对宗门的忠诚度也根本不可信。柳如烟就是看中了王宇轩的天品灵根，想要留他生孩子罢了。你小子还挺有本事的，一晚上的时间就把人留下来了。柳如烟神色诧异地看向叶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听到柳如烟这么说，叶晨笑呵呵地挠了挠头，一脸自信道，我的本事宗主你还不了解吗？叶晨冲他挑了挑眉，这其中虽然是有核心丹的效果，但是也不可否认叶晨的个人能力也很强。昨天晚上他可是足足用了2枚生生不息丸。迎上叶晨投来的目光，柳如烟脸色一红，似乎想起了什么，忍不住白了他一眼，你小子少贫嘴。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吧。柳如烟冷哼一声，开始赶人。他心里是想要有叶晨陪伴的，但是现在疑似怀了身孕，就有点担忧了，也不敢和叶晨乱来了。闻言，叶晨诧异地看向柳如烟，顿时感觉到奇怪，柳如烟今天怎么对他这么冷淡呢？和往常很不一样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宗主，你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吗？说出来，弟子也能帮着分忧。叶晨走上前去，看着柳如烟关心道，在他心里已经是将柳如烟当成是自己的女人了，现在他遇上了烦心事的话，也会想着帮忙解决，至少是做些他力所能及的事情。面对叶晨的嘘寒问暖，柳如烟的心里觉得暖暖的，脸色也缓和了一些。没什么，我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柳如烟瓮声瓮气道。不舒服？叶晨神色一怔，似乎想到了某种可能，迟疑地凑了过去。宗主，要不我给你看看？实不相瞒，我也是略懂一点医术的。你还懂医术？柳如烟有些惊讶，一脸狐疑地看着面前的叶晨，感到不可思议。那是当然。叶晨很自然地把手指搭在了柳如烟的手腕上，装作把脉的样子，紧接着便开口询问道，宗主，你最近是不是觉得身体特别疲乏，时常感觉到恶心？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神色诧异道，你怎么知道？你还真会医术啊。他最近的确感到恶心，说不出的难受，见叶晨问起，心里不禁有些忐忑。在叶晨过来之前，他心里就已经有了猜想，却又不敢相信。此时紧张地看着面前的叶晨询问道，我这是什么病？他如今已经是炼虚期的大修士，几乎是不可能得病，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迎上柳如烟的目光，叶晨的心里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此时也不打算再隐瞒下去，正好借此机会开诚布公。宗主，你怀孕了？叶晨一脸认真地说道。什么？我怎么会？柳如烟心头一惊，哪怕早有预料，可是听到这个结果时还是难以接受，心中顿时一阵慌乱。他低头摸了摸微微凸起的小肚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你没有诊断错吧？柳如烟抬起头来，抱有一丝期待道。叶晨看到柳如烟的反应，悻悻地说道，没有诊错。宗主你就是怀了，他还有些不好意思，毕竟是他让柳如烟怀上了子嗣，只不过一发入魂也不是他能够控制的，当初颠鸾倒凤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避开这种情况。叶晨之前就担心过这件事情，现在看柳如烟惊慌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想要这个子嗣，只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要是让宗内弟子知道了，可怎么见人啊？大长老他们要是知道了……柳如烟神情紧张地嘟囔道，心情一阵烦闷。此刻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抬起头看向叶晨的眼神，就将怨气都撒在了他的身上。都怪你，你怎么就不懂得小心一点呢？这下好了，怀上孩子了。不行，这个孩子不能生下来。柳如烟看着叶晨埋怨道，谁家好人弟子会把自家宗主的肚子给搞大的？叶晨此时也心中有愧，连忙将不知所措的柳如烟抱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抚道，宗主，你先别着急，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天品灵根的话，你会愿意生吗？你要不想生的话，也有办法可以。不等叶晨把话说完，立刻就被柳如烟打断了。你说什么？天品灵根的子嗣？这是真的吗？你能保证本座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天品灵根？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看向叶晨，神色激动地询问道：“要知道，一个天品灵根的子嗣有多么难得。此前叶晨仅仅只是保证双修生下的子嗣能拥有灵根，就得到了柳如烟的重视，甚至愿意为他去得罪玄天圣地。现在他自己可以生下一个天品灵根的子嗣，心里自然是10000个愿意的。柳如烟虽然不想怀孕，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她也不想把孩子给打掉，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犹豫了。”迎上柳如烟激动的目光，叶晨十分认真地朝他点头回答道：“是真的，我可以保证，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天品灵根的资质，甚至有可能会是传说中的神品灵根。”他没有再说假话，也不是哄骗柳如烟生孩子，而是有绝对的把握。当初一发入魂的时候，他可是花费了10万枚灵石用来提升子嗣的灵根资质。因为柳如烟本身就是天品灵根的缘故，叶晨和他的子嗣保底都是天品灵根，有20%的概率是神品灵根，甚至是传说中的上古极品灵根。哪怕不奢望什么神品灵根和上古极品灵根，只要柳如烟想生的话，就一定能生出天品灵根的孩子。柳如烟怔怔地看着面前的叶晨，试图看出他是不是在说谎。见叶晨一脸认真并且语气坚定，心里也渐渐相信了他说的话。想到自己的子嗣将会是天品灵根的资质，柳如烟顿时就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了一缕期待的笑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算是几位太上长老知道了，也不会多说什么闲话的。本座的孩子若是天品灵根，将来必然能够撑起宗门的重担。柳如烟喃喃自语道，浑然没有了之前的烦恼。毕竟他要是生下一个拥有天品灵根的子嗣，宗门里的几位太上长老不仅不会闲言碎语，甚至会比他更加高兴。现如今的合欢宗最缺的就是天赋出众的下一代了。见柳如烟打算留下这个孩子，叶晨也是长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情说开了，他也轻松了不少，至少也不用再为这件事情而担忧了，也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叶晨低头看向柳如烟微微凸显的小肚子，伸手摸了摸，心里渐渐有了想法，笑着开口道：“宗主，我想和这个孩子见见面。”听到叶晨说的话，柳如烟愣了一下，抬起头疑惑地看向他。都说怀胎10月，这孩子怎么也要过几个月才会出生，现在怎么让你们见面？四目相对，柳如烟看叶晨的眼神渐渐发生了变化。你该不会是想……柳如烟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你这个坏蛋！不行，绝对不可以！他立刻拒绝道。这小子又想来占自己便宜，什么看望孩子，分明就是想睡他。柳如烟也不傻，当场就看穿了叶晨的小心思。宗主，我这也是为了宗门好啊，你应该也想提升修为，早日突破合体期吧？要是像你这样整日懈怠的话，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所提升？你可不能贪图享乐，不务正业啊！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柳如烟，什么？他成不务正业了？好，双修都能这么理直气壮了吗？柳如烟红着脸，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坏得很。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偏殿里，叶晨感受着修为在不断攀升，心情一阵郁闷，怎么就没有爆点好东西呢？昨晚他和王宇轩双修的时候，可是得到了一件堪称神品的防具，正因此他才想来找柳如烟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谁知道一枚生生不息丸丢进去，都没有溅起一点浪花。这时叶晨突然感受到身体里的变化，体内的灵力变得十分狂暴。这是……叶晨神色一怔，立刻意识到是自己突然间获得了大量的修为，身体的承受到达了极限，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击境界瓶颈。他连忙盘膝坐好，运转功法，引导着体内狂暴的灵力开始冲击瓶颈。咔嚓，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响声，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水到渠成般轻松突破了一个小境界。化神中期，叶晨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一抹喜色，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比之前强大了数倍。虽然这次来找柳如烟没有爆出高阶奖励，但是收获也不小，至少修为得到了大幅提升。柳如烟是天品灵根，和他双修获得的修为奖励是林清雪等人的5倍，这也加快了叶晨变强的速度。这在以前叶晨是想都不敢想，修为可以提升的这么快，自己也能够踏入曾经仰望的化神期。而现在他的目标早已变成了炼虚期，不论是杀上玄天圣地救出妹妹叶青儿，还是在合欢宗拥有真正的主动权，他都必须要拥有炼虚期之上的实力才行。化神期还是太弱了，面对那些炼虚期的强者，依旧毫无招架之力。床榻上，柳如烟感受到了叶晨的变化，
疲惫地睁开眼睛，迷离地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意思。你小子，该不会是在拿我当顶炉吧？他此刻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得不对劲了。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上次叶晨也是在和他双修之后，当场突破了境界。虽然柳如烟没有身体被掏空的感觉，可不得不怀疑叶晨是在拿他修炼。闻言，叶晨回头看向柳如烟，迎上那双带着几分怀疑的幽怨眼神，无辜地摊了摊手道：宗主，你可不能随便冤枉人啊！我还没怀疑你拿我当顶炉呢，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哪次双修过后，你的修为没提升？你得到的好处可不少啊！宗主，你可不能提上裤子就不认账啊！我才是吃亏的那个人，好不好？他越说越委屈，就好像是柳如烟亏欠了他一样。柳如烟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顿时愣住了。的确，每次双修之后，他的修为都得到了提升，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只是这话从叶晨的嘴里说出来，总觉得有些不对味，就好像自己欺负了他一样。这小子成受害者了，搞清楚，这可是他拿自己的身体换来的，好不好？这小子睡他的事可一点不说啊！柳如烟神情古怪地看着面前的叶晨，渐渐皱起了眉头。你特么睡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分明就是你占我便宜。他脸色一红，羞恼地说道。他都没说叶晨白嫖呢，像他这样的绝色美人，多少男人想睡他都求而不得，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可恶！叶晨你看着鼓着嘴气呼呼的柳如烟，也不装无辜了，心虚地摆了摆手。宗主，一切都是为了宗门，何必在意这些小事呢？咱们俩的关系就别斤斤计较了，大不了我再让你睡回去。他一边说着，一边凑近了柳如烟。滚！柳如烟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什么再睡回去？那他不是又被白嫖了？这小子想的还挺美。宗主，你好香啊！柳如烟，他脸色绯红地看着越来越近的叶晨，心跳加快着，身体一阵发软。你这个坏蛋，就知道欺负我，我可是你宗主啊！柳如烟嘟囔道。正因为你是我宗主，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不能便宜了外人啊！叶晨一本正经地说道。柳如烟愣了一下，这么说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可是谁便宜谁呢？这小子该不会是觉得他便宜了自己吧？想到这里，柳如烟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强身丹。叶晨聆听着脑海中闪过的冰冷提示，在听到强身丹时，心里一阵欢喜。这回总算是不亏了，毕竟他身上的生生不息丸也不多了，要是再这么消耗下去，小院里的林清雪等人该怎么办？那100名姿色绝佳的女弟子又该怎么办？为了他们的幸福，叶晨还指望着能多报点强身健体的丹药呢。天色渐晚，夜幕降临，叶晨打着哈欠走出了大殿，仰头看了一眼昏昏沉沉的天色，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女人就是善变，提上裤子就不认账了。天都快黑了，也不知道挽留一下在这过夜。他小声嘟囔道。想起精疲力竭的柳如烟，也打消了坚持的念头。不管怎么说，柳如烟现在也有了身孕，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疯狂了。要是累坏了，身体可不好。他也很期待柳如烟肚子里的子嗣降生，那可是保底天品灵根的资质啊。要知道他自己才黄品灵根，结果有能力让人生出天品灵根的子嗣，说出去都有面子。小院里，林清雪等人正聚在庭院里聊着八卦。现在有了王宇轩的加入，变得更加热闹。天都黑了，师兄怎么还没有回来？宗主交给他的事情很多吗？王宇轩抬头看了一眼天色，疑惑地开口问道。要知道叶晨都外出1下午了，还没有回来。听到他这么问，林清雪等人面面相觑，彼此的脸上都闪过一抹红晕，有些难以启齿。再加上王宇轩毕竟是天魔宗弟子，关于叶晨和柳如烟之间的秘辛也不好告诉他，应该是挺多的吧。林清雪想了想叶晨的实力，脸色红润地说道。他们几个都已经习惯了叶晨早出晚归，哪怕他在柳如烟那里待上3天3夜，也不会觉得奇怪。谁让柳如烟是个人间尤物呢？宇轩妹妹别担心，师兄或许很快就回来了。陆梦瑶看着王宇轩说道，心想晚点没回来的话，那应该就是明天早上了。啊？王宇轩疑惑地皱了下秀眉，似乎不明白叶晨为什么会在柳如烟那里待很久。只是见林清雪等人都不担心的样子，好似习以为常，便也渐渐放下心来。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是师兄回来了。赵灵儿回头看去，欣喜地喊了一声。林清雪等人也都站起身来，
上前去迎接，心中还有几分诧异。师兄今天回来的还挺早啊。王宇轩神色一怔，这回还算早吗？那师兄平日里在宗主那都是待到3更半夜。他挑了挑眉，感到奇怪。师兄和宗主该不会……王宇轩喃喃道，顿时陷入了一阵遐想。师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吃饭了。苏念婉一脸温柔地看着眼前的叶晨说道，像极了贤惠的妻子，等待丈夫的归家。林清雪和陆梦瑶也都依偎在叶晨的身边，拉着他往厨房方向走去。王宇轩此刻还正在原地，等到叶晨喊他了，才回过神来。宇轩，你在想什么呢？叶晨走上前，好奇地询问道。迎上叶晨的目光，王宇轩脸色一红，心中一阵慌乱，连忙摇头道：没想什么。他这回都有点不好意思看叶晨了。有那么一瞬间，他都在遐想叶晨是不是被宗主给睡了。只是这个话他也不敢当着叶晨的面问出来。没想什么，你脸这么灰。叶晨神色怪异地看着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小妮子脸皮薄，等晚上再问问她好了。打定主意，叶晨便牵着王宇轩的小手，招呼着林清雪等人一起吃饭。他们等到这么晚，肚子也肯定都饿了，特别是赵灵儿这个吃货，怕是馋虫都勾出来了，酒足饭饱。叶晨舒坦地伸了个懒腰，目光看向饭桌上的林清雪等人，心中顿时萌生了一些小想法。饱暖思淫欲，看着这几个绝色佳人，身体渐渐燥热起来。清雪，还不等叶晨把话说完，林清雪就被吓得落荒而逃。师兄，我有点累了，先回房间。陆梦瑶和苏念婉也似有所觉，脸色一片通红，急忙站起身来离开。师兄，我昨晚没睡好，想休息一下。我也。两人不敢停留，红着脸开溜。一下子就只剩下王宇轩和赵灵儿还坐在叶晨的身边。在迎上叶晨的目光时，赵灵儿一脸娇羞地揉了揉自己的小肚子道：师兄，我还不太方便，你说要过阵子的。见状，叶晨恍然，只好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王宇轩。师兄，几位姐姐怎么都走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师兄你别这样，我害怕。王宇轩此时还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林清雪等人怎么突然间就都离开了？而且叶晨此时看向他的眼神似乎也有些不太对劲啊，总觉得一阵心慌。宇轩，你别紧张，为兄就是有些悄悄话想和你说。走，我们先回房间慢慢聊。叶晨一脸笑意地看着王宇轩说完，顺势牵起他的小手，起身往外面走去。聊天？聊什么？王宇轩神色一怔，不明白叶晨有什么悄悄话不能在这里说的，难道是关于宗门秘辛？疑惑间，他和叶晨已经回到了房间。砰！房门关上，桌案上还燃烧着一对红烛，照得房间里亮堂堂的一片。师兄，有什么话你说吧。王宇轩看着面前的叶晨，好奇地询问道。不急，我们先到床上去聊。叶晨笑眯眯地说道，身体越来越燥热了。明明是大冷天，他这会却热血沸腾啊！王宇轩愣了一下，脸色刷得一片通红，娇羞地低下头去。师兄，什么话要到床上去聊啊？他此刻才发觉不对劲了，从叶晨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欲望。叶晨这哪里是要和他讲什么悄悄话，分明是想要睡他。难怪先前林清雪等人都跑了，原来是已经看出了叶晨的目的。王宇轩此时面对叶晨还很羞涩，心里很紧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宇轩，你难道就没发觉你的修为提升了吗？叶晨拉着王宇轩来到床榻边坐下，一本正经地说道。修为？王宇轩神色一怔，朝着叶晨点了点头。的确是提升了不少。师兄你怎么知道的？今天一觉醒来的时候，他就察觉到修为的变化，只是出经人世的他还处在娇羞的思绪中，没有太在意。此时听到叶晨的提醒，他才想起这件事，抬头看向叶晨，似乎明白了什么。师兄，我的修为突然提升，该不会是和昨夜的双修有关吗？王宇轩脸色绯红的开口问道，心里很不好意思。没错。叶晨点了点头，一脸认真的说道。你既然已经是为兄的女人了，为兄也不瞒你，只要和为兄双修的女子，修为都可以得到大幅提升。听到叶晨这么说，王宇轩一脸惊讶。真的吗？师兄你还有这种本事？他感到不可思议。虽然合欢宗的双修采补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他却从来没听说过双修的鼎炉也能获得修为提升。只是他的确真切地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对叶晨的话相信了几分。你不相信？为兄可以让你再尝试一次，你就知道了。叶晨朝他挑了挑眉，开始动手动脚。师兄，你别，我其实也没有不相信你。王宇轩的脸色越来越红，满脸娇羞地低声说道。
他的声音越来越细微，眼神迷离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叶晨，身子一下子就软了下来，没了力气。师兄，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高级分身符。一道道冰冷的提示音在叶晨的脑海中响起。聆听到生生不息丸和高级分身符的瞬间，叶晨的心中一阵欢喜，这一波简直血赚，心里不禁暗道：王宇轩真不愧是天品灵根，爆率就是高。此时他也在期待着能否像昨晚那样爆出一件神品法器。叶晨现在的修为也渐渐提升上来，如果可以获得多一些神兵利器的话，就能大幅提升他的实力，拥有跃进战斗的资格。现在的叶晨拥有削弱对手攻击力的明光铠，已经有和化神期巅峰较量的底气了。再给他一件神兵的话，甚至都敢和炼虚期拼命。机会难得，当叶晨感觉到力有不逮时，立刻就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生生不息丸，放入口中服下。羊毛出在羊身上，既然从王宇轩这里抱到了生生不息丸，叶晨此刻用起来也是毫不吝啬。王宇轩此时也感觉到自身的修为在不断攀升，隐约达到了突破的瓶颈。这个发现让他震惊不已，同时也完全相信了叶晨先前的说辞，和他双修是真的可以提升修为。王宇轩感觉到不可思议，师兄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本事呢？莫非是合欢宗的某种秘术？可是他从未听说过啊！王宇轩此刻的思绪乱糟糟的，根本来不及多想，转瞬间就将这些念头抛之脑后了。这回他只想把握机会提升修为。师兄，我好像要突破了。王宇轩低声呢喃道。他是金丹初期的修为，在这个境界也停滞了一段时间。此刻伴随着修为的疯狂暴涨，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冲破了小境界的瓶颈。咔嚓，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响声，王宇轩的气息疯狂暴涨。金丹中期，他睁开迷离的眼神，心中一阵欢喜。怎么也没有想到，困扰他许久的境界竟然这么轻松的就突破。回头看向叶晨的时候，心情十分复杂，对叶晨的爱意似乎又多了几分，对于双修也没有那么抗拒了。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核心丹。叶晨神色一怔，在聆听到核心丹的瞬间，脸上就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他昨晚就服下过1枚核心丹，很清楚这个丹药的效果有多厉害。原本视他为仇人的王宇轩，现在都对他柔情似水，虽然还没有被彻底征服，但至少心中已经没有了恨意。仅仅只是1枚核心丹，就可以把一个仇人变成爱人，就知道这个丹药的恐怖之处了。将来叶晨要是遇到无法化解的仇家，就可以用核心丹来解决恩怨。他的储物戒里原本还剩下1枚核心丹，有点舍不得用，但是现在又得到了1枚核心丹，顿时就动了心思。王宇轩毕竟是天魔宗的亲传弟子，保不准哪天就会离开，要想将他全心全意的留下来，就必须要把他彻底征服。1枚核心丹的效果不够，那就再加1枚。王宇轩不论是身材样貌都是绝色美人，何况还是天品灵根的资质，用2枚核心丹留住他绝对值得。叶晨大方地从储物戒中取出1枚核心丹，放入口中服下。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惊雷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的火雷。一夜无眠，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直到生生不息丸和核心丹的效果彻底燃尽之后，叶晨才舍得睡去。他可不想浪费一丝一毫的药效，毕竟核心丹可不容易得到。在他身旁，王宇轩也早已昏睡过去。他不只是修为得到了大幅提升，内心对于叶晨的情感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一缕对叶晨的爱意完完全全刻进了意识里，同心同德，矢志不渝。等到叶晨和王宇轩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们2个都还觉得很困倦，不停打着哈欠。死！王宇轩刚要起身，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浑身酸痛无比，就像是被人给揍了一顿。他转过头来，看向叶晨的眼神带着一丝幽怨以及一缕爱意。师兄，你太坏了！王宇轩嘟着嘴，俏皮可爱的埋怨道。脑海中回想起昨夜的疯狂时，心里都觉得一阵幸福。现在对于他而言，和叶晨待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嘴上埋怨着叶晨，身体却很诚实的贴了过去。他要一生一世都跟叶晨在一起。为兄还不是为了给你提升修为，这不是突破到金丹中期了？叶晨看向近在咫尺的王宇轩，脸上露出一抹坏笑道：你坏？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王宇轩脸色绯红的低下头去，小声嘀咕道：人家也不是着急提升修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慢慢提升也没关系。虽然修为大幅提升是挺开心的，可他的身体却吃不消了。昨晚就感觉快要散架了，现在更是浑身酸痛的动弹不了。叶晨要是稍稍坚持一下，他的小命可能就交代在这里了。他也不能为了提升修为就不要命了吧？叶晨仔细观察着王宇轩的变化，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浓浓的爱意，心里明白这是核心丹发挥了效果，将王宇轩彻底爱上了自己。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叶晨温柔地抚摸着王宇轩的秀发，开口询问道：宇轩，你要是想回天魔宗的话，为兄可以送你安全离开。叶晨话音刚落，王宇轩愣了一下，紧接着眼眶湿润，像是蒙上了一层雾气，泫然欲泣道：宇轩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惹师兄不高兴了？师兄你尽管说，我一定改，求你别赶我走好不好？看着几乎就快哭出来的王宇轩，叶晨顿时一阵心疼，连忙将他拥入怀中，轻声安慰道：你别多想，为兄不是要赶你走，你愿意留下来的话，为兄高兴还来不及呢。叶晨拍着他的后背安抚着，哄了好一会，王宇轩才没哭出来。看得出来，此刻在王宇轩的心里，什么天魔宗，什么师尊都不如叶晨重要。在他心目中，叶晨就是他的唯一。宇轩这辈子都要和师兄在一起，不离不弃。至于宗门那边，我会写封书信与我师尊，从此脱离天魔宗。王宇轩一脸认真地看着面前的叶晨说道，语气坚定，没有半点犹豫。叶晨看出了他的决心，轻拍着他的后背道：你愿意留下就好，至于书信，写不写也无妨，为兄知道你的心思，这辈子绝不负你。他倒是不在乎王宇轩是否脱离天魔宗，只要留在这就是他的女人了。这时候脱离天魔宗，还有可能会给王宇轩招来骂名，甚至是报复。师兄，听到叶晨的承诺，王宇轩感动地抱紧他，情深意切地喊了一声，恨不得融化在他的怀里，感受着紧贴在一起的温热，身心都觉得一阵愉悦与舒坦。叶晨沉寂下去没多久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身体渐渐燥热。宇轩，你想不想再提升一下修为？王宇轩仰起头，迎上叶晨火热的目光，脸色唰的一下羞红一片，似乎读懂了叶晨的心思，他娇羞的拼命摇头：别，师兄，真的不可以了，你就饶了我吧。他这回浑身都跟散架了似的，根本没力气再折腾了，不然真就要把命给交代在这里。提升修为固然重要，但是保命也同样重要。王宇轩此刻并非是抗拒，而是没有一丝力气了。好吧，叶晨看他确实累坏了，只好作罢。那我们先起来去吃点东西，晚点再继续。好，王宇轩脸颊滚烫地说道，心里也是挺喜欢的。他刚要起身，又无力地瘫软下来，又趴在了叶晨的怀里。师兄，我没力气了。王宇轩脸色绯红，羞答答地说道，把头埋进了被窝里，很不好意思。见状，叶晨坐起身来，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看着他笑道：那你再休息一会，我去把饭菜端过来，这样好吗？王宇轩心里暖洋洋的，探出小脑袋，俏皮可爱的看着叶晨问道：这样多少有些没规矩了，有什么不好的？放心，在这个小院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旁人没资格对你指手画脚。叶晨一脸认真道：现在这个小院里是叶晨说了算，林清雪等人的性格都很随和，本身也不会在意什么规矩，自然不会针对王宇轩。说完，叶晨便转身走出房间。砰，房门重新关上。王宇轩看着叶晨离去的身影，红润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幸福的笑容。厨房里此时正弥漫着饭菜的香味，苏念婉正端着一锅十全大补汤走到桌前放下。苏姐姐，你怎么又炖补汤了？陆梦瑶凑了过来，神色诧异地说道：师兄最近挺辛苦的，我怕他身体吃不消，还是要多补一补。苏念婉解释了一句，脸上闪过一抹红晕。这样啊。陆梦瑶恍然地点了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嗔怪道：师兄确实是该好好补补，今天说不定都累得起不来了。话音刚落，叶晨就从外面走了进来。你说谁起不来啊？闻言，陆梦瑶神色一怔，吓得一哆嗦，回头正好看到叶晨迎面走来，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心里一阵慌乱。师兄，你来了，我还以为你昨晚太累了，还在休息呢。陆梦瑶赶忙解释，生怕叶晨误会，要是再把他教训一顿，可就遭殃了。是吗？看来你对为兄的身体还是不够了解啊，要不一会去你房间里好好聊聊。叶晨一脸玩味地看着面前的陆梦瑶说道，嘴角勾起了一丝笑容。别，师兄，我错了，你的身体好得很，我信你，真的。陆梦瑶急忙说道，他对叶晨的经历确实很了解，都被教训过好几次了。之前他有多主动，
现在就有多害怕。自从怀孕以后，陆梦瑶的胆子就渐渐小了，没有以前那么疯狂了。特别是前几日被叶晨狠狠教训之后，她就彻底老实了，只想着等孩子生下来再重新做人。师兄，快吃饭吧，不然一会饭菜都要凉了。一旁的苏念婉急忙打圆场道，她昨晚都没睡好，下午还想回房间补个觉呢。要是陆梦瑶被教训的话，很有可能会殃及池鱼，连觉都睡不好。好，叶晨朝着苏念婉点点头，便不再为难陆梦瑶，不然非得把她办了不可。这妮子最近又有些上房揭瓦的迹象了。师兄，雨轩妹妹怎么没来？她还没醒吗？林清雪看了一眼门外，目光又看向叶晨询问道。说着说着，脸色突然就红润起来，似乎想起了昨夜，心里就明白王雨轩为什么没出现了。她有点累了，一会我把饭菜端去房间给她，我们先吃吧。叶晨开口道。听到叶晨这么说，林清雪便自告奋勇道，师兄，那我端一份饭菜给雨轩妹妹送去吧，她这会也一定饿了。说完，她便拿来一个青花盘子，盛了一些灵米饭，每道菜都加了一点。叶晨本想劝阻，见林清雪都已经弄好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经过昨天的闲聊，林清雪和王宇轩已经很熟络了，彼此间也不会有什么拘谨，他去送饭也挺合适的。那你快去快回吧，不然饭菜也凉了。叶晨看着林清雪说道。林清雪点点头，答应一声，端着饭菜就往外走去。院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交谈声。林姐姐，师兄在吗？李妹妹，你来啦，师兄在里边吃饭呢，你进去找他吧。好，谢谢林姐姐。正在干饭的叶晨神色一怔，他听出来那是李新月的声音。这小妮子的声音带着一丝诱人的妩媚，就像是骚狐狸在叫，辨识度很高。李新月自从上次来过小院以后，这几日也有陆续过来闲聊，和林清雪等人都很熟悉了。他怎么来了？难道是想……叶晨脸色微变，感受着掏空般的虚弱，心里有点慌了。师兄，你怎么了？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一旁的陆梦瑶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笑盈盈地看着叶晨调侃道。有了李新月的助力，陆梦瑶顿时又嚣张了起来。叶晨要欺负她的话，也得先想想精力够不够了。毕竟李新月可不止一个人，她代表的可是隔壁小院的100名女弟子。什么害怕了？为兄什么时候怕过？叶晨回过神来，看了陆梦瑶一眼，不服气地说道。别说是100个女弟子，就算是1000个女弟子又如何？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陆梦瑶道。你要是有想法的话，为兄可以让你插个队。陆梦瑶脸色一红，立马就怂了。不用了，师兄的好意我心领了，你还是多陪陪李妹妹他们吧。他连忙摆手，不敢再吭声了，免得把自己给搭进去。这时李新月摇挪动着妖娆的身姿走了进来，分别和苏念婉等人打过招呼，目光落在了叶晨的身上。师兄，小院里的几个妹妹让我来问一问师兄，今日可有空过去聊聊天？李新月满脸娇羞地看着叶晨询问道。这会是当着苏念婉等人的面前求双休，心里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显得自己很浪荡。如果只是和叶晨独处的情况下，他是要多骚就有多骚，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好，我一会就过去。你吃过了吗？要不坐下来一起吃点吧。叶晨转头看向的李新月，开口招呼道。不管怎么说，她也算是自己的女人，叶晨自然不会冷落她。李妹妹，你来坐这边吧，这副碗筷给你。苏念婉同样热情地邀请道，特意去拿了一副碗筷过来，摆在一处空位上。谢谢师兄，谢谢苏姐姐。李新月本想和叶晨说完话就离开，可是面对苏念婉等人的热情，心中一阵感动，便也不再拒绝。他一坐下，便有一缕香风迎面飘来。叶晨心头一动，顿时就萌生了许多想法，疲惫的身体也不自觉地燥热起来。他只是累了，不是虚了，依旧会萌生欲望。叶晨偷偷查看了一下储物戒里的存货，生生不息丸和强身丹加起来一共还有8枚。他抿了抿嘴，有点口干舌燥。这点存货还是有点危险啊，要是遇上几个不报生生不息丸的，他不就废了？此刻只能在心里期盼李新月到时候能够给他多报几枚生生不息丸吧，提升女弟子们的实力。这虽然是柳如烟交代给他的任务，同时也有极大的难度，但是叶晨也从不抱怨，苦点累点就当是为了守护宗门做出的贡献。就算有困难，他也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会推三阻四，更不会拒绝李新月等人的邀约。一顿饭后，叶晨先去房间看了王宇轩，他昨晚都累坏了，身体像是快散架了一样，这会还没恢复过来。叶晨便让他在床上好好休息，
随后走出房间，和李星月一起前去隔壁小院。穿过2个院子间的院墙，李星月顿时就大胆了起来，娇滴滴地挽住了叶晨的手臂，整个人都依偎在叶晨的怀里。师兄，你都好几天没来看人家了，人家好想你啊。李星月神情幽怨地表达着对叶晨的思念，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很想。是吗？那一会看你表现了。叶晨低头看着怀里的李星月，笑眯眯地说道，身体里的火焰都被勾了起来，不由得加快脚步，搂着李星月快步走进了1号房间。李星月满脸娇羞地回应道。砰！房门关上的一瞬间，李星月就开始迫不及待了，再也没有了之前在厨房吃饭时的收敛，从温婉的小白兔变成了一只狂野的骚狐狸。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聆听着脑海中接连闪过的冰冷提示，叶晨心里渐渐慌了。他储物界里的生生不息丸可是用一枚少一枚，院子里还有不少女弟子在排着队呢，他总不能和人家说不吧？这可太丢脸了。对于叶晨来说，这可是关乎着尊严之战，绝不认输。真要没了丹药，他也不会气馁，只能硬撑了。希望能来一枚生生不息丸吧。叶晨小声嘀咕了一句，咬咬牙拼了。小院的其他房间里，那些女弟子们也都得知了叶晨过来的消息，顿时激动地开始装扮自己，画着美美的妆容，换上最骚气的裙子，等着叶晨的宠幸。他们对于双修都十分期待，心里也很想念叶晨，这么难得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最早一批和叶晨双修的女弟子，几乎都已经是金丹境界的修为了，他们从中尝到了甜头，自然就喜欢上了这种事情。那些还没排到的女帝得知消息，心思也都活络了起来，甚至有些着急。他们在来到这个小院之前，柳如烟就已经跟他们都交代过了，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是一场能够改变命运的造化，谁都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后院里许多还没有和叶晨双修过的女弟子，都忍不住跑到前院去蹲守叶晨了。这时候谁也顾不上矜持，错过了这一次，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些女弟子都等不及了。1个时辰后，叶晨神色疲惫地从1号房间里走了出来，刚抬起头，就看到了一群女弟子站在院子里等待了。这其中有熟悉的面孔，也有陌生的面孔，每个人在一番打扮后貌美如花，娇艳欲滴，好似人间尤物一般，看一眼都挪不开眼睛。叶晨多看了几眼，身体又燥热了起来，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虚弱感。他愣了一下，盘算着储物界里的存货，顿时就慌了。完了，这回走不出盘丝洞了。这一日，叶晨没有踏出过小院一步，每当他扶着墙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就会被一名花枝招展的女弟子给拽入房间里。小院里围满了美若天仙般的女弟子，她们任何一个的姿色在外面都会是万众瞩目的存在，此刻却全都在等着叶晨的宠幸。天色渐晚，女弟子们也仍在等待，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相邻的庭院里，林清雪等人坐在亭子里饮着热茶，目光时不时地张望一眼隔壁院子的方向，眉宇间带着一缕忧愁。天都黑了，师兄怎么还没有回来啊？他这样真的没事吗？林清雪神色担忧地说道。上一次叶晨这么干，隔天一早回来都差点累虚脱了，当时林清雪还被吓了一跳，生怕叶晨有什么闪失。结果这次叶晨又是夜不归宿，说不担心是假的，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去把叶晨喊回来。林姐姐你别担心，师兄他肯定会有分寸的，不会乱来的。何况师兄的储物界里可是有不少好丹药呢。陆梦瑶开口宽慰道，说起丹药时就一阵脸红。之前他嚣张的时候，就是被叶晨服下丹药后给狠狠教训了一顿，对此事记忆犹新。他可太清楚叶晨那些丹药的作用了，效果也很显著。虽然隔壁院子里有100名妖艳的女弟子，但是陆梦瑶依旧对叶晨充满信心，并不怎么担心他。陆妹妹说的对，师兄要是累了也是知道回来的。这会时辰还早，或许晚些时候师兄就回来了。苏念婉也清楚叶晨的身体素质，哪怕是一夜通宵，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如果不是对叶晨足够了解的话，他这会可能也会忧心忡忡。林清雪虽然也很了解叶晨，但心里总会难以避免的遐想忧虑。几位姐姐，师兄是去隔壁小院做什么了？为何你们会这么担心他呢？还有什么累不累的？师兄是在干很辛苦的活吗？那我们可以过去帮帮他。一旁的王宇轩突然开口道。此时他听着林清雪等人的交谈，都还一头雾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先不说叶晨的修为已至化神境界，就算是有什么辛苦的时候，应该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可是看林清雪的样子，似乎很担心啊。
他也想不明白，这么近的距离，为什么不能过去帮忙呢？他们虽然修为不高，但是好歹也能出一份力吧，总好过在这里忧心忡忡要好得多。听到王宇轩问起，林清雪等人神色一怔，目光都朝他看去，欲言又止，脸色不由得红润起来，似乎有些难以启齿。这怎么说呢？这个忙我们可能帮不上，算是很累的活吧。林清雪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道，一时间也没有把话说清楚。见状，王宇轩的心中更加疑惑了。几位姐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们告诉我好不好？等等，你们的脸怎么红了？王宇轩一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林清雪等人，注意到他们红扑扑的脸颊，不免感到疑惑，怎么说着说着就脸红了呢？他也没有问什么奇怪的问题啊，害羞什么呢？面对王宇轩的追问，林清雪有点不好意思张口。陆梦瑶深吸口气道，宇轩妹妹也是师兄的人了，有些事情知道了也没关系。师兄去隔壁的小院是去完成宗主交代给他的一项任务。啊？王宇轩愣了一下，神色惊讶道，什么任务？他一脸好奇地看着陆梦瑶，似乎没想到叶晨还肩负重任，这么辛苦。就是陆梦瑶顿了顿，眼神暧昧地看向王宇轩道，宇轩妹妹，你应该也有察觉到，每次和师兄双修之后，你的修为就会得到大幅提升吧？听到这话，王宇轩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虽然他们几个已经聊得很熟络了，但是关于双修这种修的事情，仍然会难以启齿，心里害羞不已。他犹豫了一下，想到这在几人面前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便点了点头回应道，是会提升修为，只不过这与师兄在干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王宇轩此刻思绪乱糟糟的，不明白陆梦瑶为什么会突然提到双修，难道宗主交代给师兄的任务是和双修有关？他的心里多了一丝猜想。当然有关系，因为宗主交给师兄的任务就是让他帮忙提升女弟子们的修为。陆梦瑶并未隐瞒，看着面前的王宇轩解释道，提升修为？怎么提？陆姐姐，你的意思是？王宇轩猛地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梦瑶，脑袋就像是要炸开了一样，嗡嗡作响。他甚至都觉得是自己猜错了，可陆梦瑶却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王宇轩愣了几秒，脸色瞬间红得像熟透的红苹果似的，差点羞死了。他没有想到叶晨居然会是在隔壁小院和别的女弟子双修，然后林清雪等人还在担心他的身体吃不吃得消。早知道是这种事情的话，他都不会张口去问。这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林清雪等人的脸色都红扑扑的，他们也害羞啊。王宇轩此刻都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自己怎么就那么好奇呢？宇轩妹妹，你现在知道师兄在隔壁小院干得有多辛苦了吧？陆梦瑶眼神玩味地看着他调侃道。闻言，王宇轩的脸色更红润了，恨不得捂上自己的耳朵。这是自己能听的吗？知道了，那确实是挺辛苦的。王宇轩小声呢喃道，脸颊一阵滚烫。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是他心里却一点也不担心叶晨，毕竟他昨晚都快要累散架了，可叶晨却还一点事都没有。叶晨这样的身体，哪里用得着他去担心什么？这回他只祈祷着叶晨欺负完别的女弟子，就别回来欺负他了。王宇轩现在就只想好好的休息几天，恢复一下身体。接连数日时间，叶晨都是往返于2个小院之间，不停忙碌。或许是为了完成柳如烟的交代，又或许是为了守护宗门做贡献，叶晨去隔壁小院干活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几乎都是早出晚归，偶尔还在隔壁小院夜不归宿。一连数日下来，小院里越来越多的女弟子顺利突破了金丹境界，而叶晨的身体却是一天比一天虚弱，脸色都是苍白的，每次归来时都扶着墙走，双腿发软。林清雪等人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知道自己帮不上叶晨什么忙，就每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叶晨熬上10全大补汤补一下亏空的身体。尽管如此，叶晨也还是很虚弱。终于熬到100名女弟子都突破了金丹境界，叶晨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可以彻底的停歇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了。他一觉睡了2天2夜，把林清雪等人都给吓到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当叶晨一觉醒来时，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守候在床前的林清雪等人。在他昏睡的这2天，几人都是寸步不离，王宇轩也一样坐在旁边，焦虑不安。师兄醒了。林清雪似有所觉地看向床榻上的叶晨，正好对上他明亮的眼眸，顿时惊喜地大喊道：什么？师兄醒了吗？师兄，快来，师兄真的醒了。陆梦瑶等人听到动静，一窝蜂地围了上来，目光全都落在叶晨身上，上下打量着，
众人悬着的心也总算放松了下来。林清雪和王宇轩抿了抿唇，泪花在眼眶中打转，差点哭出来。叶晨还有点懵，看着眼眶泛红盯着自己的几个女人，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哭笑不得的开口道：“你们这是怎么了？为兄就是睡了一觉，你们用不着这么紧张吧？不知道的还以为为兄死了呢。”叶晨一边说着，一边从床榻上爬了起来，倚靠在床头打了个哈欠。噗呲！听到叶晨这么说，林清雪等人这才放下心来，笑出了声。师兄，你可担心死我们了？你都睡了2天2夜了。林清雪一脸欣喜地看着叶晨说道。我睡了2天？叶晨惊讶道。他先前只是觉得身体很疲惫，美美的睡一觉神清气爽，却没想到已经过去了2天。难怪他们几个会这么紧张，这是真以为自己死了。心里暗道自己幸亏是醒来了，要是再多睡几天的话，他们几个怕是都得改嫁了。一旁的陆梦瑶嘀咕道：“我们还以为你精尽人了呢。毕竟叶晨是因为在隔壁小院日夜操劳，才会突然昏睡过去，难免就会惹人遐想，是不是干多了？”叶晨明显愣了一下，抬头看向床前的陆梦瑶，眼神都变得不对劲了。好，这小妮子从来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旁的林清雪等人瞬间红透了脸颊，掩嘴轻笑了起来。显然在叶晨昏睡的这2天时间里，他们几个也都互相讨论过这种事情，要不然陆梦瑶也不会突然蹦出这一句：“我看你是皮痒了，2天不教训，你又要上房揭瓦了是不是？一会为兄就让你看看还行不行？”叶晨看着面前的陆梦瑶，信誓旦旦地说道：“说什么也要教训这小妮子一顿，不然她还真以为自己不行了。”别，师兄，你听我解释嘛，人家不是那个意思。陆梦瑶满脸通红地解释道，看着精力充沛的叶晨，心里顿时就慌了。要是全盛状态下的叶晨，还不得把他给玩死啊？他可吃不消。叶晨根本不听，一把就将他的手臂拽住，紧接着就拉到了床榻上。啊！师兄，你别！林姐姐、苏姐姐，救我啊！陆梦瑶急忙看向一旁的林清雪和苏念婉等人求救。那个，我去得准备一下饭菜，师兄一定饿了吧？林清雪羞红了脸，假装没听到陆梦瑶的呼救一样，转身往外走去。我去给师兄炖点补汤。苏念婉脸色绯红，强忍着笑意道：“林姐姐、苏姐姐，你们别走啊！灵儿妹妹、雨轩妹妹，你们快来拉我一把！”陆梦瑶见状，脸红的都快滴出血来，羞涩又急切地喊道：“师兄，我去厨房帮忙。”迎上陆梦瑶投来的目光，赵灵儿和王宇轩似乎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急忙起身开溜，哪里还敢救人啊？生怕多看几眼，可能就要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睡了2天醒来的叶晨，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这会谁看了都害怕。别挣扎了，你跑不掉的，他们救不了你，你还是乖乖从了吧。叶晨笑眯眯地看向怀里的陆梦瑶说道：“师兄。”陆梦瑶娇羞地嘟囔道，声音越来越细。就这么被叶晨搂在怀里，身体顿时就软了下来，再没有一丝力气逃跑。他眨巴着眼睛，羞答答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叶晨，感受着呼吸间的温热，身体也渐渐燥热起来。师兄是坏蛋，就知道欺负人家。叮！恭喜宿主获得1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地火雷。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在聆听到生生不息丸的瞬间，叶晨顿时就有了动力。厨房里，林清雪等人都面色红润地忙碌着，心里不禁长松了一口气。幸好逃得快，不然陆妹妹今晚应该就不饿了吧。几人面面相觑，脸色越来越红。王宇轩看到苏念婉在准备10全大补汤的食材，羞答答地提醒道：“苏姐姐，你真的还要熬补汤吗？这样的话，我们今晚可能就得遭殃了。”苏念婉愣了一下，看着眼前的食材，似乎明白了王宇轩的意思，脸颊一阵滚烫。只是师兄的身体还是要补一补吧。宗门内一处大殿，柳如烟也收到了心腹弟子传递来的密报，看着密报上的内容，柳如烟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这小子可以啊，这么快就让那100名女弟子都突破到金丹境界了，这可比什么丹药、什么修炼场提升的速度都要快啊！哪怕是宗门里的双修秘术，也没有这么厉害的效果。这次果然是捡到宝，赌对了。柳如烟的心中一阵欢喜，似乎看到了合欢宗的未来，只要有叶晨在的话，宗门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出现金丹期的弟子，实力与日俱增。以后别说是天魔宗了，哪怕是玄天圣地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合欢宗有望重新回归南荒州4大圣地的行列中。可惜这小子的身体会吃不消啊，不然的话
非得给他多安排点女弟子不可。柳如烟抿了抿嘴唇，颇为遗憾地说道。他自然也知道了叶晨昏睡2天的消息，起初也很担心，但是得知他醒来了，也就安心了许多。身为合欢宗的宗主，柳如烟的每个决定自然都是要以宗门利益为重。虽然双修会掏空叶晨的身体，可他也还是想着多安排一些女弟子过去，只有这样才能将宗门的整体实力都提升起来。希望能再多一些时间吧，或许还有机会。柳如烟喃喃自语道，神情多了几分凝重。3大势力即将来袭，留给合欢宗备战的时间不多了。100名女弟子全都突破金丹境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长老的耳边。他在得知消息的瞬间，心里也萌生出了和柳如烟一眼的想法。这小子果真是个双修天才，这么快就培养出100名金丹弟子，这不得给他多安排几批女弟子。大长老欣喜若狂地嘀咕道。当晚就有20名筑基期的女弟子搬进了邻近的小院中。庭院里，叶晨一觉醒来，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转头看向身旁，没有陆梦瑶的身影，只留下一缕香风。这小妮子醒得还挺早的。叶晨打了个哈欠，补了一觉之后，精神状态就更好了。起身穿戴好衣服，往房间外走去。咿呀，房门打开，叶晨走出房间时，迎面便是一股浓郁的香味。他一闻就知道是林清雪的手艺，肚子顿时叫唤起来，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大步朝着厨房的方向走去。师兄一时半会应该是醒不来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吧。陆梦瑶有气无力地说道，脸颊还带着一抹红晕。这也好。林清雪微微点了点头，她看陆梦瑶的样子，就知道叶晨应该也累坏了，想来也起不来吃饭，有可能还要到深夜才会醒来。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师兄醒了。林清雪等人都纷纷转头看去，正好看见叶晨迎面走了进来。陆梦瑶愣了2秒，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怯生生地转过头，迎上叶晨的目光时，心里顿时就慌了。谁说我醒不来啊？叶晨走到近前，笑眯眯地看着陆梦瑶，心里已经在盘算着要教育她了。看来之前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啊。师兄，你听我跟你解释。陆梦瑶羞红了脸，急忙求饶道。她的身子骨都快要散架了，要是今晚再被教训一顿的话，怕是就要交代在床榻上了。叶晨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今晚看你表现。陆梦瑶，完了，天都塌了。噗呲，一旁的苏念婉等人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掩嘴轻笑。师兄，你可能有别的事情要干。苏念婉突然开口提醒道。叶晨好奇地看向他，心里闪过一丝疑惑。别的事情？难道是柳如烟又派人过来找他了？算算时间，柳如烟现在是孕早期的时候，不太方便才对。隔壁小院又新来了20名女弟子，宗主派人过来交代说，是特意给师兄安排的。苏念婉红着脸解释道，她自然明白这20名女弟子是什么意思，她们都将成为叶晨的女人。啊，20个新弟子？叶晨愣了2秒，忍不住惊呼出声。他好不容易才应付完100名女弟子，差点都累瘫了，结果柳如烟又给他安排了20个女弟子。好，这是一点都不让他空闲下来啊！生产队的驴都没有这么干吧？不要命了！师兄，看来宗主对你还挺好的吗？一旁的赵灵儿冷不丁地开口道。听到他这么说，叶晨欲言又止，一时间也说不上好坏，毕竟这种事情他也享受了。每个女弟子都各有特点，虽然累点，但是也是乐在其中的。同时他也明白柳如烟这样安排的苦心，是为了尽快将宗门弟子的实力都提升起来，以此抗衡3大势力的攻打。时间紧迫，身为宗主的柳如烟自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师兄，毕竟是宗主安排的，你今晚要不就先去隔壁院子找那20名女弟子吧。陆梦瑶满怀期待地看着叶晨说道，感觉自己逃过一劫。闻言，叶晨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冲他挑眉道，放心，我今晚就算要去隔壁小院，也肯定先教训你一顿，你跑不掉的。陆梦瑶听到叶晨这么说，陆梦瑶嘴巴一瘪，顿时哭嚎起来。师兄欺负人，师兄是大坏蛋。叶晨瞥了他一眼，呵呵一声道，你这么说也没有用，为兄今晚必须制服你不可。陆梦瑶眼巴巴地看向一旁的林清雪等人，眼神向他们求助。现在只有他们几个可以帮忙分担火力了。几女都像是没有看到陆梦瑶投来的眼神，都纷纷低头吃饭，强忍着笑意，脸色越来越红。翌日清晨，叶晨扶墙走出小院，只觉得浑身酸胀，走几步就一阵腿软。身后还有女弟子们依依不舍的呼喊声，师兄别走啊！
死鬼，接着来啊！师兄，你怎么舍得抛弃人家呢？来嘛，人家想你了。叶晨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走得更快了，生怕被留下来。心里暗道，柳如烟这次给自己挑选的都是什么女弟子啊？一个个跟盘丝洞里的妖精似的，这娘们是想谋害自己吧？要不是有生生不息丸撑着，他这回都凉透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强身丹，放入口中服下，虚弱的身体渐渐得到恢复。幸好这次双修获得了不少丹药，不然还真吃不消啊！这些小妖精真是太可怕了。叶晨小声嘟囔着，这回他只想回到房间好好的睡一觉。轰！突然一声巨响传来，整个合欢宗陷入了地动山摇中。叶晨所在的山峰此刻也在剧烈晃动，好似天崩地裂一般。刹那间，合欢宗的护宗大阵浮现，散发出金色光芒。同一时间，宗门各处数道身影接连腾空而起，来到了虚空中。何人敢来我合欢宗撒野？找死！二长老的厉喝声在虚空中回荡。什么狗屁合欢宗，快把我徒儿交出来，否则本座今日便踏平合欢宗，全宗上下鸡犬不留。一个身穿暗紫色长袍，看起来颇有韵味的女人出现在虚空中，厉声呵斥道。在她身后还跟随着10余名炼虚期的大修士，正对着合欢宗的护宗大阵虎视眈眈。沈凌霜，休要在我合欢宗猖狂！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们天魔宗今日来此事何目的？要战便战，别拿什么狗屁徒弟当借口。不要以为我们合欢宗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怕你。二长老死死盯着前方的紫袍女人，大喝道。他一眼便认出来对方的身份，就是天魔宗的现任宗主。至于对方身后跟随的那些炼虚期强者，除了是天魔宗的太上长老之外，还有千羽宗和灵水宗2大势力的强者。很显然是3大势力联手来攻打合欢宗了。这件事情二长老早已知晓，此刻见此情形也并未觉得意外，当即运转体内灵力，随时准备出手。哼，这话可是你说的，等到我们3大势力踏平你合欢宗的时候，可千万别求饶。沈凌霜眯着眼冷声喝道。与此同时，在他们身后陆续有大批长老弟子赶来，御剑飞行的便有数百人，全都是金丹境和元婴境的精英弟子和长老。在下方的山林中，有数千名筑基期弟子浩浩荡荡地朝合欢宗杀来。此行天魔宗可谓是倾巢而出，千羽宗和灵水宗也出动了半数精英强者，他们的目的便是一举灭掉合欢宗，不留后患。合欢宗上空，几位太上长老看着来势汹汹的人马，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尽管他们事先早有预料，可是看到如此众多的精英弟子以及宗门强者，心中仍旧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以合欢宗的实力，绝不是对手。不论是顶尖强者，还是宗门年轻一代，都比拼不过3大势力联手的人马。柳如烟此时也踏空而来，看到护宗大阵外3大势力的人马，心情顿时沉重了几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可惜他没能突破合体期，眼下的局势就变得十分不利了。对方炼虚期的大修士有12名，虽然多数都是炼虚初期和炼虚中期的修为，可人数上却是合欢宗的2倍之多，悬殊的差距让柳如烟深感不安。此刻大长老来到他的身旁，神情凝重的传音道：宗主，3大势力的人马远胜于我们，绝不可硬拼，只能借助护宗大阵暂时抵挡，另外便看天海宗和花神谷是否愿意援助我们了。闻言，柳如烟看向大长老，朝他点了点头，认同了这个做法。他的心里也清楚双方实力的差距，心里也是想要拖延时间。合欢宗同样有较好的宗门势力，在此之前大长老就派出弟子前去天海宗和花神谷求援了，只是至今还没有消息传回。只要2大势力愿意派出强者前来相助，合欢宗就有把握能够击退以天魔宗为首的3大势力，这是合欢宗存活下去的机会。片刻之间，合欢宗上空也出现了诸多御剑飞行的弟子，清一色的金丹期女弟子有上百人之多。见此情形，3大势力的强者都有些震惊，一个个都瞪大了双眼。这是怎么一回事？合欢宗竟然有如此多的金丹境弟子，这些难道都是合欢宗的弟子吗？会不会是别的势力假冒的？不可能，合欢宗年轻一代早就断层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金丹境界的弟子呢？合欢宗年轻一代弟子实力青黄不接早已不是秘密，这也是合欢宗衰败的原因。此刻突然间冒出这么多金丹境的弟子，在场众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不只是3大势力的强者吃惊，就连合欢宗内的长老弟子们也都感到惊讶。这些都是我合欢宗的弟子。
他们竟然都是金丹境界的修为，老夫怎么不记得宗门内有这么多金丹境的弟子？他们是什么时候突破的？等等，那几个内门弟子，老夫记得上个月还只是筑基期啊。除了柳如烟和大长老提前知道内情没有吃惊之外，其余几位太上长老都惊呆了，浑浊的眼神中闪烁着金光，心中一阵狂喜。他们急忙看向柳如烟和大长老，见他们两个表现得十分平静，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宗主，大长老，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难怪前些日子宗主亲自挑选弟子，原来是在暗中培养他们。只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是如何将这些弟子全部从筑基期提升到金丹期的呢？几位太上长老的心中都充满了疑惑。闻言，柳如烟并未解释，叶晨的秘密一旦让三大势力的人知道了，他们绝对会不惜代价的抢走他。如今大敌当前，还是先想想如何退敌要紧。柳如烟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几位太上长老道。闻言，几人立刻会意，意识到这可是关乎宗门机密，立刻就不问了。彼此相互点了点头，心里都涌起难以抑制的欢喜。宗门有了这种快速提升弟子修为的秘法，就算他们抵挡不住三大势力的围攻，战死在这里，只要秘法传承下去，合欢宗就还会有重新崛起的机会。这让几位太上长老们都看到了宗门传承的希望，不再像之前那么绝望了。不只是他们，宗门内集结应战的弟子们看着宗门上空那100多位金丹境弟子，惊喜之余也都有了战斗下去的信念。天哪，原来我们合欢宗也有这么多金丹境的天骄，这下宗门有救了。这些应该就是宗门和太上长老留的后手吧。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之前都和我一样是筑基期的修为，没想到这么快就踏入金丹境了。宗主和太上长老们还真是好手段啊，看来这次我们有希望击败天魔宗了。宗门内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到处都充斥着弟子们的欢呼声，一个个都士气高涨。或许他们真的能够抵挡住三大势力呢？或许宗门还有别的手段呢？合欢宗弟子全都燃起了希望。与此同时，三大势力的强者见合欢宗不出来应战，别开始攻击合欢宗的护宗大阵。只要阵法一破，合欢宗就再没有躲避的地方。轰轰，快护阵！大长老沉声喝道，当即便带领几位太上长老联手加持阵法的防御力。尽管如此，护宗大阵的威力也在持续减弱。大长老神色凝重地看向一旁的柳如烟道：宗主，护宗大阵顶多支撑3日，3日之后可能就要和三大势力的人马拼命了。此战宗门必定凶多吉少，还是要早做打算，给宗门留下一些种子。听到大长老说的话，柳如烟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认真的点头道：大长老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一会便去安排。在此之前，柳如烟就已经想好了安排。倘若合欢宗躲不过这一劫，他就会安排一些弟子以及叶晨从密道偷偷离开，将来再重振合欢宗。有柳如烟这句话，几位太上长老也都安心了。庭院里，叶晨仰头看着上空备战的金丹境女弟子，心情一阵复杂。这些女弟子每一个他都很熟悉，虽然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但都是坦诚相见的熟悉。李星月、袁香等人此刻也都赫然在列。不管怎么说，她们都算是叶晨的女人，如今看到她们即将和外敌厮杀，心中难免担忧。或许上次双修一别，以后都不会再共赴巫山了。想到这里，叶晨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师兄。此时林清雪等人也都听到动静，从各自的房间里走了出来，聚集在叶晨身旁。三大势力联手围攻宗门的消息，他们也都早已知晓。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心中还是会感到不舍。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场宗门大战中存活下来，或许就要和叶晨生离死别了。这会众人的心情都很沉闷。师兄别担心，倘若天魔宗真的打进来了，我们一定掩护你逃出去。林清雪一脸认真地看着叶晨说道：对，师兄，你一定要活下去，我们会替你挡住敌人的。陆梦瑶等人也都神情坚定地点了点头。在他们心里，就算自己死了，也必须要保护叶晨活下去，不只是他对宗门的重要性，也是因为他们对叶晨的爱意。迎上林清雪等人投来的目光，叶晨顿时感觉心里暖暖的，随后便一脸正色道：说什么呢？为兄怎么可以躲在你们身后？别忘了，为兄可是化神期的境界，我保护你们还差不多。何况真要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为兄也有办法带着你们几个一起逃出去。放心吧，我们谁都不会死的。叶晨自信满满，一点也不担心。他的储物戒里已经堆积了数十张传送符，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给林清雪等人使用。如果三大势力的人马真的打进来，合欢宗彻底守不住的时候，他就会动用这个底牌。
叶晨甚至想过要带着柳如烟一起离开，毕竟柳如烟是他的女人，肚子里也还怀着他的子嗣，绝不能丢下他不管。况且叶晨手里的底牌还不止这些，只是作为保命手段，不到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也不会使用。听到叶晨这么说，林清雪等人心里很感动，却是并未当真，只当叶晨是打算挡在他们身前去和敌人拼命。真要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肯定舍不得让叶晨冒险，哪怕叶晨的修为比他们高，也会拼尽全力让他先逃命。他们可以死，但叶晨不可以。甚至就连王宇轩都是这样的想法，眼神十分坚定。师兄，如果天魔宗真的打进来了，我可以去和师尊说一说，求他放过我们。我相信师尊会同意的。王宇轩看向叶晨，开口说道。他原本就是天魔宗的弟子，又是天品灵根资质，在宗门内的地位很高，活命不成问题。到时候他甚至可以让叶晨、林清雪等人都一块活命。你师尊是哪一位？他今日也来了吗？叶晨看着面前的王宇轩，好奇地询问道。他只知道王宇轩在天魔宗的地位不低，但是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更不清楚他的师尊是哪一个。对方保住王宇轩活命或许可以，因为他本就是天魔宗的弟子，但是想要让林清雪等人活命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了。天魔宗的宗主就是我师尊。王宇轩开口道。天魔宗宗主？叶晨神色一正，一脸震惊地看着王宇轩，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是天魔宗宗主的真传弟子，相当于是天魔宗的圣女。他顿时就想起先前天魔宗宗主沈凌霜打上宗门时，就说要合欢宗放了他的徒弟，当时众人都以为他是故意拿一个做借口来攻打合欢宗，没想到他说的也是真的，弟子真在合欢宗。叶晨愣了2秒，看着王宇轩的眼神有些怪异。如果让沈凌霜知道自己睡了他的宝贝徒弟，确定还会饶过他的性命？天魔宗的那些人要是知道自己把他们的圣女给睡了，还不得跟他拼命啊？叶晨突然都感觉自己危险了不少。林清雪等人也都是一脸诧异地看向王宇轩，颇为吃惊。宇轩妹妹，你就是天魔宗的圣女啊？真没想到你在天魔宗的身份如此尊贵。如果是这样的话，宇轩妹妹和师兄就安全了。几人都是一阵欣喜。虽然王宇轩不一定能保住他们的性命，但至少能保住他自己和叶晨活命，这对于林清雪等人来说就很好了。他们心里唯一在乎的就是叶晨能活下去。此时叶晨也看向了虚空中正在攻击护宗大阵的沈凌霜，对方冷漠的样子让他不禁打了个冷战。这人看起来就不太好惹啊，至少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叶晨觉得合欢宗覆灭的话，他还是得依靠自己的手段逃命才行，不然这个沈凌霜知道了事情经过，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不得不说，你这师尊长得也是风韵犹存啊。叶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不禁赞叹道。沈凌霜可以和柳如烟平分秋色，各有各的韵味，特别是她此刻身穿暗紫色的长袍，身材十分饱满，看着就很诱人了。王宇轩听到这话，王宇轩愣了2秒，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得不对劲了，他脸色一红，顿时白了叶晨一眼，嗔怪道：师兄，你说什么呢？那可是我师尊啊，你不会也想？王宇轩的脸色越来越红润，声音越来越低，有些说不出口了。一旁的林清雪等人都懵了一下，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叶晨，看他的眼神都变得不对劲了。只是一想到叶晨连柳如烟都睡了，似乎也能理解，面色都缓和了许多。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这位沈宗主确实风韵犹存啊，不信你们自己看啊。等等，宇轩你什么意思啊？叶晨神色一正，迎上众人投来的目光，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本来没对沈凌霜动什么歪心思，毕竟对方可是天魔宗的宗主，同时又是王宇轩的师尊，可是经过王宇轩这么一提醒，再加上沈凌霜的诱人模样，顿时就萌生了小想法。这样的角色尤物可不多见，在床上的话也一定很舒服。最重要的是把沈凌霜给征服了，双方就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就此停战，这样也算是曲线救国，保住了合欢宗。叶晨陷入了沉思，开始思索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就当是为了宗门，他牺牲一下也是可以的。师兄，你在想什么呢？你不会真的想睡我师尊吧？王宇轩本来还不确定，看到叶晨认真起来的样子，顿时就有点懵了。他有预感，叶晨是真的惦记上他师尊了。可，叶晨回过神来，面对王宇轩的询问，心虚的摸了摸鼻子，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说不想是假的，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说要睡他师尊也不好。没想什么，宇轩你别多想啊，你看你师尊可是炼虚期的大修士，那是我想睡就能睡的吗？他还不得一掌拍死我啊？叶晨摊了摊手说道。他有想法也没用，以他的实力根本打不过沈凌霜，更别说是强迫双修了。
除非他自愿，不然叶晨也拿他没办法。何况还是宗门大战之际，沈凌霜这会对合欢宗的人都是杀气腾腾，想活命都难，更别说是陪睡了。叶晨也只能是在心里想想，至于能不能睡上，还得看运气。眼下他得先想办法保住合欢宗。听到叶晨这么说，王宇轩一脸狐疑地打量着他，渐渐放松了戒备，似乎一想也对，沈凌霜的修为境界比叶晨高，双方又都是仇敌，怎么可能会双修呢？就算叶晨将来到了天魔宗，他和叶晨之间的关系，叶晨也得喊沈凌霜一句师尊，彼此也不太可能会睡在一起。王宇轩这时也放下心来，脸上的红晕退却，心里开始想着天魔宗杀进来的时候，他要怎么和沈凌霜求情，让他放过叶晨和林清雪等人。这些日子的朝夕相处，王宇轩也已经将林清雪等人都当成自己的好姐妹，自然也不愿他们死在这场争斗中。在王宇轩陷入思考的同时，叶晨的目光又不自觉地看向了虚空中的沈凌霜，心里开始了一番品头论足。这女人的身材确实不错，虽然冷冰冰的，但也别有一番韵味。不同于柳如烟的主动骚气，而是如同冰山美人的吸引力。越是高冷的女子，等到了床上的时候，反而会更加疯狂，有着鲜明的反差感。这时，宗门大阵外的沈凌霜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就朝着小院的方向看来，冰冷的目光落在叶晨身上，好似将他的心思都全部看穿了一样。正在欣赏美色的叶晨突然打了个冷战，紧接着便迎上了沈凌霜的目光，脸色微变。糟了，被发现了！好在此时合欢宗的护宗大阵还没有被击破，他还算是安全的。只是被对方惦记上的话，可能就真的危险了。好在沈凌霜的目光没有在他的身上过多停留，就看向了一旁的王宇轩。认出自己徒弟的一瞬间，沈凌霜悬着的心顿时放松下来。他之前都以为王宇轩死了，才会那么愤怒的想要报仇，现在的情绪渐渐冷静了下来。不过他并不会因为王宇轩还活着就放弃攻打合欢宗，他仍在出手，不断轰击着前方的护宗大阵，试图将合欢宗彻底抹除。这女人的脾气还真是暴躁啊，要是有机会的话，是得好好治治她不可。叶晨小声嘟囔了一句，下一秒，一道身影裹挟着一阵香风来到了小院中。见过宗主。林清雪等人看到来人，立刻行礼道。柳如烟此刻没有时间打理他们，快走几步上前。叶晨，给我走！在叶晨错愕的目光中，拽着他便往外走去。宗主，你别急啊！叶晨此时都还一脸懵逼，不明白柳如烟急忙慌地找他做什么，是要让他和宗门共存亡，还是要在护宗大阵被击破前送他离开？如果要走的话，叶晨还想要带上林清雪等人一起走。宗主，师兄。林清雪等人看着离去的柳如烟和叶晨，心里都是一阵焦急。只是眨眼功夫，两人的身影就消失不见。宗主这么着急的要带师兄去哪里？林清雪一脸担忧道。宗主是不会害师兄的，或许是要先将师兄送出宗门避难吧。陆梦瑶猜测道。他们都知道叶晨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如今宗门有难，柳如烟只会保护叶晨，而不可能害他。宗主也知道师兄的本事，应该是想保护好他，将来还有重振宗门的机会。苏念婉也开口道，认同了陆梦瑶的猜想。听到他们两个这么说，林清雪这才放下心来，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喃喃自语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师兄应该安全了吧？他并不在乎柳如烟送他们离开，只要叶晨是安全的就行。倘若柳如烟要对叶晨不利的话，林清雪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挡在叶晨身前。一处大殿，柳如烟拽着叶晨一个闪身进来，手一挥便将殿门关上。来到偏殿中，柳如烟这才松开手，她转过身来，目光灼灼地看着叶晨，急切地开口道，叶晨，我要你。闻言，叶晨愣了一下，看着面前的柳如烟，耳边还在回荡着护宗阵法的轰鸣声，哭笑不得地说道，宗主，这种时候还干这事，不合适吧？三大势力的强者随时可能会打进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柳如烟着急忙慌地拽着他出来，就是为了来上床的。眼下宗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这女人怎么还有心思想这种事情？难道是想着必死无疑了，就再爽一次？可是他还不想死啊，而且也有保命的手段。不等叶晨说出传送符的事情，柳如烟就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什么不合适的？你以为本座是单纯要和你上床吗？他咬牙切齿地说着，脸色一阵泛红。不然呢？叶晨好奇问道。这都到了他的闺房了，嘴上又说要他，不是要干那事，还能是做什么？柳如烟红着脸，气呼呼地解释道，本座这么做都是为了守护宗门，以三大势力的人马，宗门肯定是抵挡不住的。
但是凭借护宗大阵，至少还能够支撑2、3日的时间。本座想要尝试一下冲击合体期。此刻他的脸颊一阵滚烫，面上好似不在意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已经感觉很羞耻了。他这会就是在主动求着叶晨双修了。听到柳如烟这么说，叶晨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想法，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样，那不还是双修吗？叶晨摊了摊手，柳如烟话虽如此，但是听起来就觉得怪怪的。要说是为了守护宗门，那就显得大义凛然，可要说是想要双修的话，在这个紧要关头就有点不太正经了。你少废话，快点脱衣服。柳如烟白了叶晨一眼，没好气地催促道。这时候1分1秒都十分宝贵，他们必须要节约时间，把时间都用在刀刃上。叶晨看了一眼动作飞快的柳如烟，神色迟疑道：宗主，其实不脱衣服也可以。柳如烟愣了2秒，古怪地看向叶晨，脸色更加红润了。你小子，这次便宜你了，不过别忘了要抓紧时间，我们可能只有2天时间了。他看着叶晨提醒道，先一步爬上了床榻。胜败在此一举，要是2天后他能够顺利突破合体期的话，就能够压制住3大势力的强者，从而扭转战局。如果冲击合体期失败，那他就只能安排叶晨离开，自己和宗门共存亡了。叶晨欲言又止，看着面前迫切双修的柳如烟，吞咽了一口唾沫道：2天时间也不短了，这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先前可是刚从隔壁小院忙完出来，几乎都没来得及休息呢。眼看当下时间紧，任务重，他也不想让柳如烟失望，更不想合欢宗灭亡。心一横，就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之前获得的一枚6味地黄丹，服用后可令宿主获得10倍精力，药效持续12个时辰。不仅仅是提升了10倍精力，同时还能持续1天1夜，这效率绝对比往常的好几天都要高。先不说叶晨能不能支撑2天，柳如烟的身体肯定就先扛不住这1天1夜了。叶晨毫不犹豫地将丹药放入口中服下，下一秒他只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宗主，希望你能挺得住吧。谁让是柳如烟主动要求的呢？叶晨此时也不和他客气了，一切都是为了宗门。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枚生生不息丸。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迷情符，注入灵力触发，可以瞬间迷惑目标，使其陷入发情状态，彻底失去理智，可迷失合体期巅峰以下修行者。叶晨神色一怔，聆听着脑海中闪过的冰冷提示，古怪地皱起了眉头。迷情符，这东西的效果和春药没什么分别，但是当他听到可以迷惑合体期巅峰以下的修行者时，顿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春药确实不算什么好东西，可是能让合体期大能都中招发情的春药，那就很牛逼了。要知道，只是炼虚期的大修士就已经可以免疫各种毒药了，更别说是合体期的大能了，下药对他们一点用都没有。然而这张迷情符的上限却可以达到合体期巅峰，就绝对称得上是高阶符箓了。这一波赚大了，叶晨欣喜不已，脑海中逐渐萌生出了许多想法，心里也打算趁此机会多报一点好东西。你小子在嘀咕什么呢？柳如烟媚眼如丝地看向叶晨询问道。他隐约听到叶晨在说什么迷情，什么赚到了，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小子要给他下药？用不着吧，他现在可比叶晨还要主动。闻言，叶晨回过神来，低头看向柳如烟，笑眯眯地说道：宗主，你好香啊。柳如烟脸颊发烫，眼神渐渐迷离，媚笑道：你个坏人，又欺负我，这一次我们一起守住宗门。叮，恭喜宿主获得5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1件丝缕战衣，双修对象穿戴后，彼此都能够获得双倍奖励提升。叶晨聆听到修为奖励的时候，心里也很满意。在这种危急关头，实力比任何奖励都更加重要。丝缕战衣的冰冷提示在他脑海中闪过的时候，叶晨明显愣了几秒，还以为自己又爆出了1件神品防具了，还想着可以分享给柳如烟，提升一下他的实力，从而对抗3大势力的强者。只是当他听清楚丝缕战衣的作用之后，神色变得一阵古怪。这战衣好像不太正经的样子，专门用来双修的战衣。叶晨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就从储物戒中取出这件丝缕战衣。一袭黑色衣裤，通体镂空设计，布料丝滑轻薄，一个巴掌就能完全收拢。柳如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抬头看向叶晨，又看了看他手中的丝缕战衣，脸上闪过一丝疑惑。叶晨，这是什么东西？
他从这套看似普通的睡衣上面感受到了强大的灵力波动，显然是一件高阶法器，样式他也从未见过，像是女子穿戴的衣物，很有特点。面对柳如烟的询问，叶晨回过神来，转头看向他，开口解释道：宗主，此物名为丝履战衣，你要不要穿上试试？对双修有帮助。柳如烟，他刚想问这个丝履战衣是用来做什么呢，听到叶晨的解释，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顿时就懂了是什么东西了。这无疑是用来取悦男人的衣物，只是为什么还会有灵力波动呢？柳如烟的心里充满了疑惑，却又不好意思多问，只是羞涩地白了叶晨一眼，伸手接过这件丝履战衣，紧接着便动作迅速地穿戴起来。刚穿上的瞬间，柳如烟整个人的气息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论是精神状态都迅速恢复了许多。然而她此刻并未在意这些，而是低头看着自己穿戴好丝履战衣的样子，顿时脸红得像个熟透的红苹果一般。你小子给我穿的这是什么？怎么会这么奇怪呢？这好像都没遮。柳如烟脸颊一阵发烫，抬起头来看向叶晨的眼神就变得不对劲了。此刻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变成了青楼里的头牌歌妓似的。叶晨好似没有听到柳如烟的嗔怪，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就像是被勾了魂一样，根本舍不得挪开眼睛。此时他的身体渐渐燥热起来。宗主，你穿上这件丝履战衣的样子真美啊。叶晨一脸真诚地夸赞道，说的也全都是心里话。柳如烟本来就美若天仙，此时穿上这套衣服增添了数倍的魅力，一颦一笑乃至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好似能勾魂夺魄一般，迷得人神魂颠倒。你这个坏蛋，油嘴滑舌。柳如烟白了他一眼，娇嗔道：嘿嘿嘿嘿嘿嘿。叶晨眯着眼笑了起来。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真的是双倍奖励。叶晨心头一惊，大喜过望。在柳如烟穿上丝履战衣以后，双修获得的奖励就变成了双倍，之前只能获得5年修为奖励，此刻直接就变成了10年修为奖励，这顿时给了叶晨极大的动力。机会难得，他可不想浪费了，再加上6味地黄丹的持续效果，此刻低头看向柳如烟的眼神就如同在看一头待宰的羔羊。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叶晨的好运气似乎已经用光了，在此之后都没有爆出什么高阶奖励，全都是修为奖励。尽管如此，叶晨的心里也很高兴，哪怕是修为都比平时得到的多了1倍。况且他眼下也迫切的想要提升实力，心里暗暗想着要尽快突破化神巅峰境界，这样他就可以多一些保命的机会。柳如烟此刻也感受到了穿戴丝履战衣前后的差异，获得的修为多了1倍不止，这无疑让他看到了突破合体期的希望。原先他只是想着临时抱佛脚再拼一次，心里也没抱多大的希望了，结果叶晨又给他带来了惊喜，这丝履战衣还真不错。柳如烟红着脸，心里暗暗想着，同时也很好奇叶晨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件法器，要是论品阶的话，绝对可以达到神品。他一个宗门弟子，又没有离开宗门，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东西，而且还这么不正经。此刻柳如烟的心里对叶晨越来越好奇了，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是不够了解叶晨，这小子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柳如烟来不及多想，此刻察觉到了更多的变化。今日的叶晨似乎也变得不一样了，难道是太想守护宗门了？很快柳如烟整个人便沉沦其中。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2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2张惊雷符。依旧是双倍的奖励，哪怕是分身符和惊雷符也都是一次性获得了2张。叶晨聆听着冰冷的提示，心里萌生了许多想法。这时候要是能爆点好东西的话，那也是双份的快乐。宗门上空，双方的战斗仍在持续，3大势力的强者轮换着攻击合欢宗的护宗大阵，轰鸣声接连不断，整座山脉都在不停地颤动。合欢宗的5位太上长老拼尽全力护住阵法，依旧避免不了护宗大阵受损，散发的光芒逐渐暗淡下来，出现了道道裂纹。这些人真是疯了，就这么急不可耐地想要灭了我合欢宗吗？2长老脸色难看地怒骂道。可恶，护宗大阵可能撑不了多久了。3长老沉着脸道，心中一阵担忧。闻言，为首的大长老微微皱眉，感受着受损的护宗大阵，心里也意识到不妙。他先前告诉柳如烟护宗大阵还能够支撑2-3天的时间，本以为是最坏的打算了，结果现在可能连1天都支撑不住。这样一来，
给柳如烟留后手的时间就更少了。要是他还没有把人送走的话，处境无疑会变得十分凶险。大长老知道叶晨的天赋，心里已经将他视作是宗门的未来。先前和柳如烟对视时，意思也是让他尽快安排叶晨和部分弟子离开。在他觉得，只要叶晨和部分宗门弟子活着，那么合欢宗迟早会有重新崛起的一天。他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叶晨有没有顺利离开。你们先撑着，老夫去找一下宗主。大长老看向身旁几名太上长老说道。护宗大阵本就有灵石在提供能量，少他一个也不会导致大阵被击破。好，几位太上长老点点头道。大长老不再停留，一个闪身离开。一处庭院中，林清雪等人正在抓紧时间修炼，提升实力。一旦护宗大阵破碎，他们就要和三大势力的弟子拼杀了。虽然王宇轩这个天魔宗圣女到时候会护着他们，可是林清雪等人作为合欢宗弟子，从小在这里长大，对宗门都有感情的，在宗门危亡之际，心中也都是想要和宗门共存亡。突然，一道身影来到庭院中，见过大长老。林清雪等人认出来人的身份，立刻恭敬行礼道。大长老不在意的摆了摆手，神识在庭院中扫过，并未感应到叶晨的气息，紧皱的眉头舒缓了一些，目光看向面前的林清雪等人，沉声道：叶晨呢？他去哪里了？闻言，林清雪也并未隐瞒，开口回答道：先前宗主过来把师兄带走了，至于去了哪里，弟子就不知道了。大长老之前就来过小院，甚至都想要安排自己家族的孙女来伺候叶晨，显然他知道叶晨身上的秘密，肯定也是会保护叶晨的，这会也没有隐瞒他叶晨行踪的必要。宗主带走了。大长老神色一正，悬着的心放松了下来。只要叶晨是和柳如烟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安全的。或许这时候已经被柳如烟给送出宗门了吧。大长老回过神来，目光扫过面前的林清雪等人，突然愣住了。他们几个都怀了叶晨的子嗣，而且都已经几个月了，这些都是合欢宗的未来，按理说也应该把他们都给送出宗门才对。大长老眉头皱起，心想是不是柳如烟遗漏了？如果就安排叶晨一个人离开的话，合欢宗要如何繁衍？大长老立刻转身离开，前去寻找柳如烟，想问问他这么长时间过去，为什么还没有把事先都安排好？他到底在干什么呢？要知道护宗大阵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多浪费一点时间，撤离的弟子就越危险。他心里顿时涌起了一团火气。片刻之后，大长老来到了一处大殿前，刚要靠近，便感受到了一道灵力屏障。这是……大长老神色一正，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瞬间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他的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表情，心中的火气也渐渐消散，同时涌起一股难言的情绪。这时候还来得及吗？大长老喃喃自语道，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的想法是尽快送叶晨以及部分弟子先行离开宗门，以此给合欢宗留下一些种子。可是现在柳如烟却还拉着叶晨在大殿中做着最后一搏，他也不好去说些什么，阻止他们双修。不管怎么说，柳如烟这个做法也没有错。如果他能顺利突破到合体期的话，就能够彻底扭转局面，这样合欢宗能够保全下来，弟子们也不用撤离了。只是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却很小，一旦失败了，甚至会把叶晨也给搭进去。等到护宗大阵破碎的时候，叶晨以及部分弟子就算是想走也走不掉了。大长老在短暂的犹豫之后，还是选择了离开。既然是柳如烟做出的选择，他也愿意配合，大不了到时拼死多拖延一些时间，让叶晨离开宗门。护宗大阵的阵眼处，大长老重新回到这里，协同几位太上长老一起来支撑阵法，增强威力。大长老，名单上的弟子都已经顺利撤离了吗？二长老迫不及待地开口询问道。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商定好了一份名单，凡是名单上的弟子，等到宗门存亡之际，就会让他们携带功法秘籍以及修炼资源撤离宗门，以图东山再起。他们觉得柳如烟先前就是去办这件事情了。闻言，大长老神色迟疑道：还没有。听到这话，几位太上长老顿时就急了，怎么还没有撤离？这都什么时候了？柳如烟到底在做什么？他难道不知道护宗大阵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吗？搞什么鬼？再不走可就全完蛋了。几人嗡的一下炸开了锅，纷纷皱着眉头开始指责柳如烟办事不力。按理说他去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足够把名单上的弟子都给安排走才对。好了，都别再说了。宗主正在冲击合体境，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撑住，给他争取时间。大长老沉声说道，心里似乎已经有了决断。他选择相信柳如烟，同样也是相信叶晨。什么？宗主他
再冲击合体境。二长老神色震惊道，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前不久才突破到炼虚巅峰，如何能够冲破合体境？三长老不可思议地说道。其余几位太上长老也都一脸震惊的模样，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他们都是炼虚巅峰修为，在这个境界徘徊了数百年之久，未曾踏出那一步。几位太上长老心里比谁都要清楚，想要冲破合体境有多难。他们在漫长岁月中老去，没有了当初的锋芒，破境的希望越来越小。柳如烟虽然年轻，可是她前不久才刚刚突破到炼虚巅峰境界，在此之后几乎没什么积累，拿什么去冲击瓶颈？一旦破境失败的话，极为容易受到反噬，同时也会让到心破碎。只有充足的准备，才可以尝试破境。在他们看来，柳如烟的这个行为无疑太过冒险了。相信宗主吧，我觉得他一定可以。大长老开口说道。几位太上长老听到他这么说，都渐渐冷静下来。事已至此，他们也明白柳如烟是为了对抗三大势力，才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冒险冲击合体境，便也不再多说什么。几人拼尽全力维护宗门大阵，争取多拖延一些时间，可以让柳如烟顺利突破。一处大殿里，柳如烟似乎也感应到了大长老来过的气息，脸上闪过一抹红晕。好在对方离开了，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大长老。虽然他此时此刻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守护宗门，可心里难免会感觉到羞耻。全宗上下都在抵御三大势力，而他这个宗主却在房间里双修。对于不了解真相的长老弟子来说，他就显得很不正经了。好在来的人是大长老，对方知道叶晨的秘密天赋，也能够想明白他这样做的目的。这一次必须要突破合体期，绝不能让大家失望。柳如烟咬着牙小声嘀咕道：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2个时辰后，叶晨依旧精力充沛，心中不禁感叹6味地黄丹的神奇效果比生生不息丸好太多了。可惜这样的神药他就只有1枚，服下后就没有了。此时叶晨的心里还期盼着能够再报一次6味地黄丹，这样在双倍奖励的加持下就可以得到2枚了。再多2枚6味地黄丹的话，他就可以再陪柳如烟疯狂3天3夜，让这个娘们知道自己的厉害。接连的修为奖励使得叶晨的气息不断增长，很快他的修为就达到了境界瓶颈。咔嚓，伴随着一道清脆的响声，叶晨轻而易举地突破到了化神巅峰境界，气息再度暴涨，距离炼虚期也只有1步之遥了。此时的叶晨感受到了更为强大的力量，心中狂喜不已。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顺利的就突破到了化神期巅峰，按照这样的修炼速度，甚至都可以奢望一下炼虚期了。柳如烟神色一怔，猛地看向叶晨，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你怎么突破了化神巅峰？这么快？他此刻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得不对劲了。本来是他找叶晨过来提升修为的，结果他的境界没有突破，反倒是叶晨率先突破了一层小境界。不过化神期和炼虚期的难度也不一样，相比之下肯定是化神期突破的更加容易，柳如烟也能够理解。只是看到叶晨突破境界的时候，他的心里总是会不受控制的想，自己不会被这小子给当成顶炉了吧。叶晨已经有好几次在和他双修之后突破境界了，这给柳如烟留下了自己被玩了的印象。听到柳如烟的惊呼，叶晨低头看向他，笑眯眯地说道：宗主，你也要努力了，能不能抵挡住三大势力，守护好宗门，可就看你的了。柳如烟闻言，柳如烟此刻看向叶晨的眼神都变了。这小子在这点他呢？可恶啊！自己作为宗主，绝不能被他给比下去了。我努力也得你努力才行啊！柳如烟白了叶晨一眼，娇嗔道。看着柳如烟这骚浪的模样，叶晨哪里还忍得了？你这个小妖精，看我怎么教训你！哼，大坏蛋，你来啊！柳如烟不甘示弱，他现在一心想要冲击合体境，又怎么可能会认输呢？这一次可是关乎到了宗门的生死存亡。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2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2张惊雷符。此时天色渐渐昏暗下来，虚空中3大势力的强者仍在攻击合欢宗的护宗大阵，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双方弟子也都枕戈待旦，只等阵法破碎就立刻展开厮杀。护宗阵法的结界上已经出现了许多裂纹，散发出来的防御力也是越来越弱，随时都可能被击碎一般。一处庭院中，
林清雪等人都无心修炼，一边感受着护宗大阵遭受攻击的地动山摇，一边则是担忧着叶晨的安危。不知道师兄顺利逃出去了没有？林清雪神色担忧地说道。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想必宗主已经送师兄离开了吧？陆梦瑶不太确定地接茬道。他虽然知道柳如烟不会害叶晨，但是也不清楚叶晨是否被安全送走了。师兄一定会没事的，宗主肯定会加派人手保护好师兄的。苏念婉缓缓开口道，他清楚叶晨被视作宗门的希望，就不会有事。这次离别，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师兄。赵灵儿抬头看着面前的林清雪等人，心情忧伤地说道。现在不只是有要担心叶晨的安危，他们自己也同样不安全。一旦三大势力的人马杀进来，他们极有可能会死在这场战斗中，再也见不到叶晨了。听到赵灵儿说的话，众人顿时都沉默了下来，一时间气氛有些悲伤。相比于林清雪等人的担忧，叶晨此刻已经完全沉浸在温柔乡中。6味地黄丹的效果给予了他绝对的自信，哪怕天黑了，他也没有停歇的打算，决心要将12个时辰的丹药效果全部发挥出来。柳如烟察觉到了不对劲，换做平时他早就已经求饶了，但现在为了突破合体境，他也只能忍受着。外面不断传来的轰鸣声也让柳如烟的一颗心都提了起来，担心护宗大阵会被三大势力的强者击破。现在的一分一秒都是几位太上长老争取来的，全宗上下的性命如今也都攥在他的手里，说什么也不能放弃。为了宗门拼了！柳如烟咬紧牙关硬扛，感受着体内不断增长的修为，也让他渐渐看到了希望。付出总是会有收获的。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2张高级分身符。叮！恭喜宿主获得2张神行符，触发后立刻提升使用者10倍速度，持续半个时辰。聆听着系统对神行符的介绍，叶晨不禁眼前一亮，他没想到这么快又报到了好东西。10倍的速度提升是建立在他如今所拥有的境界上，化神巅峰本就来无影去无踪，倘若提升10倍的速度，眨眼间怕是都已经没影了。叶晨的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这可真是逃跑的好手段啊！而且在丝缕战衣的加持下，一下子还爆出了2丈，这一波真的是血赚了。本来他还想着让柳如烟歇一歇，恢复点体力，这回在看到奖励以后，顿时又疯狂了起来。机会不等人，这一战过后，合欢宗在不在还两说。要是柳如烟不能顺利突破合体期的话，他甚至都有可能陨落。这对于叶晨来说，压力也很大。毕竟柳如烟可是他的女人，他自然是不想柳如烟有事，比任何人都希望柳如烟可以突破合体境。宗主，撑住了，一定要顺利突破，拼了！叶晨沉声喝道。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10年修为奖励。夜幕中，整片山峦都在地动山摇，无数野兽惊慌失措地逃离这片山林，好似随时可能会崩塌一般。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宗门大阵，在3大势力强者的联手攻击下，光芒已经变得十分暗淡，结界上出现了无数道裂纹，已经濒临破碎的边缘。合欢宗的几位太上长老还在阵眼处苦苦支撑，为了给柳如烟争取时间，他们不仅耗费了无数灵石，还注入了自身大半的灵力。尽管如此，也依然无法完全抵消对手的攻击。见此情形，大长老脸色一沉，当即收手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护宗大阵撑不了多久，要是我们也耗尽了灵力，到时候就是待宰的羔羊。事已至此，抓紧时间恢复灵力，等到大阵破碎之时，就和他们拼了。”听到他这么说，其余几位太上长老也都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不再去管阵法，各自拿出丹药服下，开始恢复自身的灵力。他们都很清楚，护宗大阵已经无力回天，这场大战不可避免。或许他们都会就此陨落，但此刻没有人放弃，做着最后的殊死搏斗。虚空中，3大势力的强者看到合欢宗的几位太上长老都放弃维护宗门大阵，顿时精神了起来，似乎看到了希望一般，变得更加疯狂，全力出手，马上就能击破合欢宗的护宗大阵了。其中一名大修士沉声喝道：“灭了合欢宗，别再给他们机会！”男弟子通通杀光，女弟子嘿嘿嘿。一时间，3大势力的强者全都兴奋起来，轰轰轰，各种武技疯狂轰击在护宗大阵上，使得本就微弱的光芒几乎着泯灭。沈凌霜微微皱了下眉头，虽然这话听着不舒服，但是他也没有去说些什么。此番针对合欢宗的灭宗之战是3方势力联手，并非是天魔宗一家，他虽然可以指挥另外2方势力的强者，却不能管教他们。
至少他们现在是统一战线，如果因为一点小事闹掰的话，反倒会给合欢宗可乘之机。况且想让这些人拼命，自然也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好处。合欢宗的女弟子最适合当顶炉，是每个人眼中最好的战利品。此时沈凌霜不再出手，而是取出灵石握在手中恢复灵力。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大战，他必须要保持巅峰状态，才能有更大的胜算。他的心中也感到一丝疑惑，除了先前见到过柳如烟之外，就再也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了。这么长时间，柳如烟这个宗主去哪了呢？总不能是偷偷跑了吧？沈凌霜眯了眯眼，倒是不在乎柳如烟是否逃走，只要杀了合欢宗的几位太上长老，灭了宗门弟子，合欢宗就此不复存在了。至于柳如烟，他一个人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就在这时，虚空中突然有滚滚乌云聚集而来，汇聚在合欢宗的上空。片刻间便是电闪雷鸣，惊雷滚滚，闪烁的雷光让人心惊胆战。这是天雷，有大修士在破境。突然有人惊呼一声，在场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向了虚空中的云层，感受到了强大的威压。这是不同于平常的雷雨，而是蕴含着法则之力的天雷。这种压迫感让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来，哪怕是炼虚期的大修士看到都会感觉到畏惧。三大势力的强者此时都纷纷停手，看着汇聚的云层，闪烁的雷光，神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心里也多了一丝猜测。合欢宗内有大修士在破境，是化神期冲击炼虚期，还是有人在冲击合体境？这天雷的威压比化神巅峰破境的强大太多了。众人喃喃自语道，此刻都有点慌了。沈凌霜脸色骤变，心里意识到了不妙，难道是柳如烟？怎么可能？她不是化神期的修为吗？如今怎么在冲击合体境了？他感觉到不可思议。数月之前，他对柳如烟的了解还停留在化神期的修为，怎么也不敢相信几个月的时间，柳如烟就拥有了炼虚巅峰的势力，这简直匪夷所思。可眼前汇聚的天雷做不了架，散发出来的威压，必然是有人在冲击合体境。不是柳如烟，还会是谁呢？沈凌霜皱着眉头喃喃自语道，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他知道的合欢宗的强者，除了柳如烟之外，就尽数都在眼前了。不可能是这几位太上长老突破，唯一的可能就是柳如烟了。快，击破阵法，杀进去，别给他们机会，一定要阻止他破境。沈凌霜反应过来，神色急切地大喊道，不论是谁在冲击合体境，都会成为他们的威胁。现在要做的就是阻止对方破境，将这个威胁扼杀在摇篮中。三大势力的强者此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立刻出手，更为疯狂地攻击护宗大阵。阵演出的几位太上长老猛然睁开双眼，浑浊的眼眸中满是震惊与欣喜。成了，真的成了！二长老惊呼道，真没想到宗主的修为竟然会提升得这么快。三长老不可思议地说道，在此之前他们都不太相信柳如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冲击合体境，至少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就骤然积累那么多的修为。但是现在看着虚空中汇聚的云层以及闪烁的天雷，顿时就相信了，心里顿时都对柳如烟佩服得五体投地。大长老此刻的心情也很激动，浑身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好，宗主果然没有令老夫失望啊！只要他扛住了雷劫，就能顺利踏入合体境了。他先前也只是无奈接受，选择相信柳如烟和叶晨，没想到还真成了，这小子本事挺大的。大长老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心里对叶晨是越来越重视了。他可是凭借着双修的本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硬生生地把化神期的柳如烟给睡到了合体期，这谁看了不迷糊啊？有那么一瞬间，大长老的心里都在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女的。快，恢复好灵力！一会就算是豁出性命，也要挡住这12名大修士，给宗主争取时间，绝对不能让他们去打扰宗主，承受雷劫。只要宗主能成功突破合体境，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我们死了，合欢宗也依然可以重现辉煌。大长老脸色一沉，神情严肃地大喊道，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柳如烟只有承受住了雷劫，才算是真正踏入合体境。在这个过程中，柳如烟将会变得无比虚弱，身边要是没有人护法的话，随时都可能被击杀。而且承受雷劫本身就十分凶险，途中要是还被人打搅的话，就容易破境失败，遭受反噬。他们现在不论如何都要保护好柳如烟，就相当于是在保护宗门的未来。合欢宗的盛衰就在柳如烟的身上。明白，老夫就是死也要拖住他们几个，保护宗主最要紧。几位太上长老都纷纷点头，神情认真地说道。
为了宗门的利益，他们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哪怕付出性命的代价，也要保护好柳如烟。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身体早已衰败，没有突破合体期的可能性，几乎就是在等死了。用他们的命来给柳如烟争取时间突破合体期，对太上长老们而言是值得的。这时候，他们都将珍藏的各种丹药都拿了出来，毫不吝惜地放入口中服下，不断提升着状态。就连门下弟子，此刻也都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在意识到柳如烟即将突破合体期时，宗门内的弟子就都视死如归，说什么也要保护好柳如烟，哪怕是面对炼虚期强者也岿然不动。一处大殿外的空地上，柳如烟随意地披了一件外衣，就盘膝坐在地上，释放出本命法宝以及灵力屏障，做好了承受天雷洗礼的准备。此刻他的心情很紧张，既是担心自己突破失败，也在担心三大势力会前来打搅。他能感受到护宗大阵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破碎。一旦三大势力的强者冲进来，必然会来偷袭他。宗主，你别担心，有我在，不会有人打搅到你的。一旁的叶晨看出了柳如烟的顾虑，开口说道：只有意念通达，才有可能顺利扛下雷劫，突破合体期。这个时候绝不能让柳如烟有半点的分神。你，柳如烟心头一颤，顿时感觉暖洋洋的，是那种被人保护的感动。虽然现在的叶晨也很强大了，可是依旧无法和那些炼虚期的大修士抗衡。他守在这里，只会把自己的性命给搭进去。叶晨，你还是先……不等柳如烟把话说完，就被叶晨打断道：宗主，我不会走的，炼虚期而已，其实也不算什么，我可以对付。叶晨眼神坚定地看着柳如烟，心里有十足的底气，他怎么可能抛下自己的女人一走了之呢？炼虚期很强，但是他也不会去硬拼。之前双修他可是获得了数不清的符箓，有攻击性的，也有防御性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听到叶晨这么说，柳如烟愣了一下，张了张口，欲言又止，感动之余也很好奇叶晨是哪来的信心。那可是炼虚期的大修士啊！为了打消柳如烟心里的担忧，叶晨当即便从储物戒中取出10张高级分身符，注入灵力触发的瞬间，空地上凭空出现了100道和叶晨一模一样的分身。一张高级分身符可以幻化出10道分身，虽然只是拥有本体3成的修为，这些分身都相当于是化神期的实力。100名化神期修士，哪怕是炼虚期的大修士遇到，也要花点时间才能全部杀光。柳如烟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整个人都呆住了。柳如烟怎么也没有想到叶晨居然还有这样的手段，一时间呆愣在原地。你怎么会？他张了张嘴，看着上百道散发着化神期威压的叶晨分身，都说不出话来。哪怕他是炼虚巅峰的境界，也不曾掌握这样的手段。这小子身上的秘密还真多啊！虽然柳如烟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对叶晨了解的还不够透彻，但是也没有想过他能有这么厉害的手段。上百道化神期修为的分身，足以踏平一个中等宗门了。宗主，专心突破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叶晨提醒道。他这次可是花了血本，使用了10张高级分身符。要是柳如烟破境失败的话，这些分身符就全浪费了。闻言，柳如烟回过神来，知道此刻的1分1秒都十分宝贵，朝着叶晨点点头，便专注地运转功法，准备迎接雷劫。叶晨一个念头，这上百道分身就全都站在了空地边缘戒备，一旦有外敌入侵，他们就会先行抵挡。叶晨自然不会傻乎乎的亲自动手，要是被炼虚期的大修士一招秒杀，后悔都来不及。他的储物戒里多的是符箓，甚至还有威力媲美合体期大能全力一击的剑灵符，这也是叶晨敢留在这里给柳如烟护法的底气。分身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就没想过能依靠分身杀死炼虚期的大修士，只要能够拖住一些时间就足够了。叶晨就可以凭借攻击性符箓将其击杀。虽然有这样的手段，但叶晨心里也很舍不得使用，毕竟剑灵符十分难得，他至今都只得到了2张，用1张就少1张，能不用是最好的。叶晨更希望护宗大阵以及外围的几位太上长老可以支撑到柳如烟顺利踏入合体境，这样大家就都安全了，他的符箓也能剩下来了。轰！虚空中一道惊雷骤然落下，直接劈在了柳如烟的身上，发出一声巨响。尽管有本命法宝以及灵力护罩的抵挡，削弱了天雷的威力，柳如烟也还是被劈得浑身颤抖，脸上露出极为痛苦的表情。不等他多做准备，立刻就有第2道天雷降下。轰！这次柳如烟的本命法宝被天雷劈的光芒暗淡了几分，上面出现了一道道裂纹，随时可能破碎。周身幻化出来的灵力护罩也隐约支撑不住，变得薄弱了许多。
柳如烟眉头紧皱，嘴角溢出一缕鲜血。天雷的威力已经超出他的预想，这还只是第2道天雷，接下来只会更加猛烈。这个时候他也不可能退缩了，只能选择硬扛，否则错过了这个机会，使得道心蒙尘，哪怕修为没有倒退，他此生也再难突破合体境了。轰！下一秒，第3道天雷接踵而来，率先轰击在悬浮的本命法宝上。啪嗒，本命法宝损毁，掉落在地上。紧接着，灵力护罩也在瞬间破碎。余下的天雷轰在柳如烟的身上，噗呲！柳如烟张口喷出一股鲜血，气息顿时萎靡了几分。一旁守护的叶晨看得眉头直皱，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为柳如烟捏了一把汗。照这么下去，柳如烟不得被天雷给劈死。轰！第4道天雷应声降下。去！柳如烟一挥手，一件仙品法宝飞向天雷，发出一声轰鸣。刹那间，法宝化作齑粉，抵消了部分天雷的威力。然而余下的天雷也还是把柳如烟给劈得萎靡不振，张口又喷出一股鲜血。只是一想到宗门的安危，柳如烟就打起精神振作起来，继续硬扛天雷。虚空中乌云滚滚，不断翻涌，正在酝酿威力更加惊人的天雷。这也已经是第4道天雷，柳如烟只要再扛过几道天雷，就能够顺利踏入合体境了，成败也就在此一举。轰隆隆！就在这时，整座山峰再次剧烈的颤动起来，伴随着一声巨响，合欢宗的护宗大阵被3大势力的强者联手击毁，隔绝内外的阵法护罩彻底消散，彼此间再没有任何隔阂。虚空中，沈凌霜神情冷漠道：“杀！”一声令下，宗门弟子、长老数千之众一起杀向合欢宗。不好！快拦住他们！挡住！大长老心头一惊，急忙大声喊道。他也率先动身，来到虚空中拦截沈凌霜为首的12名炼虚7修士，其余几位太上长老也在同一时间出手。这些大修士当中，只有沈凌霜等3人是炼虚巅峰，其余都是炼虚初期和炼虚中期修为，要3个人联手才能对付1名炼虚巅峰。眨眼间，3位太上长老就对上了沈凌霜等炼虚巅峰的大修士，大长老和2长老则是尽力拖住6名炼虚初期和炼虚中期的强者。尽管如此，仍有3名炼虚初期强者冲入合欢宗内，他们根本没有理会合欢宗的那些长老弟子，3个人的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阻止柳如烟破境。只要柳如烟身死，合欢宗就再没有翻盘的机会，他们将彻底踏平合欢宗。见此情形，大长老脸色大变，急忙喊道：“可恶，快拦住他们3个，不能让他们去找宗主！”他试图抽身前去拦截，却被身前的3名炼虚7修士给缠住了。休走，老东西，去死吧！他们接连出手，完全是拼命的架势，丝毫不给大长老喘息的机会。尽管大长老境界比他们高，可仓促间还是有些应接不暇，更别说他还分心关注着直奔宗内而去的3名大修士，心思都不在眼前的交锋上。其余几名太上长老也注意到了不对劲，心中也是一阵急切，可他们同样抽不开身，都被各自的对手给缠住，但凡分出心神，都可能会被当场击杀。众人的处境也都十分凶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3名炼虚期的大修士闯入宗门内，一时间也都担心起柳如烟的安危了。他可是正在渡雷劫啊！操！怎么一下子就来了3个炼虚期？疯了吧！叶晨感应到3股强大的气息朝这边靠近，顿时变了脸色。他们要是一起出手，哪怕有上百道化神期的分身都撑不过几息，别说柳如烟会受到干扰，连他都可能被当场灭杀。叶晨咬咬牙，当即便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剑灵符。到了拼命的时候，也不可能太吝啬了，符箓再珍贵也没有性命珍贵，大不了等这场战斗结束了，找柳如烟补偿回来，穿着丝履战衣多双修几次，或许就能爆出来了。思索间，一名炼虚中期修为的大修士就已经出现在了空地上空。看到上百道化神期分身的时候，他也只是微微诧异，并没有放在心上，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道：“雕虫小技，以为这样就能够阻挡老夫了吗？真是太小瞧老夫了吧！”他抬手便准备灭杀这些分身。空地上，叶晨毫不犹豫地激发了手中的剑灵符，刹那间，一道刺眼的光芒陡然绽放，一柄巨剑破开虚空，从天而降，爆发出无尽剑意。这是什么？上空的炼虚修士目光呆滞地看着骤然降落的凌厉巨剑，心中一阵胆寒，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一般。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恐怖力量，合体期的手段。不等他多想，这柄巨剑就朝他斩来。不要！
这名炼虚修士惊恐地大喊道，连忙出手抵挡。落花无情剑，破！一柄本命飞剑绽放光芒，朝着巨剑射去。砰！只是刹那间，本命飞剑化作齑粉，巨剑裹挟着无尽剑意而来。怎么会？他瞳孔一缩，内心恐惧到极点，甚至都忘记了逃跑。剑光闪过，噗呲！这名炼虚期修士当场被抹杀，连同元神也在顷刻间消亡。紧随其后冲来的2名炼虚期大修士正好目睹这一幕，立刻就止住身形，面露惊慌之色，只觉得后背阵阵发凉。这是哪位大能出手了？好强的剑意！徐老兄就这么被斩杀了吗？好可怕！这2名炼虚期大修士被吓得瑟瑟发抖，脸色苍白，一时间都不敢贸然闯入下方的这片空地。和他们修为差不多的同伴就在眼前被一剑秒杀，心里说不害怕是假的。他们好不容易才修炼到这个境界，自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性命，此时立刻释放出神识探查，却并未发现有强大修士的身影。下方的空地上，除了正在渡劫的柳如烟之外，就只有一个化神期巅峰的年轻人，除此之外就是上百道化神期的分身。哪里有合体期大能？奇怪，刚才那一剑到底是谁斩出来的？总不能是底下那个化神期的小鬼吧？其中一名炼虚期修士神情疑惑地嘀咕道。另外那人也皱起了眉头，同样感到不解，想不出是什么人出手。轰！与此同时，第5道天雷也应声落下，在击碎几件法宝之后，径直劈在柳如烟的身上。他的气息已经变得十分虚弱，可仍是在咬牙硬撑着，扛过了第5道天雷。虚空中的云层仍未散去，电光闪烁，还在酝酿着威力更加巨大的天雷。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要把他给杀了，要不然等他扛过第6道天雷，就可能要突破合体期了。到时候我们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一名炼虚期修士神色急切道，一旦柳如烟扛住了，他们就死定了。虽然还没有找出躲藏在暗处出手的那位合体期大能，可他们来不及犹豫了。2人相互对视一眼，微微点头，当即便朝着柳如烟冲去。操！找死！叶晨手一挥，又摸出一张剑灵符，捏碎。虚空中剑光再现，巨剑闪烁着刺眼的光芒，径直斩下，带着睥睨的气势，镇压万古。是刚才那一剑，不好，快跑！这2名大修士脸色骤变，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这等威力的手段，不是他们能够抵挡得住的。先前的那个同伴不是没有尝试过，结果就是被一剑抹杀了。2人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跑，巨剑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人，落下的瞬间便将他彻底抹杀。不，他只来得及惨叫一声，随后神魂俱灭。逃过一劫的大修士回头看去，吓得浑身颤抖。前一秒还在讨论的同伴，下一秒就这么死了。巨剑的气息虽然已经消散，但是也给他的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仿佛他也会被随时抹杀。不过这一次，他也已经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果真是下方的那个化神期小鬼，好可怕的符箓！他一个化神期的小子，手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宝物？这名修士没有着急出手，目光落在叶晨的身上，在恐惧和出手之间犹豫。不出手的话，柳如烟随时有可能渡劫成功，踏入合体期。倘若出手的话，他不敢保证叶晨手上还有没有刚才那样的符箓，弄不好自己也会被斩杀。该如何是好呢？这小子身上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宝贝。这名修士打量着叶晨，心里渐渐萌生出了许多念头。风险很大，但是收获也同样会很大。一个身怀重宝的小辈在眼前，换作是谁都会生出贪念。叶晨也察觉到自己被对方给盯上了，面上神色不变，心里却很紧张。他已经用掉了2张剑灵符，手上唯一剩下的就是1张斩仙符了。斩仙符的威力相当于是炼虚期强者的全力一击，但是对方是炼虚初期修为，身上肯定也有不少的法宝，没有把握能够一击秒杀。杀不死对方的话，叶晨可能就危险了。双方的境界虽然只是一步之遥，可这个差距却是天差地别的。叶晨原本以为凭借2张剑灵符灭杀2个炼虚期大修士就可以吓住对方了，谁知道这家伙居然还不跑。叶晨一挥手，将斩仙符捏在了手心中，目光坚定地看着虚空中的那名大修士，沉声喝道：老东西，你是来找死的吗？他丝毫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这个时候双方比拼的就是气势了，他可是已经灭杀了2名炼虚期的大修士，这时候想要震慑住对方，自然要表现出有能力击杀对方的假象。听到叶晨说的话，这名大修士脸色一沉，心里一阵窝火。
什么时候一个化神期的小辈也敢指着他的鼻子骂了？找死吗？尽管心中愤怒，可是他也没有贸然出手，因为他亲眼目睹了2个同伴身死，这回又看到叶晨手中捏住了一张符箓，心里闪过一丝惊慌。如果这道符箓的威力也和前面2道符箓一样的话，那他就得死在这里了。此刻他看向叶晨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忌惮。小子，你别太猖狂了，今日合欢宗必亡，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弃暗投明，老夫可以保你不死，不然等到其他人杀过来，你就死定了。这名炼虚期修士看着下方空地上的叶晨说道，试图拉拢他。闻言，叶晨根本不为所动，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小心思，看似拉拢，实则是在试探他。如果叶晨这个时候答应投诚的话，就说明他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底牌，也就不会对炼虚期产生威胁，对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将他击杀，而不是留他一命。修行界本就充满了尔虞我诈，谁都不能够相信。叶晨瞥了他一眼，淡淡道，谁死还不一定呢，有种你就过来啊，怂逼。他依旧嚣张地嘲讽着，心里却是慌的一批，祈祷着柳如烟赶紧扛过雷劫，不然他们2个就都危险了。你小子找死！这名大修士的脸色黑乎乎的一片，难看到了极点，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敢这么骂他了。只是眼看叶晨的态度如此狂妄，他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如果不是手里有强大的底牌，一个化神期又怎么敢来挑衅他这个炼虚期呢？何况对方才刚刚斩杀2名炼虚期的同伴，这也让他胆战心惊，犹豫不决。此时他的耳边传来了沈凌霜的传音，为何还不出手？赶快杀了柳如烟，别让他渡劫成功。这名大修士是天魔宗的长老，听到沈凌霜的传音，顿时就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个时候他要是退缩的话，让柳如烟成功突破合体期，等于是害了所有人，到时候天魔宗都将迎来覆灭，他就是宗门罪人。想到这，他也不敢再犹豫了。眼看柳如烟又要硬扛天雷，他只好硬着头皮出手。小子，去死吧！他大喝一声，便朝着叶晨杀去。操，这人怎么就这么莽呢？叶晨看到对方出手，忍不住暗骂一声。本来想吓唬一下对方，让他滚蛋的，没想到直接就上来拼命了，这是真不怕死啊！叶晨无奈，当即捏碎手中的斩仙符箓。刹那间，无数飞剑凭空出现，闪烁着森冷的剑气，朝着这名炼虚修士呼啸而去。果然有手段！这名大修士瞳孔一缩，脸色微变。他出手前心里就已经防备着叶晨，见他再度使用符箓召唤剑诀，当即便也祭出法宝，全力出手。生死攸关之际，他也不敢有任何马虎。虽然这些飞剑的威力不如先前从天而降的巨剑，但是也同样能够威胁到他的性命。轰轰轰，接连几道激烈的轰鸣，有数件仙品法宝被当场击碎，飞剑的威力也被削弱了许多，可依然将这名大修士被击飞出去，身上衣袍破碎，披头散发，口吐鲜血，浑身密密麻麻都是被飞剑划破的伤口，血流不止。此刻他的样子十分狼狈，气息萎靡，止住身形时，心中一阵惊骇，同时又觉得庆幸自己还活着。刚才那一瞬间，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好在毫不吝惜地使用法宝削弱了这个剑招的威力，他也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此时他看向叶晨的眼神变得十分凶狠。小子，这回你没有别的招数了吧？给我死吧！从符箓威力上的变化，他也看出叶晨的手段已经越来越弱，没有之前那种秒杀炼虚期的能力了。这个时候他也不再忌惮，加上心中燃烧的怒火，恨不得将叶晨给撕碎，更不会去思考什么，当即就朝着叶晨冲去，势必要将他撕碎。给我上！叶晨沉声喝道。空地四周上百道分身齐刷刷的朝着迎面来的大修士冲去。对方虽然是炼虚初期修为，可是在挨了一道斩仙符以后，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双方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化身初期实力的分身虽然不是对手，可胜在数量多，还可以消耗对方剩余的灵力，凭他们也想拦住我吗？可笑！大修士面目狰狞的冷笑一声，抬手便多了一柄仙剑，随手挥剑便斩灭了一具分身。这些分身全力出手，攻击全都被他周身散发出来的灵力护罩给抵挡住了。前赴后继的分身就像是在送死一般。叶晨冷冷地看着这一幕，知道这些分身是挡不住对方，自己势必要出手了。他从储物戒中取出明光铠，穿戴在身上，瞬间融为一体。有了这套神品铠甲，可以削弱5成的伤害。叶晨穿戴上铠甲之后，顿时都安心了不少。眨眼之间，就有30多道分身被击碎。
战斗仍在继续。叶晨此时也看出这名大修士的灵力在快速消耗，他此刻看似很强，只不过是在强撑不了先前的斩仙符，虽然没能将他击杀，但是也已经将其重创，这给了叶晨极大的信心。当即又从储物戒里取出10张分身符，下一秒他的身旁又多出了10道分身，这些分身都拥有他本体5成的修为，相当于是化神中期之上的实力了。有了这些分身在身边保护，叶晨也不慌了。他的储物戒里还有不少分身符，这些都是他的底气。这还要感激柳如烟，之前让他帮忙培养120名女弟子，双修的过程中爆了不少分身符。给我死！炼虚大修士疯狂出手，不断击杀着叶晨分身，转眼间便灭杀了上百道分身。此刻他也耗费了极大的灵力，体内的伤势都快要压制不住了。猛地抬起头来，目光落在叶晨身上，面目狰狞道：小子，你今天死定了，谁来都救不了你，受死吧！话音落下，他一个闪烁杀向叶晨。轰！10道叶晨分身几乎同一时间上前迎战，硬生生地挡下了炼虚大修士的攻势。奇怪，这些分身的实力竟然变强了，化神中期。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心中也起了贪念。这小子身上的宝贝还真多啊，不过很快就是我的了。为了杀死叶晨，他也不再吝惜灵力，而是疯狂出手，不打算给叶晨喘息的机会。砰砰砰，接连几道强大的灵力砸下，顷刻间便将10道分身全部击碎。他刚喘了一口粗气，准备灭杀叶晨时，抬头的瞬间，整个人就怔在原地。又是10道分身出现在眼前。你特么，怎么还有？他一脸震惊道，气得脸都黑了。没想过叶晨会有如此多的分身符箓，就更不要前言。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要知道，这么多化神期分身都足以踏平一个宗门了，结果全都拿来对付他这个炼虚期了。疯子，这小子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活命了，今日你必死！小子，拿命来吧！炼虚大修士愤怒道，周身爆发出强大的灵力护罩，紧接着就选择以硬扛分身攻势的方式直扑叶晨而去。只要杀了他，这些分身自然也都消失。6道灭天指，叶晨一指点出，沉声喝道，刹那间天地变色，一根灵力手指破空而出，降落下来，滚滚威压直扑而下。怎么可能？炼虚大修士脸色微变，人在半空立刻止住身影，抬手便是全力一击，抵挡攻势。轰！两者对轰，霎时间地动山摇，狂风骤起。这是叶晨的至强一击，威力足以媲美炼虚初期的实力了。倘若对方是巅峰状态下，或许可以随意破解，可此刻他本身就是强弩之末，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强大一击，再次遭到重创。噗呲！炼虚大修士张口喷出一股鲜血，身形倒飞出数十米外，气喘吁吁，比之前更加狼狈了。他抬起头来，不敢置信地看着叶晨，怎么可能？你一个化神期的修为，怎么会这么强的武技？闻言，叶晨瞥了他一眼，淡淡道：炼虚境也不过如此吗？你……面对叶晨的嘲讽，炼虚大修士顿时大怒，强忍着体内的伤势，再次朝着叶晨杀去。上，叶晨用意念同时操控着10道分身，一起出手，一道道强大的灵力攻势呼啸而去。炼虚大修士瞳孔一缩，眼中闪过一抹畏惧。倘若是巅峰时期，他自然不惧怕这些手段，可现在的他实力和化神巅峰没什么分别，对化神中期的攻势也不敢轻视。给我挡！他当即祭出一件法宝，是一面碧玉魔镜，刹那间化作玉盘挡在身前。轰轰轰！咔嚓！碧玉魔镜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纹，下一秒就支离破碎。炼虚大修士见状，顿时一阵心疼，这可是仙品法宝，对于他而言也是十分珍惜的。如果不是为了保命的话，此时也不会这样浪费了。法宝本身的威力有限，还需要施法者注入灵力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可惜他此刻体内的灵力近乎枯竭，自己都难以为继，更别说是用来提升法宝威力了。敢毁我法宝，小子，我非杀了你不可！炼虚大修士此刻已经恨透了叶晨，杀气腾腾地朝他扑去。找死！叶晨脸色一沉，再次操控10道分身联手出招，攻势变得更强。可恶！炼虚大修士气得七窍生烟，想杀叶晨，却无法越过那些分身，抵挡的同时再次损毁了一件法宝。他的心在滴血，本来是想杀人夺宝，
谁知道人没杀死，自己就先搭进去好几件法宝了。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当即就从储物戒中取出一瓶散发着浓郁灵气的丹药，一股脑地倒入口中服下。下一秒，他体内的灵力开始快速恢复，气息越来越强。见状，叶晨眯了眯眼，意识到对方服用的丹药品阶不低，这是下了血本了。如果不马上杀死对方的话，他可能就危险了。杀了他！叶晨心念一动，10道分身一起出手。死！炼虚大修士眼眸一沉，冷哼一声道，抬手挥剑，暴力的剑气横扫而过。砰砰砰！10道分身还没有靠近，就被全部斩灭。他脸色发白，刚刚恢复的灵力全部都被这一剑抽空了。尽管如此，随着药效的持续，体内的灵力又在恢复。小子，就凭你也想杀死老夫？你可知道老夫走到今日用了多少岁月？你凭什么认为10数年苦修就能比得过老夫1000年道行？他脸色阴沉地盯着叶晨，一字一句地说道，同时迈步朝着叶晨走去，浑身充满杀意，好似一股股冰冷的寒意扑面而来。你就这么自信，我杀不了你？叶晨看着他冷笑道。话音落下，一挥手便又多出了20张分身符。炼虚大修士脚步一顿，看到叶晨手中的符箓，脸色骤变。你怎么还有？此刻他人都傻了。原先那上百道分身就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之后的10道分身，他以为就是叶晨的极限了。谁知道10道分身之后还有10道，10道之后还有20道。他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绝望。特别是当他强撑着身体灭杀那些分身之后，一抬头又看到了20道化神期的分身朝他走来，道心在此刻都破碎了。这小子修的到底是什么符道？老东西，现在知道害怕了。晚了，1000年道行又如何？狗屁不是！叶晨眯着眼，冷哼一声道，心念一动，20道化神中期实力的分身便朝着他扑了过去。死！分身齐声喝道。炼虚大修士脸色一沉，无奈只能硬着头皮挥剑迎战。老夫不会死在这里的，你这个小辈绝不可能杀死我！他癫狂的怒吼道，手中仙剑挥斩出道道剑气，近乎拼尽体内灵力，透支身体为代价爆发出最后的余威。砰砰砰！顷刻间斩灭了10余道分身。此刻他也已经油尽灯枯，虽有炼虚期的境界，实力还不如化神巅峰。老东西，闭眼吧！叶晨一个闪烁出现在炼虚大修士身前，手持飞羽剑斩下。噗呲！剑光划过，瞬间穿透了灵力护罩，接着斩在身躯上，切入血肉中，毫无阻碍地透体而出。森冷的剑气搅碎了一切生机。怎么可能？炼虚大修士正在原地低头看着渗出鲜血的腹部，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自己的灵力护罩竟然被一剑斩破了。感受着体内的生机不断流逝，他彻底慌了。不可能！你一个化神期怎么能杀死我呢？他慌乱地呼喊道，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急忙从储物戒中取出各种丹药，想要救一下自己。视线渐渐模糊，身体也变得不受控制。突然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的场景变换成了天空。扑通！炼虚大修士的半截身躯倒在了地上。他不甘心合眼，但很快便没了动静。一缕元神从他体内钻出来，只有巴掌大小，样貌俊朗，和本体有7、8分的相像。死！一道剑光闪过，这缕元神当场灰飞烟灭。叶晨冷冷地看着地上的2截身体，微微喘着粗气，喃喃自语道：炼虚境还真是难杀啊！光是对付这个炼虚初期的大修士，就耗费了1张斩仙符以及上百道分身，这个代价也很大。倘若没有那么多的分身，可能死的就是叶晨了。本来他还想多保留一些手段，将来还能保命，谁知道一下子来了3个炼虚大修士，把他的底牌全给耗光了。这笔账可得找柳如烟好好报销。叶晨嘟囔着，转头看向仍在渡劫的柳如烟，心中闪过了一丝担忧。柳如烟此时的样子很狼狈，气息萎靡，嘴角沾染着血迹，仿佛随时会被一道雷劫给劈死。这时候谁也帮不上忙，这一关只能靠他自己度过，才能顺利踏入合体期。希望能成吧。叶晨手一挥，将眼前这名炼虚大修士身上的储物戒收入囊中，紧接着又分别找到另外2名大修士死后遗落的储物戒，都给一并收走。这些炼虚期的老妖怪修炼了数百上千年，肯定有不少好东西，正好也可以填补一下出手的损失。此时外围的战斗仍旧如火如荼，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合欢宗的弟子实力虽然较弱一些，
但此刻为了守护宗门，全都视死如归，一时间也难分胜负。虚空中交锋的炼虚强者们彼此也是手段齐出，试图击杀对方。大长老的心里仍担忧着柳如烟，数次想要抽身离开都被缠住，几乎都要绝望了。3名炼虚7大修士杀入宗门内，正在渡劫的柳如烟死定了。所有人心里都这样认为，但很快就都傻眼了。不对劲，他们3个的气息消失了。一名天魔宗强者突然皱眉道，其余人也都纷纷变了脸色。他们3个好像死了。感应不到气息，联想到先前合欢宗内的强大剑意，就能猜到那3名大修士凶多吉少了。大长老等人也都怔住，有些不可思议。本以为柳如烟死定了，谁曾想那3名大修士先死了。谁干的？难道是柳如烟？他渡劫成功了？3大势力的强者眼中都闪过一抹惧色。倘若柳如烟顺利踏入合体期的话，那他们就都完蛋了。不可能，雷劫还没有结束，柳如烟不可能踏入合体期，一定是有其他人出手了。沈凌霜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闪烁着雷光的云层，神情凝重地说道。此刻他也感到十分奇怪，明明没有感应到有强者的气息，又不是柳如烟的话，会是谁出手杀死3名炼虚大修士呢？这样的手段起码也是合体期的大能才对。宗主，柳如烟恐怕很快就要度过雷劫了，我们要不先撤吧。其中一名天魔宗强者害怕了，急忙向沈凌霜传音，再不走他们就都得死在这里，那么今日覆灭的就不是合欢宗，而是他们天魔宗了。沈凌霜脸色一沉，并没有离开的打算。他很清楚现在撤走了，等到柳如烟踏入合体期，也会去天魔宗找他们算账。现在只有杀死柳如烟是他们唯一活命的机会，今日必须灭了合欢宗，一旦柳如烟破境成功，我们都活不成。沈凌霜沉声道。听到他这么说，3大势力的强者也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绝不能让柳如烟成功破境，必须杀了他。众人都起了杀心，只是他们此刻都抽不开身，没办法对柳如烟动手。合欢宗的5位太上长老自然也深知柳如烟的重要性，此刻更是豁出性命在拦截3大势力的强者。撑住了，死也不能让他们过去。大长老视死如归道，更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实力。双方的打斗变得更为凶猛，上空接连爆发出一道道对轰的凌厉光圈。沈凌霜心知不能再纠缠下去，脸色一冷，当即施展秘术，口中念念有词，以精血为引，燃烧生命为代价。刹那间修为陡然暴涨，几乎逼近合体期的实力。你竟然……正在与他交手的5长老脸色骤变，感受到沈凌霜气势的变化，心中顿感不妙，这娘们疯了，居然燃烧生命力，这甚至会影响到根基，此生都无望更进一步了。